灯火通明、辉煌大气的宫殿内，顾影迷茫地看着四周。奇怪，我不是救200斤的落水少女时被她拉下去一起淹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望着四周古色古香的布局，顾影轻声呢喃：“锦儿，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来替为师解毒？”一道清冷动听的声音忽然在大殿内响起。迷茫的顾影循声望去，只见大殿正上方凤椅之上，一位容颜清冷绝美的女子虚弱而坐。她一身紫色仙裙，轻盈华贵，腰间系着一根丝带，将那曼妙柔美的身姿完美展现。再看那张脸，仅仅一眼便让人怦然心动，给人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都不足以描述出她的绝美容颜。顾影当场深吸口气，美极致的美，宛若9天之上跌落凡尘的仙女。忽然，一股不属于顾影的记忆从脑海深处蜂涌而出，没有痛苦，很平静。不一会后，顾影脸上的表情惊呆了，自己竟然穿越了，来到了一个名为天蓝大陆的修真界，目前所处宗门名为灵剑宗，而眼前绝美女子竟然是自己的师尊。说起这位师尊，名头十分响亮，乃是天蓝大陆最强者，横压当世，被所有人尊称为女帝。然而不知为何，此时的女帝师尊竟然身受重伤，修为全失，并身中万毒化仙散，十分虚弱，无法动弹分毫。顾影默默地欣赏着凤座之上的女帝师尊，那清冷绝美的容颜，美到让人窒息，她从未见过如此绝色。咕噜，情不自禁地咽了口水。李清灵顿时气坏了，这逆徒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看自己，而且看得如此目不转睛，那色眯眯的目光简直大逆不道，当即怒声呵斥：“放肆！你在看什么？”丁，检测到宿主冒犯了女帝师尊，女帝大怒，激发抉择系统。选择1，由于你的冒犯，女帝师尊决定伤势恢复后废除你修为，将你逐出宗门，你决定连夜跑路。奖励：顶级身法。选择2，女帝师尊身中万毒化仙散，十分虚弱，趁此大好时机取其魂血，再为其解毒，将之掌控。奖励：满级悟性。满级悟性，世间所有功法一看就会，一学就会。一连串的电子音在顾影脑海里突然响起。卧槽系统，传闻中穿越标配的童子番茄作者程不期，我顾影兴奋不已。他认真地看着选项1，什么仅仅是多看了你几眼，就是冒犯了你，还要废除修为，逐出宗门？呵，女人顾影冷笑一声，看向选项2，满级悟性。这可是神技，看过无数武侠仙侠剧的顾影很清楚，很多功法想要修炼到圆满境界，少则需要数十年，多则上百年。那些更加强大的仙法就不用说了，花费的时间少则上千年，多则需要一辈子去顿悟。而有了满级悟性，世间所有功法看一遍就全会了，而且还是那种炉火纯青的满级境界。选2必须选2获得满级悟性，还能掌控女帝师尊。顾影的目光再次看向女帝师尊，嘴角微微翘起。逆徒，你还在看什么？还不快过来替为师解毒！李清灵气的不行，这逆徒简直岂有此理，竟敢明目张胆地看自己的师尊。师尊大人，该如何解毒？您倒是说。顾影露出春风般的和煦笑容，向着女帝师尊走去。地上有一玉瓶，其内有戒毒丹，快点！李清灵虚弱开口。顾影淡笑，原来师尊大人已经虚弱到连俯身捡药瓶的力气都没有了。结。顾影的目光望向大殿高台上凤座下的地面，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纤细圆润如玉的大长腿，再往下看，雪嫩的脚踝下是一对白皙娇嫩的纤纤玉足，晶莹小巧且美好，仿佛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顾影心跳频频加快，靠着玉足，真特么要命啊！顾影深吸口气，目光这才看向了绝美玉足旁的白玉瓶，一步一踢，向着大殿高台缓缓踏步而上。寂静的大殿内，此刻只剩脚步声回荡。看着逐渐临近的顾影，李清灵心里反而有了不好的预感。本座如此生气，为何这逆徒嘴角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容？莫非他不惧？还有，平时这逆徒性格温顺懦弱，对所有人都是言听计从，更是不敢直视本座。为何今日敢长久直视，且一直冷静淡然？这种感觉让此刻虚弱无比的李清灵很是不舒服，本能的感觉让他想驱逐顾影，可身上的万毒化仙散随时都可能要了自己的命，此刻只能依靠顾影了。师尊大人在想什么呢？耳旁响起顾影温柔的声音。李清灵看向顾影手中的药瓶，眸光微凝。对，就是此瓶，快取出其内丹药，为师服下。顾影并未回应，而是打量着师尊曼妙的身姿，嘴角微扬。师尊大人，拜托了。拜托了，什么意思啊？李清灵先是一懵，旋即瞪大着美目，满脸的震惊加难以置信。2个半时辰后，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满级悟性。顿时，一道旁人无法看见的金芒涌入了顾影眉心深处，他的识海一瞬间变得清明无比，仿佛拨云见日一般。这种感觉十分舒服，顾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大聪明。你逆徒，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要杀了你！李清灵咬牙切齿的悲愤开口，他方才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顾影一点也不慌，整理服饰后半蹲在师尊身旁。师尊大人，你别这样，若是没有徒儿，你刚刚已经因毒性发作化为一滩血水了。而且就在刚刚，徒儿不小心取出了您的一滴魂血，与自身融合。若是徒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师尊大人您应该知道后果吧。闻言，李清灵绝美的脸庞一片煞白。魂血他当然知道是什么了，每个人生来只有一滴，一旦自身魂血受损，自己也会跟随陨落。掌控一个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获得对方的魂血，这样对方的生死便只在你脑海一念之间。瞬间，李清灵如坠冰窟。师尊大人您放心，只要您不派人杀徒儿，您自然会安然无恙。说完，顾影转身潇洒离去。可恶，看着顾影消失的背影，李清灵攥紧拳头，狠狠地砸向桌面。好痛！白皙的玉手一片通红，他一阵失神，想起了刚刚的一些画面，瞬间面红耳赤，好恶心。不过这个逆徒的身材似乎挺不错，高挑，8块腹肌，长得也十分清秀俊朗。可恶，李清灵，你到底在想什么呀？你失身了？那可是你的第一次啊！李清灵咬牙切齿，他被自己给气到了。从师尊的宫殿离开后，顾影根据记忆回到了自己的住所。这是一栋3层独院阁楼，房间内，此时的顾影十分兴奋。他发现自己体内居然凭空多出了一条变异冰灵根，传闻女帝师尊乃是当今天蓝大陆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冰、雷、风3系变异灵根的人。难道师尊有什么特殊体质，有他辅助就能拥有和他一样的灵根？顾影心动不已，若是再次得到师尊的辅助，自己岂不是就能拥有变异风灵根和变异雷灵根了？到时候自己的实力岂不是成倍暴涨？而且据说变异冰灵根不仅吸收天地灵气转换为灵力的速度更快，还有一项超强神通万里冰封，修为达到一定境界后，可瞬间冰封方圆万里内的一切事物。由于记忆里有万里冰封的术法内容，脑海里过一遍后，顾影的满级悟性瞬间领悟他催动变异冰灵根，狂暴的极寒气息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出，霎时间，周边温度骤降至冰点。咔滋滋，随着结冰的声音，整栋阁楼内的一切瞬间全部被冰封，成为了一个冰晶世界。房间内的温度也在顷刻间降到了零下数百度。寒气疯狂席卷肆虐，似要连空气都冰冻。太强了！就这一个神通，在同境界内足以无敌。望着这一幕，顾影惊叹。丁，宿主面板刷新。宿主，顾影，年龄22，修为炼气10层大圆满，灵根金灵根，变异冰灵根，功法人剑合一，流风回血剑诀，万里冰封，被动满级悟性。体质5。顾影满意的看着面板，突然又想起了什么。童子，新手大礼包呢？我看番茄小说里别的穿越者都有，不会就我没有吧？丁，不好意思，忘记了，现在补发，嘻嘻。顾影嘴角抽了抽，这也能忘记，真特么不靠谱。丁，新手随机礼包已发放，是否开启？开。丁，恭喜宿主随机获得通明剑体。通明剑体，剑道至高体质，可与世间所有剑通明，无论该剑是否被认主，皆可强行掌控为己用，与修为挂钩。系统话音刚落，一道金色剑芒凭空出现，涌入了顾影眉心内。刹那，一股磅礴的剑意如同潮水般，顷刻之间就融会贯通了顾影的四肢百骸。翁此刻的顾影宛若一把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下一刻，顾影就有了一种福至心灵的感觉，自己只需一个意念就能操控方圆一定范围内所有的剑为自己使用，无论该剑是否认主，都将会完全臣服于自己，听从号令。顾影骇然，卧槽，牛逼，有这种逆天剑体，以后自己再见到就是无敌的存在了。你的剑就是我的剑，对战同境界剑修就跟爸爸打儿子一样，妥妥的降维打击。兴奋了好一会儿后，顾影看了眼窗外的夜色，现在已是半夜3更，直奔卧房。次日清晨，咚咚咚，快开门！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男子不耐烦的声音传入卧房。被惊醒的顾影一脸不悦，起床气一下就上来了。尼玛，都修仙了，难道还有997？哈欠连天的穿衣下床，来到大堂处开门。只见阁楼院落外站着2名青年男子，其中一人身穿黑衣，神色傲然，另一人则身穿紫色内门弟子服，贼眉鼠眼的样子看起来很是猥琐。废物，好大的狗胆，
今天居然没有早起，主动打开院门迎接蔡师兄。那名紫衣青年趾高气昂地冲着顾影嚣张叫骂。顾影眉头一皱，特么的神经病吧，老子的阁楼给你开门。旋即搜索记忆，瞬间对这两人的情况明了。黑衣青年名为蔡坤，乃是逍遥峰掌座门下的真传弟子。紫衣青年名为李刚，普通内门弟子，目前是蔡坤的狗腿子。二人的修为均是炼气10层大圆满。这两人之所以前来，是因为自己的阁楼内有一口极品灵泉，灵气极为浓郁，在其旁修行是外界的3倍速度。自入宗以来，这口极品灵泉原主几乎没怎么拥有过，一直被蔡坤和李刚霸占。至于原主为什么不反抗，是因为他性格太过温顺懦弱，不敢得罪蔡坤这位逍遥峰掌座门下唯一的真传弟子。别看原主是女帝弟子，但她身份并不高贵，因为她只是普通记名弟子，而且这个记名弟子身份也只是女帝为了还当年顾家一个人情才破例收的，不然以原主单一天灵根的资质，还不配被女帝亲自收为徒弟。所以软弱的原主为了不惹麻烦，怕被女帝师尊嫌弃，一直以来都是忍气吞声，任由蔡坤和李刚欺辱，不敢上报。姓顾的，你他妈愣在那里干什么？是不是想死？还不快给老子滚过来开门迎接！李刚叫嚣完，身影一动，化作一道残影冲入了院落内，想要掐住顾影的脖颈，狠狠地羞辱他。早上因为一些琐事被蔡坤教训过，正好拿顾影这个废物出气。顾影冷笑，找死！他可不是之前那个任人拿捏的软蛋原主。剑来！噌！蔡坤手中的焚天烈火剑骤然出鞘，在顾影的指尖滑动下，向着李刚猛然一剑斩下。一道赤色的火焰剑气瞬间凝聚而出，带着恐怖的高温，呼啸中急速斩在了李刚身上。李刚的身体直接被斩成2半，尸体在火焰下熊熊燃烧起来，只是刹那便被烧成了一具焦尸。从顾影出手到结束，这一过程发生的极快，只在电光火石之间，快到李刚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蔡坤直接傻眼了，他满脸震惊地看着顾影，倒不是因为顾影残杀同门的原因，而是自己的焚天烈火剑可是师尊赏赐的极品火属性灵剑，此剑已经被自己用本命精血认主，即便是金丹修士都无法操控，而顾影这个废物竟然能轻松操控它进行杀人。顾影心中也很是惊讶，通明剑体果然强大，真的能随意操控他人的灵剑为自己所用。这把剑不错，我要了。顾影朝着焚天烈火剑勾了勾手，焚天烈火剑轰鸣一声，好似在欢叫，飞到了顾影手中。蔡坤又是一惊，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尝试通过本命精血与焚天烈火剑的联系操控它回来，可无论他如何操控，自己的本命灵剑都没有半点回应。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蔡坤谨慎地望着顾影，他感觉今天的顾影强得可怕，一向看不起顾影的他，此刻收起了轻视之心，也不敢贸然出手去抢夺自己的本命灵剑。将死之人何必知道那么多？顾影打量着手中的焚天烈火剑，看都不看蔡坤一眼，他决定杀了蔡坤。看过无数修仙小说的他，深知在修真界人不狠站不稳，有仇一定要当场报，否则后续屁事一堆，反正自己有女帝那个超级后台，终归算个屁。蔡坤闻言一阵愕然，以为自己听错了，顾影这废物竟然还想杀了自己。他当即大怒，身为逍遥峰的大师兄，从来没有人敢对自己这么说话。好，姓顾的，你以为你用秘宝阻断了我与焚天烈火剑的联系，就真当是自己的本事了？既然你想死，今日老子便废了你！聒噪！顾影皱眉，挥手间就是一道极寒气息散出，直奔蔡坤扑面而去，速度之快，刹那临近，将还没反应过来的蔡坤笼罩在内。瞬间，蔡坤的体表便结起了一层厚厚的冰晶，成为了一尊人形冰雕。正当顾景要施展冰暴灭杀蔡坤时，忽然一道充满威严的老者声音从远处天边传来：“小辈住手！尔敢！”顾影没有丝毫停顿，冷声开口：“给我报！”轰一声炸响，蔡坤整个人连同冰雕轰然爆炸，尸块随着漫天冰渣散落一地。下一刻，一位鹤发童颜的高大老者出现在了院落内，他愤怒至极地看着碎了一地的蔡坤尸体，旋即又看向顾影，目中杀机弥漫，恨不得一掌将之拍死，只是他并不敢这么做，毕竟顾影是女帝弟子。顾影，你好大的狗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宗门内行凶杀人！老者强忍怒意，死死地盯着顾影。这老者顾影认识，乃是逍遥峰掌座王长风，修为元婴后期大圆满，蔡坤的师尊。不过他并不害怕，自己可是女帝弟子，在天蓝大陆没有人敢不给女帝面子，即便是当前大陆最强的化神后期大圆满修士，在女帝面前也不过如蝼蚁一般。老东西，少他妈在这里唧唧歪歪，蔡坤抢占我洞府2年半，这2年半你在哪里？现在人死了，你他妈就跳出来逼逼了！顾影冷冷地看着王长风，不给他一点面子。
王长风闻言当场就懵逼了，饶是见过无数场面的他，是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炼气蝼蚁竟敢这么跟自己说话。他目光阴冷，小贝，若非你身后有女帝，现在你已经死了10万次。顾影懒得与他废话，打了个哈欠，往阁楼内走去。他要补个回笼觉。王长风身影一闪，挡在了顾影面前。小子，你残杀同门，严重违反宗规，即便你是女帝弟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老夫现在便送你去执法殿接受仲裁。说罢，王长风苍老有力的大手紧紧抓在了顾影肩上。放了他！忽然间，一道清冷动听的声音响起。顾影和王长风同时向后望去，只见院落外站着一位身姿曼妙、穿紫色仙裙、容颜绝美的女子。注意到来人后，顾影嘴角微微扬起，王长风则是瞳孔猛地一缩。女帝竟然亲自来了，100年不见，如今女帝的修为似乎更高了，自己竟然在她身上看不出任何修炼气息。莫非这位女帝已经达到了传闻中那虚无缥缈的返璞归真境界？参见女帝。王长风先是恭敬行礼，然后继续道：顾影无视宗规，残杀我徒儿蔡坤，还请女帝公正执法，为我做主，严惩狂徒顾影。蔡坤强占景儿阁楼长达2年半，过错在他，若是你及时制止，他也不会死，此事就此作罢。李清灵淡淡开口。可是我那徒儿总不能白死吧？此事若是在宗门内传开，多多少少会3息内还不离开，死！李清灵冷冷地打断了王长风的话。本就因为被顾景用魂血威胁，心情很不爽，这王长风竟然也敢威胁自己，若非自己修为全失，定然会出手教训一番。闻听此言，王长风猛然间打了个寒战，心脏砰砰狂跳起来。他可是亲眼见过女帝杀人的，当年有2名化神后期大圆满的邪修想要攻占灵剑宗，后来女帝出面，仅仅到了一个死字，那2名邪修的身体便当场爆炸，化作血雾飘散。要知道，化神后期大圆满可是这片大陆的最强者，随意横着走，竟然都扛不住他轻描淡写的一个死字传闻，只有真正的仙人才能做到言出法随杀人。想到这里，王长风惊恐不已，连忙向着李清灵恭敬地行了个礼，施展瞬移逃离了此地。顾影身影一闪，来到了师尊身旁，嘿嘿一笑，牵起了他白嫩的纤纤玉手。多谢师尊大人救命！放肆！你干什么？李清灵大惊失色，这可是在外面，若是被人看到了。顾影咧嘴一笑，师尊您今天可真好看呢，大胆逆徒，还不快松手！若是被人看到了，成何体统？李清灵想抽回自己的手，可没有半点修为的他，根本挣脱不了顾影的魔爪。原来师尊大人是怕被人看到呀，那我们进屋里就没人能看到了。说着，抱起师尊，不紧不慢地走进了阁楼内，关上大门，回到卧房后放下。李清灵面红耳赤，逆徒，你最好别乱来，今天为师是来和你商量魂血的事，只要你肯将魂血归还于我，待我修为恢复1丝，能打开储物空间后，你想要任何高阶法宝或功法都可以给你。顾影微微一笑，师尊大人，您就别想了，交出魂血后徒儿还能活命吗？您随便派个长老都能灭杀我。师尊您以后也不必纠结魂血的事，只要徒儿能好好的活着，您自然不会受到半点伤害。李清灵面色一沉，语气微怒，你这个狂徒，连元婴后期大圆满的修士都敢得罪，你这样能好好的活着吗？若非我正好来找你，你已经进执法殿了。嘿嘿，这不是没劲吗？再说了，有师尊大人您这个后台，宗门内的那些元婴老怪算什么？还不得乖乖给我3分薄面？顾影一副不怕事的态度。李清灵眉头紧蹙，打量着顾影，他发现现在的顾影和之前认识的那个顾影完全不一样了。之前的顾影温顺懦弱，即便是阁楼被占都不敢有任何怨言和找自己述说，而现在的他敢趁人之危欺辱自己，还敢借用女帝弟子身份公然杀害同门，以及顶撞宗门元婴期长座，一系列行为都十分猖狂胆大，与之前的人设完全不同，简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若非他身上没有半点被夺舍的迹象，自己都以为他被夺舍了。看来以前他的温顺懦弱都是装的，可他为什么要装呢？师尊大人，你好美。李清灵注视顾影的同时，顾影也在打量着他。今天的师尊格外美丽，娇美动人，特别是那娇艳欲滴的柔软红唇。3个时辰后，师尊沉沉地睡了过去。此时顾影散出神识内视，自己竟然真的又多出了一条变异雷灵根。他顿时欣喜若狂。拥有变异雷灵根，除了修炼速度加快之外，还能施展真正的雷电术。这个雷电术和普通修士施展的雷电术可不同，它是真正的雷霆之力9天之上的神雷所化，而普通修士施展的雷电术都是通过灵力融合空气中留存的静电合成的伪雷电术，两者之间的威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就如同萤火与皓月。顾影当即催动变异雷灵根，伸手向着窗外一指，轰一道拇指粗的雷电从天而降，
将院落内的一座庞大假山劈得粉碎，就连地面都被轰击出了一道数十丈深的巨坑。这一幕看得顾影瞠目结舌，抬指间就是一道雷霆从天而降，都不用掐诀施法，简直吊炸天！就这一个灵根自带的瞬发神通，都堪比一件威力不俗的法宝了。难怪变异灵根修士能吊打同阶普通修士。就在这时，一旁师尊大人的美目陡然睁开，显然是被刚刚的雷声惊醒。睡意朦胧的他先是看了眼顾影，这才看向自己，果然衣衫不整，顿时勃然大怒，尖叫道：“逆徒，我杀了你！”快速从床上爬起，双手掐向顾影的脖子。顾影不做躲闪，任由师尊随便掐脖，毕竟自己确实有些过分了。一次就是6小时，丁检测到宿主对师尊心生歉意。选择1，宿主感觉良心过不去，想方设法讨得师尊的原谅。奖励：霸体，霸体，被动体质，免疫一切术法、阵法、禁制、法宝等等造成的控制效果和负面影响。选择2，宿主无需愧疚，女人就是炉鼎，随意使用，工具人用坏了也不心疼。奖励：100万和杜蕾斯，100万和杜蕾斯。呵，谁用这影响体验的玩意儿？选一必须选一玩过游戏的都知道，霸体有多强多逆天。就比如王者农药里面东皇太一和张良的大招强控，只要被他们控制住，无论你多么的吊炸天，多能打，都必死无疑。可若是有霸体绝对免疫控制，就不一样了，杀他们就跟砍瓜切菜一样轻松。这绝对是保命反杀的神技，我选1。顾影意念道，他决定向师尊道歉。对不起。顾影一脸诚恳的道歉。李青灵愣了下，他没想到这个丧心病狂的逆徒居然会和自己道歉，不过自己怎么可能轻易原谅他？怎么可能？哼，道歉有用吗？你知道你对我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阴影和伤害吗？我痛哭呐喊的时候，你竟然还？呸呸呸，恶心！总之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这个逆徒的。顾影，师尊大人，您消消气，其实您没必要这么恨徒儿，毕竟昨晚是徒儿救了你。还记得当时你身中万毒化仙散危在旦夕吗？如果当时不是徒儿在场，师尊你已经因万毒化仙散的毒性化为一滩血水了。话音刚落，忽然寒光一闪，只见李青灵从袖口内快速地取出了一把短剑，抵在了顾影的脖颈处。逆徒，多说无益，本座多年的清白之身没了，往后还要被你用混血要挟，想想都绝望，本座已经受够了。顾影眉头一挑，一把普通短剑。师尊大人气的是不是忘记了他没有修为？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当女人生气的时候，抱着她啃一顿就好了。如果一顿不行，那就2顿。正当顾景要抱着师尊的时候，只见师尊大人的左手在右手无名指上微微挠了挠，他捕捉到了这一微小细节。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后，这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过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顾影的脑海里突然想到了这个名场面，我靠，何不趁此机会看能不能获得师尊的原谅。正要开口，不许说话，敢说话我就把你给杀了。李青灵恼怒道。顾影一猛不是，咱也没和你商量剧本啊，咋还无缝衔接的对上台词了？懵逼过后，顾影要开始表演了。他努力的挤出一滴眼泪，头微微扬起，深情无比的缓缓开口：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去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要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师尊大人，你知道吗？从我第一天拜入您门下的时候就被你深深吸引，你是那么的独一无二，高贵圣洁，清冷优雅，宛若一道白月光，照亮了我的整个世界。从那一刻起，徒儿就在心里默默的起誓，这辈子非师尊大人不娶，如若不得，便孤独终生。顾影真情流露，含情脉脉，泪眼婆娑的说完，哐当，李青灵手中的短剑应声落地。千年修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男子如此感人肺腑、真情流露的表白，一瞬间娇羞茫然，脑海一片空白。这一刻的他显得惊慌失措，心如小鹿乱撞，清冷绝美的脸庞一下子泛红，延伸到了耳根处。此刻的他琴手微低，呼吸急促，玉手紧握裙摆，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像极了青春懵懂的邻家小妹妹。顾影看着如邻家小妹妹的女帝师尊，心中一喜，果然无论多么牛逼的女人都吃着花里胡哨的一套当然，主要是自己的演技也牛逼。顾影决定再加把火，凝重道：师尊大人请放心，徒儿愿意对你负责。轰，此话一出，李青灵脑海轰鸣，呼吸更为急促。顾影补上的这句徒儿愿意对你负责，使得他沉寂了千年的心泛起了丝丝涟漪。
单身了近1000年的他，从未受到过任何关怀，又何尝不想找个肩膀依靠，只是一直没有看对眼的。如今再看这徒儿，似乎挺不错，俊朗无双，身姿高大，气质脱俗，平时痞里痞气，但认真起来又心思缜密，颇有城府，自己喜欢的样子。这逆徒似乎都有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修为太低。若是再高一点，不过只要真心相爱，修为并不是问。呸呸呸，李清灵，你个恋爱脑在瞎想什么呀？谁要和他这种大色狼相爱啊？呸呸呸！李清灵绝美的俏脸更加羞红了。一旁的顾影看在眼里，心里美滋滋，大概已经猜出了师尊大人内心的想法。丁，检测到女帝师尊内心已经原谅宿主，恭喜宿主获得霸体。只见顾影体表金芒一闪，获得了霸体体质。这道金芒，除他自己以外，其他人均无法看见。又多了一个牛逼体质，顾影心里美美哒。我要走了，我想静静。李清灵现在心很乱，思绪万千。顾影轻嗯一声，语气有些许敷衍。他是故意如此，撩妹一定要适可而止，特别是当对方对你产生异样的感情后，一定不要趁热打铁继续猛攻，否则这样只会让对方觉得你很需要他，离不开他，从而被反客为主。相反，你越是淡然，他才会越想你，毕竟他已经对你产生了异样的情感。果然，听到顾影敷衍的回答后，李清灵娇躯微微一颤。难道这逆徒刚刚说的话都是假的吗？李清灵突然有点小难过，他没有多问，整了整理凌乱的衣衫和秀发，便起身离开了阁楼。时间一晃，转眼3日过去。这3天，李清灵在宫殿内茶饭不思，郁郁寡欢，也无心打坐恢复伤势，满脑子都是顾影的身影。眨眼，又是3日过去。咚咚咚，轻缓的敲门声响起。正在大堂美滋滋吃烤肉喝零酒的顾影，嘴角微微扬起，拿起桌上的手帕擦了擦嘴，又细节使用灵力清新了口气，这才起身前往开门。门外站着一位穿素白纱裙，青丝如瀑，身段苗条，容颜倾城绝美的女子，正是师尊大人老练的顾影。没有说话，李清灵神色带着些许幽怨，她悠悠地看着顾影，心中很是愤恨。可恶，这逆徒还说会对自己负责，结果6天都没来找过自己，他知道这6天自己是怎么过的吗？渣男，他绝对是个大渣男。李清灵啊，李清灵，你怎么就忍不住来找他了呢？真丢人啊！这逆徒心里估计可开心了吧？堂堂仙界强者，怎么突然莫名其妙变得如此没有骨气了？此刻李清灵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今日他本意是想出门散散心，吹吹风，让自己的恋爱脑清醒清醒，结果鬼使神差，竟然来到了顾影这里来就算了，还不争气地敲响了他的门。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可恶，我好气啊！师尊大人，顾影打破僵局，一把抓住了师尊的手，将他引进了阁楼内，关上门。你想干什么？李清灵回过神来，有点慌。师尊大人，你怎么总是问徒儿想干什么呀？你心里不是很清楚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快松手。师尊，你好香呀！你个变态，那你喜欢吗？结。半日后，逆徒，你，师尊请说。两人彼此看着对方。你，李清灵面色羞红，欲言又止，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顾影也不说话，而是嬉皮笑脸地看着他。酝酿了良久，李清灵才决定豁出去了，鼓起勇气问道：你说对我负责，是真的假的？还是只是为了做那种事？当然是真的。顾影的神色突然变得十分严肃，他心里确实是真心喜欢师尊大人，颜值顶级，身材极品，这不正是自己在蓝星时幻想中的媳妇儿吗？既然现在如愿了，该负的责自然得负。李清灵沉默了，静静地看着顾影，他不知道这个逆徒说的话是否是真心，不过看他的表情，应该不像是闹着玩。丁，检测到宿主对师尊真情流露，系统认为宿主是个好男人，特此奖励9品神丹固本培元丹1粒，可彻底恢复师尊的内伤和受损的根基。丁，奖励已发放至宿主储物空间。听到是9品神丹，顾影脑海一阵轰鸣，直呼逆天在修真界丹分9品，其中1品最次，9品为神整个天蓝大陆万年以来无数炼丹大师炼制而出的最高品级丹药，也不过才5品，而且这5品灵丹数量也是少之又少，根据典籍统计，万年以来只合计炼出来了不过100粒，可想而知炼丹之难。传闻9品神丹只存在那虚无缥缈的仙界中，或者子虚乌有，世上根本就没有9品神丹。顾影现在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将这粒丹药给师尊，不是他小气，而是他害怕师尊恢复伤势恢复修为后有办法强行取回魂血，然后杀了自己。别看师尊现在似乎真喜欢上了自己，但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丁，检测到宿主心存顾虑，本系统早已在固本培元丹中融入了一丝系统之力，可使服用者对宿主的爱意永不变心，宿主永远是他内心深处最爱的白月光。我去，
还有这种操作？真的假的？顾影有些难以置信。真的假的？宿主心里没逼数吗？宿主难道忘了系统之前赋予的那些逆天体质？顾影想了想也是，霸体、通明剑体都到手了，何况区区永不变心的爱意。童子，以后说话语气特么的注意点，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记住，你是来服务本宿主的。丁，对不起，下次注意，嘻嘻。顾影一拍储物袋，一个白色药瓶飞出，揭开瓶塞，一粒豌豆大小、晶莹剔透的绿色丹药从瓶内缓缓漂浮而出，顿时浓郁至极的药香弥漫在整个房间。原本还有些惆怅的李清灵突然美目大睁，震惊地看着这粒丹药，惊声道：“这是什么丹药？为何仅仅是闻一下，我体内的伤势就恢复了一半，就连受损的根基也恢复了一丝？”嘘。顾影将食指轻轻放在了师尊娇艳欲滴的红唇上，别问，吃下去。李清灵能看出来，这粒丹药绝非凡品，甚至比之前他在仙界见过的所有丹药品级都要高。他也能看出来，这粒丹药并非毒丹，而是能恢复自己伤势的极品灵丹。李清灵也不客气，直接拿过丹药放入了口中。丹药入口即化，形成一股暖流涌遍他的全身。正当他要盘膝而坐引导药力时，动作一顿，绝美的脸庞布满了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心中更是掀起惊涛骇浪。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服下丹药的刹那，自己体内的伤势竟然瞬间痊愈，就连受损严重的修炼根基也都彻底恢复。李清灵人麻了，这怎么可能？这究竟是什么神仙丹药？要知道，修炼根基一旦受损是很难彻底恢复的，即便服用仙界最好的辅助仙丹，也都需要最少1000年时间调理，而这逆徒给的丹药直接就将之恢复了，简直太逆天了。师尊大人，伤势好些了吗？顾影的手放在了师尊绝美的俏脸上，大拇指在他的额头轻柔滑动。好了。被顾影这般爱抚，李清灵显得有些羞涩，他没有阻止顾影，也没有推开他，而是温顺的像只小猫咪。奇怪，我怎么回事啊？心里竟然允许这逆徒此番举动，为什么这样我会感到很幸福？李清灵啊，李清灵，你可真没出息，又恋爱脑了。不过这逆徒好帅，真的好喜欢。李清灵的俏脸一下子绯红一片，看着师尊大人的样子，顾影知道那粒丹药的爱意发挥了作用，不然平时若是这样子，自己的手早就被打掉了。师尊大人，你羞红的样子可真美。讨厌。师尊的俏脸更加羞红了。片刻后，阴唇轻启，景儿，谢谢你的丹药，不然为师的根基若是想恢复，最少需要1000年时间。李清灵不准备问顾影这种逆天神丹的来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机缘，问多了反而会让对方心生厌恶。顾影嘿嘿一笑，都老夫老妻了，谢什么？不过师尊大人，你的修为恢复到巅峰时期需要多久？谁和你老夫老妻啊？不要脸！李清灵娇嗔，旋即又道，若是恢复到这片大陆最高等级的化神后期大圆满境界，只需要3年时间，至于更高境界则需要更久，时间可能成倍增加。所以师尊大人，你的修为到底是什么境界啊？顾影感到很是好奇。提前知道太高的修炼境界对你修行意图有害无益，以后待你修为达到一定境界后，为师再告诉你。李清灵一脸柔和的道。顾影愣了愣，太高的修炼境界，目前已知的最高境界是渡劫期，难不成师尊大人的修为超过了渡劫期？渡劫期之上的境界又是什么境界？还有，师尊既然这么强，为何要待在这个修真文明极其落后的大陆？顾影想不明白，他也懒得想，反正自己系统在手，修为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个任务就突破到渡劫期，到时候自然明白。景儿，为师要回去闭关了，尽快恢复修为。李清灵起身准备离去。师尊大人，要不要再来一次？顾影一脸坏笑。李清灵吓了一跳，不行，再来就要坏了。顾影想了想也是，师尊大人没有修为，现在可是凡人之躯，经不起折腾。景儿，为师闭关期间，你可千万别招惹那些强大存在，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魂血。李清灵交代完就准备离去。顾影也不废话，指尖灵光一闪，一点眉心，一滴鲜红血液从内溢出，在他一指之下飞到了师尊面前。正是师尊的魂血。看着自己的魂血，李清灵一怔，有些意外，此刻归还魂血，你就不怕为师恢复修为后杀了你？顾影丝毫不担心，毕竟童子出手了，自信笑道，嘿嘿，师尊大人爱我还来不及呢，怎会舍得杀我呢？李清灵红唇轻抿，确实自己好像真的无可救药的爱上了这个不正经的逆徒，内心深处甚至为了他都愿意豁出去自己的性命。奇怪，我这是怎么了？以前这种好色之徒都是见一个杀一个的，哼，在为师出关之前照顾好自己。说完，李清灵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阁楼。啧，师尊大人刚刚的表情可真傲娇呢，奶还像什么女帝，像个热恋期的小女生。感慨完后，顾影穿好衣服，感受着体内，果然
又多出了一条变异风灵根。从现在开始，自己也是3系变异灵根修饰了传闻变异风灵根，除了基本的修炼速度更快外，还有一个逆天的辅助功能，变异风灵力会自行融合在各类术法中，增加术法的飞行速度，更能使一些需要吟唱的大威力术法节省最少一半的吟唱时间。啧啧就很强，顾影伸手蓦然向着窗外一指，轰！几乎在他抬指的瞬间，便是一道雷电从天而降，劈在了院落内。顾影骇然，这速度比自己之前施展雷电术的速度最少快了1倍，之前是抬指后雷电才落下，而现在抬指的过程中便瞬间落下。顾影无比震惊，变异灵根修士真的太逆天了，完全不给普通灵根修士一点活路，挥手就能做到秒杀他们，躲都躲不及3系变异灵根，随便一条都能同阶无敌，而自己同时拥有3条，实力之强不言而喻。嗖！忽然一道传音符从远处天边飞来，从窗口飘进了卧房内。传音符：青年男婴，顾师兄，今天是月末的最后一天，还请速速来任务阁完成每月任务。话音落，传音符化作点点金芒消散。顾影这才想起此事，在灵剑宗，但凡是弟子，每个人每月都要去人物阁完成至少15个任务，为宗门资源做贡献，即便自己身为女帝弟子也不例外。不过与普通弟子不同，自己每月只需完成1个任务即可。顾影伸了个懒腰，走出阁楼，御剑直奔任务阁。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腰处一片广袤的平原区域。放眼望去，无数古色古香的高楼琼阁屹立于此，一个个飞檐勾角，庄重威严。藏经阁、神兵阁、任务阁、百草阁、炼气阁、炼丹阁等等，灵剑宗所有的营业点基本都聚集于此。这里也是最热闹的地方，无数弟子出入于各栋阁楼，熙熙攘攘，热闹一片。观摩片刻后，顾影来到了人物阁，一步踏入。这是一座占地2000平的超大阁楼，大殿中心处有一个长3米的红木柜台，除此阁楼内再无其他任何家具摆设。此时的人物阁大殿内，除了柜台后有一位青年男子，再无其他人，很是冷清。毕竟月末最后一天了，而且已是下午，通常情况下月中之前所有弟子的任务基本就已经全部做完，所以冷清倒也正常。顾师兄，你来了。柜台青年微笑打招呼。这青年顾影认识，名为汪凯，一直以来对原主都很是尊敬，有什么好任务也都偷偷优先给他安排。顾影微笑地朝着汪凯点了点头，然后一扫任务阁4周墙壁，平时挂满了任务玉牌的墙壁如今空荡荡，仅剩下孤零零的一个玉牌。顾影散出神时，没入了玉牌内查看任务。前往火焚山，击杀2级下阶妖兽赤焰鳄，获取其整张皮甲和妖丹。任务要求：仅限炼器10层大圆满弟子领取。队伍人数建议4人以上。奖励3000宗门贡献点。也就是说，目前就这一个任务可接了。顾影问。汪凯撇了撇嘴：是啊，顾师兄，你这次来得太晚了，都月末最后一天了，不少弟子都想超额完成任务呢。这最后一个都是我拒绝了很多人，好不容易才留下来的，不然下个月你的任务量就得翻10倍了。如此说来，多谢汪师弟了。顾影抱拳，他知道如果当月任务没完成，下月就要翻10倍量。顾师兄客气了，这个任务需要最少4人合力完成，要不你再等会儿，肯定还会有人来的。汪凯建议道。不用了，我1人足矣。顾影隔空一抓，将墙壁上的任务玉牌抓在了手中。只是2级下阶妖兽而已，堪比人族筑基初期，普通炼器弟子需要组队完成，但自己不需要。汪凯也不过多劝说，毕竟顾影是女帝弟子，看她信心十足的样子，定然有女帝赏赐的大威力法宝。就在这时，2男1女火急火燎地冲进了人物阁大殿内。一位高个壮汉，一位精瘦青年，那女子则是容貌秀美，身姿婀娜。3人都是一身紫衣，全是内门弟子。汪师弟，可还有任务？为首的高个壮汉舒了口气后问道。汪凯耸了耸肩，正好没了，不过顾师兄刚刚领取的任务需要4人合力完成，看他愿不愿意让你们加入一起。3人目光唰的一下全部落在了顾影身上，眼里充满了陌生，显然并不知晓顾影女帝弟子的身份。毕竟顾影只是记名弟子，平时还是个小透明，没有一点存在感。顾影没有理会他们，自己没必要带3个拖油瓶，迈步向外走去。3人纷纷急忙开口：这位师弟，劳烦带上我们一起，这个月只差最后一个任务便满15个了。若是顾兄弟肯带我们一起，这单任务的贡献点我们1分不要，只求能做满本月的15个任务。拜托了顾兄，我3人修炼到了关键时刻，若是本月任务无法达标，下月翻10倍任务量的话，我们这个月的苦修就功亏一篑了。最后这句话让顾影顿住了脚步，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在蓝星时求人的一幕，明明对方只是顺手的事，却都不愿意带自己至关重要的一次，那种无力，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共鸣。罢了，一同前往吧，随我来。顾影足下飞剑出现，
化作剑光直冲天际。那三人神色大喜，挥手间足下纷纷出现飞剑，紧随顾影而去。天际中几人一路闲聊，交谈过程中，顾影得知了他们的名字：高个壮汉名为贺鹏，精瘦青年名为周元龙，貌美女秀名为柳玉儿。一盏茶的功夫后，一行人来到了一座高达100丈的火山上空，正是火焚山。四人向下望去，山腹中热浪翻滚，炽热的岩浆宛若一条条火龙滚滚奔腾，时不时溅起丈许高的火花，很是壮观，让人心生敬畏。顾影率先降落在了山顶，那三人紧随而至。看着下方沸腾的岩浆，顾影没有急着出手。记忆里，这火焚山中的岩浆内可是生活着数千只赤焰鳄，贸然出手攻击只会惊动其内所有，所以只能等待少量冒头后一击毙命，然后迅速带走。这赤焰鳄一般只在晚上阴凉时出来透气，白天基本在岩浆深处修行，如此等下去太过浪费时间。正好贺某带了灵尾鸡，这是赤焰鳄最爱吃的食物，扔一只下去应该能勾引1、2条上来。贺鹏说着拍了拍腰间的玉灵带，一只和孔雀很是相像，全身火红的大尾巴鸡出现。周元龙看了眼灵尾鸡，可以，那我们快点摆好阵型吧，然后贺兄你将灵尾鸡扔进去，一旦赤焰鳄冒头，我等合力给他致命一击，争取一次成功。我最近新领悟了一道威力不俗的建议，一次成功完全没问题。柳玉儿颇为自信地开口。三人对话间已然站好阵型，若是仔细观察，能隐隐看到他们脸上透露着莫名诡异的兴奋。站在三人最前面的顾影皱了皱眉，他察觉到这三人的站位很是微妙，并不像是完全在为击杀赤焰鳄做准备，倒是更像堵住了自己的退路。而且刚刚贺鹏拿灵尾鸡时，他神识无意扫了下，那玉灵袋内全是灵尾鸡，5、60只左右。而正常情况下，没有人的玉灵袋内会全部装一种灵兽，而且还是这种没有半点战斗力的灵兽。莫非这贺鹏想将袋内的灵尾鸡全部扔进岩浆内，引出大量赤焰鳄，谋害自己，故而才封住自己的一切退路？而且此刻这三人的眼神也开始相互交替起来，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私下传递信息，却对自己隐瞒，他们有问题。丁，检测到宿主发现阴谋。选择1，对方人多势众，宿主立刻跪下求饶求放过。奖励，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选择2，3只蝼蚁罢了，看看他们玩什么把戏，受何人指使。奖励顶级神通，灵气化剑。灵气化剑，天地间但凡有灵气的地方，挥手间皆可灵气化丝成剑，举手投足之间皆是剑招。修为达到一定境界后，更能凝聚灵气化万剑。我去这个屌，我选2。顾影心中立马做出了选择。原本顾影很是不爽这3个狗东西恩将仇报，现在心情却爽得不要不要的，出来一趟居然获得了一个顶级神通，简直美滋滋。顾师弟，准备好一起出手，我要扔灵尾鸡了。言语间，贺鹏一只手掐住了刚刚放出来的灵尾鸡脖子，做甩出动作，另一只手则偷偷放在了腰间的玉灵带上。其左右两旁的周元龙和柳玉儿见状，嘴角都是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们并不准备攻击赤焰鳄，也不会攻击顾影，而是封住他后退的路，让大量赤焰鳄撕碎他，这是他们此行的使命。顾影强大的神识注意到了后方三人鬼鬼祟祟的小动作，他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丝毫不慌，3个小卡拉米而已。此时贺鹏动了，扔出手中灵尾鸡的瞬间，另一只手立刻抓住了玉灵带的底部，向着前方岩浆潭猛然一甩。你干嘛？大量灵尾鸡欢叫中被甩到了岩浆潭上方，感受到炙热的高温后，他们拼命扇动翅膀想逃，却被贺鹏散出的威压震慑。被压制的灵尾鸡们惊恐尖叫，没有半点反抗之力，接连掉落在了滚烫的岩浆内，全身昆毛瞬间蒸发，仅仅2息半便被全部煮熟，顿时肉香四溢。顾影忍不住舔了舔嘴唇。也在这一刻，周元龙和柳玉儿同时散出威压，镇压在了自己身上。顾影一脸淡然，一动不动，他没有任何感觉，这两人的威压就像2片轻飘飘的鹅毛落在了自己身上一样。自己3系变异灵根，体内灵力之浑厚，岂是这些普通修士能比的？他准备让这3人自食其果，被赤焰鳄吞噬。哈哈，小子，要怪就怪你命不好，有人花30万灵石让你意外身亡，我们也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明年的今日，我3人会为你多烧点冥石，让你在地府好好享受。以为顾影被镇压的贺鹏兴奋地大笑道。周元龙满面春风地接话道，真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值钱，我们辛苦奋斗了10来年，都只攒下了不到5万块灵石，这一趟直接就能让我等少奋斗几10年，哈哈，真爽啊！不过这位师兄长得倒是挺俊俏的呢，符合我的审美，就这么死了倒是可惜了。柳玉儿语气惋惜，花痴地打量着顾影。玉儿师妹，你看看我也不错啊。周元龙毛遂自荐。且周师兄，你可没这位顾师兄俊哦。柳玉儿话音刚落，前方岩浆潭突然剧烈地翻滚起来，布满了气泡，咕噜咕噜。
底下似乎有不少生物正在急速上游。噗噗噗！突然，密密麻麻的7、80头赤红色鳄鱼张开血盆大口，冲出了岩浆潭面，一个个猛然咬住了那些煮熟漂浮的灵尾鸡，直接一口吞了下去。60只灵尾鸡，仅仅不到2息，便被全部吞噬殆尽。那些没吃到灵尾鸡的10余头赤焰鳄，注意到岸边一动不动的顾影后，全部张开血盆大口，冲出岩浆潭，齐齐扑向顾影，似要将他活撕。目睹这一幕，贺鹏、周元龙、柳月儿3人兴奋极了。一旦顾影意外身亡，他们每人就能领取到30万块下品灵石，直接暴富。就在赤焰鳄临近的刹那，顾影动了灵力，催动到极限，身影急速倒退至柳月儿身旁，同时挥手甩出2道飓风，卷起贺鹏和周元龙，吹到了自己刚刚所站的位置。瞬间，10余头赤焰鳄分别咬住了周元龙和贺鹏的上下半身。还没反应过来的他们，连惨叫都没能发出，身体就被活活撕咬拉扯成了2半，被一口吞进了赤焰鳄的腹中。不，这不可能！我们2个炼气10层大圆满的高手联合镇压你，为何你还能动弹？望着这突然发生的恐怖一幕，柳月儿先是一愣，旋即满脸震惊的道：“说吧，谁指使你们的？”顾影一把掐住了柳月儿雪白的脖颈。柳月儿还想挣扎反抗，当他运转体内灵力时，却发现自己的灵力竟然被一股极寒气息笼罩，运转的极为缓慢，隐隐有被冰冻之势。他满脸骇然，这是什么神通，竟然能限制灵力的运转？你绝非普通弟子，你究竟是什么人？柳月儿目中充满了恐惧。哦，指使你们的人没告诉你们吗？顾影挥手，便一冰灵根的极寒气息铺天盖地的散出，瞬间冰冻住了已经上岸冲向自己的大量赤焰鳄。这一幕看得柳月儿瞳孔猛地一缩，这些可都是2级下阶妖兽啊，堪比筑基初期修士普通炼气士，想要控制一头都极为艰难。而他只是挥挥手就冰冻了一大片，强太强了，此人绝对是宗门数1数2的天骄之辈，得罪了这种人，看来今天自己必死无疑。柳月儿彻底慌了，他已经不抱任何生的希望了。既然反抗没用，便只能动用女儿家独有的本钱了当即，果断伸手抓向自己的衣领，向着2旁狠狠一扯，呲了，布料被撕碎的清脆声音。柳月儿粉色的透明轻纱肚兜暴露在了空气中，其内被紧紧束缚的高耸傲人微微蹦跶，若隐若现，诱人至极。女性的朦胧美感这一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柳月儿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姿态，羞涩开口：“师兄别杀我，人家还是处子之身呢，可以让你随意享用。”顾影冷漠地瞥了眼柳月儿，姿色不错，车灯也很大，放在蓝星绝对是顶流女神级别。不过和自家师尊大人比起来，连个屁都算不上，自己又岂会看上？给你3息时间，再不说出指使之人，死！闻言，柳月儿娇躯一颤，心中不由大怒：妈的，什么狗男人！宗门一大堆垂涎自己身子的人，为了得到自己，恨不得喝自己的洗脚水。那周元龙就喝过2盆半，如今自己主动送上门，居然被这人拒绝了。关键他还真想杀了自己妈的，估计是个性无能白长这么帅了，真可怜啊！你还有最后1息时间。顾影眼中杀机弥漫，他隐隐猜到了指使之人是谁。见顾影杀意已决，柳月儿彻底怕了，颤声开口：“师兄，我若是说了，你能不能饶我一命？我愿意交出魂血受你掌控，日后随你驱使享用。我的忍耐是有限制的。”顾影一把将柳月儿高高掐举而起。柳月儿面色煞白，大口喘着粗气，急忙开口：“我说，是一个黑袍人，我3人刚做完任务回宗时，在宗外碰到了他。他说只要让你在任务途中意外死亡，便给我们每人30万下品灵石，所以我们就火急火燎地赶到了人物阁，正好碰到了你。那黑袍人长什么样？”顾影问。他戴了灵宝面具，看不清面。砰！柳月儿话未说完，顾影就注入了一团雷霆在他体内，轰然引爆，他的身体猛地爆开，现场血肉横飞。此女最开始就想害死自己，自然留不得。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神通灵气化剑。顾影没空管这个，微微沉吟，他怀疑指使这3人的黑袍人是逍遥峰长作王长风，因为原主在灵剑宗软弱怕事，深居简出，从未得罪过任何人，而自己得罪了王长风。估计这王长风碍于女帝的威严，不敢亲自出手，也不敢派修为高深的杀手，毕竟都会露出蛛丝马迹，从而有迹可循，所以就让这3人在任务中给自己制造意外，死于妖兽之口。好老东西，待我元婴之日，便是你身亡之时，届时必当你逍遥峰全峰弟子面诛杀你，将你挫骨扬灰。顾影走到了一条被冰封的赤焰鳄面前，抬指隔空一划，一道锋利的剑气凭空出现，同步一划而过，赤焰鳄竟然直接就被开膛破肚了。果然还真能灵气化剑，以后打架岂不是连剑都不需了？顾影兴奋的当即一挥手，嗡的一声脆响，36道剑气凝聚而出，悬浮在头顶上空。36道剑气是自己炼气10层大圆满的极限。
啧，灵气化剑，这也太方便了。顾影伸手向前一指，嗖36道剑气倾泻而出，形成乱箭之势，从一条条赤焰鳄的身体上急速洞穿而过。霎时间，凄厉的嘶鸣声响彻山顶。岩浆潭内游荡的大量赤焰鳄根本来不及逃跑，便在剑气中一个个千疮百孔的凄惨死去。对此顾影很满意，这神通是真的很强，挥手间就是剑招，简直防不胜防。又将脚下刚刚被开膛破肚的赤焰鳄包皮取出腰丹后，这才御剑离开了火焚山。与此同时，1000米高中空，一位鹤发童颜的高大老者凌空而立，阴冷地看着顾影远去的背影。老者正是逍遥峰掌座王长风。这小子怎么回事？看他刚刚施展的手段是变异风灵根和变异冰灵根修士特有的神通，一直以来他不是单一精灵根吗？难怪女帝当日亲自出面包庇他为他说话，原来这小子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女帝可能是传闻中真正的仙，动顾影自己一定要更加小心谨慎了。坤儿你放心，为父一定会为你报仇的。其实蔡坤并非王长风的徒儿，而是王长风与宗门缥缈峰掌座叶天妹偷情产下的私生子，两人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室，这就是王长风冒着被女帝灭杀的风险也要为蔡坤报仇的原因。一盏茶的功夫后，灵剑宗任务阁内仍然是冷冷清清，除了汪凯空无一人。顾影将赤焰鳄赤色的皮甲和火红的腰丹以及任务玉牌放在了红木桌上，劳烦汪师弟结算一下任务。顾影客气道：好的，顾师兄你把身份令牌拿出来一下。汪凯一脸含笑。顾影取出了一块菱形玉牌，上面刻有自己的名字，正是身份令牌，递给了汪凯。顾师兄不愧是女帝弟子，猎杀2级下阶妖兽的任务完成的竟如此之快。言语间，汪凯一番简单的操作过后，又将身份令牌还给了顾影。对了，顾师兄，之前那3人呢？被我杀了。顾影很是平静的道：反正这种事瞒不住的，直接说出来也无妨。汪凯闻言顿时倒吸口凉气，满脸震惊的看着顾影诛杀同门，竟然敢如此轻描淡写的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顾师兄，你没开玩笑吧？汪凯咂舌道。顾影也不解释，准备离去。这时一把青色飞剑从远处天边破空射来，速度极快。顾影双目微微一眯，此剑目标竟然是自己，有意思，还是人剑合一。顾影没有半点慌张，即便是人剑合一，但这剑的威能在自己眼中还是太弱了。眨眼飞剑便临近到了他眉心1寸距离内，眼看就要洞穿。顾师兄小心！反应过来的汪凯急忙从柜台内冲出，想要拉顾影一把，在自己面前玩剑。顾影淡然开口：分。嗡的一声脆响，势如破竹的青色长剑竟然停止了前行，同时青芒一闪，一道绿影被长剑从剑身中强行分离开来。噗！只见一位身穿浅绿色工装裙的女子半躺在地，喷出大口鲜血。她震惊又愤怒地看着顾影，自己的最强杀招人剑合一竟被此人一个分字就给破解了，而且自己居然还遭到了本命灵剑的反噬，这怎么可能？顾影看着半躺在地的貌美女子，脸上流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此女与柳玉儿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她的眉宇间多出了一颗淡粉色的美人痣。若非这颗美人痣，她都以为是柳玉儿死而复生了。顾影懂了，此女必然是柳玉儿的孪生姐妹，此行是来替柳玉儿报仇的。你是如何知晓是我杀了柳玉儿？顾影知道肯定是王长风透露的，但他想让此女说出来，有了证据，自己就能凭借身份当着全宗人的面狠狠拿捏一次王长风。其实顾影不知道的是，柳星月并没有见过王长风，更加不知道王长风的计划。他之所以知道妹妹被杀，是因为他和柳玉儿孪生姐妹的关系，他们在一同出生时发生了一些异变，两人眼睛所看到的画面可以相互交换，所以他看到了顾影杀自己妹妹时最后的血腥画面。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又为什么要杀阿月儿？我要你为她陪葬。柳星月恶狠狠地瞪着顾影，他深知自己不是顾影对手，秀美的脸上露出一抹决然，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在周身爆发开来。他竟然将全身灵力汇聚在了丹田处，要引爆整个丹田，疯了吧？这一幕吓得旁边的汪凯不轻，连滚带爬的朝任务阁外跑去。自爆！顾影抬指，一道极寒气息从指尖迸发而出，没入了柳星月体内，冰冻住了他全身灵脉。柳星月周身的狂暴能量顷刻消散，他绝望惨笑，嘶吼道：你这个恶魔，为什么要杀我妹妹？她只是和你一起做个宗门任务而已，因为她想杀我。顾影一脸淡漠，话音刚落，身旁的青色长剑剑光一闪，柳星月被他自己的本命灵剑一剑封喉。这一幕正好被人物阁外2名路过的执法殿巡查弟子看到，大胆狂徒，竟敢残杀同门。两人当即拔剑
冲进任务阁内与顾影对峙。二人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了周边出入于藏经阁、神兵阁、炼丹阁中所有弟子的注意。数百号人好奇之下，纷纷朝着任务阁这边围了过来。当他们看清楚现场状况后，皆是一惊，对着人物阁大殿内的顾影和柳星月的尸体指指点点。顾影看着2名执法殿弟子，没有墨迹废话，直接掏出了女帝记名弟子的身份令牌。李清灵在灵剑宗可是被所有人奉为神明，身为他的弟子，同样也拥有着无上荣耀光环。令牌一出，现场顿时哗然一片。众人都没想到顾影居然是女帝的弟子。2名执法殿巡查弟子一惊，连忙收起了手中长剑，脸上皆是露出恭敬之色，向着顾影抱拳。我可以走了吗？顾影问。2名执法殿弟子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也是首次碰到这种级别的弟子杀人。见2人犹豫，现场围观人群对此议论纷纷。正当顾景要离开时，突然人群中有一位无惧权势的正义弟子激昂发声：女帝弟子又怎么样？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身为女帝弟子就能随意杀人，那我等以后在这宗门内岂不是人人自危，随时都有可能被他无故杀害？我等强烈建议执法殿拿下此狂徒，严惩不贷。此话一出，不少弟子都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异口同声激昂开口：拿下此狂徒，严惩不贷！拿下此狂徒，严惩不贷！拿下此狂徒，严惩不贷！现场气氛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一间密室内，王长风通过一块古朴铜镜看着任务阁现场的情况，很是满意。想不到柳星月那枚无形中的棋子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这次找柳月儿算是找对人了。哈哈，小子，你倒是快杀呀！杀光所有人，引发宗门众怒，到时候女帝都保不住你。任务阁内，2名执法殿弟子有种被逼宫的感觉。2人无奈地看着顾影，其中一人开口道：顾师兄，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吧，不要让我们为难。生怕顾影发怒，另一人连忙接话道：顾师兄，我们也只是执法殿打工的，并非我2人要抓你，都是普通弟子。顾影也不想为难他们，准备随他们走一趟，反正执法殿殿主也不会拿自己怎么样。就在这时，一道温和的男音在任务阁外响起：2位执法殿师弟，且慢。声音带着一种如沐春风般的魅力，短短9个字，让人心静又身心愉悦。所有人好奇之下，全都转身望向身后。说话之人是一位青年男子，只见他一袭白袍，头戴玉冠，风度翩翩，五官仿佛是精心雕琢过一般，棱角分明，完美到了无瑕。无论是身形还是整体气质，都给人一种完美无缺的感觉，仿佛谪仙下凡，举手投足之间的随意一个动作，都给人如沐春风般的感觉。完美、温和、超凡脱俗这几个词，仿佛为他量身定做。看到这青年，现场所有人顿时深吸口气，皆是爆发出惊叹之声。天哪，竟然是叶师兄！我竟然看到了叶倾城叶师兄。叶倾城师兄可是女帝的真传弟子啊，宗门唯一的变异灵雷根弟子，也是咱们灵剑宗9座山峰所有弟子公认的年轻一辈中最强天骄。今天他怎么有时间来这里了？他可是被特免不用做任务的，看不出来吗？都是女帝弟子，明显是来帮顾师兄说话的。叶师兄这位女帝真传弟子出面，如同女帝亲临，就连宗主以及各封长座都要给3分薄面。看来这顾影不用进执法殿了。叶师兄为人和气，俊美心善，我是叶师兄的小迷妹。我也是叶师兄的小迷弟。之前我在剑冢之地打坐冥思顿悟剑意，整整9988天都没能顿悟。当时叶师兄路过，亲自不厌其烦地为我解惑，这才顿悟。我也受过叶师兄灵石上的资助，叶师兄是宗门唯一一个让我真心佩服的人。有了带头人，现场绝大部分人都开始对叶倾城高度评价起来，他们都受到过叶倾城的帮助。评价过后，所有人对着叶倾城恭敬抱拳，皆是满脸含笑的开口：见过叶师兄。叶倾城微微一笑：诸位师弟不必这般客气，我只是路过来看看现场具体情况。众人一个个笑着点头，退至两旁，为叶倾城让出了一条道。进入人物阁大殿后，叶倾城先是和2名执法殿弟子打了声招呼，这才面向顾影，一脸关切的道：顾师弟，你的为人我清楚，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滥杀无辜，能否详细说说发生了什么事？顾影看着叶倾城，记忆里原主对于此人也是评价极高，热心助人，没有半点第一天教的架子。这样的强者能做到如此平易近人，说实话，顾影心里也是有点钦佩。于是礼貌地向着叶倾城抱了抱拳，不紧不慢地说起了自己从任务阁领任务开始，到最后回宗杀柳星月的全部经过。不过并没有提及王长风，因为说了也没人会信。听完顾影的述说，现场所有人全都是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叶倾城也是一下捋清了这起事件，看向现场同门，解释道：以我多年以来对顾师弟性格的了解，我相信他刚刚说的都是真话，
而且女帝师尊也不会收一个心性残暴之人为徒，不知诸位同门可还有疑虑？众同门，我们都相信叶师兄的判断，既然叶师兄你都信了，那说明顾师兄肯定没说谎。对，我们相信叶师兄，也相信顾师兄，相信叶师兄，相信顾师兄，相信叶师兄，相信顾师兄。所有弟子齐声高呼。人群中，执法殿2名弟子这才松了口气，他们才不想得罪女帝弟子。其中一人开口了：按照宗规，当自身受到生命威胁时，是可以进行无限反击，直至杀死对方的。现在证据确凿，顾师兄属于正当防卫，所以无需受到执法殿的制裁。另一位执法弟子接话道：既然事情已经明了，我2人便不在此逗留了，诸位同门师兄弟也尽快散去吧，避免造成现场不必要的拥堵。2人说完，又和叶倾城、顾影客套了几句后，这才扛起柳星月的尸体离开了人物阁。多谢叶师兄。顾影客气抱拳，叶倾城的出现倒是免去了自己去执法殿浪费时间。叶倾城和煦一笑：顾师弟不必客气，这件事你本就没错。接下来顾影和叶倾城又客套一番后，这才离开了任务阁。与此同时，一间密室内，王长风看着铜镜内任务阁大殿内的画面，气得面目狰狞。可恶，舆论压力都没能拿下，那顾影小儿他为什么不大开杀戒？还有这该死的叶倾城，坏我好事，气煞老夫也阁楼院落内。桃树下，花瓣飘零，顾影悠哉地躺在摇椅上，看着碧蓝如洗的天空，心里想着师尊大人绝美的容颜，曼妙的身姿。3年，师尊大人最少闭关3年爱，未来3年没有师尊的陪伴，该怎么过？顾影愁眉。正值青春期，荷尔蒙最旺盛的时期，说不想女人那是假的，何况还是修真界最美的女人。微风拂面，鸟语花香，想着想着，顾影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睡梦中，他梦到了师尊，梦里的师尊很主动，热情奔放，昼夜交替。次日清晨，当一道悠扬的钟声回荡在整个灵剑宗，顾影被震醒，打了个哈欠，睡意朦胧的伸着懒腰呢喃：发生什么事了？然后运转灵力，驱除了体表的污垢。忽然间，一道阴影将整个院落覆盖。顾影下意识望向天际，只见一把巨型赤红飞剑从上空掠过，其上站着100余名身着其他宗门服饰的修士。这飞剑顾仅有记忆，乃是神剑宗宗主的飞行灵器，又是来搞什么炼器弟子剑道比试的，无趣且无聊。顾影吐槽了句，翘起2郎腿，双手交叉枕在头下，运转修为散出一道不大不小的风，使得摇椅微微摇晃。记忆里，神剑宗和灵剑宗一样，都是主修剑道的宗门。神剑宗每3年都会来一趟灵剑宗交流剑道，不过每次都是神剑宗大败，属于又菜又爱玩的宗门。丁，检测到宗门有热闹观看。选择1，宿主闲着蛋疼，不妨去看看普通修仙者之间的战斗。奖励7品灵丹天灵丹1粒，天灵丹可使失去修为之人恢复修为，最高恢复至炼虚后期大圆满境界。选择2，宿主只想躺平，哪儿也不想去。奖励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爆米花、云州扒鸡大碗面。顾影，童子，你丫的，我都躺平了，你就不能奖励一点点修为吗？这不是逼着我去看热闹吗？等等。顾影定睛看着眼前的透明面板，天灵丹恢复修为，最高恢复至炼虚后期大圆满境界。顾影一下子就想到了师尊，师尊恢复到化神后期大圆满最少需要3年时间，若是更高境界则需要翻倍时间。此丹若是给他服下，他岂不是瞬间就能恢复到炼虚后期大圆满境界？要知道天蓝大陆最高修为只是化神大圆满，若得此丹，师尊又能秒变无敌存在了。我靠，这样自己就有了个无敌靠山小命，更加有保障了。姐姐，顾影激动的直接选1。丁，任务过于简单，奖励直接发放。丁，恭喜宿主获得天灵丹，已存入宿主储物空间。提示，请宿主在半小时内赶往剑道交流会现场，如若过时，奖励没收，即便服下天灵丹也无用。可以的童子居然直接发放奖励。顾影并不准备先去剑道交流会现场，反正有半个小时时间，而且举办地点就在自己所处的灵剑峰，分分钟就能赶到。他要先去师尊的宫殿。挥手间，飞剑出现在足下，化作剑光消失在天际。片刻后，便来到了山峰之巅，师尊的宫殿前，直接推门而入。细节关门，只见宫殿中央处有一5色巨灵大阵，霞光闪耀，其内5色灵气翻滚，能量充沛。师尊曼妙的身影闭目盘膝于阵眼之中。听到动静，李清灵的美目陡然睁开。姐儿，你……李清灵面露担忧之色，这才过去1天时间，这逆徒该不会就忍不住了吧？嘿嘿嘿！师尊大人，顾影搓了搓手，大步向前。你
你别闹！为师正在恢复修为的关键时刻。李清灵又怕又气，他是真服了这逆徒，有必要天天想着那种什么师尊大人，徒儿有一门双修功法，可助你立刻恢复修为。顾影故作一脸坏笑。李清灵自然不信，这逆徒就是缠自己的身子颈，真的不行。你若强行要，为师就……李清灵都快急哭了。修行至今，自己何时受过这等委屈？见师尊一脸委屈，眼眶泛红，顾影有点小心疼，轻咳一声，收起了坏坏的笑容，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个绿色小药瓶，递向师尊，认真道：“师尊大人，其内有一粒丹药，可助你修为瞬间恢复到炼虚后期大圆满境界。”李清灵微微一愣，绝美的脸庞露出一抹狐疑，见多识广的他从未听说过有这等神奇丹药。放心吧，不是春药。顾影调侃：“哼，你敢！”李清灵娇哼一声，接过药瓶。他忽然想起顾影前日给自己恢复伤势和根基的丹药，没准这药瓶内的丹药真如他所说，有恢复修为的奇效。揭开瓶塞，一粒白色晶莹剔透的丹药缓缓飘出，淡淡的清香弥漫开来。李清灵只是闻了一下药香，他已经恢复到炼气一层的修为，竟然直接飙升到了筑基初期境界。李清灵深吸口气，目中露出骇然之色，迫不及待地将丹药送入了口中。顿时他的体表金芒狂闪，只是几个呼吸间，一道无比恐怖，足以撼动整个天地的能量波动在他身上显露而出。竟然真的恢复了！李清灵目中透露着浓浓的难以置信。好半晌后，他才回过神来，看向顾影，满心疑问又好奇，这逆徒究竟哪里来的这么多逆天丹药？不过他仍然是不准备询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别人想说时自然会说。怎么样，师尊大人，感觉如何？顾影颇为得意地问。哼，如你所说，恢复到炼虚后期大圆满境界了。李清灵收敛强大的气息，从地上站起，衣袖轻拂，五色巨灵大阵隐匿消失。那师尊大人，您准备怎么奖励徒儿呀？顾影一脸不怀好意的在师尊身上不停扫视。李清灵气不打一处来，他对这个逆徒是又爱又恨，就知道想着那破事，但每次想恨时，那抹恨一飞，但升不起来，反而变得更加的爱他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能归结于自己的恋爱脑，好像真的无可救药的爱上了这逆徒。今天不行。李清灵背齿轻启，俏脸微红，要不明天吧。他想着确实应该答谢顾影，可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方式答谢啊？说出这话后他就后悔了。可以，那就明天。顾影心中狂喜，现在自己正好没时间，明天就好好的陪师尊一整天。嘿嘿。不过师尊现在都不拒绝自己的无理要求了，看来童子之前融入在丹药中的爱意发挥到了极限。童子哥牛逼，丁，谢谢宿主夸奖，嘻嘻。不过人家是女孩子哦。顾影，这不重要，你只是个童子。锦儿，你现在最缺什么？功法、灵气还是法宝？都可以和为师说。李清灵一脸柔和地问。我什么都想要，越牛逼越好。顾影心动开口，自己这师尊貌似是渡劫期之上的大佬，身上肯定有很多牛逼神器。李清灵微微摇头，不可，你只能选一样。啥？顾影以为自己听错了。师尊，你这么抠门的吗？我不是你最爱的宝宝了吗？你还小，不懂，为师这是为了你好。李清灵挪动脚步，语气严肃。修真乃是逆天行事，若想成就无上大道，需自身稳扎稳打，在各种生死困境中不断磨练，如此方能一步一步登顶。若是你拥有一身强大法宝护道，就会无心修炼，全凭法宝开辟道路，届时你的修炼意志将会变得脆弱不堪，修行一途基本也就废了。顾影他也不好反驳什么，师尊说的是事实。不过这个事实是普通修士的必经路程，和自己无关，自己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顾影也不好解释什么。既然如此，那师尊你就随便给一件强大的灵气徒儿防身吧。李清灵微微点头，正准备取出一把很久之前在上古遗迹中寻到的仙剑。对了，除了剑不要，其他什么都可以。顾影突然开口。李清灵动作一顿，感到奇怪地看着顾影，为师记得你是剑修，为何不要剑？乖听话，不要问，照做即可。顾影懒得解释，自己拥有通灵剑体，只要修为足够，世间所有剑都得听从自己号令，再要剑就没意思了。李清灵，呼，这逆徒怎么跟自己说话呢？没大没小，没分寸不过，自己心里竟然有点喜欢他这样命令师尊大人。看着愣神又脸红的师尊，顾影有点摸不着头脑，自己没干嘛呀，他怎么又脸红了？伸手在师尊眼前晃了晃。师尊大人，你怎么突然脸红了？哼，要你管。李清灵一脸傲娇，然后玉手向前一点，只见虚空灵光一闪，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出现。锦儿，这把菜刀乃是极品仙器，就送给你了。顾影，
原本顾影被师尊傲娇的表情蒙化了心，可当他听到这话后，又看向锈迹斑斑的菜刀，直接就懵逼了。不是，师尊大人，就这锈迹斑斑的破菜刀，仙气。嗡清脆的刀鸣声回荡在宫殿，顾影只感觉脖颈一凉，全身汗毛猛地竖起，死亡的阴影将他笼罩，竟是那菜刀。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脖颈处，小子，你看不起刀爷？狂傲的声音从菜刀身上发出。我靠！顾影既惊恐又好奇，这尼玛菜刀会说话？小子，若非你是主人的弟子，刚刚你已经人头落地了。菜刀不得无礼。李清灵开口。是，主人。菜刀从顾影的脖颈处移开。景儿，可不要小看菜刀，他是为师手中威力最大的仙器之一，和为师并肩作战跨阶，斩杀过诸多强敌。顾影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仔细地打量起菜刀，发现在这菜刀透露的气息，竟比师尊刚刚炼虚后期大圆满的气息还要恐怖数万倍，使他心中震惊不已。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居然如此牛逼！菜刀兄，你知恩知，我很中意雷啊！顾影突然一脸谄媚。呵，刀爷我不中意雷。菜刀，以后你就跟着景儿吧，见他如见我，不得无礼。李清灵道。是，主人。菜刀自行飞到了顾影手中，顾影欣喜不已，左右翻转上下打量着菜刀。有此神器在手，直接无敌了，好吧景儿，菜刀是保护你安全的，他轻易不会出手，也不会替你随意杀人，所以你不要刻意去招惹那些强大存在，你要顺其自然的修行，只有当你遇到不可逆转的生死危机时，他才会出手救你，希望你能明白为师的用心。李清灵语重心长的缓缓说完。顾影自然明白，他知道师尊这是不想让自己对仙器产生依赖，从而荒废了自己的修行意志，有把保命仙器护身已经很不错了，反正自己3系变异灵根加一身神通和体质同阶无敌，跨级也能打。李清灵又道，不过你可以使用菜刀作战，他会时刻将修为压制到与你同等级别，即便是与你同级别也能做到跨级秒杀筑基后期大圆满修士。顾影心中一震，秒杀筑基后期大圆满，自己虽然也能跨级战斗，但估计最多也就打筑基中期修士，至于后期肯定是打不过的，后期大圆满就更别提了，毕竟筑基期的灵海是炼气期的数十倍，就好比河流与小溪的差距，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实力大大提升。顾影高兴得恨不得抱着师尊啃2口，但菜刀这个电灯泡还在呢。景儿，灵剑峰广场上有一场炼气弟子的剑道交流会，为师建议你去观摩学习学习。自入宗以来，你就没参与过任何历练与斗法，这样是不行的，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没有人会一直在你身后，终有一天你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狂风暴雨。李清灵一脸柔和，又面露担忧之色。顾影心中颇为感动，师尊大人这是处处为自己着想啊。还记得第1集的师尊可是高冷傲人，牛逼哄哄呢，正好自己系统任务在身，时间也差不多了，徒儿这就便去，师尊你好好恢复修为，争取早日到达巅峰时期。顾影收起菜刀，转身向外走去，若有空可随时来找为师。李清灵轻柔开口，声音小到连他自己都快听不到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补充这句话，只是看着顾影的背影忍不住莫名就说了出来，嘿嘿走出宫殿。顾影嘿嘿一笑，关上大门，御剑离开，很快便来到了灵剑峰广场上空。顾影居高临下俯瞰下方，偌大的广场上人流涌动，人山人海，足有近万人。广场中心处有一个200平的擂台，其上正有2名青年持剑交锋，打得如火如荼，2人都是炼气10层大圆满。广场最前方还有一处高台，高台之上有一排长长的红木桌椅，其上摆放着灵果灵酒，有3位气息十分强大的存在落座其中。顾影目光微微一凝，他看到了王长风。王长风的身旁是一位中年美妇，年约30，额脸蛋，身姿丰腴，肌肤白嫩，吹弹可破，韵味十足。这美妇顾影有记忆，乃是灵剑宗宗主沈清柔，修为元婴后期大圆满。沈清柔的旁边则是一位年约50，身穿黑色劲装，气场十分强大的马脸男子，其身上透露的气息给人一种利剑出鞘的感觉，修为低下者根本不敢长久直视，正是神剑宗宗主柳宗元。这时下方座位上的王长风突然仰头望向了天空中飞剑上的自己。王长风目光阴冷，眼中的憎恶毫不遮掩。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顾影与之对视，居高临下藐视地看着他。老东西，敢派人谋害我，我必亲手杀你。虽然师尊的修为恢复到了炼虚后期大圆满境界，杀王长风如同杀鸡，但顾影并不准备让他出手。杀仇人自己动手才有意思，才有快感。顾影冷笑一声，操控飞剑没入了下方人群中。丁，检测到宿主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剑道交流会现场。丁，宿主只需观战1刻钟，任务便算圆满完成。系统话音刚落，擂台上灵剑宗身穿紫衣的弟子
便被神剑宗的黑衣弟子一剑斩下了擂台。望着这一幕，周边人群皆是狠狠的哎呀一声，拍了拍大腿，一个个唉声叹气。唉，今年这是怎么回事啊？神剑宗弟子的实力怎么变得如此强悍了？我灵剑宗已经破天荒的9连败了，关键是这9连败都是被这萧逸寒一人斩获，简直是奇耻大辱啊！纵观历史，我灵剑宗就从未败过一次，一直吊打神剑宗，百战百胜。可今日，唉，这萧逸寒是获得了什么机缘吗？剑招现在凌厉且快准狠，我记得3年前他的剑法都跟老奶奶杵拐杖似的，软弱无力。我灵剑宗随便一个内门弟子都能击败他。众人议论中，灵剑宗又一位气息强大的紫衣内门弟子持剑飞上了擂台。双方相互介绍完，便开始了比试。只见萧逸寒手中长剑出鞘，瞬间一道剑气斩出，强大的剑气压制的紫衣青年喘不过气来，他连忙收回了正要施展的剑招，抬剑格挡剑气。凭剑气刹那临近，斩在了紫衣青年格挡的长剑上。咔嚓一声，长剑竟被直接斩断，且剑气威势不减，又斩在了大惊失色的紫衣青年身上。他的胸膛直接被锋利的剑气割裂，皮开肉绽，深入剑骨，内脏也被剑芒刺破，顿时如注般的鲜血喷涌而出，紫衣青年当场昏死过去。这一幕看得灵剑宗所有围观弟子哗然一片，震惊不已。仅凭一道剑气，居然就斩断了同境界对手的本命灵剑，这得多强啊！简直离谱！众人唏嘘之余，立刻有2名百草峰的女弟子将紫衣青年抬了下去，进行敷药，喂食灵丹止血救治。10连败，哼，这便是你们灵剑宗如今的实力吗？弱，太弱了，简直不堪一击。萧逸寒头颅高仰，满脸狂傲，鄙夷地扫视着擂台下方4周的灵剑宗弟子。曾几何时，都是这帮人横扫神剑宗，而如今自己一人横扫他们，这感觉爽被嘲讽。灵剑宗弟子们一个个愤怒且憋屈，10连败，他们哪有脸回怼，只能屈辱地憋着。高台之上，红木桌椅处，沈道友、王道友，怎么样？我这位弟子的实力如何啊？神剑宗宗主柳宗元笑眯眯地问道。王长风因为刚刚看到顾影，心情很是不爽，闭目不语。沈清柔莞尔一笑，柳道友的这位弟子剑法凌厉，确实不错，不过我灵剑宗到现在为止，上场的都是普通内门弟子，还未有各峰掌座门下的弟子上场，若是他们中任意一人来此，你这徒儿怕是无法招架。哈哈，柳宗元爽朗一笑，之前那些掌座门下的弟子不是都不屑参与我神剑宗的交流会吗？这样吧，沈道友你换他们来此，但凡我这弟子被击败，此次交流会便算我神剑宗输。闻言，沈清柔惊讶地看着柳宗元，要知道一旦输了，败方就要掏出1亿下品灵石，这可是一个大型宗门1年的基础维护开销费用。这神剑宗到底哪里来的自信？沈清柔的目光又看向了擂台上气势高涨的萧逸寒，此子无非就是剑招快，威能强了点，灵剑宗各峰掌座门下的任何弟子都不比他差。怎么样，沈道友，贵宗是在担心什么吗？见沈清柔犹豫了，柳宗元内心舒坦无比，这是对方心虚的表现。这一次神剑宗终于要扬眉吐气了。沈清柔淡淡笑了笑，担心倒是没有，只是有点好奇柳道友的自信来自何处。稍等，我这边让我门下弟子前来。话语间，沈清柔掌心出现了一把迷你飞剑，低语几声后，飞剑嗖的一声没入天际消失。不到20息，远处天边突现一道剑光，破空而来，眨眼临近，落在了高台之上。剑光消散，一位青年男子身影显现，他一身黑衣，身姿挺拔，神色冷清，向着沈清柔恭敬抱拳一拜，拜见师尊。又看向王长风，见过王长座。沈清柔与王长风同时点了点头。沈清柔开口道：道一，去击败擂台上那人。是，师尊。李道一转身向前踏出一步，身形出现一道残影，本体竟直接出现在了10丈开外的擂台上。可见速度之快，萧逸寒目光一凝，不错，总算来了个有点实力的弟子。台下4周灵剑宗弟子看清李道一的身影后，全都欢呼起来。哈哈，是李师兄！李师兄居然来了，他可是宗主的真传弟子啊，实力之强悍，远非之前的内门弟子可比，这萧逸寒必败无疑。我猜李师兄随意一击，萧逸寒都无法抵抗，便会重伤败下阵来。必须的，李师兄可是单一水灵根，一手水系天附术法配合剑法施展开来，同阶基本无人可挡。李师兄真帅，是我喜欢的类型。李师兄加油，干翻萧逸寒，一雪前耻。擂台上，李道一和萧逸寒早已准备就绪，两人身影同时移动，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于擂台中心处显现，一拳一掌碰撞在了一起，轰磅礴的气浪爆发，将二人各自震退向后7、8丈。稳住身形，李道一意外地看向萧逸寒，他早就听闻神剑宗弟子不堪一击，年年败北，本
本想凭借速度一拳将其轰下擂台结束比试，没想到对方的速度和掌力也不差萧逸涵，同样意外地看着李道一，不愧是真传弟子，确实有2把刷子。这时李道一动了，他双手快速结印，擂台上竟然升起了淡淡水雾，氤氲旖旎，将整个擂台笼罩。这水雾形成的刹那，萧逸涵只感觉周身出现了一股延缓之力，自己仿佛置身在了水中世界一般，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阻力，甚至都无法移动半步。只见李道一手持长剑，迈出一步，身形融入水雾之中，飞身刺来。萧逸涵面色微微一变，连忙运转修为，狂暴的火属性灵力激荡爆发开来，炙热的火元素气浪以他为中心，一环接一环向着四周猛烈冲击，仅仅3环便将擂台上的水雾冲击散尽，也逼退了临近而来的李道一。周身的延缓之力消失，萧逸涵不敢怠慢，手腕一翻，一把赤红长剑出现在手中，赫然一剑斩下，一道充满恐怖高温的剑气呼啸中直奔李道一斩去。紧接着萧逸涵手持火灵剑化作长虹，紧随前方剑气冲刺而出。李道一目光一缩，想不到对方居然有能力破了自己的水雾，立刻双手快速结印，向着身前一点，虚空泛起阵阵涟漪，如水波荡漾，一道丈许高的淡蓝水幕骤然凝聚而出。此时火属性剑气带着摧枯拉朽之势斩尽，却被水幕强大的吸力吸入了其内。李道一立刻抬指在水幕后逆时针画圈，只见水幕灵光骤闪，刚刚被吸入的剑气竟从水幕内反弹而出，急速朝着冲杀而来的萧逸涵斩去。不好！萧逸涵面色大变，如此近的距离他根本来不及躲避，当即抬剑格挡，凭剑气斩在火灵剑上，发出清脆的声音，轰然爆炸。萧逸涵被剑气的撞击震到双臂发麻，又被恐怖的爆炸能量波动震飞，身体不受控制的急速踉跄倒退。人剑合一，李道一轻喝，手中长剑高举，灵光盛发，将他整个人笼罩在内。在阵阵耀眼的灵光中，李道一与手中长剑合二为一，化成了一道锋利的青色剑芒，翁剑明惊天，青芒闪耀。青色剑气带着磅礴的剑意，以肉眼不可见的极致速度朝着萧逸涵破空射去。这一剑散发的威能堪比筑基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若是命中，萧逸涵不死也废远处。身形不稳仍在倒退的萧逸涵目睹这恐怖的一击，丝毫不慌，甚至嘴角扬起，露出不屑的目光，似乎等的就是他这一式。破！萧逸涵开口，话语落出，红青色剑芒上突然爆发出恐怖的能量波动，爆炸开来，青色长剑瞬间被炸得完全粉碎。与长剑融合的李道一身影显现，整个人直接被炸飞下擂台。与他一同炸飞的还有他的右臂李道，一直接昏死过去，嘴角鲜血止不住的狂涌而出，若是仔细观察，还能看见血液内夹杂着内脏碎块。这突然的惊悚一幕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包括高台之上的沈清柔、王长风也都被深深震惊。要知道李道一的这一式人剑合一，非筑基修士不可破，仅凭萧逸涵炼气10层大圆满的修为，根本不可能一个破字就轻描淡写引爆了人剑合一这种大威力的剑招。所有人的目光一瞬间全部聚集在了擂台上萧逸涵的身上，不知道他是如何办到的。就连顾影也都感到很是吃惊，这萧逸涵是如何做到的？沈清柔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恶狠狠地瞪了眼萧逸涵，然后满脸担忧地瞬移而出，将重伤昏死过去的李道一抱到高台之上，为其疗伤。王长风凝重地打量了几眼萧逸涵后，看向柳宗元，呼吸有些急促地问：柳道友，你这弟子可是传闻中的天道剑体？柳宗元笑呵呵地抚了抚下颚短须，颇为傲然地开口：没错，我这徒儿2年半前突然觉醒了天道剑体。此话一出，全场所有人骇然一片，寂静的场面一下子骚动起来，所有人看向萧逸涵，议论纷纷。天道剑体只要是剑修基本都知道，这种体质无法增强剑修攻击，也无法为剑修提升任何实力，但它有一个十分恐怖的地方。天道剑体之所以被称之为天道剑体，是因为它相当于剑之领域的天道，拥有该体质者修为范围内可掌控一切剑的生死，一语可破剑道万法，只需要道出一个破字，对剑来说便是言出法随，任何剑都会瞬间爆裂解体，可以说是剑修绝对的克星。不过也仅仅是在剑道方面无敌，若是碰到使用其他灵气的对手，则起不到半点作用。关于天道剑体，顾影也知晓，他发现这天道剑体也克自己的通明剑体，自己是操控世间所有剑，而他是毁灭世间所有剑，可以说克制的死死的。这尼玛顾影决定试试灵气化剑，他是否克制？当即抬手向着擂台上的萧逸涵一指，骤然间一道剑气从指尖迸发，射向萧逸涵。萧逸涵正巧傲然地望着这边人群，看到了这道灵气所化的剑气，他瞬间头皮发麻，这道剑气的威能竟然比刚刚李道一人剑合一的威能还要强上2倍，恐怖至极，不敢有半分耽搁。萧逸涵立即开口破，灵气所化的剑气当场爆裂解体。
这突然发生的一幕，使得顾影成为了全场焦点，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移向了他。刚刚那道剑气散发的恐怖威能，他们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即便是筑基中期修士，恐怕都无法抵抗这位道友是何意，为何突然对萧某出手？若是想战，便上台一战，偷袭算什么？萧逸寒望着擂台下的顾影，目中透露着谨慎，一个炼气修士竟然能爆发出这等恐怖剑意。而此刻的顾影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中，天道剑体克制自己的通明剑体也就罢了，竟然连灵气所化的剑都能克制，这尼玛还真的是剑中天道，太他妈变态了！一个体质克制自己的2项主要神通此子断不可留。顾影的脸上突然露出狠厉之色，当即抬手一指萧逸寒。抬指的瞬间，一道拇指粗的雷电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直直劈在了萧逸寒的头顶，轰，他的身体直接爆炸成了一团血雾，随风飘散。寂静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瞪大着双眼，全都难以置信地望着顾影。特别是王长风，看着这一幕，他先是一懵，旋即心中激动狂喜，哈哈，这狂徒竟敢当着柳宗元的面杀他门下的真传弟子，过会柳宗元出手，老夫定不阻拦。正在为李道一疗伤的沈清柔也是激动狂喜，与王长风不同，他是一副干得漂亮杀得好的样子，他越看顾影越喜欢。第一，顾影帮自己徒儿报了断臂之仇；第二，为天下剑修出了一个剑道克星。沈清柔狂喜疗伤的同时，时刻放出神识，注意着柳宗元，避免他对顾影出手。而此时的柳宗元面色是无比的愤怒加疑惑，他疑惑的是，自己明明给了徒儿一剑能扛住元婴后期大圆满修士全力一击的玉佩，为何还能被炼气小辈的雷电劈死？柳宗元不知道的是，那块玉佩是被李清灵暗中抹除了。灵剑封山巅宫殿内，李清灵一直在偷窥顾影的帅脸，当他看到顾影露出杀意后，无声无息让萧逸寒身上的那块保命玉佩化作空气消散了。此时柳宗元双目充满了血丝，愤怒直到了极点，他要杀了顾影。柳宗元从座位上抱起，时刻注意着柳宗元动态的王长风狂喜，哈哈，杀了他！杀了顾影！那个狂徒一直预防着柳宗元的沈清柔准备出手阻拦，可突然柳宗元又重新坐了回去。此刻他脸上怒气全消，后背陡然升起了密密麻麻的冷汗。就在刚刚出手的一瞬间，柳宗元突然觉得顾影的样貌有些许熟悉，仔细一想，脑海记忆涌现，发现这小子是女帝多年前收的记名弟子，自己手上还有顾影的画像，以及女帝门下另外2名真传弟子的画像，就是为了防止哪天得罪他们。柳宗元一脸的心有余悸，后怕不已，若是刚刚自己对顾影出手，恐怕现在自己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为了一个徒弟，不至于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人群中。顾影一直注意着柳宗元，不错，能修炼到元婴期的果然都不是傻子。沈清柔意外地看了眼柳宗元，看来他还没被愤怒冲昏头脑。王长风则气得不行，心中直骂柳宗元怂逼。一个柳宗元默不作声地拿出了一个储物袋，放在红木桌上后，急忙大袖一甩，带着门下100余名弟子全部瞬移出了灵剑宗。储物袋内正是本次赌注1亿下品灵石。柳宗元的离开使得现场近万名灵剑宗弟子刹那沸腾起来。天哪，这是怎么回事？那柳宗元怎么走了？他不为自己的徒儿报仇了吗？关键是他连话都不敢说就直接走了。要知道他那徒儿可是天道剑体啊，连公道都不为其讨个。难道杀萧逸寒的这位师弟是宗门哪位长做的亲戚，所以柳宗元不敢动他？所有弟子好奇地打量着顾影，都感到这副面孔很是陌生。由于顾影穿着自己的白衣，加上之前的原主懦弱透明，平时又深居简出的修炼，所以并没有多少人认识他，就更加不知道他女帝记名弟子的身份了。丁，观战1刻钟时间到，任务圆满完成。顾影的脑海里系统提示音响起，既然任务已完成，他也不必在此逗留了。足下飞剑出现，直冲天际，迫不及待地往山峰之殿师尊的宫殿飞去。宫殿内，李清灵面前有一道薄如蝉翼的术法光幕，其内画面顾影似乎正朝自己宫殿方向飞来。他衣袖轻拂，光幕消失，连忙盘膝而坐，佯装恢复修为。不一会儿后，顾影来到了宫殿门前，直接推门而入。关上门后，嘿嘿一笑：“师尊大人，我来了。”“哼，不是让你观看剑道交流会吗？怎么又来了？”李清灵轻哼，故意问：“嘿嘿嘿，师尊大人，您老人家就别装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偷看吗？”顾影咧嘴一笑，一步迈出，直接出现在了师尊身旁。一个公主抱将他抱起，又迈出一步，瞬间出现在了大殿柔软的凤座上。师尊顺势依偎在怀里，暖玉温香抱满怀。你是怎么知道的？偷窥被发现，李清灵感到有些羞耻，但更多的是疑问。自己现在可是炼虚后期大圆满的修为，按理说即便是同境界修为之人也不可能发现才是。
顾景忍不住俯身吻了吻师尊宝宝柔软的红唇，满意的道：师尊大人，你觉得萧逸寒拥有天道剑体那种逆天体质，神剑宗会不给他护身法宝吗？然而他却被徒儿直接一道雷电劈死，这说明了什么？只有师尊大人，你才有能力让他的护身法宝悄无声息的失效呀。这也就说明师尊大人你在用神通时刻偷窥着徒儿。闻言，李青林心中很是惊讶，这逆徒这么细心的吗？当然，他自然不会承认。你胡说，为师才没偷窥你呢，为师是在观看现场局势。哦，是吗？顾影嘴角扬起，伸出食指勾起师尊雪嫩的下颚，让他与自己对视。渡劫期之上的老怪会观看炼气期小辈的比试，这说出去谁信啊？师尊大人，你偷窥就偷窥呗，徒儿又不是不让你看，都老夫老妻了，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被戳穿，李青林的俏脸一瞬间红得跟猴屁股似的，直接埋进了顾影的怀里。你才老怪！还有，谁和你老夫老妻啊？你不要脸！嘿嘿嘿！顾影的手忙碌起来，咚咚咚。这时，宫殿外传来敲门声，紧接着一道青年声音传入：师尊，徒儿叶倾城遇到了一些修炼瓶颈，前来赐教，不知师尊在否？是否方便？李青林面色一变，清了清嗓子：不方便，为师今日要是在身，你改日再来吧。是，那徒儿先行告退。说完，叶倾城御剑离去。顾影迫不及待地将师尊抱进了他的闺房。3日后，顾影和师尊大人道别，走出了宫殿。刚关上门，前方登顶的玉石阶梯处，一位身穿白衣、温文尔雅、俊秀无比的青年不紧不慢地朝着这边走来，正是叶倾城。顾师弟好巧，你也是来找师尊赐教修炼问题的吗？师尊现在可方便？叶倾城先是和煦一笑，然后迈出一步出现在了顾影身旁。奇怪，顾师弟身上和衣服上怎么有天仙子的花香味？我记得这是师尊最爱的香味，难道顾师弟是来给师尊送天仙子花草的？顾影不动声色地把手从腰子处放下，轻咳一声道：师尊说他练功很累，要休息一天，叶师兄你还是改日再来吧。自家师尊宝宝累得睡着了，怎么见人？那行吧，只能再等了，也不是什么特别急的问题。叶倾城微微一笑，随后顾影和叶倾城闲聊了会儿，便各自离开了。当顾影回到住处，正准备进入阁楼内时，一位身着紫色宫装裙的美艳少妇突然出现在了院落内。见过宗主。顾影抱拳，来人正是沈清柔。不必多礼。沈清柔温婉一笑，满意的看着顾影，此子胆识过人，他越看越喜欢。若是他无法在女帝那儿从记名弟子转正，自己绝对收他为徒。不知宗主亲自前来所谓何事？我靠，这么看我，这娘们不会是爱上我了吧？虽然她肤白貌美，身姿丰腴，但我心里只有师尊宝宝啊。不过少妇这独特的韵味，再配上骚紫色宫装裙，太勾魂了，真特么要命。沈清柔自然不知道顾影心中的想法，笑道：那日你为宗门赢下了与神剑宗的交流比试，奖励还未领取就走了，本宗今日前来是特意为你送上奖励的。言语间，沈清柔取出了一个储物袋，这里面有100万块下品灵石，原本奖励只有10万，但你除掉了神剑宗天道剑体的弟子，间接性为我徒儿报了断臂之仇，另外90万是本宗自掏腰包奖励给你的。多谢宗主。顾影抱拳，表面大喜，内心却很是平静，自己有系统，要灵石没什么用，但还是接过了储物袋。对了，小顾，明天宗门有一场炼气弟子外出的历练大会，你是否要参与？锻炼自己的同时，历练成绩优异的话，回宗后还有灵石奖励哦。顾影连考虑都没有，正要拒绝，叮，检测到外出历练任务。选择1，世界很大，宿主想出去看看，同意参加历练大会。奖励定身术。选择2，宿主只想摆烂，做一条咸鱼，每天和师尊宝宝贴贴。奖励黑丝、水晶高跟鞋、透明薄纱仙裙。我靠，这狗子，你这让我很难选啊！顾影已经幻想到了师尊宝宝穿上黑丝、水晶高跟鞋、透明薄纱仙裙的绝美可人模样，师尊那曼妙的身姿、绝世的容颜，若是穿上这些，绝对美到不可方物。我选1，顾影忍痛选1。还好和师尊温存了3天，此刻清心寡欲，不然绝对难抵诱惑。选2，叮，检测到任务难度偏低，奖励直接发放，恭喜宿主获得定身术。定身术可定身天地法，则之内的一切生灵。刹那间，顾影体内多出了一缕如发丝般的金色气息，他知道这是催动定身术的关键。顾影狂喜，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定身术可是仙法，当年猴哥就是用定身术定住了7仙女，可惜他傻，定住了7仙女，只知道吃个桃桃好凉凉，不知道干些成年猴该干的事儿。可以，顾影回道。沈清柔笑道：那行，
本宗现在正好要去找负责此次历练大会的长老，顺便让其添加你的名额。你这边准备，明天卯时传送阁大殿外集合。说完，身影一闪，瞬移消失在了院落内。顾影很是羡慕，这瞬移太特么帅了，得尽快把修为提升到元婴期了。据说元婴修士瞬移一次最远可达万里。顾影推门进入了阁楼，直奔卧房。和师尊大战了3天，他太累了，腰都直不起来了，倒床呼呼大睡。次日天蒙蒙亮时，顾影自然醒来，睡了半天加一个晚上，他的精气神已然全部恢复。使用灵力清洁自身，穿好衣服整理仪表后，便欲剑直奔传送阁而去。很快便来到了一个占地1000平、高9层的超大阁楼上空。阁楼前的空地上已经聚集了数十道身影，全都是年轻男女，修为炼气10层大圆满，每个人身上的气息都要比普通内门弟子强上数倍不止。他们一个个交头接耳，谈笑风生，气氛很是融洽。顾影喜欢清静，落在了人群最末端。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弟子来到此地，不一会儿，这里便聚集了近100道身影。就在这时，远处天边突然传来2道破空之声，不待众人仰头望去，便是2道身影优雅地落入了人群之中。来人是一对青年男女，那青年一身白袍，头戴玉冠，身姿飘逸，俊美无瑕，气质更是超凡脱俗，宛若谪仙，举手投足间的每一个动作都给人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正是女帝真传弟子叶倾城。再看那女子，一袭火红仙裙，此女眉目如画，顾盼生辉，未施粉黛，而肌肤若朝霞映雪，娇美动人。第一眼便给人一种惊为天人、怦然心动的感觉，恨不得将其拥入怀中，狠狠怜爱一番。不过其清冷的气质、冰冷的容颜以及周身弥漫的极寒气息，让人不敢有非分之想。2人的到来直接引发了全场轰动。天哪，竟是叶师兄和穆师姐！强大如他们，居然也会来参加历练大会。叶师兄和穆师姐不愧是宗门年轻一辈中最强天骄，我刚刚看到他们2个是直接御空而来的，太强了。确实很强，炼气期就能以肉身之力御空飞行。要知道正常情况下，只有筑基修士的灵力才够支撑身体御空飞行，而我等炼气士只能做到简单的浮空而立。哎呀，叶师兄好俊好暖呀，若是能和他站在一起片刻，我这辈子都不会洗澡了，也要保留住他身上的气息。是呀是呀，真羡慕穆师姐呢，能和叶师兄并肩而立。难道就没人夸穆婉清师姐吗？她真的好漂亮，好美啊，仙气飘飘，我一个女生都被她惊艳到了，就跟天上的仙女似的。在我看来，只有叶师兄这样优秀完美的男子才能配得上穆师姐。人群中，顾影看着穆婉清，也被她的盛世美颜给惊到了。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似乎说的就是她。此女容颜绝美，与师尊比之，竟不相上下。记忆里，穆婉清是师尊的第2位真传弟子，身具变异冰灵根，为人清冷，是个没得感情的修炼狂魔。自入宗以来，他不是在修炼的路上，就是在修炼的路上，就是在修炼的路上，就是在修炼的路上。众人的窃窃私语，叶倾城和穆婉清听得清清楚楚。叶倾城冲着众人抱拳，和煦一笑，便静静等候起来。他这一笑，使得在场不少女修立刻就泛起了花痴，有的险些站立不稳晕倒。实在是叶倾城的颜值高到了离谱的地步，属于那种又帅又暖的类型，宛若春风般。其旁的穆婉清则没有任何表态，冰冷依旧。立！天边忽然响起一道喝鸣声，众人纷纷仰头望去，只见一位身穿蓝色衣袍、仙风道骨的老者，踏着一只红顶白鹤，自云边悠悠而来。之前参与过历练的弟子一下就认出了老者，这老者乃是灵剑锋辈分最高的长老，名为吴有道，一身金丹修为，实力通天，专门主持宗门优异弟子的重要活动。此时吴有道驾鹤落地，抚着长须，神识在所有弟子身上一扫而过，确认人数名额无误后，看向叶倾城和穆婉清，微微点头一笑，这才面向众人笑眯眯地开口：老副官此次来了不少第一次参与历练大会的新人，那就简单的说一下具体事项吧。宗门规划的历练地点总共有10处，每一处场地的历练环境都不一样，有斩妖除魔、显地采药、妖兽领地杀妖取丹等等，诸位弟子可根据自身实力选择去处。历练大会为期1周，届时诸位弟子可根据除妖、采药、妖兽材料数量等等，回宗后换取丰厚的灵石奖励。诸位弟子需要注意的是，历练的10处地点全都在宗门1000公里之外的野生险地，那里的妖兽最低都是1级上阶，堪比炼气10层大圆满，但普遍都是2级妖兽，上中下阶都有，所以需要万分注意。听到这里，不少弟子都面面相觑的嘘嘘起来。普遍都是2级妖兽，那不就相当于是筑基境界了？碰到那些下阶妖兽还好说，只是堪比筑基初期，若是碰到那些2级中上阶的，就很危险了，基本必死无疑。此时不少人都慌了。哼，看着这些新晋弟子如此不堪，
吴有道冷哼一声，露出不悦。奎尔等还是宗门年轻一辈中的精英弟子，就这点难度就被吓到了。历练说白了，就是磨练等在面临险境时的自保能力，丰富自身战斗经验。日后若是与强敌生死决战时，也有一定的应对经验。若是碰到眼下点危险就惧怕，不敢去面对，那么现在就可以滚了，好好当你们的温室花朵。吴有道严厉的话语，使得这些新进的精英弟子们一个个都羞愧不已，同时也激发了他们争强好胜的心。毕竟身为同辈中的翘楚，都不是愚钝之辈，每个人都懂，修真本就是逆天而行，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拼去闯。如若不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等待自己的结局就是被修真界无情淘汰。场地上没有一人离去，每个人脸上都是斗志满满。吴有道看着这些年轻人，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神色温和。当然，宗门也不会让你们白白去险地送死。说罢，吴有道大袖一甩，100张金灿灿的符篆出现在了现场100名弟子的头顶上空。这些符篆每一张内都注入了一丝元婴之力，只要在宗门万里范围内任何地方往其内注入一道灵力，此符篆便会被激发，可瞬间将你们传送回宗门。此话一出，众新进弟子皆是露出欣喜之色，有这等瞬移符篆在，他们此行性命无忧。众人纷纷伸手，符篆落入手中，打量片刻后，都视若珍宝的收了起来。好了，所有人进入传送阁大殿，通过传送阵去自己想要去的历练场地，一经传送，传送阵便会关闭，7日后再次重启，届时诸位弟子可归来。说罢，吴有道挥手招来一只仙鹤，驾鹤西去。众弟子齐齐拱手相送，然后有序地进入了传送阁大殿内。大殿十分宽敞明亮，共有30座闪着淡蓝灵光的小型传送法阵。这些传送阵分3排，一排10座，目前只有最前面的10座处于激活状态。每座传送阵的上方都漂浮着一块小巧玉牌，只需神识进入其内，便能查看该传送阵可去往的地址以及地理位置的介绍。顾影散出神识，分散进入了10块玉牌内。该阵可前往阴灵谷乱葬岗，此地盛产各类极阴灵草，阴气浓郁，常有女游魂神出鬼没，建议火灵根或纯阳体质弟子前往。该阵可前往东陵雪山，此地温度常年零下100度，其内妖兽遍地，实力强悍，建议炼气10层大圆满，可越级战斗的弟子前往。该阵可前往附属灵剑宗旗下的凡俗王朝，替王朝斩妖除魔，解决凡人不可及之事，油水颇多，炼气10层以上弟子皆可前往。不到午夕，顾影便看完了10个传送阵的介绍。大殿内不少弟子也都陆续看完，只不过都没有动，都在考虑去往何处对自己最有利，利益最大化。顾影直接做出选择，一步踏出，身影站在了第2个传送阵上。他要去东陵雪山嘎嘎乱杀，体验曾经只在仙侠游戏里爽过的刷怪乐趣。变强了，自然要去爽一爽的传送阵灵光闪耀。他的身影模糊消失，下一刻，顾影出现在了一处被厚厚积雪覆盖的平原区域。极寒刺骨的冰风迎面刮来，从身上掠过，发出刺耳的呼啸声，仿佛要将一切冰冻。果然是零下100度，顾影没有感到丝毫寒冷，他的变异冰灵根所散发的寒气比此地温度要冷上数倍不止，甚至在此地变异冰灵根吸收灵气转换为灵力的速度比在宗门时更快。顾影环顾四周，白雪皑皑，树木稀疏，寥寥几棵。倒是前方100米处有一片连绵不绝的巍峨山林，同样被积雪覆盖，银装素裹。忽然身后的传送阵灵光闪耀，顾影转身，一男一女2道身影显现，来人竟是叶倾城与穆婉清。叶师兄，穆师姐。毕竟师出同门，顾影客气地打了声招呼。穆婉清微微点头，叶倾城温和笑道：顾师弟来此可是为了采集冰魄雪莲，此地妖兽实力强悍，若是采集冰魄雪莲，恐有生命危险，我这里正好多了近100株，可以给你。闻言，顾影意外地看向叶倾城。冰魄雪莲因产量低，十分昂贵，一株就能卖1000块下品灵石，100株就是10万块下品灵石，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这叶倾城也太大方了吧！果然如传闻中的一样，乐于助人，多谢叶师兄。师弟只是来此找妖兽练练手感，掌握一些战斗技巧的，并非寻药。顾影微笑回应：正好，我们来此是为了杀妖取丹，你若是想加入，可以一起。穆婉清开口道：这样不行。叶倾城微微摇头：师妹，你需要3万枚冰属性妖丹，1周时间有点赶，我们碰到妖兽就得直接出手秒杀，无法带顾师弟领悟战斗技巧。无妨，我自己一人足矣。顾影可不想和他们组队，这2人一看就是道侣关系，自己吃饱没事做去当电灯泡吃狗粮吗？如此，那顾师弟你多加小心，莫要去山林深处，那里2级妖兽较多，若是遇到危险，一定要快速使用瞬移传送符。叶倾城叮嘱道。顾影点了点头，然后叶倾城和穆婉清便御剑直奔前方山林而去。和大多数男人一样，
看到高颜值美女就想多看会儿。顾影默默欣赏了会儿穆婉清曼妙的背影，也遇见与他们背道而驰。二人是从东面入口进入山林，而他是从西面。刚一进入西面山林内，顾影就看到了凶险的一幕：6头1级上阶等级的血狼妖兽将一对练气10层的青年男女扑倒在地，疯狂啃食。仅仅3息时间，他们全身的血肉内脏便被啃食殆尽，只剩下2堆白骨和2大滩血水染红了洁白的积雪。这就是妖兽的啃食速度吗？真快啊！顾影轻声呢喃，他刚刚看清了，这2人并非灵剑宗弟子，而是外来之人。宗门规划的历练之地在野外野生地点，所以有其他人出现很正常。6只血狼妖兽啃食完那对青年男女后，发现了顾影的存在，一个个目露凶光，垂涎3尺，发出阵阵低吼，随后同时猛地一蹬后腿，张牙舞爪地朝着顾影扑杀而来。顾影神色淡然，随意挥手便是灵气化剑，6道剑气爆射而出。嗖嗖嗖，几乎在破空声响起的刹那，6道剑气便从那6只血狼的头颅处洞穿而过，挥手秒杀，轻轻松松。丁，检测到宿主喜欢刷怪。选择1，若宿主在历练结束前杀够5万只妖兽，奖励无敌肉身。无敌肉身与修为挂钩，肉身的强度永远高出宿主修为一个大境界。例如，宿主当前炼气10层大圆满修为，肉身等级便是筑基后期大圆满境界。筑基境内，宿主肉身绝对无敌，无懈可击。宿主修为提升，肉身等级也会跟随自动提升。选择2，若宿主在历练结束前杀够5万只妖兽，奖励任意部位增加5厘米。我选1。顾影立刻做出了选择。这无敌肉身也太他妈变态了，自己现在才炼气10层，肉身居然就能无敌于整个筑基境界了，简直屌爆了好吧。不过5万只妖兽，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历练7天结束，1天就得杀7000多只，又他妈成牛马打工人了。顾影仰头环顾四周，还好这片雪山连绵百里，巍峨山峰层峦叠嶂，数之不尽，5万只妖兽还是有的。然后伸手隔空一抓，将那对青年男女的储物袋收入了囊中，朝着山林深处走去。这外围妖兽太少，寥寥无几，顾影决定去往深处各妖兽老巢开刷。待顾影身影消失在此地后，一棵参天大树下，厚厚的积雪层忽然动了动，紧接着一颗脑袋突然从内探出，从衣领能看出是一个身穿白色锦袍的青年。此刻这青年盯着顾影消失的地方，满脸阴冷怨毒：杀我宝贝灵兽，抢我战利品储物袋，小子，老子要你死！不过这小子有点实力，看来要让吉影豹出场了。嘀咕完，青年施展土遁术，钻入地底，朝山林深处遁去。此时的山林中，顾影挥手斩杀了32只1级上阶等级的血狐，继续前行。随着深入，树木开始逐渐变得茂密起来。视线内，前方灌木丛中又出现了一群血狐。就在顾影出手之际，那群血狐似看到了什么极为惊悚的一幕，突然集体嘶鸣一声，分散落荒而逃。顾影愣了下，这群血狐绝非是看到自己才跑的，自己孤身一人，露出的气息也很是平凡。正常情况下，这29只血狐看到自己后，应该是欣喜的一拥而上才是。莫非他们看到了什么恐怖之物？忽然，顾影的余光察觉到了什么，望向前方右侧一块3丈高的巨石，只见其上蹲着一头通体银色的豹子，正目露凶光地看着自己。2级中阶妖兽，顾影一下来了兴趣，这可是堪比筑基中期修士实力的妖兽，正好练练手。他当即抬手指向豹子，一道雷电瞬间从天而降，轰震耳欲聋的巨响回荡四方，巨石分崩离析，爆炸成了一团浓浓粉尘。却见一道银影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向着自己急速冲来，眨眼便临近到了3尺距离内。好快的速度！顾影迅速倒退，同时只见一道剑气迸发而出，射向银影，然而却被银影一个凌空跃起躲避，呈俯冲之势，速度更快地冲向自己。顾影被这只银色豹子的速度惊呆了，自己有变异风灵根加持速度的剑气和雷电，居然都被其轻松躲避。一瞬间，他动了收服这只豹子的念想。此时银影已然临近到1尺范围内，不见顾影任何动作，只听他轻描淡写的口吐一字：定。竟是施展了定身术，急速冲刺的银影骤然停顿，露出极影豹本体，重重摔落在了顾影面前的雪地上。臣服或者死。顾影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银色豹子。2级中阶妖兽虽然无法口吐人言，但都略有灵智，能听懂人类话语。吼趴在地上无法动弹的极影豹发出一道怒吼，目光凶残地瞪着顾影。顾影直接抬起右脚，朝着极影豹的头颅狠狠一踏而下。砰！极影豹无法承受这全力的一踏，头颅直接爆炸粉碎，现场只留下一滩血水。既然不肯受降，那就死。顾影心里也不是特别想收服他，又不是什么仙兽神兽，
还搁这里傲上了。呸！啐了口，噗！忽然，身后100米处传来一声异响，像是有什么东西从紧实的雪地里钻了出来。顾影转身望去，只见远处雪地枯草丛中，一颗青年头颅探了出来。这青年正是方才在外围扬言要让吉影豹杀死顾影的那位。当他在地底看到吉影豹被顾影一脚踩死后，瞬间怒火攻心。吉影豹可是他喂养了22年的本命灵兽，从小精心呵护养到大，付出了不知道多少心血，竟然被人一脚踩死了。愤怒到极致的他立刻从地底钻出，可头颅刚一冒出就后悔了。对方连自己2级中阶等级的本命灵兽都能轻易灭杀，那么杀炼气10层的自己不是更轻松吗？此刻青年全身冷汗密布，不带丝毫犹豫，立即施展土遁术钻入的底逃跑。顾影冷哼一声，想跑。他刚刚可是看到这青年对自己露出了强烈的杀意，一下就联想到了那银色豹子肯定与他有关，想杀自己的人岂能让他跑了？顾影当即催动体内变异冰灵根，磅礴的极寒气息如海啸般一波又一波从足下激荡开来，瞬间就覆盖了方圆100米。咔滋滋，以顾影为中心，方圆100米范围内，无论是地面还是地底，刹那间便成为了一个冰晶世界。砰！方才遁入地底的那青年全身金光萦绕，竟破冰而出。他惊恐地看了眼顾影，炼气10层就能施展神通手段，此人绝非普通修士。就在他要全力御剑飞天逃亡时，瞳孔内一道剑气赫然出现，破空而来，射入了自己的眉心1寸内。顿时体表金芒一闪，剑气消散。咔嚓！青年颤颤巍巍地低头看向自己胸前的玉坠，碎了。这枚玉坠可是自己老爹赐予的，能抵挡筑基中期修士的全力一击，这就说明眼前青年最低也是筑基中期修为。青年瞬间面如死灰，面对筑基中期修士，自己根本不可能逃掉，当即跪下，颤声求饶：“前辈，求求你别杀我，放我一条生路，我爹是御灵派掌门。”我不待青年话说完，又是一道剑气瞬息而至，洞穿了他的头颅，扑通一声，倒地气绝身亡。100米外，顾影隔空一抓，将青年的储物袋抓入了手中。想杀自己，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无论你爹是谁，李刚都不行。有女帝做靠山，顾影不带一点怂意，谁敢对自己露出杀意，那便杀谁，加上有菜刀护身，万里传送符，有何惧哉？与此同时，一处山头上，凉亭内，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正与一位白发苍苍的瘦弱老者悠闲地品茶对弈。忽然，中年男子愉悦的表情一僵，眉头一皱，莫名的难受感涌上心头，脸色变得十分难堪。怎么了？老者不解询问。中年男子没有说话，急切地拍了拍储物袋，一块炸裂成2半的命牌飞出。目睹这一幕，老者顿时大惊失色，中年男子则是滔天震怒：是谁？是谁杀了我的乖孙儿？老者咆哮一声，猛地站起，一掌拍在了棋盘上，棋盘4分5裂的炸开。好，无论你是谁，今日本座必定灭你满门10族，扒皮抽筋，挫骨扬灰。中年男子面露狠厉之色，双拳紧握，目中杀意滔天，然后看向老者：父亲，风儿早上去了东林雪山，此地只有1、2级妖兽，通常只有炼气修士和筑基修士前往。我感应到风儿的保命玉坠第一次保了他一命，所以杀他之人是筑基中期修士。老者目露凶光：走，赶紧前往东林雪山，别让那歹人跑了。两人立刻御剑飞天，化作剑光，朝着东面方向全速遁去。中年男子名为江涛，一身筑基后期修为，御灵派掌门人；老者名为江震天，一身筑基后期大圆满修为，御灵派老祖。因为这两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御兽能力，使得御灵派在这小地方也是一方霸主，小有名气，寻常金丹初期修士都不敢得罪他们。一盏茶的功夫后，江涛和江震天来到了东林雪山。刚一来到此地上空，他们就看到了江峰的尸体。此时江峰的尸体正在被一群血狐疯狂啃食，上半身已经被掏空，露出森然白骨，身体其他部位也都全部残缺，血肉模糊。看到这一幕，江涛、江震天暴怒无比，直接展开雷霆手段震杀了这群血狐。但他们仍然不解气，又同时放出了一群蝉大小的金色飞虫，铺天盖地的冲向正往这边赶来的另一群血狐。只是一个照面，那群血狐便瞬间成为了一堆堆白骨。金色飞虫在二人的指令下继续寻找血狐吞食。江涛和江震天来到了江峰残缺的尸体旁，来不及伤心悲痛，将江峰的尸体放入了冰棺，收入储物袋后，带着滔天的怒火，神识散开到极致，开始搜寻凶手线索。很快，他们的神识便锁定了一道身影。丛林内一条冰河旁，妖兽尸体遍地，血流成河，鲜血染红了整片雪地。一位白衣青年屹立于尸山血海中，正是顾影。杀了江峰后，
他便来到了这条还算宽阔的冰河旁，四处拉仇恨，将方圆1000米范围内的所有妖兽拉到了此处，展开杀戮，所以才有了这血腥场面。956头妖兽拉在一起杀就是快。正当顾影准备离开，去往下一处地方拉仇恨时，2道身影御剑而来，挡在了他的前方。来人正是江涛和江震天。2人被眼前的尸山血海给震惊到了，这些妖兽竟然全部是被人用剑气一击毙命，其中1半以上都是2级中阶妖兽。杀这些妖兽的人绝对是剑道高手，2人的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江峰的死绝对与这剑修有关，筑基中期的剑道高手，就连筑基后期大圆满修士都要忌惮3分，实在是剑修的攻击力太强悍了，且霸道玄妙。2人丝毫没有怀疑这些妖兽是顾影所杀，毕竟他才炼气10层。2人认为顾影顶多是来此地捡垃圾的，真让他碰到2级妖兽，随便一只都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小子，你何时来的此地？方才可有看到筑基修士路过？江震天问道。顾影白了2人一眼，问话还是附屌语气，直接不理，向前走去。小子，不想死就站住！江涛面色阴冷，若非他要问此子线索，就凭他这无礼的态度，换作平时他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毕竟在修真界，哪个炼气小辈敢对筑基大能如此无礼？正常情况下，再也外显的遇到，恨不得跪下说话。顾影面色一沉，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又笑了。你2人可是玉灵派之人，来此可是为了寻找杀玉灵派少主的凶手？见有线索，江涛、江震天顿时目光一亮。江震天迫不及待地问道：小辈，快说，杀我孙儿的凶手是谁？去了何处？老夫赏你1块下品灵石。闻言，顾影乐了，原来这老家伙是那青年的爷爷。再看其身旁的中年男子，3人的长相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用说，应该是那青年的爹了。正好一家人整整齐齐上路。不过杀他们之前，先耍耍他们，反正闲着无聊。1块下品灵石，老家伙，你打发要饭的呢？江震天闻言，先是一愣，瞬间就怒了。金丹修士都不敢这么跟自己说话，这炼气蝼蚁简直猖狂至极，他强忍杀意，只要顾影稍后道出了线索，他立马将之挫骨扬灰。江震天怒极而笑：好好好，小辈，10万块下品灵石可以说了吧？只要顾影说出来，他立马杀人。一旁的江涛谨慎地打量着顾影，这炼气小辈面对2位筑基修士，一脸淡定，丝毫不慌。莫非他是在扮猪吃虎？可自己在他身上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危险气息，难道他和那筑基中期的剑修是一伙的？想到这里，江涛立刻传音，将心中想法说给了父亲听。江震天听完后也觉得顾影不正常，已经暗中召回了之前释放出的金色飞虫，正往这边赶来。10万不够，再加上你们2个的项上人头。顾影咧嘴一笑，手中灵光一闪，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出现。菜刀出现的刹那，江涛和江震天瞬间头皮发麻，神色大变。这锈迹斑斑的破菜刀竟然让他们感受到了强烈致死的危机感。惊骇中，2人果断祭出最强防御法宝，同时足下飞剑出现，就要跑落。然而随着顾影手起刀落，一道急如闪电般的刀芒划破虚空，2人直接失手分离卧槽。顾影一愣，一刀秒了。原本他以为最少要2-3刀，毕竟那2人都开启了高阶防御法宝，没想到一刀就秒了。不得不说，这菜刀是真的逆天，将修为压制在了炼气境界，都如此恐怖。嗡嗡嗡！忽然前方传来蚊虫扇动翅膀的嗡鸣声，顾影向前望去，只见密密麻麻一堆金灿灿的飞虫正朝着自己这边急速冲来。他立刻挥手，便是36道剑气凝聚而出，向着那群金色飞虫破空射去。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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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气射在飞虫身上，像是射在了铁板上，发出清脆的叮铃铃声响，随后化作灵气消散。顾影目瞪口呆，这是什么飞虫？防御力竟如此惊人！要知道自己随意一道剑气都能堪比筑基中期修士的全力一击。随着金色飞虫的临近，顾影莫名的心惊肉跳，全身汗毛猛地竖起。他竟然在这群小小的飞虫身上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正当他要挥动菜刀灭杀时，等等，小子，别动，这好像是金甲虫。菜刀语气有些兴奋，散出一道灵光，将这群临近过来的金色飞虫笼罩，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啧，没想到这小小的低等级星球竟然能看到金甲虫，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菜刀啧称奇，金甲虫是什么？很强吗？顾影好奇问道。很强，超强，巨强。菜刀更加兴奋了，这就让顾影更加好奇了。能让菜刀这种仙气如此夸赞的飞虫，那说明是真的强到了离谱的地步。菜刀继续道，金甲虫之所以强，是因为它们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以及恐怖的吞噬能力。当年仙界毫无征兆的出现了100亿之仙王境的金甲虫，如同蝗虫泛滥一般，横扫了整个仙界，所过之处，无论是建筑、山川、万物生灵，一切实质存在之物，
都被他们沿途吞噬殆尽。由于他们的属性太过全面，几乎无敌，没有克星，导致当年仙界死亡了数亿修士，无数宗门修真家族被毁，一片生灵涂炭。最后还是仙帝联合所有仙尊出手，才镇杀了那100亿金甲虫。事后仙帝也因此伤势过重而陨落。顾影听的那是一脸震惊，卧槽，最牛逼的仙帝都陨落了。是的，仙王境的金甲虫咬合力十分变态，一只金甲虫一吸时间能咬合3000次，一次的咬合重力高达1亿万吨，一吸3000次，一次1亿万吨咬合力，再想想100亿只数量，就知道有多恐怖了。说到这里，菜刀仍然有点心有余悸。顾影人都听傻了，这金甲虫简直变态到离谱啊！这妖牛逼的虫兽，自己必须要搞到手。顾影一脸谄媚，导演，你看你这妖牛逼，能帮我收服他们吗？可以，主人说过，除了不帮你乱杀人，一切听你的。言罢，菜刀又释放出一道灵光，从每一只金甲虫身上掠过，共100只金甲虫，每一只的体内都漂浮出了一滴金色的血滴。好了，小子，我已抹去他们的认主信息，你且收好他们的本命魂血，以后你便是他们的主人了。顾影狂喜，立刻散出一道灵力，将这些魂血包裹，融入了自己的眉心内。他的识海一瞬间便与这些金甲虫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性命已经全部被自己牢牢掌控，只需脑海一个念头，便能决定他们的生死。这群金甲虫灵智极高，顾影收了他们的本命魂血后，一个个通过魂血的联系，向顾影透露着讨好。小子，以后可要好好待他们，虽然现在他们只是2级上阶等级，但金丹中期修士都不敢直接面对他们，以后随着他们的成长和数量增多，将会是你手中最得力的干将。菜刀语气严肃地叮嘱道。多谢刀爷，我知道了。顾影凝重地点了点头，这一趟没有白出来，想不到意外收获了金甲虫这种在仙界都让人闻风丧胆的虫兽。随后顾影便手持菜刀，携带金甲虫直奔山林更深处而去。菜刀配金甲虫，这不得嘎嘎乱杀，估计3天左右就能完成系统任务。不知过去了多久，午夜，月明星稀，雪夜里，参天大树下，奔波刷了一天怪的顾影架起了烤架，生起了火，烤着野猪肉。金甲虫则成群结队的四处飞行，吞噬被菜刀秒杀的大量妖兽尸体。摇曳的火堆旁，顾影的身旁多了一位俊朗非凡的黑衣青年。美中不足的是，这俊朗青年的右侧脸上有一道刀疤，不过这刀疤又使得他添了一分痞帅。这黑衣青年正是刀爷，仙气是可以幻化成人形态的。刚才顾影也是被刀爷突然幻化成人吓了一跳。此刻两人在火堆旁一边烤肉一边谈笑风生。经过一天的并肩作战，菜刀认可了顾影的实力，被他的一系列果断和雷霆手段给惊讶到了。以顾影各方面超越同阶修士的实力，确实配拥有他，说话的语气都融洽了许多。转眼1个时辰后，一人一刀吃饱喝足，顾影收起了菜刀和金甲虫，离开了此地。他准备找一处幽静的地方休息一晚，恢复灵力，明天继续开刷。遇见2分半后，顾影来到了一座巍峨山峰的顶端。此地怪石嶙峋，白雪皑皑，温度极低，足有零下300度。如此低的温度，2级妖兽完全不敢踏足，倒是个休息的好地方。顾影环顾四周，发现了正前方不远处有一块平整的巨石，正好适合休息。一步踏出，直接出现在了巨石上。正当他要打坐恢复灵力时，却隐隐约约听到前方有对话声传来，很是模糊，不过仍能听出音色，是一男一女。我去，3更半夜，孤男寡女，荒山野岭，莫非是小情侣在这里偷情？这么刺激的吗？好奇心驱使顾影想过去看看吩咐系统隐藏气息，脚步离地，微微浮空，无声无息地向前飘去。经过一条弯弯绕绕的山沟后，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尽头处的一块巨石旁。声音就在前方传出，顾影微微探出脑袋向前望去，眼前的场景让他瞠目结舌。只见前方10丈开外，一处凹陷的盆地内有一座纹路诡异的血色大阵，阵眼之上有一张血色大床。让顾影瞠目结舌的是，穆婉清躺在那血色大床上，而叶倾城则一脸邪魅地抚摸着她清冷绝美的脸蛋。穆婉清明显被控制了，动弹不得。我靠，这叶倾城什么鬼？不是暖男吗？不是大家口中温文尔雅待人和善的大师兄吗？怎么现在一副邪恶嘴脸？人设崩了呀，叶倾城，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卑鄙小人！难怪极力邀请我来参加历练大会，原来是为了这个。穆婉清怒不可遏地死死盯着叶倾城。叶倾城微微一笑，师妹，变异冰灵根在你身上太过浪费，不妨成就师兄我，让我同时拥有变异雷灵根和变异冰灵根不好吗？师妹大可放心，稍后放你精血，催动巨灵血阵炼化你时，师兄会麻痹你全身神经，让你走得没有那么痛苦。待我吸收你的变异冰灵气本源后，会好好安葬你。不过放血之前，你这具美妙的身体
若是不想用一番，就太暴殄天物了。叶青橙色欲熏心地扫视着穆婉清那被火红仙裙紧紧包裹的诱人娇躯，特别是看向那高耸挺拔的傲人之处时，呼吸都为之急促起来。叶青橙，你敢！穆婉清又惧又怒，我可是女帝师尊的真传弟子，整个灵剑宗的核心弟子，而且此次所有参与历练大会的弟子都知晓你我在一起，我若是身死，宗门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女帝师尊也会亲自彻查此事。你觉得到时候你还能活命吗？呵呵，叶青橙不屑地笑了笑。我既然敢做这些，自然是谋划了良久，又岂能让人怀疑到我头上来？待巨灵血阵炼出你的本源冰灵气后，我自会通知家族元阴修士来处理后续事宜，让其使用手段将这一切嫁祸到那顾影身上。所有人都知道他也来了东陵雪山。卧槽，吃瓜吃到自己身上来了！暗处偷偷吃瓜的顾影瞬间勃然大怒，这狗比叶倾城真他妈阴险啊！丁，检测到宿主即将被叶倾城栽赃。选择一，当场斩杀叶倾城，以绝后患。奖励，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选择二，宿主决定立刻将此地之事上报宗门，让宗门来处理。奖励，随机高阶灵气一件。我选一，顾影立刻做出了选择。敢栽赃我，奶奶的，干死他丫的！此时叶倾城已经解开了穆婉清的裙带，露出了其内大片雪白的肌肤，以及那被傲人之处高高撑起的红色肚兜，场面十分香艳。顾影眼睛都瞪大了，这也太得劲了吧！不过现在可不是欣赏的时候，杀人要紧！顾影当即抬手一指，嗖一道剑气从指尖激射而出，直奔叶倾城。眼看叶倾城的魔爪就要抓到穆婉清那对傲人的饱满时，他忽然感到头皮发麻，霎时间足下出现一团雷霆，电弧交织，身影化作一道雷电，瞬间消失在床边，出现在了10丈开外。这是什么功法？好快的速度！顾影瞳孔猛地一缩，那一刹那，他甚至都看不清叶倾城的身影，不过只是瞬间，顾影的满级悟性便明悟了这道功法。3000雷动，顶级身法，驱使雷霆之力代步，快若闪电。顾影依葫芦画瓢，学着叶倾城刚刚的样子，足下出现一团雷霆，电弧交织，身影化作雷霆，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赫然出现在了叶倾城身旁，一把狠狠掐住他的脖颈，高高举起。顾影震惊，卧槽，满级悟性果然屌，果然世间所有功法一看就会，一学就会牛逼。叶倾城也极度震惊，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顾影，他怎么会我叶家的祖传秘法3000雷动？这道秘法可是我叶家第一代老祖从一位萧姓友人那得来的，至此成为了我叶家传家秘法，从不外传。这顾影是如何会的？关键是他施展起来的速度竟然比自己还要快。要知道自己从3岁起就修炼3000雷动，足足修炼了21年才达到圆满境界，难道这顾影也是从3岁开始修炼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叶倾城感觉自己的大脑不够用了，他修为爆发，想要挣脱顾影的掌控，奈何无论他如何爆发，都无法撼动顾影分毫。叶倾城震惊到了极致，这顾影不过是个天灵根的废物，他居然能掌控我！听说你想栽赃我，你奶奶的，你我无冤无仇，你他妈真该死啊！给我死！顾影眼中杀机弥漫，就要捏碎叶倾城的脖颈。忽然，叶倾城身上灵光一闪，身影直接消失。顾影眉头一皱，他动用了宗门赏赐的元婴之力，传送扶着叶倾城回宗后，应该不会逃离宗门吧？我靠，杀他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过以他在宗门的人设，估计不会逃离宗门。毕竟这起事件也没死人，就算自己将此地之事说出去，以他平时的人设，也没人会信。难怪他一直以来铺垫完美人设，应该就是为了在图谋穆婉清这一天时能用上。唉，可惜了，没能直接杀了。顾影轻叹一声，自己现在不能离去，无敌肉身的杀妖任务还没完成呢，只能等回宗后再杀叶倾城了。估计他不会料到自己敢在宗门内杀他。顾影来到了血色床边，穆婉清身上的火红仙裙向两旁大敞而开，白皙雪嫩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特别是红色肚兜下微微起伏的傲人饱满，透露着致命的诱惑。这一幕看得顾影心里直呼卧槽，这绝美的容颜，傲人的身材，淡淡的体香，简直要命你！你想干什么？你可千万不要乱来我，可是你师姐。看着顾影色眯眯的样子，穆婉清很是害怕。姐，顾影笑得很猥琐，双手成爪状，在穆婉清那傲人的上方，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求求你不要！穆婉清绝望了，眼角2行清泪流下，原本以为得救了，没想到又来了一只豺狼。顾影轻咳一声，收起了猥琐的笑容。他就是想吓吓穆婉清，并没有想猥亵她，还以为这座冰山有多傲呢。旋即伸手撕下了床头处紧贴的黄色定身符篆。恢复自由的穆婉清立刻从床上惊坐而起，合拢衣裙，扣上纽扣，将裙带系成漂亮的蝴蝶结，这才下床看向顾影，先是神色复杂，
然后真诚道：“谢谢你，顾师弟。”顾影眼珠一转：“穆师姐，我这次可是救了你的命，还保住了你的清白之身，你该不会只有口头答谢吧？”穆婉清抿了抿红唇，觉得顾影说的有道理，认真道：“你要想什么，只要我有，都可以给你，我没有的，也可以想办法去给你弄来。”顾影似笑非笑，围绕着穆婉清转了一圈，然后上下打量着她曼妙傲人的娇躯，微微点头表示认可。穆婉清神色当即一冷，面若寒霜：“这个不可以。”顾影撇了撇嘴：“谁说要你了？师弟只是觉得师姐你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单纯的欣赏了下，并没有其他想法哦。”穆婉清怔了怔：“那你究竟想要什么？”顾影轻咳一声：“现在还没想好，等想好了再和你说，这样就可以让这位穆师姐记住自己了。毕竟倾国倾城的漂亮女人，哪个男人不想拥有？除非是公公。那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之事和违背我意愿之事，到时候都可以满足你。”穆婉清轻声道：“放心好了。对了，师姐，之前听你说要3万冰属性妖丹，现在有多少了？”顾影问道。他准备和穆婉清合作，这样最少能节省自己一半的任务时间。4007枚。穆婉清回道：“不如这样，师姐你我合作，明天开始一起拉妖兽仇恨，将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由我出手斩杀，不用你出手，妖丹全部归你，怎么样？”“我拿妖丹，那你要什么？还有，你打得过那么多妖兽吗？这里的妖兽基本都是2级中阶，堪比筑基中期修士，我都不敢同时面对5只以上。我什么都不要，最近偶然得到了一把菜刀灵器，可斩2级妖兽，特意来此磨合，刷怪练手感。”闻言，穆婉清露出狐疑，完全不相信顾影的话，毕竟这可是关乎着性命安全。顾影也不过多解释，拿出了菜刀。菜刀只是散发着炼气10层之力，可却仍然让穆婉清惊骇不已，好霸道的刀气，感觉女帝师尊赐予我的极品灵剑轻伤逐血都不及这把菜刀的1/3。怎么样，师姐，可以吗？顾影收起了菜刀。可以，那就这样说好了。对了，顾师弟，为何你方才能掌控叶倾城？他可是变异雷灵根，同境界几乎无敌，而且你居然还会他叶家的独门秘法3000雷动。师姐你信吗？小时候我外出在一处悬崖边玩耍，意外摔下了山崖，掉入了峭壁上的一个山洞内。山洞内有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他教了我3000雷动，还给了我一本天生神力的功法。这2本功法我勤学苦练近20载，所以方才出其不意的先手就掌控了叶倾城。顾影一脸真诚认真的边玩。穆婉清先是一愣，然后诧异道：“我以前小时候倒是听说舒先生讲过类似的故事，当时以为是玄幻故事，没想到竟然是真的。”眼看穆婉清的表情从逐渐相信到完全相信，顾影都愣了下，这么简单就信了吗？这修仙界的妹子果真都单纯，若是换在蓝星，妹子立马表示：“没错，你说的对，当时我是那处悬崖旁的一块石头，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接下来两人又闲聊了会儿，便找了块平整的巨石，盘膝而坐，开始恢复灵力。一夜无话。翌日天蒙蒙亮时，顾影和穆婉清便御剑下山，两人直奔山林更深处，一东一西分散开来，前往各妖兽老巢拉仇恨。半个时辰后，二人在约定好的中心点碰面。归来时，他们身后都跟着密密麻麻的一大群妖兽，地面剧烈震动，嘶鸣声、怒吼声、咆哮声不断，两边合计共3000余头，场面十分壮观，宛若兽潮一般。顾影立刻掏出菜刀，东西两面各展出一道气势磅礴的半月刀气，没有任何华丽的特效，朴实无华的2道刀气从两侧妖兽身上急速横斩而过，一瞬间，所有妖兽身体被同时切成2半，倒地身亡。这一幕看得穆婉清震惊不已，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仅2刀便一瞬间秒杀了3000头2级中上阶妖兽。这位顾师弟手中的菜刀绝对是堪比金丹后期等阶的极品灵器，顾影本人也都震惊了，刀爷确实屌，修为都压制到炼气10层了，3000多头妖兽竟然2刀就全秒了，牛逼！原本他还以为要砍7、8刀呢。此时穆婉清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准备去解剖妖兽获取冰属性妖丹，却被顾影叫住，放出了金甲虫。顾影从刀爷那里得知，金甲虫需要靠吞噬才能进阶，100只金甲虫分散飞出，对着妖兽尸体开启了疯狂啃食模式。一只金甲虫啃食1头妖兽，仅需1息，仅1分半，雪地里的3000头妖兽便被100只金甲虫啃食殆尽。3000枚散发着寒气的冰属性妖丹漂浮于一具具妖兽白骨中。穆婉清再次震惊，这群金色飞虫给他的感觉十分恐怖，小小的身体只有蝉虫大小，吞噬力和吞噬速度却骇人至极，恐怖程度与顾影手中的那把菜刀不相上下。穆婉清深吸了口气，这位顾师弟以前当真是深藏不露。他深深看了眼顾影，打开储物袋，运转修为，
场面上所有冰属性妖丹齐齐浮空而起，朝着储物袋入口飞来，全部落入了其内。然后两人对视一眼，再次奔赴下一处地点。时间一晃，3日后5时，随着3000头妖兽被斩于刀下。丁，恭喜宿主完成击杀5万头妖兽任务，奖励无敌肉身。刹那，一副金色萦绕着璀璨金芒的人形骨架出现在了顾影头顶上方。只有他自己能看见金色骨架伴随着璀璨金芒缓缓落下，与顾影的身体开始融合。只是一瞬间便完美融合，这一刻，顾影的普通凡骨变为了至尊仙骨，仙骨之上璀璨金芒盛发，涌入4肢百骸，与顾影全身血肉开始融合。同样只是瞬间便完美融合，顾影无比兴奋，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骨头和肉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坚韧无比。根据系统之前的说明，无敌肉身境界永远比自己的修为高出一个大境界。就比如自己目前修为炼气10层大圆满，肉身等级就是筑基后期大圆满境界，后续一旦自己修为提升，肉身等阶便会自行提升一个大境界。顾影感觉现在的自己强得可怕，筑基后期大圆满修士全力一击打在自己身上就跟挠痒痒一样，还能抗下金丹初期修士3次全力一击，金丹中期修士1次全力一击，简直吊炸天！逆天，顾师弟，你需要的5万妖兽已经杀齐，还有3天历练才结束，未来3天可否继续？冰属性妖单于我而言越多越好，当然我不会让你白白忙碌，我可以支付0食为报酬，你开个价。穆婉清收起3000多枚冰属性妖丹后，缓缓开口道：谈钱伤感情，师姐你太见外了，咱俩谁跟谁啊？顾影欣赏着穆婉清国色天香的容颜，加上刚刚获得了无敌肉身，心情很是愉悦。他决定帮穆婉清解决妖丹的事，反正离历练结束还早，自己的金甲虫也能吃得更饱些。哼，轻浮。穆婉清哼声，但并没有露出恼怒之色，这可不像他平时冰冷的性格。主要是经过这几日的接触，他发现顾影除了油腔滑调点，为人还是很正派很不错的，也很会照顾人。顾影自然注意到了师姐的面部神情，和煦一笑，走吧，师姐，去下一个地点。穆婉清的俏脸露出一丝喜色。3日后，夕阳西下，顾影和穆婉清已经从东岭雪山深处走出，来到了传送阵旁。这3日，穆婉清额外获得了4万冰属性妖丹，因此她心情大好，清冷的脸庞这几日时常挂着浅浅的笑容，十分甜美好看。穆婉清本就绝美，笑起来就更加好看了，如花绽放一般。此刻闲下来，顾影肆无忌惮地欣赏起来。被顾影如此目不转睛地看着，穆婉清感到既羞耻又气愤。什么人嘛，哪有这样盯着人家女孩子看的？这几日升起来的好印象一下全没了，明明这般气宇非凡，却如登徒子一般。不过这好像也说明了顾师弟为人坦荡直率，不像那叶倾城道貌岸然伪君子。现场气氛逐渐尴尬，一向清心寡欲的穆婉清心乱了。就在此时，暗淡无光的传送阵忽然轰鸣一声，其上淡蓝灵光盛发。传送阵启动了，穆婉清迫不及待地走了上去。顾师弟。见顾影愣在原地，穆婉清没好气地唤了声啊。顾影回过神来，看了眼传送阵，哦，来了。靠师太了，居然看师神了，都怪师姐太美，主要是这7天兄弟过得太苦了，极品美人在旁却无法享用。回宗后得立马去找师尊大人了。顾影一步踏上传送阵，传送阵灵光一闪，他与穆婉清的身影同时模糊消失。下一刻，二人的身影出现在了灵剑宗传送阁内。此时的阁楼内各传送阵灵光骤闪，一道道身影出现其中，从内走下。不一会儿，现场便聚集了76道身影。此时，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从阁楼外迈步走了进来，正是吴有道。他神识在众人身上一扫而过，欣慰地点了点头。不错，此次历练未死一人，除去动用了传送符篆的24人，76人全部安然归来。既然人数都已到齐，现在开始奖励环节，诸位弟子可拿出击杀妖兽的凭证或采集的药草凭证等等，根据数量，第1名可获得20万下品灵石奖励，第2名可获得10万下品灵石，第3名可获得5万下品灵石。众弟子闻言纷纷狂喜，争先恐后的上前亮出凭证。师姐，我走了，你去领奖吧，这次的20万下品灵石是你的了。人群末端，顾影向穆婉清传音。这次他们一共击杀了近10万妖兽，足以第1名。而穆婉清也有凭证，每次击杀妖兽后，他都会用留影石记录现场妖兽的尸体数量。顾师弟，这可是20万下品灵石，你确定不要？穆婉清有点看不懂顾影了。20万灵石，即便对金丹修士而言，都是一笔天大的巨款了，更别说炼气士了。师姐，我还有要事，就先走了。灵石对自己没用，顾影也不想解释，他要去找师尊。传音完便飞出了传送阁，全速御剑飞行，很快便来到了师尊的宫殿。推门而入，
师尊正在五色阵法中心触盘息入定，恢复修为。感应到顾影进来，李清灵连忙调息收气，站起身来，玉手轻拂，五色阵法隐匿消失。今天的师尊因为打坐恢复修为，穿得极为单薄清凉，全身上下仅一件浅蓝色的薄纱仙裙，内里不见任何穿搭，空空如也。曼妙身姿，朦朦胧胧，若隐若现，让人心中忍不住遐想。偏偏顾影忍不住咽了口水。看着顾影饿狼般的目光，李清灵脸颊不由微微泛红。景儿，师尊，7天，你知道这7天徒儿是怎么过的吗？3个时辰后，午夜，古色古香的女子闺房内，青年男女甜蜜依偎在床头。师尊大人，我若是杀了叶倾城，你会不会生气？和师尊一番腻歪后，顾影突然开口。李清灵在顾影胸膛处画圈的玉手忽然停顿，望向他，不解问道：为何要杀他？顾影直接将叶倾城在历练时是如何图谋穆婉清和如何想栽赃自己的事说了出来。李清灵听完后，美眸大睁，满脸的难以置信。倾城平时温文尔雅，待人和善真诚，他居然会做出这等龌龊卑鄙之事。看人不能看表面，师尊大人，你就说你信不信？顾影把玩着师尊柔顺的发丝，你说的话为师都信。不知为何，李清灵对于顾影的任何话语都莫名的相信，觉得他不会欺骗自己。需不需要为师替你出手，为师生平最痛恨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顾影摇摇头，这种小角色不配师尊大人你出手，得罪我的人，我喜欢亲自出手了结他，这样才痛快。李清灵微微仰头，望着顾影自信的样子，景儿，叶倾城可是变异雷灵根，同阶无敌，你确定打得过他吗？或者是你准备用菜刀？杀鸡焉用刀爷，我挥手可灭他。顾影一脸不屑。李清灵掐了把顾影的腰子，逆徒什么时候这么爱吹牛了？师尊大人，你就等着看吧，明天我便去杀他。顾影报复的在师尊的腰上挠了挠痒痒。咯咯喽！李清灵扭动着腰肢，发出银铃般的娇笑。臭逆徒，打掉了顾影的手。随后柔声开口，到时候若不是对手，可动用菜刀。而且你若是杀了叶倾城，肯定会惊动宗门几大元婴长坐，你自行处理，就当是历练了。若是处理不好，届时为师出面。同一时间，一栋奢华阁楼大堂内，凌晨，你跟我多少年了？一身白衣的叶倾城转身看向身后刚进入阁楼的冷峻黑衣青年问道。凌晨怔了怔，开口道：回少主，我自6岁起在叶家便跟随少主，后来又随少主一同拜入了灵剑宗，如今在少主身旁已有17个年头。叶倾城凝重地看着凌晨，我需要你为我办件事，上生死擂台杀一人，我能保你稳胜，不过事后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凌晨一愣，生死擂台不是宗门公认解决私人恩怨的地方吗？一旦双方上了擂台，个人生死宗门都不会过问，为何赢了会有生命危险？就说你愿不愿意？叶倾城平静地问。凌晨没有丝毫犹豫地回道：愿意。若是没有少主你，当年6岁时我便饿死在了街头，我这条命随时愿意为少主付出，不知少主让我杀的人是谁？顾影。说到顾影，叶倾城目中升起了无尽怒火，若非此人，自己此刻已经拥有了变异冰灵根以后，自己再也不可能接近穆婉清了，他对自己肯定有了防范。而且一旦他修为突破至筑基，聚灵血阵便再也无法炼出他的本源变异冰灵气了，因为达到筑基期后，灵根便会与肉身完全融为一体，成为真正的修真灵体，本源变异冰灵气也就无法单独炼化而出了，它会随着被炼化的肉身一同消散。叶倾城面目狰狞，双拳紧握，这一切都是那顾影害的。顾影不死难消他心头之恨，女帝记名弟子顾影。凌晨愕然道，他现在明白了，难怪少主说自己赢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原来要杀之人是女帝弟子诱导。可是那顾影会接受生死擂台战吗？这个你无需担心，今天白天从历练之地回来后，我便已经派人在宗门散播谣言，说女帝记名弟子顾影明日与你有一场生死擂台战。谣言发出后，整个宗门的弟子对此都很期待，若是他不应战你这个普通内门弟子，那就太给女帝丢脸了，他以后也无颜抬头做人。好的，属下知道了。这张符传你且拿着，其威能可秒杀筑基后期大圆满之下的所有修士，明日一上台，你便对那顾影使用，将其一击秒杀。翌日清晨，李清灵闺房内，顾影醒来后，看着怀里甜蜜入睡的师尊，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娇俏模样，宛若天上仙女，平静的心瞬间狂躁起来。2个半时辰后，已是下午。顾影告别了一脸幸福的师尊，走出宫殿，直奔叶倾城的阁楼御剑飞去。不多时，便来到了一栋背靠高山流水的豪华独院3层阁楼上方，立刻神识散出，覆盖阁楼，发现叶倾城并未在其内。忽然，前方100米外隐隐传来嘈杂声。顾景望向声音来源，
是从自己的阁楼住处传来，那里聚集了不少人。由于都是女帝弟子，所以自己和叶倾城的阁楼相隔并不远。带着好奇，顾影御剑来到了自己阁楼的上空，下方密密麻麻地聚集了1000余名内外门弟子，将自己的阁楼围了个水泄不通。顾影的到来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大家快看，顾影那废物终于现身了！哟呵，这废物还有脸回来啊！就这种废物，真不知道女帝为什么收他为弟子，除了长得帅、身高腿长、英俊潇洒、气宇不凡，其他一无是处。真是废物！堂堂女帝弟子居然不敢应战一个普通内门弟子的挑战，躲到现在下午才敢现身。哼，上午辰时的生死擂台战，这废物估计天还未亮时就偷偷跑了，此刻以为我们都走了，所以就回来了。哈哈，废物就是废物，又怂又废。听着这些侮辱嘲讽的话语，顾影眼中寒芒闪烁，挥手间嗡的一声，便是6道剑气凭空凝聚在身前，猛地向着下方一指剑气轰鸣，6道剑气宛若流星划破天际，向着刚刚开口嘲讽的那6人急速射去，瞬间就洞穿了他们的头颅，身体直挺挺的倒地，气绝身亡。这一幕太过突然，顾影挥手间就秒杀了6人，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当他们反应过来时，全都露出了惊恐慌张的表情。他们万万没想到顾影竟然如此猖狂，当着他们的面残杀同门，这可是宗门大忌，要被执法殿执行天罚死刑的。不过现场并没有人离开，去将此地之事上报执法殿，因为顾影刚刚杀的可是6名内门弟子，挥手瞬杀6位内门弟子，可见其实力之恐怖，没有一人敢先行离开，还有谁不想活了？尽管嘴贱嘲讽，顾影居高临下的扫视着下方所有人，眸中杀意弥漫。敢嘲讽老子，弄死你们！被这般盯着，在场所有人都猛然间打了个寒战，大气不敢喘，生怕被顾影挥手秒杀。而等刚刚口中的生死擂台是怎么回事？谁要挑战我叶倾城吗？顾影问。是他，凌晨。几乎所有人同时伸手指向了人群中的一位黑衣青年，并且都下意识地退后远离了他，生怕被顾影误会什么。想必是叶倾城派你来的，说出他的下落，否则死。顾影冷冷地看着凌晨，他一下就猜出了此人是受叶倾城指使，毕竟自己昨天刚与叶倾城结仇，今天就发生了这种事。此刻凌晨只感觉头皮发麻，他没想到顾影的实力居然如此恐怖，传闻他不是个懦弱胆小的废物吗？不过很快凌晨就克服了恐惧，自己有少主赐予的符篆，根本不必惧怕。而且少主吩咐的是，一定要扮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可敢与我去生死擂台一战？凌晨同样冷冷地看着顾影。顾影笑了，好一条忠犬。他决定去生死擂台处看看，叶倾城多半会在暗处观察这场战斗。走，淡淡的道了个走字，看都不看下方众人，顾影便往生死擂台御剑而去。凌晨立刻御剑跟上，现场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都决定跟上去看看，纷纷御剑紧随2人身后。没有任何一人偷偷离开去执法殿上报顾影斩杀同门的事，他们都害怕事后顾影报复杀人，因为即便上报女帝弟子，估计执法殿也不敢抓人审判。灵剑峰半山腰西北角，这里是一处悬崖峭壁，前方云海10丈距离处，凌空漂浮着一块200平的锥形平台，正是生死擂台。一旦决战双方登台，即便一方不敌逃离擂台，决战者也可追下擂台将其斩杀，且不被宗门执法殿追究，所以一般不是什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没人会轻易上台约战。此时的生死擂台附近很是热闹，峭壁上、天空中、悬崖旁围绕了不下万人，全都是昨天听到了谣言的宗门弟子，都想一睹传闻中女帝弟子究竟有何出众之处。其实清晨辰时出，此地人更多，足有10万余人，只是顾影一直未现身，等了半日后就都走得七七八八了。此时顾影御剑来到了悬崖峭壁旁，凌晨以及之前的1000余人也相继到来，现场万余人一下就热闹起来。他们打量着顾影这位女帝弟子，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都不看好顾影，实在是他身上流露出的气息太弱了。反观那挑战者凌晨，气势如虹，满脸自信，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众人已经想到了顾影一上台就被秒杀的场景，不由都纷纷期待起来。这将是第一个被人杀死的女帝弟子。顾影看都不看在场之人，直接神识散开到极限，弥漫四周，寻找叶倾城的踪迹。当他的神识散开至579米距离时，在一处山崖峭壁凸起的怪石上发现了叶倾城的身影。他一袭白衣，头戴玉冠，手中折扇轻摇，嘴角挂着如沐春风般的微笑，淡然地看着生死擂台这边。狗东西，装逼！顾影冷笑，身影顿时腾空而起，直奔叶倾城方位飞去。顾影，你这废物只会跑吗？见顾影来都来了，又突然逃跑，凌晨很是恼怒。少主吩咐的任务，自己今天必须完成。说罢，御空追击。聒噪！顾影回眸，眼中寒光闪烁，抬手间一道如发丝般纤细的雷霆射出，
刹那间没入了迎面追击而来的凌晨眉心。轰雷霆在凌晨体内释放出宛若天崩地裂般的狂暴能量，他的身体瞬间被炸成了漫天血块丝。这一幕看得现场万余名弟子全都猛地倒吸口凉气，一个个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一幕。挥手秒杀同阶修士，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即便是天骄，若是要做到秒杀同阶普通修士，也需要动用灵气方能办到。如顾影这般挥手灭杀的实力，即使是筑基初期修士都无法办到啊！所有人看着顾影，全都妈了，这便是女帝弟子的实力吗？恐怖如斯。第29章，追杀叶倾城。峭壁怪石上，叶倾城看着这一幕，瞳孔猛地一缩。这怎么可能？顾影这废物居然是变异雷灵根！身具变异雷灵根的叶倾城一下就看出了顾影那道雷霆是通过变异雷灵根催动的。与此同时，女帝宫殿内，李清灵慵懒地躺在大床上，通过术法光幕看着现场情况。当他看到顾影施展变异雷灵根特有的雷霆神通后，整个人从床上惊坐而起，奇怪，姐儿不是单一精灵根吗？当初可是我亲自为他检测的灵根，难怪他上次的雷霆之力能秒杀神剑宗的萧逸寒，当时只顾着偷窥他去了，倒是没注意细节，莫非是我当初检测错了？此刻顾影已然临近到了叶倾城100米内，挥手间36道剑气凝聚而出，铺天盖地的射向叶倾城，旋即立刻施展3000雷动，身影化作雷霆冲出。看着飞射而来的36道剑气，叶倾城瞳孔再次猛地一缩，好恐怖的威能，随便一道剑气都足以秒杀筑基中期修士。这顾影一直以来不是废物吗？为何如此之强？若是真打起来，自己根本不可能是他对手。叶倾城只感到头皮发麻，同样施展3000雷动，身影瞬间消失，向远处遁离。在他消失的刹那，轰隆隆，之前他所站的峭壁怪石处被36道剑气狂轰乱炸，成了一个方圆100米的巨坑。顾影身影所化雷霆朝着叶倾城急速追去。远处在场万余名弟子看着这突然发生的一幕，全都是一脸懵逼的状态。这场战斗不是顾影和凌晨的生死对决吗？怎么这两位女帝弟子又打上了？看顾影刚刚无视凌晨，直奔叶倾城杀去，明显他最终想杀的人是叶倾城。这三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大名鼎鼎的宗门第一天骄女帝真传弟子叶倾城，居然会被顾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记名弟子打得落荒而逃。所有人都是一脸懵逼加一肚子疑问。不过很快他们便兴奋起来，这可是同阶2大顶尖高手的对决，观摩他们的战斗技巧，能让自己受益匪浅。想到这里，万余名弟子接连玉气升空，看着下方追逐的二人。此时顾景手指连点间，剑气雷霆同时迸射而出，袭向前方逃窜的叶倾城，只不过都被他的3000雷动身法轻松躲避了。顾影双目微眯，不得不说这个身法速度是真的快到离谱，自己变异风灵根加持的术法都无法追上。顾影并不准备动用定身术，这是自己的压箱底神技，关键时刻能扭转战局。杀叶倾城这种弱鸡没必要暴露。顾影直接将变异风灵根的灵力全部加持在了3000雷动身法上，他的速度瞬间暴增1倍，搜雷霆在地面奔腾，发出阵阵音爆，将两旁路过的同门掀得飞起。眨眼之间，顾影身影所化的雷霆便超越了叶倾城，陡然出现在了他面前。顾影赫然伸出右手掐住了叶倾城的脖颈，没有多余的废话，顾影只想快点完成任务，获得修为。手中灵光盛发，全身修为之力汇聚在右手，猛然一捏，翁叶倾城的体表突然金芒一闪，将顾影弹开，退后7、8步。顾影愣了愣，防御法宝。原本惊恐万分的叶倾城也是一愣，他差点忘了10年前离开家族时，父亲给了自己一块玉佩，可抵挡元婴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呵呵，叶倾城讥讽且激动地笑了。顾影，就凭你这废物也想杀我？你给我死！叶倾城面目狰狞，他刚刚被顾影露出的杀意吓出了一身冷汗，现在都心有余悸。此刻祭出一张红色符篆，化作一道血色剑气，以闪电般的极致速度射向顾影。只见虚空红芒一闪，瞬间就刺中了顾影的胸口。凭血色剑气刺在顾影的胸膛上，发出一道脆响，如同撞击在了铁板上一般。随后噗的一声，血色剑气化作淡淡灵气消散。叶倾城，他懵了，这可是金丹初期修士炼制的符宝啊，其内蕴含着金丹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这顾影居然以肉身之力扛了下来，并且毫发无损，这怎么可能啊？天空之中的万余名弟子也被顾影的肉身强度惊呆了，一个个瞪大着双眼，满脸难以置信。要知道叶倾城祭出的那道血色剑气，即便是筑基后期大圆满修士面对也都必死无疑。宫殿内，李清灵看着这一幕，他刚刚就看出了逆徒的肉身不凡，便没出手干预。此时顾影勃然大怒，叶倾城祭出的符篆攻击速度之快，自己竟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若非自己的肉身得到了加强，
恐怕刚刚那一击就芭比 Q 了尼玛，果断直接掏出了菜刀。刀爷，帮我破开他的防御法宝。顾影通过意念与菜刀沟通，区区炼气10层大圆满的蝼蚁，要不要刀爷帮你连人带法宝一起劈了？菜刀同样意念与顾影交流，顾影嘴角抽了抽，表示有被冒犯到。谢谢，不用，帮我劈开他的法宝即可。话音刚落，便是一记刀气斩出，几乎在斩出的刹那，便临近到了叶倾城身前，径直斩在了他身上。叶倾城体表顿时金芒盛发，骤然一闪，刀气消散，咔嚓，他腰间的金色玉佩也在这一刻碎裂成了2半，掉落在地。看着破碎的玉佩，叶倾城身体猛地一颤，满脸惊恐，难以置信地看向顾影手中锈迹斑斑的菜刀。自己碎掉的玉佩可抵挡元婴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却被这菜刀一刀斩碎，那就说明这菜刀是元婴初期等级的灵气。叶倾城头皮发麻，顾影竟然有如此恐怖的灵气，如此高阶灵气，自己根本不可能逃掉。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全身。顾影，你不能杀我，我乃女帝真传弟子，宗门年轻一辈最强天骄，我是灵剑宗的荣耀，你若杀我，你必死。叶倾城极其怕死，这句话他是从惊恐中吼出来的。顾影冷笑，宗门所有人仰慕的女帝是老子的女人也不废话，身影一闪，冲向叶倾城，准备一拳将之轰杀。就在顾影的拳头里已经吓尿了的叶倾城1寸距离时，一道恐怖的威压蓦然降临，顾影如同被100万群山镇压，瞬间无法动弹分毫。紧接着一道冲击波袭来，将他震飞出了数10丈之远。大胆！天地间一道虚无缥缈且充满威严的声音传来。下一刻，一位身穿翠绿宫装裙、身段苗条的中年美妇蓦然降临，出现在了叶倾城身旁。姑姑！叶倾城大喜，脸上的恐惧感瞬间消失。看着中年美妇，天空中观战的万余名弟子突然惊呼起来。天呐，竟然是缥缈峰长作叶天妹！传闻她一身元婴后期大圆满修为，在我宗9座山峰中实力排行前3。那可不，叶长作的名气在整个天蓝大陆也都是声名在外呢。真没想到叶长作居然是叶倾城师兄的姑姑。传闻长作有处死任意弟子的权利，你们猜叶长作会不会杀了顾影？毕竟顾影刚刚可是想杀了叶倾城。应该不会吧，顾影可是女帝弟子，长作权力再大也不敢杀女帝弟子。此时叶倾城看着被冲击力震得一脸难受的顾影，轻蔑地笑出了声。呵呵，顾影你这废物不是想杀我吗？怎么不动手了？然后看向身旁的叶天妹，躬声道：姑姑，还请赐侄儿一件高阶符宝，我要亲手杀了顾影。以我真传弟子的身份，女帝师尊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区区记名弟子而责罚于我。叶天妹没有理会叶倾城，她望着顾影，目中露出一丝杀意，就是此人杀了自己的坤儿。这么久了，王长风那个没用的老东西居然还没让他意外死亡，看来的自己想办法让他死了，不过不能给出符宝让倾城出手，否则自己就是帮凶。女帝可能不会怪罪倾城，但绝对会废了自己，毕竟像女帝那种级别的大恐怖，每收一个弟子肯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动他的弟子就是找死30丈开外。顾影喘着粗气，终于从难受中恢复过来，他看到了叶天妹目中的杀意，顿时眸中也是杀机弥漫。今天叶天妹和叶倾城都得死。刀爷，你……顾景话未说完，菜刀便传音：知道了，主人刚给我下达命令，让我杀了叶天妹。真没想到啊，主人这么照顾你小子，还是第一次见主人如此关心一个记名弟子呢。他刚刚看你难受，传达命令的语气都很是愤怒。闻听此言，顾影暗中得意，废话，老子是他男人。李清灵传音：菜刀，再敢屁话，你便自断刀身。菜刀闻言，刀身一颤，立刻闭嘴，紧接着一道青色刀气蓦然斩出，朝着叶天妹急速斩去。这刀气看似普通，可在斩出的刹那，整个天地的时间都仿佛凝固了，天地间一片寂静，只闻刀气纵横。叶天妹望着斩向自己的刀气，瞬间大惊失色，目中充满了浓浓的绝望与恐惧。这刀气竟给他一种面对此界天道法则般的恐怖感觉，完全不是自己能抗衡的。他全身汗毛猛地竖起，想施展瞬移神通逃离此地，可无论如何施展，瞬移都无法展开。确切的说，现在的自己连移动一小步的能力都没有。绝望恐惧中，瞳孔内刀气临近，一斩而过。叶天妹行神俱灭，这一刀只发生在一瞬之间。叶倾城，万余名弟子，所有人一脸懵逼，满脸问号，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堂堂元婴后期大圆满的绝世强者，居然被顾影手中锈迹斑斑的破菜刀一刀给秒了。他们只看到顾影对着叶天妹挥了一下菜刀，他的身体便化作一缕青烟，无声无息地消散了。下一刻，突然天空风起云涌，紧接着8道气息无比强大恐怖的身影蓦然降临，出现在了此地上空。身影显现，
6男2女，分别是七风园英吉长座以及宗主。8人在感应到叶天妹的命牌碎裂后，一瞬间全部出现在了此地。几人的到来使得现场所有弟子哗然一片，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宗门以及所有元婴大能齐聚现场强大的气息，一时间压制的所有弟子大气都不敢喘。8人刚一降临，便通过现场灵气波动推演，只是刹那便推演结束。叶天妹是被刀气秒杀，而且是一刀瞬杀。这道刀气来源于顾影方位手中那把锈迹斑斑的菜刀。8人骇然，一把破菜刀瞬杀元婴后期大圆满的超级存在。仙气，这绝对是仙气。8人凝重地看着顾影，身为宗门顶级存在，他们自然知晓顾影女帝弟子的身份。这把菜刀仙气也绝对是女帝赐予此刻，特别是王长风后背升起了密密麻麻的冷汗。他没想到女帝竟然赏赐了如此恐怖的仙气给顾影，现在他已经后悔招惹顾影了，以后自己再也不敢打他主意了。至于蔡坤和叶天妹，死了便死了，不就是私生子和偷情对象吗？自己的小命要紧，这小子应该还不知道，之前是本座暗中派人在谋害他吧。此时叶倾城从呆滞中恢复过来，望向8位宗门顶级存在，神色从惊恐转为大喜，当即叩首一拜。叶倾城拜见宗主，7位掌座。旋即继续道：狂徒顾影仰仗手中神器灭杀宗门员英吉掌座，还想连弟子一同灭杀，还请宗主以及各掌座展现神通阵杀狂徒顾影。8人没有说话，仍然是凝重地望着顾影和他手中的菜刀，都很是忌惮。面对8位元婴大佬的凝视，顾影平静且淡定。有女帝师尊和菜刀在，老子怕个毛，我要杀叶倾城，诸位掌座没意见吧？顾影淡然开口。若非还要在灵剑宗混下去，他连招呼都懒得打，便直接出手了。8人闻言纷纷皱眉。宗主沈清柔率先开口劝道：顾影，此事不可，叶倾城乃女帝真传弟子，也是我灵剑宗的荣耀弟子，而你只是记名弟子，你若杀他，女帝绝对不会放过你。见宗主为自己说话，叶倾城暗中朝着顾影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以自己在灵剑宗的绝顶身份和地位，岂是顾影这种底层垃圾弟子能撼动的？叶倾城决定过会便去找女帝师尊求赐高阶神器，亲手灭杀顾影。沈清柔话音刚落，其他几位掌座正欲开口，顾影已经没有了耐心，杀个小小的叶倾城浪费了太多时间，今日我必杀叶倾城，挡我者死。顾影狠厉开口，身影一闪，施展3000雷动冲向叶倾城，同时传音吩咐菜刀散出威压震慑7大掌座以及宗主。8人原本还想出手阻止顾影，可下一刻宛若天道般的威压赫然降临，9人瞬间心神狂颤，肝胆俱裂，不敢移动分毫，似乎只要动一下便会当场行神俱灭，一个个老老实实的呆滞在原地，看着顾影出手。顾影刹那临近到叶倾城身前，叶倾城见8大元婴高手并未出手干预，镇定的他瞬间慌了神，正要施展3000雷动路跑，可已经晚了。顾影的速度实在太快，临近的刹那便是全力一拳轰向叶倾城的脑门，轰叶倾城的脑袋轰然爆炸，紧接着便是身体4分5裂的爆开，残肢断臂漫天飞舞。这一幕使得8位元婴大能以及现场万余名弟子全都屏住了呼吸。顾影竟敢灭杀女帝真传弟子，疯了他，一定是疯了他！区一个记名弟子怎么敢的？他完了，这小子彻底完了，女帝必杀他！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叮，宿主当前境界筑基后期大圆满。这一刻，顾影体内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丹田处如同小溪般的气海飞速扩张升华，眨眼便从小溪演变成了湖泊，又从湖泊升华成为了江河临海翁。轰鸣声中灵光骤闪，江河临海摇身一变，演变成为了浩瀚临海，宛若一片浩瀚海域，其内灵气浩浩荡荡，奔流不断。临海灵气之充沛，是之前炼气期的100倍，踏入筑基便是真正的步入了修真门槛。磅礴的灵海足以支撑筑基修士凭借肉身长久御空飞行，更能催动一些炼气期无法施展的大威力术法。这一刻，顾影感觉自己强的没边，既然叶倾城已死，自己也没必要留在此地了，直接御空朝师尊的宫殿飞去。不得不说，凭借肉身飞行的感觉就是爽。天空中，顾影感叹。目送顾影远去后，8位元婴大能驱散了天空中震惊不断的万余名弟子，随后相互交流起来。难怪这顾影能一拳秒杀叶倾城，原来他一直在隐藏修为，年纪轻轻便修炼到了筑基后期大圆满境界，倒是个可造之才。唉，可惜了，他即将命不久矣。诸位，你们说顾影手中的菜刀究竟是何物？太强了，竟给我一种蔑视之感。莫非真的是传闻中的仙气？绝对是仙气，毋庸置疑，也绝对是女帝赐予的。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女帝为何要赏赐仙气给一位记名弟子，真传弟子却没有？女帝现在都未出面处理此事，你们说她是不是默许了顾影杀叶倾城的事？女帝行事
不是我等能看懂的，都散了吧，言多必失，别惹祸上身了。与此同时，叶家城，叶家城主府，宽敞奢华的大殿内坐着3人，主座上是一位体型高大、满头白发、神色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名为叶战，乃是叶家家主。下方左侧座位上是一位黑衣光头中年男子，一脸横肉，看起来十分凶残，名为叶天虎，叶家兄妹4人中排行老大。右侧座位上是一位穿蓝色布衣、面色苍白、身形消瘦的中年男子，名为叶天机，叶家兄妹4人中排行老3。在座的3人都是元婴后期大圆满境界，3人于大殿内谈笑风生。就在这时，一位少年叶家族人火急火燎的直接冲进了大殿内，并惊恐慌张的连连大叫：不好啦，不好啦，出大事了！叶天虎见状，猛地一拍身旁的茶桌，看向少年，呵斥道：谁让你冒冒失失闯进议事大殿的？不知道族规吗？还敢在这里大呼小叫，成何体统？自己滚下去领100鞭刑罚！少年一听此话，身子都吓瘫软了。100鞭刑罚用的可是火灵鞭，那炙热的灼烧都能要了自己半条命。大哥，莫要暴躁，叶枫这孩子我了解，轻易不会如此冒失，不妨先听他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叶天机语气温和的开口道：哼，能出什么大事？我叶家可是超级修真家族。叶天虎毫不在意的道。叶枫颤颤巍巍的看向主座上的叶战，族长少主叶倾城和叶天妹长老的命牌碎了。什么？3人闻言同时震惊身影同时模糊消失，下一刻同时出现在了一间篝火通明的密室内。密室中心上方漂浮着100位叶家核心族人的命牌，再看地面，2块命牌上下分裂，碎成了4块，其上赫然写着叶倾城、叶天妹。轰地上的命牌是如此的触目惊心，3人脑海同时轰鸣，叶战踉跄倒退，险些晕厥倒地。老二哥，叶天虎、叶天机同时开口，上前扶住了叶战。怎么可能？我的成儿怎么可能会死？还有天妹，他们2个，一人是女帝真传弟子，一人是灵剑宗缥缈峰掌座，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实力可以说是天蓝修真界最安全的人，为何会死？叶战的脸上充满了疑问、悲愤、杀机。我叶天虎发誓，不管是谁杀了倾城和小妹，我都要将其挫骨扬灰，灭他10族。叶天虎目中怒火冲天，脸上横肉狰狞，凶残无比。大哥、二哥，我们去一趟灵剑宗吧，他们应该知晓。叶天机语气平和，但目中的杀意、愤怒却清晰可见。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灵剑宗出的手？叶战嘴唇打颤，强忍着怒气。你们想想，天蓝大陆能杀成儿和小妹的人，只有那些隐匿于世的化神期老怪，但修炼到他们这个境界的，哪个不是人精？谁敢杀灵剑宗的核心人物？他们哪个不知道灵剑宗有女帝坐镇？而女帝只需道出一个死字，他们便是形神俱灭的下场。叶战此话一出，叶天虎和叶天机都是一怔。叶战说的有道理，化神老怪绝对不敢杀叶倾城和叶天妹，唯一能杀他们的，只有灵剑宗内部的人，也有可能是女帝亲自出手。可女帝为何要杀自己的真传弟子和一峰掌座？想到这么多弯弯绕绕，叶天虎的暴脾气瞬间就上来了，狠狠一拍自己的光头脑门，龇牙咧嘴的道：想那么多干嘛？咱们直接上灵剑宗问清楚，如果真的是女帝杀了倾城和小妹，那我们叶家肯定也早就被灭族了。大哥说的有道理，若真是女帝出手，我们叶家此刻已经被覆灭了，可现在都安然无事，那就说明其中另有原因。叶天机道。叶战略一思量，神色森然。走吧，上灵剑宗，只要不是女帝出手，不管是谁，我必杀他，将之千刀万剐。话落，3人同时施展瞬移神通，消失在了密室。此时灵剑宗女帝真传弟子叶倾城以及第5峰缥缈峰掌座叶天妹被女帝记名弟子顾景池神器斩杀的事，在整个宗门传得沸沸扬扬，全宗上下充斥在一片震惊中。所有人都在讨论顾影的最终下场会如何凄惨。毕竟叶倾城既是女帝真传弟子，又是宗门荣耀弟子，叶天妹也是灵剑宗排行前3的绝顶高手，宗门一下损失了2位重要人物，女帝绝对会用最残酷的手段让顾影生不如死。身为女帝真传弟子的穆婉清也听到了这一骇人消息。首先，叶倾城被杀，他很高兴，但是一想到顾影即将被女帝师尊处死，他又很难过。毕竟顾影救过自己性命，也保住了自己的清白之身。穆婉清直奔女帝师尊的宫殿飞去，他要劝女帝师尊不要杀顾影。而此时的女帝宫殿内，李清灵闺房，烛光摇曳，弥漫着氤氲的水汽。顾影正与师尊大人在木桶内鸳鸯浴，水中花瓣荡漾，水波涟漪。这一刻的师尊宛若水中花仙子，清丽可人。由于是第一次与男子共浴，李清灵感到很是羞耻，伸出青葱玉手捂住了自己的小脸。
啧，师尊这样子哪还像什么高高在上的女帝，妥妥的邻家小妹妹啊！就在顾影美滋滋的时候，师尊，徒儿穆婉清前来拜见。宫殿外传来女子温婉好听的声音。李清灵面色微微一变，连忙调整心态，清冷开口，通过修为传播声音：何事？穆婉清，师尊，徒儿听闻顾师弟持神器斩杀了叶倾城和叶长作，希望您不要处决顾师弟。叶倾城罪该万死，他在历练时对徒儿，你走吧，为师都知晓，进而不会有事。不待穆婉清话说完，李清灵便打断道：啊！宫殿外，穆婉清顿住了，他原本以为要大量解释和不断求情，因此一路上还准备了诸多说辞，没想到还没开始，师尊便了解了一切，不愧是师尊，明察秋毫。是，徒儿这就告退。穆婉清对着宫殿恭敬行礼后，转身离去。李清灵闺房内，师尊，逆徒，两个迷离的人儿紧紧相拥在了一起。同一时间，灵剑峰宗主沈清柔的清心殿内，主座上，沈清柔看着下方并排而坐的叶战、叶天虎、叶天机三人，微微一笑。不知三位此次来我灵剑宗有何贵干？叶战深吸口气，知晓对方是明知故问，但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愤怒的神情。毕竟这里是天蓝大陆第一仙宗灵剑宗，我三人此次前来的目的，沈宗主怕是比谁都清楚。我叶家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沈清柔这才露出惋惜之色，轻叹道：唉，实不相瞒，叶长作今日修炼功法时，不知为何突然走火入魔，而恰逢此时，叶倾城那孩子前往拜访，也不知叶长作修炼的是何种功法，体内灵力磅礴到了就连元婴都无法承受的地步，最终爆体而亡。叶倾城那孩子也不幸遇难。沈清柔只能这样说，毕竟女帝那边没有任何动静，她也不敢擅自把顾影的事说出来，免得惹女帝不喜。而且她刚刚已下令派出大量金丹长老，压制住了宗内关于顾影灭杀叶倾城和叶天妹的言论风波。沈宗主，你觉得这话我们信吗？莫把我等当3岁孩童欺骗。叶天虎激动起身，愤怒的神色毫不掩饰。沈清柔面色当即一沉，若非是自己这边过错在先，他已经出手教训叶天虎了。堂堂灵剑宗，岂容这等家族之人在此撒野？一旁的叶天机注意到沈清柔的神色后，连忙伸手将叶天虎拉回座位上坐了下来，和颜悦色地开口道：沈宗主莫要见怪，小妹和侄儿突然陨落，我大哥情绪有点过激，还望见谅。沈清柔的神色这才缓和了些，微微点头，能理解，毕竟亲近之人离世。旋即话锋一转：三位还有什么疑问吗？若是没有，便回去吧，本宗有些乏了。闻言，叶家三人顿时就不爽了，这逐客令下的未免也太敷衍了。不过他们仍旧是隐忍不发。沈宗主，既然我家小妹是走火入魔爆体而亡，那么可以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叶战开口道。叶家三人齐齐看向沈清柔，怎么，你们是在质疑我灵剑宗吗？沈清柔一脸不悦，她现烦躁得很，不知道女帝那边究竟如何处置顾影，她也不想彻底得罪叶家，毕竟叶家每年供奉到灵剑宗的灵石、灵器、灵药、妖兽材料等等一系列资源，在所有附属家族中占据一半的量，是灵剑宗最大的免费供应商。当然没有，我等怎敢质疑上宗，只是想去看看小妹爆体陨落的地方，看一眼，我三人便会立刻离开。叶战平静道。沈清柔眉头微皱，元婴后期大圆满修士爆体的威能，足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其破坏力自然也就不用说了，宗门根本没有破损严重的地方。唉，女帝究竟是否知晓宗门内发生的一切？若是不知晓，自己把这件事处理砸了，女帝不仅痛失真传弟子以及一封长作，还失去了叶家的供应，那灵剑宗就损失惨重了，自己根本承受不了这个后果。思来想去，沈清柔决定去一趟女帝宫殿，将此事上报。三位稍等，女帝传音召见，本宗去就回。不待三人说话，沈清柔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大殿内，下一刻出现在了女帝宫殿前。沈清柔先是恭敬行礼，然后通过修为传播声音，将顾影斩杀叶倾城、叶天妹以及叶家此刻前来讨要说法的事传入了宫殿内。静待一息后，让他们3息内离开，否则灭族。听到宫殿内女帝传出的回应，沈清柔一脸懵逼的愣住了。女帝这声音好奇怪，怎么这么虚弱，还带着喘息？莫非女帝受伤了？沈清柔不敢多加揣测，连忙称是，然后身影瞬移消失。下一刻又出现在了清心殿内。叶家三人见沈清柔回来，都迫不及待地想问女帝说了什么。按照他们的想法，女帝这个时候传音召见，绝对是关于他们叶家的事。然而沈清柔比他们更快开口：女帝有令，限你三人3息内离开灵剑宗，否则灭族。此话一出，叶家三人身体同时猛然一颤，
从座位上站起，目中露出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什么？沈清柔面色平静，还有2息时间，若再不离开，叶家下一刻将会全族覆灭。岂有此理！你林剑宗未免也太欺负人了。叶天虎指着沈清柔，暴跳如雷。沈清柔冷笑，还有1息。大哥，快别说了，家族要紧，我们赶紧走。叶战和叶天机同时交继开口，带着叶天虎瞬移离开了林剑宗。3人离去后，沈清柔若有所思，轻声呢喃：那顾影究竟有何长处？女帝竟如此维护他。还有女帝刚刚那声音，真的好奇怪，有点像平时自己想到这里。沈清柔猛然摇了摇头，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女帝神圣威严圣洁，岂会做那等龌龊之事？林剑宗万里之外，虚空中站着3位气息极为强大的中年男子，正是叶家3兄弟。可恶！看那女帝和沈清柔傲慢的态度，明显是林剑宗杀死了小妹和倾城的孩子啊！我好气！叶天虎双目喷火，猛地一拳轰向下方山林。轰隆隆，地动山摇，山崩地裂，下方延绵百里的山林在强如天威的攻击下瞬间崩溃，化作漫天粉尘。地面也因此出现了一个延绵百里的巨大深渊。确实已经能确定是林剑宗杀死了小妹和倾城。我们……唉。话语至此，叶天机顿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打又打不过，不报仇又憋屈，这个仇一定要报。我一定要查清楚是谁杀了小妹他们，即便是女帝，老子也要跟他硬刚一次。叶天虎咬牙切齿，额头青筋暴起。叶战此刻心如刀绞，叶倾城是他最有可能成为化神修士的儿子。一旦他化神，叶家将能成为整个天蓝大陆最强的顶级修真家族，能与除林剑宗之外的其他3大宗门并肩而立，共享整个天蓝大陆的所有顶级修行资源。而这一切因为林剑宗化为了乌有他的心中，此刻愤怒到了极致。二弟，老三，我实在憋不住了，我要再去林剑宗。叶天虎满脸的憋屈愤怒，就要遁离此地，却被叶战拉住。大哥，别去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为成儿和小妹报仇，但是你别忘了女帝有多恐怖，我们叶家她弹指可灭，你这一去，整个叶家全族上下将再无活口。一旁的叶天机连忙接话劝道：二哥说的是，报仇谁都想报，但咱们实力远远不够爱，人死不能复生，若是再因此害叶家被灭门，我3人以后还有何颜面面对9泉之下的老祖啊？叶天虎大怒，难道就这么算了吗？难道小妹和倾城就这样白死了吗？不仅就这么算了，往后每年的供奉也都不能断。这句话几乎是从叶战的牙缝里挤出来的，可恶，着实可恶，气煞我也。叶天虎龇牙咧嘴，暴跳如雷。为今之计，叶家只能休养生息，我就不信女帝那种级别的存在会永远停留在这种低级星球，她总有离开的一天，那时才是我叶家复仇的时候。叶战沉声。时间一晃，5日后，师尊闺房内，一番打情骂俏后，李清灵忽然开口：对了，景儿，你什么时候突破到筑基后期大圆满的？连为师都不知道。实不相瞒，师尊，其实徒儿拥有先天双修圣体，只要和你双修，修为就能嘎嘎提升。顾影一本正经的乱编道。哼，那为什么为师的修为没有提升？李清灵一脸傲娇的问。因为师尊大人，你的修为太高了，所以没什么动静。看着傲娇的师尊，顾影忍不住吻了下他柔软的红唇。李清灵满脸的甜蜜。景儿，需要为师替你灭了叶家满门吗？你杀了叶家2位核心族人，若有机会，他们肯定会报复你的。顾影闻言一愣，此时他的心境还没有上升到杀人就要灭对方满门的地步，毕竟是从蓝星穿越而来，受过9年义务教育，该有的人性还是有的，还没有完全融入到修真界这变态的思想中。先不急，若是叶家真敢对我出手，我便灭其满门，只需要师尊你和刀爷说一声，灭叶家时让他不要压制修为。可以，为师也会时刻护你周全。李清灵紧紧地抱住了顾影。时光匆匆，转眼1个月过去，顾影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宫殿内走出。这1个月，他已经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了，没日没夜，不知白天黑夜。他已经不敢再待在师尊这里了，不然根本把持不住，若是再继续下去，估计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回到自己的阁楼后，倒床就呼呼大睡。1周后，顾影神清气爽的自然醒来，活动了下筋骨。呼，叔父又想师尊大人了。嘿嘿，顾师弟在吗？阁楼外突然传来女子温婉的声音。顾影一个翻身起床，使用灵力清洁自身，大手一挥，紫衣便穿在了身上，不紧不慢地走出了阁楼。抬眸望去，院落外女子翠衣薄纱，身姿曼妙，容颜冰冷却又温婉可人，正是穆婉清。穆师姐。顾影微笑打招呼，身影一闪，出现在了院落外，几乎与穆婉清紧挨，呼吸了口她身上淡淡的清香。心旷神怡，
穆婉清显得些许慌乱，立刻退后2步，挽了挽青丝。顾师弟，请你自重。顾影暗喜，这都没生气，这不符合穆师姐以往的性格啊。若是其他人这样，他早就出手了。不知师姐此次前来是有什么事吗？主要是想来看看你，看女帝师尊是否有严惩你。先前接连来了1个月，但你都不在，我以为师尊把你天天来。嘿嘿嘿，师姐这么关心我的吗？那哪有？哼，若非你救过我性命，我才不来看你呢。哦，是吗？顾影似笑非笑地看着穆婉清。哼，轻浮。穆婉清玉袖一甩，转身背朝顾影，看向远处。她洁白如玉的脸颊竟有些许发烫，微微泛红。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自上次历练大会一别后，自己的脑海里便会有意无意浮现出顾影的身影。难道我这是喜欢上顾师弟了吗？咦，师姐，你突破到筑基初期了。看着穆婉清身上显露的气息，顾影惊讶道。穆婉清微微点头，1周前服用筑基丹后便一举突破了。啧，师姐不愧是真传弟子，天资聪慧，冰雪聪明，竟一次就能突破成功。顾影刻意夸赞。听到顾影的夸赞，穆婉清心里莫名的开心。和顾师弟你比，倒是差了许多，年纪仅比我小1岁，便已修炼到筑基后期大圆满境界，这样的修行速度让人望尘莫及。旋即，穆婉清似想起了什么，话锋一转。对了师弟，今日我修为稳固完毕后，师尊让我领取了筑基期弟子首发历练任务，正好你晋级后，首发历练任务也未做，师尊让我们一起外出，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顾影心中一喜，和美女师姐单独外出，这可是个泡妞的好机会啊！是什么任务？咱们现在就出发吧。师弟，先上船再说。言语之间，穆婉清玉袖轻拂，一艘小型舟船出现在面前，二人同时飞势而上，舟船直冲天际。船头，穆婉清望着前方云海，深吸了口云海的新鲜灵气，一脸放松。这次历练任务挺简单的，前往5000公里外的云天城。云天城内有4家依附于灵剑宗的小型修真家族，我们此行目的主要是收取这些修真家族的供奉，顺便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这次历练其实是宗门给新进驻基弟子的福利任务，历练所收供奉全归我们个人所有，为自身炼器70的装备更新换代，也增加了外出阅历的经验。闻言，顾影心中一惊，所收供奉全归个人所有。灵剑宗这也太他妈大方了吧，虽然自己不需要灵石，但宗门这做法值得点赞。师姐，5000公里路程，我们为何不坐传送阵？顾影问道。以舟船的飞行速度，5000公里最少要飞2个时辰，相当于4个小时，因为没有传送阵呀。这种偏远地区还是些依附的小家族，宗门通常不会派阵法师前往布阵，当初就连他们的供奉甚至都不想要，但为了给宗门新进驻基弟子最大的福利，还是接受了他们的供奉。穆婉清科普道。原来如此。顾影点了点头，然后目光看向了船头淡雅丽的师姐，青丝飞扬，衣袂飘飘。不得不说，这背影绝了，宛若出尘脱俗的仙女，此时淡淡的清香随着微风扑面而来。美人相逢，顾景心绪涟漪。他现在在思考，怎样才能快速拿下穆师姐呢？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何况穆师姐的颜值与师尊不相上下，这样的极品美人，自己必须要快速拿下，可不能便宜了其他臭男人，不然就太浪费了。这时，顾影动了，突然上前，出现在穆婉清身后，一把抱住了她，暖玉温香抱满怀。呀！穆婉清娇躯一颤，被顾影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顾师弟，你干嘛呀？不要这样，师姐你站位太靠前了，师弟怕你掉下去，这是在保护你呢。顾影厚颜无耻的道。经过前面几波的试探，以及之前穆婉清为自己求情，顾影深知穆婉清对自己有好感，而且还有一丝爱意。既然有爱意有好感，自己就要大胆主动点，毕竟女孩子是需要被引导的。当一个女孩对你有好感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出击，若是畏手畏脚，最终只会错失良机，所以只管勇敢一点，一步一步的去干。女生都是表面矜持，当她满眼是你的时候，你对她做什么，她心里都不会介意。口头上说的不要，只是女生潜意识里本能的矜持。穆婉清现在是既紧张又害羞。谁要你保护呀？这艘舟船我都用了好几年了，就没出过事。你快松手。师姐，你好香呀。这话一出，穆婉清清冷娇美的脸庞和雪景一瞬间都红透了，她感到很是羞耻，心里却又莫名的甜滋滋，但嘴上还是说着：流氓，大坏蛋，快放手。师姐，我教你一个动作。顾影神秘道。现在还不是冲的时候，得给他一些美好回忆，日后才方便行事。什么动作啊？穆婉清的语气带着疑问和些许期待。顾影听出了那抹期待。嘿嘿，果然刚刚说的让自己放手只是口头说说，现在还不是任由自己随便抱着。真香。顾影也不废话，按照泰坦尼克号男主和女主在船头拥抱的名场面，
给穆婉清也摆出了那样的动作，然后两人甜蜜拥抱，闭目尽情感受着云海清甜的风。这一刻，他们仿佛与自然融合。同一时间，灵剑宗女帝宫殿内，李清灵恶狠狠地挥散了面前的术法光幕。可恶，这逆徒属实，可恶！大色嬷嬷爪都伸向了玩李清灵，气愤不已。但很快，气愤中的他似想到了什么，突然秀眉舒展，也许再拿一个道理也好，这逆徒太强了，自己一个人根本招架不住婉儿。平时虽然清冷了些，但为人不错，有他加入的话，倒是能为我分摊一些压力。哼，这次就便宜一次，逆徒了小半个时辰后，舟船上，顾影松开了拥抱住穆婉清柳腰的手，走到船头，与之并肩而立，一起看云卷云舒。此刻穆婉清心不在焉，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情愫，对顾影的好感莫名急剧上升。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以往自己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轻浮的男子，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可如今怎么感觉好像是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好奇妙。自己明明喜欢的是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君子。想到这里，穆婉清偷瞄了眼身旁的顾影，与心中幻想的白月光做了个对比。其实顾师弟也挺不错的，身姿高挑，俊朗清秀，气宇不凡，玉树临风。而且顾师弟刚刚一路上只是从后面抱着自己，并没有任何其他出格之举。如此看来，顾师弟也算得上是君子了。想着刚刚被顾影从后面抱了一路，一起感受云海的清甜，穆婉清精致的俏脸就泛起了阵阵红晕。顾影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暗中窃喜。嘿嘿，师姐对我的爱意这是又加深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嘿嘿嘿。救命！突然右侧方云端内传来一道女子惊恐的求救声，顾影、穆婉清从美好的气氛中回过神来，同时望向右侧声音来源。只见一位白裙破损的貌美女修，狼狈的从云层另一端御剑冲出，朝这边飞来，眨眼便落在了舟船上，恐惧的躲在了顾影身后，并拉住了他的衣角，哀求道：“二位道友，求求你们救救我，有人要杀我！”紧接着，方才那云层之后，又一名身穿黑色长袍、一脸邪笑的青年御剑冲出。他看着舟船上的顾影和穆婉清，眉头紧皱，顿住了身形，开口道：“二位道友，我与此女私人恩怨，还望莫要多管闲事。”顾影打量了眼黑袍男子，其修为与自己身后的逃亡女子相同，都是筑基后期大圆满境界。此人是邪修，以玩弄女子为乐，他想抓我回去当炉鼎。二位道友，救我！貌美女修害怕的哭出了声，梨花带雨。听到炉鼎二字，同样身为女子的穆婉清顿时就怒了。一旦女子被当作炉鼎，这辈子就完了。原因被踩尽之日，就是修为散尽、生死道消之时，下场极为凄惨当即。穆婉清玉手展开，一柄3尺长、通体透明，宛若琉璃般晶莹剔透的长剑显现，其上2道寒气萦绕，宛若2条游走的冰龙。此剑一出，瞬间极寒气息弥漫四周，周边温度骤降至冰点。黑袍男子猛然间打了个寒战，连忙运转修为抵御寒气。此剑正是穆婉清的本命灵剑轻伤逐血。黑袍男子看着穆婉清手中的长剑，目中透露出浓浓的贪婪之色。就在穆婉清准备出手时，顾影嘴角露出了一丝耐人寻味的冷笑，直接一拳轰向了身后的貌美女修。貌美女修完全没有料到这一攻击，她的脸上还挂着阴险的笑容，手中不知什么时候竟多出了2根白色的骨钉，正准备插入顾影和穆婉清的山中穴内。然而他已经没有了机会，顾影这一拳快若闪电，力量更是惊人，仿佛带着万钧之力，直接轰击在了貌美女修的胸脯处，轰她的身体猛地爆开，血肉四溅，漫天飞舞。这一幕惊呆了穆婉清，他不明白顾影为何突然对求救的女子痛下杀手。满头雾水的他正要询问，却见那黑袍青年突然暴怒，手持一根红色长枪，化作红芒，宛若流星般朝着顾影冲杀而来。狗贼，敢杀我妹妹，老子要你死！这红芒带着破军之力，似能摧毁一切。穆婉清眸光一缩，只感觉头皮发麻，下意识要拉开顾影。顾影不动如山，神色淡然，随手抬指，虚空一划，一道半月剑气瞬间凝聚而出，嗖的一声，带着狂暴的必杀剑意，呼啸中朝着黑袍青年斩去。人枪合一状态下的黑袍青年顿时大惊失色，心惊肉跳，这道剑气竟然给他一种面对金丹中期修士的感觉。头皮发麻的他想要调转方向逃亡，然而已经晚了，剑气极快，呼啸中从他所画的红芒上一斩而过。黑袍青年连人带枪被斩杀成了2半，尸体从空中坠落。这一幕直接将穆婉清惊呆了，顾师弟只是抬抬手指，便瞬间秒杀了筑基后期大圆满的修士。穆婉清震惊到亚麻呆住了，许久后才回过神来，愕然地看着顾影：“师弟，你这么强的吗？”顾影负手而立，头微微扬起，任由阳光照射在他的侧脸，淡淡道：“还行。”
穆婉清愣了愣，自然明白顾影的意图。顾师弟，你别这么中二。顾影轻咳，这波逼没装到，老脸有些尴尬。穆婉清掩嘴轻笑，不过顾师弟你的侧颜很是俊逸呢，刚刚一瞬间有被惊艳到。接着又一问，对了，顾师弟，你是如何知晓他们两人是一伙的？很简单，师姐，你见过谁逃命往3000米高空逃的？高空逃亡浪费更多的灵力不说，视野空旷，逃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正常逃命的人都会选择荒山野岭，更容易藏身和借助地势逃脱。还有，刚刚他们的对话也是破绽百出。那女修说黑袍青年是邪修，以玩弄女子为乐，要抓他当炉鼎。然而当黑袍青年看到拥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色的师姐你时，目中却丝毫不动心，反而对你手中的本命灵剑露出了贪婪神色。这也就罢了，他一个人面对3位同阶修士一点也不慌，反而还敢露出贪婪目光，这就很不符合逻辑了。结合前面种种疑点，就能想到那女修是和他一起演戏的，随时准备在我们身后下阴手。顾影缓缓分析完，穆婉清听完后再次惊呆，就那么短暂的4、5息时间，顾师弟居然一下就看出了这么多疑点破绽。同时穆婉清感觉后背一阵凉意，自己方才竟然对那女修完全没有防范之心，反而同情。若是自己这次是独自外出历练，那可能已经想到这里。穆婉清浑身一颤，走吧，师姐以后记得，出门在外任何人都不能相信，无论对方是谁，即便是同宗之人也不要相信。当然除了我是对你真心好。顾影一脸笑嘻嘻。穆婉清白了眼顾影，但心里暖暖的。舟船再次出发，顾影又开始了撩妹套路，缓解气氛。未经世事的穆婉清被撩得脸颊时而泛红，时而羞涩，粉拳时而砸向顾影。2个时辰后，山是青山，水是绿水。舟船降落在了一座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古老宏伟城池前，城门之上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牌匾，其上苍劲有力地刻着3个大字云天城。一路被撩得晕乎乎的穆婉清收起了舟船，没有了半点往日拒人于3尺之外的清冷气息。走吧，进城可别再像舟船上那般了。穆婉清深吸口气，平复神色。顾影和煦一笑，然后2人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进入了云天城内。行走在繁华热闹的宽阔街道上，与穆婉清聊天的同时，顾影时不时打量着这座古色古香的城池。和古装剧里的大型城池一模一样，街道纵横交织，两旁阁楼林立，小商小贩沿街摆摊，叫卖声、谈笑声、吆喝声络绎不绝，一片繁荣景象。刚才一路上，顾影通过穆婉清已经对此城有了一定了解。云天城的4大家族分别是张家、王家、上官家、吴家，其中以张家实力最强，占据了整座城池1半的面积，其他3大家族则平分了剩下的1半面积。城内的所有经营产业全都是4大家族的，所以4大家族热烈欢迎各路散修以及周边的小门小派进城观光消费。由于方圆千里内只此一家城池，所以云天城外来散修量十分庞大，生意火爆。合欢派圣女驾到，闲杂人等速速让道。突然前方传来男子傲慢的呵斥声，原本还在东张西望的顾影以及身旁的穆婉清和街道4周的所有人纷纷被那呵斥声吸引，望了过去。只见前方十字路口，4名壮汉抬着一架露天花轿，急速平稳地奔跑着。花轿上坐着一位衣着暴露、袒胸露乳的粉衣娇媚女子，女子身旁还坐着一名神色对其满是讨好的白衣俊朗青年。突然啊的一声惨叫，竟是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躲避不及，被花轿撞倒。因此花轿受到了颠簸，花轿上衣着暴露的粉衣女子脸上顿时露出不悦的表情，其旁一脸讨好之色的白衣青年也跟着瞬间大怒，看向前方被撞倒的年轻貌美女子，尖声道：你们几个混蛋还愣着干嘛？快给我杀了他！4名抬轿壮汉不敢怠慢分毫，连忙轻轻放下花轿，身影一闪，同时出现在倒地貌美女子的身旁，同时抬脚向着她的双腿双臂以及头颅狠狠一踏而下。砰！年轻貌美女子的4只头颅同时粉碎爆开，血腥程度堪比五马分尸。这骇然的一幕使得街道上近1000人一个个惊恐无比，全都低下了头，无一人敢发声。咯咯咯！花轿上的女子笑靥如花，发出银铃般的愉悦笑声。随后花轿又急速离去，众人这才敢抬头面面相觑，一脸惊悚。好可怕，这合欢派越来越嚣张了，竟然都敢当街杀人了。合欢派来此地不过1月有余，就如此大胆了，我看这云天城迟早易主。4大家族也太窝囊了，这都不敢管，以后云天城我是不敢来了，没准哪天小命就交代在这里了。4大家族怎么管啊？那合欢派掌门可是金丹初期修为，而4大家族最高修为也才筑基后期大圆满，金丹强者有多恐怖，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四大家族所有筑基修士一起上，也比不过人家一根手指头。传闻云天城不是有天蓝大陆第一仙宗的灵剑宗庇佑吗？为何灵剑宗不出面解决此事？这你就不懂了吧？山高皇帝远，再加上云天城已经被合欢派全面监视了，四大家族若是敢报信，就等着被灭族。原来如此，嘘，谨言慎行，大家都散了吧，这里可是四大家族的地盘，别惹祸上身了。走吧，师姐。顾影伸手在呆愣住的穆婉清眼前晃悠了2下，穆婉清怔了怔，这才从浓浓的难以置信中回过神来。猖狂，太猖狂了！那女修只是没有避让及时，就惨遭他们分尸杀害了。穆婉清眸中怒火冲天，一脸愤愤不平，而顾影则很是淡然。修真界弱肉强食，无时无刻都有弱者被杀，这里不是蓝星，没有法律约束，强者为尊，所以刚刚那一幕他觉得很正常。走吧，去张家收取供奉。顾影道。穆婉清点了点头，他决定收完供奉出城后，便将此地之事通过飞剑传音上报宗门，让宗门派出金丹后期以上的强者来覆灭合欢派。两人动身往城池中心方向走去，很快便来到了一座占地广袤、奢华大气的府邸前。顾影和穆婉清抬头看向府邸牌匾，张府。门前阶梯上左右两旁分别站着4名张家护卫，他们手持刀剑，神色肃然。顾影和穆婉清刚一靠近，最前面2名护卫便同时伸手，张家重地，闲杂人等莫要靠近。我们是灵剑宗弟子，奉宗门之命前来收取供奉。穆婉清说着，取出了灵剑宗身份令牌和供奉令。张家护卫确定令牌后，顿时大喜。可当他们看清顾影和穆婉清只是筑基境界后，脸上又挂满了失落感。怎么？穆婉清疑问。其中一名张家护卫连连摇头，没事，只是家主现在正和一位重要人物谈话，2位请稍等片刻。话语落下，2名护卫没有丝毫让路和将他们请进府里的意思。怎么，不让我们进去的？你们张家就是这样对待上宗贵客的？顾影微微皱眉。那名张家护卫连忙惶恐开口，这倒不是，我们也是为了2位好，若是方便的话，我劝2位暂且离开会儿，稍后再来。2位也不要问为什么，我们身份低微，不便透露。穆婉清一脸疑惑。顾影隐隐猜到了缘由，莫非是与那合欢派圣女有关？是，圣女说的是张某稍后便与其他3家家主商议。府内忽然传来由远至近的卑微陪笑声。顾影和穆婉清同时看向府内，只见视野尽头处长长的连廊拐角口，一位体型高大的青衫中年男子陪同在一位袒胸露乳的粉衣女子身旁，向外行走间笑脸点头哈腰。那粉衣女子旁则跟着一位白衣俊朗青年，其身后还跟随着4名壮汉，正是刚刚街头杀人的合欢派圣女一行人。穆婉清的目中顿时露出厌恶之色。2位快些走吧，别挡道了，当心圣女杀人。张家护卫也注意到了府内的动静，连忙低声和顾影说道：为何要让道？如此宽的进出口，足够多人并排进出。顾影不以为然，区区一个筑基中期的圣女也配让自己让道？开玩笑，那合欢派圣女杀别人自己管不着，可若是他敢招惹自己，那就是找死。张家护卫闻言顿时急了，上宗之人可不能在自家地盘上出事啊，还想再劝诫一番。可就在这时，那合欢派圣女注意到了门外的顾影，顿时目光一亮，当下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了顾影身前。中年青衫男子以及圣女跟班也全部身影一闪，出现在了其身旁身后。哇哦，好生俊俏的男子呀，本圣女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这等尤物呢。合欢派圣女柳莹莹打量着顾影，惊叹道，满脸心动神色。其旁白衣俊朗青年闻言，则是厌恶地瞪了眼顾影。让开！顾影淡淡开口，虽然此女颜值极高，丰乳翘臀，但这等残花败柳，无法入他眼。此话一出，张家那几名护卫一个个大惊之色，想和青衫中年男子，也就是张家家主说明顾影2人的身份，但他们都很怕死，无一人敢先开口。尤公子好大的脾气啊！不过本圣女喜欢柳莹莹一脸笑嘻嘻。这时他才注意到顾影身旁的穆婉清，上下打量一番后惊道：呀，好漂亮的女子，这完美的身段，这绝美的容颜，啧，我一个女人都心动了。旋即突然面若寒霜，目光阴毒，来人，给我用匕首在他的脸上挖几个窟窿，再划烂他的脸，眼珠子也抠了，耳朵鼻子也一并切掉，在这里不能有女子比本圣女更飘。轰！柳莹莹话未说完，便是一道巨响，竟是顾影突然出手，一掌拍在了柳莹莹的天灵盖上，她的身体无法承受这毁灭性的一击，当场爆开，现场血肉横飞丝。这突然的一幕使得周边所有人全都猛地倒吸口凉气，瞪大着眼珠子，极具震惊骇然地看着顾影，特别是张家家主，
一副天塌下来了的惊恐模样。合欢派圣女陨落在自家门前，张家要被灭族了，甚至整个云天城都要陪葬柳莹莹一死。那位俊朗难修和4名壮汉一脸恐惧骇然，立刻御剑冲天而逃。莫婉清手中轻伤逐血骤然显现，正要斩落，却被顾影阻止。无妨，让他们回去报信，省得浪费我时间去一趟合欢派。莫婉清想说些什么，可想到了顾影手中有菜刀仙气，便没说话。你2人是何人？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张府门前杀合欢派圣女！张家家主张天明怒声质问。若非看顾影与穆婉清气质超凡脱俗，不似普通人，他已经出手诛杀2人了，然后提着他们的头颅去合欢派请罪家主。他们是……不待护卫说完，穆婉清取出了身份令牌和宗门供奉令。当张天明看到灵剑宗的令牌后，脸上的怒气瞬间消失，立刻拱手抱拳，惶恐道：失敬失敬，原来是上宗之人，方才张某言语多有得罪，还望2位海涵。无妨，不知者不怪。穆婉清收起了令牌。2位请进来说话。张天明恭敬地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在张天明的带领下，顾影和穆婉清跟随其进入了府内，通过一条蜿蜒的连廊来到了一间幽静的雅间内。2位道友，你们方才鲁莽了啊！关上雅间大门，张天明显得焦头烂额。张家主可是在担心合欢派的报复吗？顾影淡然问道。是啊。张天明重重地叹了口气，合欢派掌门可是金丹初期修为，我们4大家族最高修为都只是筑基后期大圆满，根本不是其对手，甚至连一战之力都没有。合欢派就一个金丹初期修士吗？可还有其他更高修为的存在？顾影问。张天明摇了摇头，没有，合欢派除了掌门是金丹修为，还有5位筑基中后期的长老，剩下的就都是炼气期门徒了。哦，此事简单，稍后合欢派掌门来了，我便灭了他。顾影一脸轻描淡写，坐在了主座上。张天明，这位道友，快别开玩笑了，你只是筑基后期大圆满，虽然与金丹初期仅一步之遥，可这一步是鸿沟啊，天与地的差距啊！2位道友，趁现在还有时间，你们速速离去，再晚就来不及了，我们4大家族是走不掉了，只能拼死一战，还望灵剑宗事后能为我4大家族报仇，灭了合欢派。张天明神色低迷的说完，绝望的叹了口气，便准备开门送顾影2人离开，却被穆婉清伸手示意拦停。张家主不必着急，你且放心，此事我师弟可解决，我们岂会拿自身性命与你开玩笑？闻言，张天明脚步一顿，看向穆婉清与顾影，他们2人从始至终都显得十分镇定且淡然自若。是啊，这可是上宗之人，而且他们的气质一看就非普通弟子，又怎会拿自身性命与自己开玩笑？2位道友，要不在下将其他3家家主都叫来，过会助你们一臂之力。顾影往座椅上悠然一靠，不必，小小金丹初期修士罢了。张天明直接懵逼了，筑基修士称金丹大能为小小金丹修士，疯了，这人真的是疯了啊！就在这时，虚空颤动，一道恐怖的金丹威压骤然降临，笼罩住了整个张府。不好，合欢派那老女人来了！噗！张天明被这股威压震得当场喷出一大口鲜血，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差点跪倒在地。穆婉清因为有防御法宝抵挡住了这道威压。顾影立刻双手结印，一道灵光飞出，将张天明笼罩，其周身的威压瞬间消失。张天明一脸震惊，筑基后期修士施展的灵盾竟然能震开金丹强者的威压。穆婉清也是一脸震惊，顾师弟的实力这么强的吗？那可是金丹修士啊！张天明立刻滚出来，交出那2个杀我女儿的蝼蚁，然后自裁当场。一道苍老且充满威严的女声回荡在整个张府。走吧，出去看看。顾影带头走出了雅间，穆婉清、张天明紧随其后。只见张府上空，一位身穿黑袍、白发苍苍的老妪浮空而立，衣袍无风自动，气场十分强大，宛若一尊杀神，压制的整座云天城数万人都喘不过气来，全部跪倒匍匐在街头，瑟瑟发抖。此刻，老妪如看蝼蚁一般，愤怒地俯视着下方的顾影与穆婉清。好，就是你们2个蝼蚁是吧？好大的狗胆，连老身的女儿都敢杀！老妪出门之前看了报信之人绘画的顾影画像，所以一下就认出了2人。今天老身定要让你2人尝尽世间最残酷的刑罚，让你2人生不如死，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还要当着你们的面将你全族炼化成血。聒噪，给我死！顾影神色不耐，抬手一指，轰鸣声中，一道雷霆蓦然从天而降，劈在了老妪的天灵盖上。老妪的身体先是一僵，目中露出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旋即身体猛地爆开，化作一团血雾，随风飘散。一代金丹强者就此陨落张天明四周因威压跪倒在地的张家族人。穆婉清筑基后期大圆满，抬手一指秒杀金丹7强者。现场所有人张大着嘴巴，神色麻木，
全都亚麻呆住了一盏茶的功夫后，现场众人才从呆愣中逐渐回过神来。前辈，张天明向着顾影恭敬拱手，多谢前辈出手，拯救了整座云天城的所有生灵。多谢前辈出手。四周所有张家族人连忙从地上爬起，异口同声对着顾影恭敬行礼。这一声声前辈，顾影受的企级便是同阶修士，但修真界实力为尊，只要你足够强大，无论年龄高低，同阶中你就是前辈。顾影摆了摆手，诸位无需客气，云天城本就是灵剑宗的附属势力，你们有难，我灵剑宗理应出手。话音刚落，远处天边12道身影在3人的带领下破空而来，瞬息而至，全部落在了张府内。领头的3位老者修为皆是筑基后期大圆满境界，身后那12人筑基初中后期都有。不待那3位老者说话，张天明便率先开口为顾影介绍，前辈，他们3人便是云天城的王家、上官家、吴家家主。顾影微微点头，然后张天明又为3大家主介绍起了顾影的身份，以及他秒杀了合欢派掌门的事。几人刚刚自然也都注意到了天空中那道恐怖至极的雷霆，没想到竟是顾影出手，此刻全部恭敬地向着顾影行礼，拜见上宗前辈。顾影嗯了声，开口道，我2人此行目的你们应该都知晓吧？4大家主连连点头，自然知晓，供奉都早已备好。说着，4人同时从袖口中取出了一个储物袋，并且打开袋口，恭敬的双手呈上，递到顾影面前。顾影神识粗略一扫，每个储物袋内竟然都有100万块下品灵石，以及各式各样的妖兽材料、药草、灵气等等。这些灵石材料加在一起，即便对一个中型修真家族来说，都是颇天的富贵。顾影将这些储物袋收了起来。合欢派余孽，你们4大家族自己应该能搞定吧？此事简单，合欢派可以说就是靠那金丹老妪撑起来的，如今他陨落，我4大家族随便出动几位筑基后期大圆满修士，便能轻松灭了他们。张天明自信道，如此，那我2人便告辞了。顾影正欲离开，却被张天明叫住，前辈等等，2位千里迢迢来到云天城，我4大家族还未尽地主之谊呢，在下现在便吩咐旗下酒楼。不必了，我们赶时间。不待张天明话说完，顾影便打断，然后和穆婉清一同御剑，化作剑光，直冲天际，遁离了云天城。顾师弟，你是变异雷灵根？天空中飞剑上，穆婉清一脸的震惊加疑问，因为只有变异雷灵根的雷霆之力，才有方才那威能做到跨级秒杀。顾影大方承认，反正这件事瞒不住穆婉清惊呆了，他没想到这位顾师弟隐藏的竟如此之深。此时他对顾影充满了好奇，感觉他越来越神秘了。与此同时，某处天空中，一团浓厚的大片云层内，一名满脸横肉的光头大汉与一位神色冷傲的紫衣青年浮空隐匿于其中。这光头大汉正是叶家长老叶天，胡子衣青年则是叶家族长叶战的大儿子叶灵天，叶倾城的亲哥哥。2人此行是背着整个叶家偷偷出来找顾影复仇的。在顾影与女帝腻歪的1个月时间里，他们花了10万灵石买通了灵剑宗外出的一些普通弟子，得知了是顾影手持仙器灭杀了叶倾城与叶天妹，随后便一直在暗处蹲点，于今日掌控了顾影的行踪。大伯用得着这么谨慎畏畏缩缩吗？连云天城那个鸟地方都不敢靠近，我们就应该在顾影那废物出宗后立马动手杀了他。云层内，叶灵天等的有些不耐烦了。孩子别急，毕竟那顾影是女帝弟子，若是在他出宗后就动手，女帝肯定第一个就怀疑到我们叶家头上。为了不留下半点线索，云天城我们自然也不能靠近，在半路截杀他是最明智的选择，这样灵剑宗就会判定顾影是被人杀人夺宝了。叶天虎耐心解释道。叶灵天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大伯，我们布下的那个阵法真的有用吗？可别让那顾景有机会取出菜刀仙器，不然就麻烦了。叶天虎淡淡笑了笑，放心，会员进阵专克空间系宝物，储物袋也属于空间灵宝，一旦那小子进入阵中，储物袋便会被阵法之力封印，无法打开，他自然也就无法取出菜刀了。那我便放心了，没有了仙器，那顾影就是个废物，我随意挥手就能灭杀，过会那小子就交给我了。还有穆婉清那个贱人，成帝没享受到的女人，我一并替她享受了。叶灵天目中露出一丝淫邪的目光，叶天虎脸上也露出了残忍神色。他要将顾影的魂魄慢慢炼化，让他每天活在无尽痛苦中。忽然，叶天虎望向远处的目光一凝，嘘，别说话了，他们来了。天中空，2道剑光以极快的速度穿梭在云层，正是顾影与穆婉清。一路上，顾影不断给穆婉清讲述着蓝星特有的段子，逗得他一路笑靥如花。穆婉清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这让他觉得顾影越来越有意思了，和之前见的所有男修都不一样。看向顾影的时候，美眸内有了特别的光。嗡！忽然，
两人耳旁响起嗡鸣之声，紧接着以他们为中心，一道方圆100米的圆形紫色光幕冲天而起，将他们笼罩在内。两人顿时谨慎地望向四周，只见前方一大团云朵突然消散，两道身影显现而出。顾影目光一缩，叶家长老叶天虎，其旁子一青年，只是金丹中期，他直接无视。叶家之人，穆婉清自然也认识，皱起了眉头。对方明显来者不善，这穆婉清果真是千年难遇的极品美人，光是看一眼骨头都酥了，若是扒光衣服弄上床，不敢想象有多爽。叶凌天的目光肆无忌惮地扫视着穆婉清曼妙傲人的娇躯，这些虎狼之词使得一向保守的穆婉清瞬间面红耳赤，恨不得当场手刃了叶凌天，但有叶天虎这位元婴后期大圆满的恐怖存在坐镇，他不敢轻举妄动。就在这时，叶凌天目中露出一抹狠戾，足下雷霆噼啪炸响，身影化作一道闪电，以极致的速度直冲顾景杀来，竟是施展了3000雷动。看来这叶凌天是想先和自己单挑。顾影目中露出战意，自己的实力正好能与金丹中期修士媲美，那就拿他练练手。想到此前飞剑和雷霆攻击都无法追击到3000雷动的速度，顾影体表寒气爆发，霎时间变异冰灵根的极寒气息扩散开来，铺天盖地的朝着叶凌天倾泻而去。所过之处，周边无数云朵被冰封，就连天地间的氧气都隐隐出现结晶。这是变异冰灵根的神通。穆婉清大为震惊，他太清楚这项神通了，因为他自己就是变异冰灵根，满脸惊诧地看向顾影。正施展3000雷动临近的叶凌天只感到头皮发麻，这极寒气息给他一种十分危险恐怖的感觉，当即身影倒退。顾影散出极寒气息后，同样施展3000雷动，迅速冲出追击。见顾影也施展了3000雷动，叶天虎和叶凌天的脸上皆是充满了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他叶家的祖传秘法居然有外人会，而且还是炉火纯青的境界。施展3000雷动的顾影追击一段时间后，始终都无法追击到同样施展3000雷动的叶凌天，两人始终都保持着一段距离。顾影心中一叹，看来筑基后期大圆满和金丹中期还是有些差距的。既然无法追击，他也懒得墨迹了，蓦然抬手向着叶凌天一指，定，直接施展了定身术。暴退中的叶凌天身影顿时被一股无形之力强制定在了原地。观战的叶天虎瞳孔猛地一缩，目光死死地盯着顾影。这是什么神通？叶凌天一脸骇然，全身修为轰然爆发，想要冲散周身的束缚之力。瞬间，定身术有被松动的迹象。下一刻，定身术的无形之力被叶凌天的修为直接冲散。不愧是金丹中期修士，确实很强。顾影呢喃。此刻3000雷动已然临近到了叶凌天身前，叶凌天正要反击倒退，可与顾影一同临近的还有变异冰灵根的极寒气息，寒气急速收缩，呈包裹之势笼罩住了叶凌天的身体，使得他无法动弹分毫。顾影蕴含了全身修为之力的一拳也在此刻轰出。叶凌天露出惊恐至极的目光，这一拳若是轰出，自己必死无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天虎动了，他随意挥手，顾影的身体如断线风筝般被吹出了数十丈开外。凌天，你不是这小子对手，要不要大伯出手，或者大伯帮你镇压他，然后你亲手杀了他？叶天虎这句话是看着顾影说的。这小子太恐怖了，筑基后期大圆满，竟然能吊打金丹中期修士。要知道正常情况下，金丹中期修士随意出手就能轻松灭杀数十位筑基后期大圆满，此子太强，今日断不可留。穆婉清也被顾影的战力惊呆了，顾影真的是一次又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这小子一身古怪神通，我确实不是他对手。大伯，你镇压他，我要将这小子千刀万剐。叶凌天妒忌憎恨地仇视着顾影，他不允许有人比他还强，特别是修为比他低的人。二人谈话间，顾影也玩够了，一拍储物袋想取出菜刀灭杀二人，然而储物袋并没能打开。他一愣，见此，一旁的穆婉清也紧张起来。若是无法取出菜刀，面对元婴后期大圆满的强者，他们将十死无生。呵呵，小子还想动用仙气？叶天虎冷笑，你可知笼罩住你的这座阵法叫什么？大伯，别跟这小子废话了，镇压他，我要亲手宰了他。叶凌天目中的妒忌和杀意越发浓郁了。刀爷，能出来吗？顾影皱眉，通过意念与菜刀对话。废话，就凭这垃圾阵法的封印空间之力，也想封住刀爷我？你的灵力无法打开储物袋，但刀爷能轻松打开。菜刀话音刚落，储物袋口便是灵光一闪，锈迹斑斑的菜刀从内飞出。顾影露出喜色，穆婉清也是一脸喜色。叶天虎瞬间惊恐万分，仙气竟然能自行打开储物袋飞出。这菜刀给他一种面对远古洪荒猛兽般的感觉，恐怖至极，根本不是自己能抵抗的。叶天虎头皮发麻，全身冷汗直流。此刻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逃当即一把抓住傻愣在原地的叶凌天，就要施展瞬移神通逃离。然而
随着1到半月刀气以更快的速度从他们身上横斩而过，两人的身体化作淡淡血雾，消散在了天地间，直接形神俱灭，连轮回都无法再入。轻轻松松，不费吹灰之力，一刀双杀刀爷，能随我去灭了叶家吗？顾影眸中冰冷一片，师尊说的对，杀人就得灭全族，否则只会给自己留下后患。别看他刚刚很是镇定，可若菜刀真的被封印在储物袋内无法取出，师尊又没注意自己这边，那就危险了。菜刀刀身灵光一闪，可以，主人说过，只要叶家对你出手，我可以解除修为压制，帮你灭了叶家。师姐，叶家在哪？顾影问。东面方向3000公里外有座叶家城，叶家所有族人都生活在那里。穆婉清果断道出了叶家方位，自己3番2次都差点死在叶家人手上，所以他也希望叶家被灭族好事做到底。刀爷带你们过去。话音刚落，菜刀散出2道金光，笼罩住了顾影和穆婉清，两人眼前一阵模糊，下一刻便出现在了一座规模庞大、宏伟壮观的超级大型城池上空。这座城池比云天城大数10倍有余，一片繁荣昌盛。正是叶家城。顾影面色阴沉，露出无限杀机，扫视着下方宏伟磅礴的叶家城。叶家城不像云天城那般随便，外人不可进出，城内全是叶家族人。穆婉清提醒道。顾影点了点头，他刚刚还在担心叶家城内有散修，怕伤及无辜，毕竟自己只跟叶家有仇，若是误杀其他人，多多少少会心生愧疚。突然，一道薄如蝉翼的光幕出现，宛若琉璃碗倒扣，将整座叶家城笼罩其中。只见下方城池内密密麻麻无数叶家族人，御剑或飞天，从4面8方陆陆续续地往城池中心处巨大的广场上聚集。此时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10000余人，在他们的前方站着2道气息极为强大的身影，正是叶战、叶天机。叶家仅存的最后2名元婴后期大圆满修士，两人愤怒绝望地望着天空中的顾影。叶灵天和叶天虎命牌碎裂的一刻，他们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叶家要完了，所有叶家族人在刚刚也知晓发生了什么事，也知道叶家即将被强大存在灭族。无数人纷纷仰头望向天空中的顾影，他们的眼中有憎恨，有求生欲，有无助。顾影看在眼里，没有半分怜悯。若叶家之人不先对自己赶尽杀绝，他们也不会被灭族。刀爷能做到只灭杀城池内的元婴修士和金丹修士吗？最好保留他们的肉身。你小子想让金甲虫饱餐一顿？菜刀问。顾影点头。此事简单。说罢，菜刀释放出一道神识，从下方城池瞬息一扫而过。啧，这叶家实力不错，竟有103969位族人，其中金丹修士就有1857人。菜刀感慨完，刀身金芒一闪，刀头微微扬起，嗡，1859道刀气瞬间凝聚而出。刀气纵横强大的威压，使得叶家化神等阶的护城大阵当场崩溃。紧接着，菜刀刀头轻描淡写的落下，滔天的刀芒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宛若光速般斩下。瞬息之间，下方城池内1857名金丹修士以及叶战叶天机的身体被斩杀成2半。所有叶家族人骇然一片，元婴后期大圆满都被一刀秒杀了。数万筑基炼器等级的叶家族人顿时头皮发麻，惊恐慌张中四散而逃。现场一片暴乱，数万人升空而起，或朝着各方向的城门蜂拥而去。当他们逃离到目的地后，却发现整座叶家城被一道空气墙无死角地笼罩住了。逃生的欲望使得叶家族人们纷纷祭出符宝、灵宝、法宝轰击空气墙燃，而菜刀通过灵力布下的空气墙，岂是他们能破开的？顾影也不墨迹，释放出了玉灵袋内的100只金甲虫。去！一指下方城池，嗡嗡嗡，100只金甲虫翅膀震动，欢快地直奔下方叶家城冲去。很快便穿透了空气墙，进入到了城池内，直接扑向了正在轰击空气墙的26名叶家族人。只是一个照面，那26名叶家族人全身血肉便被啃食殆尽，只剩下一堆白骨。见城中密密麻麻的全是人，100只金甲虫兴奋地四散而开，开始扑食。即便是一只金甲虫啃食一个人，也只是瞬息的事，对方便只剩下一堆白骨。100只金甲虫的疯狂啃食很快就吸引了城中叶家族人的注意，他们不再攻击空气墙，决定先解决这些飞虫。然而随着成百上千的符宝、法宝、灵宝祭出，重击在金甲虫身上，金甲虫都未受到半点伤害，反而更加凶残了。叶家族人们这才醒悟过来，这些飞虫远远不是他们能抗衡的。他们恐惧哭泣，看着身边的至亲一个个被啃食成白骨。一瞬间，城池内更乱了，10万叶家族人疯狂逃窜，或藏身于隐蔽之处躲避金甲虫。然而并没什么卵用，金甲虫体积小巧，飞行速度堪比金丹修士，啃食力更是惊人，叶家族人根本无处可逃，无处可避。
金甲虫所过之处遍地白骨，就连房屋都一瞬间被啃光。一场丰富的自助餐盛宴就此展开。看着下方城池内惨绝人寰的一幕，穆婉清不由一颤，这是他第一次见灭族，太残忍了，但心中并没有丝毫怜悯。修真界就是这样，倘若叶家不先惹事想杀人，也不至于被灭族。3个时辰后，夕阳西下，叶家10万余民族人全部被金甲虫啃食殆尽。此时的叶家城池内血流成河，白骨遍地，仿佛人间炼狱，惨不忍睹。浓郁的血腥味飘荡在天地间，让人闻之欲呕。特别是此刻，太阳落山，浓浓的阴气弥漫在城池以及上空，给人一种身处九幽之地的感觉，不寒而栗。顾影还想着抄了叶家呢，但看到这幅炼狱景象，第一次经历这种事的他，心底直发毛，伸手隔空一抓，将叶战和叶天机的储物袋抓到手中后，又收起了金甲虫，带着同样心底发毛的穆婉清，快速遁离了此地。一路无话，调整心态。2个时辰后，二人终于回到了灵剑宗，心态也彻底恢复。一番浅谈后，与穆师姐分开，顾影直奔师尊的宫殿飞去。在回来的路上，他将云天城和叶家城收获的所有储物袋全部给了穆师姐。一开始，穆婉清只要云天城2个家族的储物袋供奉，多的坚决不要。毕竟一路上他觉得自己没出什么力，全靠顾影横推，也捡回了2条命。但顾影坚决要全部给他，最终实在是磨不过，穆婉清只好无奈收下。按照顾影的想法，即便是元婴后期大圆满修士的储物袋，他也看不上，自己系统在手，什么奖励都是顶级的。相反，将这些资源全部给了师姐，他内心肯定会感动得一塌糊涂。毕竟随便一个元婴后期大圆满修士的储物袋里面的资源，对于普通修士来说，那无疑是天大的财富，估计零食都有数千万上亿枚，就更别说其他各种高阶材料了。就好比在蓝星，有人送了你数千万上亿的软妹币和一大堆价值连城的黄金珠宝等等，哪个女人能不心动？顾影觉得应该再下次就能拿下师姐了。宫殿门前，顾影推门而入，只见师尊并没有打坐恢复修为，而是慵懒地侧躺在大殿凤座上，玉手托着香腮假寐。今天的师尊宝宝穿得格外清凉，外披一件透明轻纱，内搭一件玫瑰红胸衣，曼妙身姿完美展露。特别那双雪嫩修长的大白腿，美美的暴露在空气中，看得人心中只想犯罪。顾影咽了口水，关上殿门，身影一闪，直接出现在了师尊身前。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仙子清香味。师尊大人。哼！李清灵轻哼一声，转身面向主座托腮侧躺。顾影微微一愣，难道师尊发现今天外出时自己一路逗穆师姐暧昧的那一幕了？不过师尊这曼妙背影，觉得顾影眼睛都看直了。李清灵察觉到气氛不对，瞬间坐了起来，语气不悦：逆徒，你想干嘛？嘿嘿，师尊，你知道的呀，凤座很宽。顾影笑嘻嘻地坐在了师尊身旁。我不知道。李清灵气鼓鼓的道：哎呀，师尊这是吃穆师姐的醋了。顾影一把紧紧搂住了师尊盈盈一握的柳腰。为师才没有，你这逆徒，快放开我！李清灵挣扎道：嘿嘿，师尊大人，您修为都恢复到炼虚后期大圆满了，挣脱徒儿一个小小筑基修士的怀抱，应该轻而易举才是，为何还要让徒儿放开你啊？顾影一脸痞笑。你！李清灵的粉拳砸在了顾影胸口。你这逆徒，讨厌！你说你是不是想收下玩？顾影面带犹豫。师尊大人，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废话。李清灵拧了下顾影的大腿。顾影一本正经地开口道：按照男人的正常心理和生理来讲，我确实享受了穆师姐，毕竟穆师姐拥有国色天香沉鱼落雁般的绝美容颜，性格也不错，我一个正常男人确实喜欢。李清灵，哼，你少来，你就是看她好看，馋她身子。顾影，那你说我和婉谁好看？李清灵认真地看着顾影，若是单论颜值和气质的话，师尊你肯定更胜一筹。顾影立刻回道。闻言，李清灵瞬间心花怒放，一脸喜色。还有呢？我说实话，师尊你会生气吗？顾影问。不会。李清灵连连摇头，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更多评价。那我就说实话了，其实穆师姐也不差，虽然比起师尊你略逊一筹，但她的颜值和气质也能吊打全宗所有人，关键是她年轻。说到最后这3个字时，顾影的语气都微弱了，警惕地看着师尊。此话一出，李清灵瞬间炸了，猛地起身，美眸内怒火冲天，恨不得活吞了顾影。好，你个逆徒，现在是嫌弃为师老了是吧？顾影一瞬间就被师尊强大的气场给吓到了，特别是师尊那要吃人的眼神，看得他心底直发毛，但他强装镇定：师尊大人，你咋还急眼了啊？不是你让徒儿说实话的吗？说着，强忍着心中的惧怕，
将师尊一把抱在了自己的腿上坐着。李清灵本想起身，可不知为何被顾影抱着，让他感觉很是愉悦，所以并没有动。师尊，你想想，牧师姐是不是比你年轻？顾影迎难直上，为接下来的后话铺垫。你还说？李清灵银牙紧咬，恨不得一掌拍死顾影。毕竟哪个女人喜欢听自己爱的男人说自己老师尊？你再想想，牧师姐的颜值和气质是不是都略逊你一筹？顾影又道。李清灵被顾景夸，他心里甜滋滋的，心情这才好了许多，脸上的怒气也消失。所以啊，徒儿说的都是实话啊。见师尊怒气消失，顾影暗自得意。李清灵哼声，没有说话。这逆徒说的确实是实话。那师尊，徒儿可以收下牧师姐吗？顾影趁热打铁，弱弱地问。李清灵心底一叹，犹豫了片刻，这才道：此事要他自己愿意，你不可以对他用强。想起当初自己就是被这逆徒用强忽悠到手的，还有若非自己实在受不了这逆徒，才不会让他在那道侣呢。嘿嘿嘿，师尊对徒儿真好，徒儿好好奖励一下师尊吧。逆徒。时光飞逝，转眼2个半月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火就此停息。顾影疲惫地走出了宫殿，微眯着眼望着9天之上刺目的太阳星，有些头晕目眩。好累，都怪师尊太美丽。疲惫地舒了口气，朝自己的住处飞去。他要睡上个10天半个月。宫殿内，李清灵听到顾影的吐槽后，气得不行。明明是这该死的逆徒不懂节制，自己反抗都没用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不知过去了多久，这天顾影睡到自然醒来，又是想师尊的一天。哼着小曲儿，美美的起床整理仪容仪表，处理好后准备出门时，顾师弟清脆悦耳好听的声音传入阁楼内，是牧师姐的声音，难道是来找自己约会的？嘿嘿，顾影心中这般想着，走出了阁楼。今天的师姐居然没有穿自己的漂亮仙裙，而是换上了紫色的宗门弟子服，即便如此也无法遮挡住她娇俏傲人的身姿和宛若天仙般的绝美容颜。顾影一步来到了穆婉清身旁，正要调侃一番，穆婉清连忙退后一步。顾师弟，别，我们现在要即刻赶往清心殿，宗主和诸多同门都等着呢。哦，发生什么事了吗？顾影疑问。这次要前往一处上古遗迹，你先换上宗门弟子服吧，具体情况到现场你就知道了。穆婉清说着，一把飞剑出现在足下。遗迹？顾影微吟，不就是仙侠游戏里的副本吗？正好没事，那就去下个本吧，没准这次能在遗迹内拿下师姐。结结。回到阁楼，换上紫色的宗门弟子服后，顾影足下同样出现一把飞剑，与穆婉清一同朝着宗主的清心殿飞去。当来到清心殿外时，现场已经聚集了98道青年男女的身影，他们整齐而列。这98道身影透露的修为气息，全都是筑基后期大圆满境界，无一不是内门核心精英弟子。宗主沈清柔站在所有人最前方，顾影和穆婉清的到来立刻就引起了现场所有人的关注。二人女帝弟子的身份，他们自然都知晓。在道道好奇惊诧的目光中，顾影和穆婉清落在了人群最前端的2个空位处。现场所有人都对着二人低声指指点点起来，特别是关于顾影的言论最多。顾影现在可是宗门名人，手持仙气斩杀宗门员殷后期长作和女帝真传弟子的骇人事迹，全宗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且事后没被女帝制裁，可想其在女帝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不少人心中已经在考虑，趁这次遗迹一行，多多巴结讨好顾影。一旦和顾影攀上关系，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也有不少男弟子在思考，如何才能与穆婉清这样的冰山美人结交。若是能与这样的绝美仙子结成道侣，简直就是祖坟冒青烟，日后别提有多滋润。这时沈清柔伸手示意安静，现场立刻鸦雀无声。旋即开口道：此次上古遗迹一行，100名核心精英弟子已然全部到齐。关于这处上古遗迹，诸位弟子想必都是第一次听说，本座给你们讲讲其中重点。此上古遗迹乃是一处凶兽山脉，该遗迹每500年可开启一次，其内凶兽颇多，有流传至今外界可见的普通凶兽，也有少量只存在上古时期的凶兽，更有一只幼年神兽朱雀。此话一出，现场哗然一片。神兽朱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可是只存在远古时期的顶级神兽。沈清柔又道：而你们的任务便是合力捕捉那只幼年朱雀。话语落出，众弟子面色一变，纷纷露出担忧之色。上古遗迹，凶兽山脉，光是听这8个字都充满了无尽危险与恐怖，甚至透露着死亡的气息，心中不由得都打起了退堂鼓。诸位弟子无需惧怕，这处上古遗迹存在了无数岁月，其内空间极其不稳定，因此在内部法则之力的影响下，里面的凶兽最高只能修炼到2级上阶等级，也就是人类筑基后期大圆满境界。众弟子闻言这才松了口气，也难怪此地弟子都是筑基后期大圆满，
看来那处遗迹最高只能筑基后期大圆满等级的修士进入，而且此行对你们而言也是一场机遇。若是能捕捉到那些上古时期的稀有凶兽，并驯化为灵宠，你们的战力将会成倍增加。本座在此承诺，但凡儿等此次能为宗门捕捉到幼年朱雀，所有进入遗迹者，每人奖励500万灵石。轰！此言一出，众弟子脑海轰鸣，人群顿时骚动起来。除了顾影，所有人都是欣喜若狂。500万灵石，这可是泼天的富贵啊！要知道，很多修士修行一辈子，若是没什么机缘的话，一生都攒不到100万灵石，就更别提500万灵石这个天文数字了。若是运气好，再能捕捉到那些上古时期的稀有凶兽为战宠，自身实力也将会得到飞跃性的提升。所有弟子一个个激动到不行，恨不得现在立刻就冲进遗迹内。而顾影与他们不同，则是在打朱雀的主意，若是捕捉到，那就是自己的了。沈清柔伸手，现场瞬间安静下来，接着道：诸位弟子先别高兴得太早，上古遗迹一行，这次除了我灵剑宗，其他3大宗门神剑宗、月神宫、八荒圣宗都会参与，因此遗迹内难免会因为抢夺其他稀有凶兽或是稀有宝物发生争斗，既然是战斗，就必然会出现死伤。还有就是进入遗迹后，所有人都会被随机传送到不同的地方，大家进入后暂时不要独自去寻找稀有凶兽，因为遗迹内险地众多，还要预防其他3宗之人，所以先寻找同门结伴行才是重中之重。当然，结伴的最主要目的是幼年朱雀最少需要50位筑基后期大圆满弟子同时出手，方能将其镇压。沈清柔缓缓说完，一扫众弟子都明白了吗？明白。所有弟子异口同声，声音充满了干劲。此次遗迹一行，危险与机遇并存，搞不好他们的命运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沈清柔突然一脸严肃，遗迹内有一种极为恐怖的凶兽，是一群金色的飞虫，与蝉大小相似，它们虽然只是筑基后期圆满等级，可吞噬咬合力却无比恐怖，吞噬1000人只需1瞬。由于数量较多，杀伤力比幼年朱雀都要恐怖。500年前，除了本座4宗所有弟子只是一个照面，便被那群飞虫瞬间吞噬殆尽，所以诸位弟子碰到后一定要急速远离。沈清柔此话一出，全场骇然，众弟子一个个面面相觑，脸上透露着惊恐。唯独顾影心中狂喜，按照沈清柔的描述，那群金色飞虫不就是金甲虫吗？金甲虫虽然不如神兽朱雀，但数量多了可是极其恐怖的。刀爷说过，他们甚至都干死了仙界的仙帝，自己必须将他们搞到手，若是能培育繁殖起来，那将是大杀器。诸位弟子无需太过惧怕。沈清柔再次开口安抚道，那群飞虫只生活在遗迹北面最深处，你们只要不前往那里，自然就不会遇到。众弟子闻言，情绪这才稳定下来，他们决定死都不会前往北面最深处。而顾影决定进入遗迹后，直奔北面深处，联合手中的100只金甲虫，收服那群金甲虫，然后再去寻找幼年朱雀。毕竟金甲虫有准确地址，而朱雀不知在何处。好了，诸位弟子随我出发。说罢，沈清柔素手一挥，一柄青色巨剑出现在一旁的空地上，所有人同时飞身而上，青色巨剑直冲天际，消失在了灵剑宗上空。婉儿，你修为最低，进入遗迹后一定要尽快与同门会合，你可是女帝真传弟子，不容出任何差错。飞剑最前端，沈清柔认真地看着穆婉清道：宗主放心，弟子虽然只是筑基初期，但同阶内几乎没有对手，而且弟子也会谨慎行事。穆婉清这句话并没有吹嘘，毕竟他可是变异冰灵根，体内灵力之磅礴，足以和筑基后期大圆满修士媲美，再加上变异冰灵根的神通，以及师尊赐予的本命灵剑轻伤逐血，同阶无人能敌。当然，除了顾影以外，沈清柔自然也知晓穆婉清同阶几乎无敌。柔声道：小心驶得万年船，若是与同门会合后，最好一直和小姑走在一起，有她在，我就更加放心了。不知为何，沈清柔的第六感觉得顾影更加强大，即便他不动用菜刀，也强得可怕，甚至一击就能挫败穆婉清。穆婉清微微点头，偷瞄了眼身旁高大帅气的顾影，心里甜滋滋的。和顾影待在一起，让他身心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沈清柔注意到了这一微小细节，笑眯眯的开口：小顾，要保护好婉哦。他忽然觉得顾影和穆婉清当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顾影身姿挺拔，面容清秀俊朗，眉宇间透露着一股英气，更有君子是无双的气质。穆婉清容颜绝美，气质清冷高雅，宛如9天玄女下凡，倾国倾城。宗主放心，只要与师姐会合后，有我在，她便不会受到半点伤害。顾影自信开口，在他心里，穆婉清已经是他的女人了。此话一出，穆婉清心里暖暖的，特别是顾影自信的样子，让他安全感满满。看着身旁的2个年轻人，二人明显互生情愫，沈清柔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小半个时辰后，飞剑破空，来到了一处荒岭上空。
只见下方千丈高的山峰之巅，正有3支100人队伍静立于山顶中心处一片广袤的空地上。根据这3支队伍的服饰，能看出正是神剑宗、月神宫、八荒圣宗3大宗门之人。其中月神宫队伍尤为养眼，清一色全都是年轻貌美女，修统一红裙着装，宛若一朵朵含苞待放的玫瑰。特别是月神宫公主上官明月身旁的一位妙龄女修，更是吸睛。只见她一袭火红仙裙，青丝如瀑，五官小巧精致，眉如柳叶，秋水明眸，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娇弱柔美的气息。尤其是那张樱桃小嘴，始终带着浅浅的弧度，使得本就柔美的她更加动人心魄。顾影一下就看呆了，此女容颜虽然略次于牧师姐，但她身上似有一种魔力，总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而且是越看越想看，甚至有一种想将其拥入怀中好好怜爱一番的冲动。顾影连忙运转冰系灵力，这才从中清醒过来。再看身后的所有同门男弟子，看向那女子的目光已经一个个眼神迷离起来，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眼看就要动身冲过去。哼！沈清柔突然冷哼一声，这哼声带着一股霸道的力量，所有弟子瞬间清明过来。诸位男弟子，不要看那女娃，此女天生媚体，不是你们能抵抗的。进入遗迹后，也不要与之接触，更不要看她，以免被她当作傀儡使唤。是。所有男弟子一脸羞愧，同时开口。随后青色巨剑一闪，降落在了荒岭之巅3宗队伍旁的空地上。待众弟子从飞剑上下来后，沈清柔袖口灵光闪动，青色巨剑急骤缩小，飞入了袖口兜内。沈道友，2个半时辰，你灵剑宗终于来了，让我3大宗门好生苦等啊！一位体型壮硕、高9尺的中年男子笑呵呵地开口。此人乃是八荒圣宗宗主古万山。沈清柔微微一笑，是古道友，你们来得太早了，此刻离约定时间还有半炷香呢，我灵剑宗也是提前到达。古万山一拂短须，哈哈一笑，倒是我等心急了，只因这遗迹太过诱人。沈道友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就连修为也都更精进了些呢，若是有空，还请赐教一番。身着火红仙裙，身段苗条，容颜绝色的上官明月打量着沈清柔。沈清柔同样打量着上官明月，浅笑道：上官道友也是风采依旧，修为更胜以往，沈某也想讨教一番，不妨就此次遗迹结束后如何？可以。上官明月莞尔一笑。3位道友，遗迹圣光初显，此时不开启更待何时？这黑色劲装的精瘦中年男人语气带着催促之意，正是神剑宗宗主柳宗元。他看着月神宫、八荒圣宗和灵剑宗聊得不亦乐乎，心中很是不爽，对灵剑宗充满了厌恶，毕竟顾影杀了他拥有天道剑体的真传弟子。听闻此话，几人都不再言语，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前方，只见不远处虚空中金光乍现，泛起了阵阵涟漪，宛若水波荡漾。4宗宗主相互对视一眼，也不废话，同时双手飞快掐诀，一指金光涟漪处，4道散发着恐怖威能的灵光没入了其中，持续灌注。蓦然间，涟漪处金芒盛发，山体摇晃，虚空颤动，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个金色漩涡缓缓浮现而出。此漩涡便是通往遗迹的入口，遗迹最多开启15日，15日后将自行关闭。诸位弟子进入后一定要切记时间，在最后几日时一路向南，便能看到这漩涡出口，否则一旦错失时机，就要被关500年。好了，所有弟子即刻进入。沈清柔看着门下弟子，语气严肃。另外3宗宗主和门下弟子也说着相同的话语。4宗宗主话音刚落，不少弟子便兴奋地直奔金色漩涡而去，抢先进入。毕竟这次遗迹一行奖励太过丰富，进入的越早，没准还能优先捕捉到稀有凶兽，成为自己的战宠。顾影和穆婉清随着人群也来到了漩涡入口。当轮到顾影踏入的时候，他察觉到身后人群中有一道对自己充满恶意的目光，来不及回望，他的身影模糊消失，进入了遗迹内。顾影并没有将这道敌意目光放在心上，在场所有人没有任何一人是自己对手。当视野清晰时，远古荒岭，群山连绵，荒凉不着边际，大地天空均是赤色一片，而自己则身处群山之中最高峰的顶端。顾影一扫四周，冷冷清清，并无人烟。果然，所有人都被随机传送到了不同的地方。轰隆隆，忽然后下方传来震天巨响。顾影转身望向身后，只见下方比此峰矮半截的山峰之巅，一条100丈长的赤色巨蟒正与一头高30丈的白毛直立猿缠斗，两者挥拳甩尾打斗间，群山震动，碎石滚落，轰隆作响。这一幕看得顾影暗自啧舌。这2头妖兽不过2级上阶等级，体型竟如此庞大，是外界同类妖兽的近100倍，不愧是上古遗迹中生长的凶兽。若是没被这遗迹内的法则之力压制，任由他们成长起来，必然十分恐怖。顾影注视他们的同时，打斗中的2头妖兽也注意到了顾影。
原本打得难分难舍的二兽立马分开，兴奋嘶吼中同时弹跳而起，朝着高峰之上的顾影冲杀而来。两头比自己体型大100倍的庞然巨物冲向自己，顾影稳如老狗，丝毫不慌，一拍玉灵带，100只金甲虫尽数飞出。嗡嗡嗡，金甲虫刚一出现，原本兴奋不已的两头巨兽顿时发出了惊恐无比的尖锐声音，连忙掉头急速逃离。顾影愣了愣，根据二兽的反应来看，显然认识金甲虫。如此说来，这一季内确实有野生金甲虫存在，看来金甲虫在这一季内也是凶名赫赫啊，不然不可能一个照面就吓跑了两头同等级的庞然巨物，见二兽逃跑，不用顾影吩咐，100只金甲虫分成2队，振翅追击而去。短短3息便追击临近，蜂拥而上，瞬息之间，两头巨型妖兽便被金甲虫啃食干净，现场只留下2堆硕大的骨架。顾影不动声色地收起了金甲虫，御剑直奔北面方向疾驰。然而刚飞出不到1000米，顾影全身汗毛忽然猛地竖起，毛骨悚然的感觉直冲灵魂，使得他整个人一激灵，立刻在半空中停了下来，很是紧张地打量着四周虚空。这种感觉绝非无缘无故，附近虚空绝对有什么自己看不见的恐怖之物，而且是能要了自己性命的恐怖之物。顾影伸手向着下方地面隔空一抓，一头体型庞大的赤色蜥蜴被掌控，抓起向着前方虚空猛然甩出。5丈开外，虚空中突然展开了一道裂缝，漆黑森然，宛若巨兽张开了血盆大口迎接赤色蜥蜴。赤色蜥蜴刚一临近，便被一股强大的引力吸入了其内，庞大的身躯轰然炸开，化为了一滩血水。随后裂缝瞬间闭合，周边陷入一片寂静，仿佛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一般。这一幕看得顾影心底发毛，方才那裂缝展开的一刻，他竟然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若是自己被吸入其内，也绝无生还可能。原本放松的心态不由紧张起来。这天空看似平静，实则比地面要凶险太多。虽然自己的修为在这一季内是无敌存在，可这些隐藏的危机太过恐怖，不得不防。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在地面赶路为好。想到这里，顾影化作剑光降落在地面，不急不缓地往北面方向前行。待他离开不久后，天空中另一道裂缝无声无息地展开，其内火焰滚滚，热浪滔天。一头气息强大，身着火红神羽、火红尾翼，全身被神火包裹的巨型鸟兽从内飞出。此兽刚一出现，此地温度便急骤上升，下方那片赤色荒岭瞬间燃起熊熊火焰，成为了一片汪洋火海。与此同时，穆婉清这边，大雪纷飞，冰封万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银装素裹的森林边缘处，一棵10人牵手方能环抱的参天古树后，穆婉清隐匿气息藏身于此，望着森林外一片一眼不着边际的通天冰海，清冷绝美的脸庞透露着兴奋。他刚一进入遗迹，便出现在此地，随后听到了冰海内传出的龙吟声，紧接着一头通体雪白、长10丈的蛟龙从海底破冰而出，腾空而起，口吐漫天巨型冰锥，仿佛万箭归宗，射向海面冰层破冰。显然是一头冰属性蛟龙，要知道蛟龙可是最有希望进化为真龙的生物，而且还是这上古遗迹内的蛟龙，希望更大。此刻穆婉清在等待一个时机，待冰蛟再次出现时，他便出手擒获。约莫5息过后，凭冰层破碎的声音，那头蛟龙再次破冰而出。等待多时的穆婉清果断出手，酝酿已久的极寒气息轰然爆发，铺天盖地地朝着蛟龙席卷而去，他的身影也紧随极寒气息冲出。想要驯化凶兽为战宠，就必须要打服他。冰蛟反应也是极快，立刻就察觉到了这边动静，口中正要吐出的冰锥连忙改变方向，喷向穆婉清。嗖嗖嗖，100道冰锥宛若一道道锋利的利剑，朝着穆婉清破空击射而来。穆婉清对此早有防备，轻喝道：“水幕！”青葱玉指向前一点，身前水波涟漪，一道淡蓝水幕于身前瞬间凝聚而出。水幕散发的强大吸力，将临近过来的100道冰锥尽数吸入其内，紧接着又尽数吐出。100道冰锥以更快的速度射向冰蛟。吼！冰蛟咆哮一声，猛地一甩龙尾，粗壮的尾部呼啸中横扫而来。100道冰锥还未触及龙尾，便被其掀起的猛烈罡风震成冰渣消散。此时穆婉清的极寒气息已然临近，冰蛟正欲钻入深海暂避锋芒，穆婉清岂能让他如愿？当即玉手一挥，一道数10丈高的冰山瞬间在蛟龙上空凝聚而出，冰山急骤镇压而下，仿佛带着万钧之力，使得冰蛟一震，身躯停顿了片刻。也就在这片刻时间，极寒气息临近，裹住了蛟龙全身，将之冰冻上空的冰山也在此刻停止坠落。穆婉清飞到冰蛟面前，冷漠开口：“臣服，或者死。”冰蛟虽被冰冻，但其恐惧的表情，穆婉清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其眉心处灵光闪动，一抹鲜红隐隐浮现。穆婉清心中一喜，他这是要献出魂血，
伸手一点冰胶头颅，融化了其上厚厚的冰层，鲜红的魂血顺利飘出。就在这时，嗖嗖嗖，身后突然呼啸连连，穆婉清连忙散出一道灵光包裹魂血，抓在手中，身影迅速腾空而起，向下望去，只见3道颜色各异、散发着恐怖威能的术法从方才自己所处位置飞射而过。交出冰胶魂血，饶你一命！丛林内一道女子悦耳的声音传出。穆婉清循声望去，只见丛林边缘处一棵参天古树后，3位身着火红仙裙的貌美女子走出。看服饰，3人都是月神宫弟子。穆婉清秀眉紧蹙，面若寒霜。她生平最不喜卑鄙小人，特别是经历叶倾城的事件后，尤为痛恨。这3人已有取死之道，没有任何废话，玉手赫然展开，一把晶莹剔透、寒气四溢、宛若琉璃般的3尺长剑出现在手中，正是他的本命灵剑青商逐雪。毕竟面对的是3位筑基后期大圆满存在，而自己只是刚刚筑基初期，不可大意。青商逐雪一出，周边温度骤降至冰点。月神宫3女冻得一哆嗦，身体上纷纷出现结晶，迅速扩散至全身，毫无反抗之力，竟直接被冰冻。穆婉清一愣，他没想到这3人这般弱，但并不准备放过他们，挥动长剑，斩出一道寒冰剑气，带着极寒风暴斩向3人。被冰冻的月神宫3女脸上表情惊恐无比，他们万万没想到此女没有任何废话就直接出手，而且一出手就动用那恐怖的灵剑。原本以为仗着人多必胜的他们根本没有过于防备，就被冰冻。3人瞳孔内寒冰剑气急速临近，眼看身体就要被斩成2截。就在这时，一道圣洁的月光突然出现，洒落而下，将他们笼罩，融化了他们体表厚厚的冰层。临近而来的寒冰剑气也在月光下化作点点金芒消散。3女顿时大喜，是圣女来了。穆婉清一脸凝重，只见3女上方的天空之中，一道火红身影飘然落下，身姿轻盈优雅，落在了3女前方。女子一袭火红仙裙，容颜绝美，神仙玉骨，国色天香，柔美不可方物。正是一季外那位让宗门诸多男弟子陷入痴迷状态下的天生媚体女修。她先是打量了眼冰娇，露出心动之色，随后看向天空中的穆婉清，浅浅一笑，和气开口：月神宫圣女柳如烟，见过穆道友。早就听闻穆道友女帝真传弟子之威名，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以筑基初期实力对战3位筑基后期大圆满修士，一击挫败，此等实力让人钦佩。若是莫要废话。穆婉清秀眉微蹙，冷冷打断了柳如烟的话语，道：你只需表明是否要强抢，还是就此离去。柳如烟也不生气，莞尔一笑：穆道友，你也知道蛟龙在外界早已绝迹，而且还是这种带有属性的蛟龙，更是至古罕见，不妨你忍痛割爱，交出冰蛟魂血如何？以你筑基初期修为对战4位筑基后期大圆满，找死！穆婉清眸光冰冷，自己辛苦降服的冰蛟岂能拱手相让？当即抬手一指4人。方才震慑蛟龙的那座冰山以极致的速度，带着磅礴的威势，朝着4人冲撞过去，速度极快，超乎4人想象。他们根本无法退避，面色皆是一凝，只能应接其中3人连忙出手，合力打出一道灵光，极力阻挡冰山前行，可却仅仅使得冰山冲撞速度慢了1/3。穆婉清也是掐诀打出一道灵光助力，冰山速度立刻恢复月华镜像。柳如烟动了，她蓦然抬指一点冰山，骤然间，一座与之相同的冰山出现在了穆婉清身后。穆婉清只感觉身后一阵凉意，陡然转身，青商逐雪一剑刺出，穿透了冰山。然而却没有实质的感觉，这冰山就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并非真实存在。穆婉清心中一惊，方才这座冰山给自己的感觉极为真实，甚至让自己产生了危机感，没想到却是幻象。早就听闻月神宫功法诡异，看来确有其事，自己必须要谨慎了。轰身后传来爆炸声，月神宫4人联手摧毁了他们面前的冰山。紧接着4人立刻打出4道术法，然后紧随术法之后，持剑杀向半空中的穆婉清。穆婉清冷哼一声，他不再留手，高举手中青商逐雪，剑身金芒流转，金霞冲天而起。只见虚空之中，一柄巨大的金色光剑赫然凝聚而出，爆发出滔天的剑意。翁剑鸣惊天，刺耳欲聋。噗噗噗噗，仅仅是剑鸣声便将那4道法术冲散。穆婉清毫不留情，青商逐雪全力一剑斩下，天空中那柄高达20丈的金色巨剑同步斩下。温罡风呼啸，掀起阵阵音爆，恐怖的威压直接将柳如烟4人从空中震落，重重摔落在地。4人仰头望向天空中急速斩下的巨大光剑，满脸骇然。他们想逃，可巨剑散发的强大压制力使得他们趴在地面，无法动弹分毫。看着呼啸临近的金色巨剑，4人陷入了无尽惊恐绝望中。就在这危机时刻，柳如烟的余光看到了地面巨剑突然出现的阴影，再看向天空，
月亮出来了，他顿时大喜，月神眷顾。柳如烟话音刚落，一道圣洁的月光洒落在他的身上，巨剑的压制力直接消失，他恢复了自由，连忙双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周边的月光涌动起来，迅速往柳如烟身前凝聚，形成了一道圣洁的月之光盾，将他与三女笼罩在内。金色巨剑也在此刻斩下，与之碰撞，凭惊天脆响。紧接着，翁巨剑轰鸣，竟然化作点点金光，消散在了天地间。而那月之光盾却完好无损，大难不死。柳如烟身旁的三女大喜，不愧是圣女，年纪轻轻便掌握了我月神功的各项至强神技。天空中，穆婉清凝重地看着这一幕。方才月亮出来后，柳如烟身上的压制力就莫名消失了，还有这月之光盾的防御力居然如此之强，想必在月夜下，她应该是最强的时候。地面光盾内，柳如烟也是凝重地看着天空中的穆婉清，此人不愧是女帝真传弟子，筑基初期竟如此恐怖，以一己之力压制的他们4个筑基后期大圆满都喘不过气来，强太可怕了。若非方才月亮及时出现，自己施展月神眷顾，暂时获得了免疫效果，此刻已经死在了那巨剑之下。柳如烟一阵后怕，她已经不敢继续交战了。她能感觉到穆婉清还未施展全力，应该还有更恐怖的手段，正准备让同门一起施展月影迷踪跑路时，左侧天空中5道身影御剑而来，全都是男子。柳如烟嘴角不由勾勒起一抹弧度，她决定不跑了。冰娇自己势在必得，穆婉清也注意到了那5人，全都是灵剑宗同门弟子。穆师妹，我们来助你。可恶，竟然4打1欺负穆师妹，月神宫简直找死！操！一起出手灭了他们。结伴的5人隔老远就听到了这边的打斗动静，当他们远远看到是穆婉清正以1敌4时，全都愤愤不已，生怕这位小师妹出事，连忙赶了过来。而此刻穆婉清似想到了什么，面色一变，急忙开口：你们别过来，赶紧闭上眼睛。然而已经晚了，正要对月神宫4女出手的5位同门，突然一个个眼神变得痴迷起来，痴痴地望着柳如烟，那模样似乎为了她连性命都愿意付出。他们5人只是看了眼柳如烟，便被她的天生媚体魅惑住了。5位好哥哥，柳如烟声音魅惑，一指穆婉清，就是她想杀了奴家，奴家好怕怕啊！5位好哥哥可要保护好奴家啊！5人闻言陡然望向穆婉清，一个个目露凶光，那眼神就跟看杀父仇人一样，杀意滔天，同时剑指穆婉清，展开生平至强剑意，身影快若闪电，冲杀过去。唉，穆婉清扶额叹息，他自然不会对5位同门出手，但也不会独自离去。万一自己离去后，柳如烟命令他们自刎归天。穆婉清看向手中青商逐血剑柄中流转的充沛能量，目中露出决然，指尖快速在剑身一划而过，圣光流转，青商涤荡，一道神圣之光在青商逐血上蓦然涤荡开来，席卷向5位同门。圣光所过之处，宛若春风拂面，洗涤心灵。5位同门弟子刚一接触这圣光，便瞬间清明过来。当他们看到自己正对穆婉清出手时，一个个大惊失色，连忙收气调息，稳住了身形。此时穆婉清一脸心痛，青商涤荡乃是青商逐血的神技，1个月内只能使用1次，催动后可获得圣光庇佑，实习内能清心静气，免疫百毒和一些乱人心神的控制效果。原本他准备在遗迹内碰到危险时使用的，没想到在这里浪费了。可恶，竟敢操控我等攻击穆师妹，月神宫找死！诸位，一起上杀了他们！回过神来的5名男弟子全都怒火冲天，就要同时展开人剑合一脚杀柳如烟等人。然而柳如烟4人见情况不妙，早已施展月影迷踪，身形融入月色之中，消失在了丛林内。该死的，让他们跑了，下次见面我必斩他们！5人愤愤不已，这才收回目光，看向穆婉清，皆是一脸歉意的抱拳。穆师妹，实在抱歉，方才对你出手，还请见谅。穆婉清微微摇头，无妨，那并非你们本意，走吧，去寻找其他同门会合。说罢，将冰胶混血融入石海，又将冰胶收入玉灵袋后，几人一同离开了此地。青山绿水的密林内，顾影正一路向北疾驰。这一路上，他已经挥手秒杀了无数想要拿他果腹的2级上阶妖兽，如同砍瓜切菜般，一路畅通无阻。疾驰中，忽然间，隐隐有打斗之声入耳。顾影目光一凝，只见正前方100丈开外，群山环抱之中，一片琼楼玉宇倒塌的废墟之地，6道身影正激烈战斗着。仔细看去，并非混战，而是以1敌5的局面。一名八荒圣宗的青山青年对抗着5位着白色锦袍的神剑宗青年男女。以少打多，那八荒圣宗的青年居然还占据了上风，他的肉身之力竟然能同时抗下5位神剑宗弟子的灵力剑招，硬抗剑招的同时，展开身法临近到神剑宗弟子面前，重拳出击。一副不要命的打法，
拳拳到肉剑修最怕近身，一旦被近身，那便全身都是破绽。若是近身之人是体修，基本就离陨落不远了。只见那八荒圣宗青年突然暴喝一声，蓄力猛地一拳轰向了身前神剑宗男弟子的腹部。那男弟子连惨叫都未能发出，身体便在这毁灭性的一拳下崩溃，化作血雾飘散。目睹这血腥一幕，剩下的神剑宗4人瞬间慌了神。八荒圣宗不愧是天蓝大陆炼体第一宗，肉身强度果然名不虚传。顾影呢喃，他决定过去看看，看这几人在争夺什么。若是好东西，那便开抢。朝着废墟不急不缓地飞去。道友，别打了，我等认输，那块极品灵石归你了。神剑宗一名女弟子惊恐中急忙开口。闻言，原本准备继续出手的八荒圣宗青年停止了出手，冷声道：原本那块极品灵石就是古某先发现的，你们几个后来者硬抢，滚吧！今天古某心情好，不杀你们。说罢，转身飞进了废墟中，进入了一间只剩下3面破损墙壁的房间内，捡起了碎石堆中一块能量充沛的5色灵石，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上面的灰尘。神剑宗4人见其放松警惕，相互对视一眼，脸上均是露出阴狠的表情。忽然，他们手中长剑同时高举，剑尖触碰在一起，盛发出阵阵耀眼的灵光。4把长剑竟然融合为一，形成了一把青色巨剑。4人双手快速掐诀，合力注入了一道灵光在巨剑内。翁剑明惊天！这声音惊动了下方八荒圣宗的青年，他转身抬头望向天空，只见一把青色巨剑以极致的速度朝着自己破空射来，他面色顿时大变，强烈的生死危机感涌上心头。他的第一念想是逃，可自己的速度怎么可能有4人合力操控的飞剑快？若逃必死八荒圣印。话语落出，一道满是奇异符文的金色护盾将他笼罩。凭青色巨剑猛地撞刺在了金色护盾上，发出清脆刺耳的声响。金色护盾直接出现了一道裂纹。青年大惊失色，喝声道：容！双手掐诀，一点护盾，护盾上的所有奇异符文涌动起来，全部朝着裂纹处涌去。只是一瞬，护盾裂纹便被修复，恢复如初。神剑宗4人见状，修为运转到极限，4道更加浓郁的灵光注入了青色巨剑内。巨剑爆发出滔天的青芒，猛然冲刺。凭金色护盾再次被刺出一道裂痕，你们几个卑鄙小人，古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青年绝望怒吼。此刻他后悔极了，方才自己就不应该心慈手软，也低估了剑修的恐怖。呵呵，要怪你就怪你自己愚蠢。神剑宗那名女子冷漠开口：给我破！随着他话音落下，金色护盾在青色巨剑恐怖的穿刺力下轰然破碎，没有了阻挡。巨剑尖劲直刺在了青年胸口处，已然入肉1寸，眼看就要洞穿。青年绝望惨笑，悔恨地闭上了双目，等待着胸口被巨剑彻底贯穿。嗖嗖，就在这时，耳旁忽然响起剑气破空的呼啸声，紧接着胸口已经刺入1寸的巨剑似乎消失了，然后便是4道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回荡在整个废墟。青年双目陡然睁开，巨剑确实消失了，而且天空中那4名神剑宗弟子竟然全部被腰斩成2截，尸首坠落在了废墟中。此刻天空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身姿挺拔、俊朗无双的灵剑宗紫衣青年。正是顾影你的心善，救了你一命，但你的心善很愚蠢，交出极品灵石可活命。顾影居高临下，面无表情的开口。古长风没有任何迟疑，直接取出了极品灵石。他能感觉到天空中这青年比方才那4名神剑宗弟子还要恐怖数十倍，不止对方挥手间似乎就能取自己性命，多谢道友出手相救。在下古长风，不知道有名讳，带出一计后，古某必定举全宗之力重礼报答道友的救命恩情。顾影没有理会，而是伸手隔空一抓，收下极品灵石后，身影化作剑光离去。密林深处，行走间，顾影好奇打量着手中能量充沛、晶莹剔透、散发着5色灵光的极品灵石。在天蓝大陆，极品灵石可是传说中的灵石，整个天蓝大陆都只有4块，分别被4宗掌控。极品灵石不仅可以瞬间补充修士所需要的各种灵力属性，更能催动一些遗留在世的上古传送阵以及上古阵法、上古禁制等等，所以十分贵重，属于有钱也买不到系列。打量一番后，顾影小心翼翼地将之收了起来，然后加快步伐继续赶路。时间一晃，转眼3日后，这天顾影终于来到了遗迹北面尽头处。此地一片荒芜，只有一道10丈高的山壁，这山壁东西两头无限延伸，望不到尽头，似乎圈着整个遗迹。山壁之后则是一片漆黑的虚无，仅仅只是看一眼便让人心底发毛，显然超出了自己实力的探索范围。顾影从天空中落下，他已经在此地观察良久，神识也散开到极限，并没有发现金甲虫的踪迹，而且也放出了自己玉灵袋内的金甲虫。
他们也都未感知到同伴的气息。这一度让顾影怀疑沈清柔当年是不是看错了。可转念一想，若是看错了，他怎么可能描述出金甲虫的模样？且自己进入遗迹时，那2头巨型凶兽明显也熟知金甲虫。如今只有一个解释，那便是金甲虫离开了这片区域。正当顾影准备离开时，眼角余光忽然发现了一旁碎石堆里有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白色衣角布料，伸手隔空一抓，布料便出现在手中，仔细端详起来。这是一片干净的布料，其上没有任何污渍，显然刚掉落不久。再看布料边缘的痕迹，并非是被撕扯和利剑斩下，而是锋利的齿状痕迹，明显是被凶兽牙齿切割。定睛一看，这齿状痕迹竟然与金甲虫的咬痕一模一样，看来此地确有金甲虫。顾影兴奋不已，他也从布料材质判断出了这是神剑宗的白色弟子服。周边没有人类骸骨，如此看来，金甲虫有可能被神剑宗弟子捷足先登了。可他们怎么会有实力捕捉金甲虫？难不成神剑宗也早就知晓了这遗迹内有金甲虫，提前一步准备好了应对之策？顾影摇摇头，不再多想，他现在的首要目标便是寻找神剑宗弟子，抢夺金甲虫。看了眼东西两面，直奔西面方向而去。半日后，山崖之巅边缘处，一道紫色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此地，正是循声而来的顾影。他看向下方的山谷，目中透露着兴奋与惊喜。只见下方山谷中正在上演一场由4宗弟子组成的100人大战，确切地说是神剑宗2人打压的3大宗门所有弟子都喘不过气来。神剑宗以2敌100，呈碾压之势，3宗所有人奋起抵抗。神剑宗2人之所以如此强，是因为其中一位红发白衣青年释放出了100只金甲虫，攻击着3宗之人。3宗100人分别对抗着100只金甲虫。山谷内刀光剑影，术法乱飞，火球纵横，炸响震天。可这些招式击打在金甲虫身上，造成不了任何伤害，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凶性，进攻得更加猛烈了。然而金甲虫一时半会也无法近身吞噬3宗之人。顾影看着这一幕，觉得不对劲。这些金甲虫给他一种很弱的感觉，虽然他们与自己御灵袋内的金甲虫一样，都是2级上阶等级，可攻击力明显弱了一半。若是自己御灵袋内的金甲虫，只需放出10只，便能顷刻吞了下方所有人。这时候顾影才注意到神剑宗那红发白衣青年的手腕处系着一个紫色铃铛，并且时而有节奏的微微晃动一下。那铃铛每晃动一下，金甲虫的攻势便会更凶猛一些。顾影从金甲虫的攻势上终于看出了端倪，难怪他们的攻击力要弱上许多。这些金甲虫的状态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间，他们被那紫色铃铛强行控制，但又没完全控制，保持着一丝清明。攻击3宗之人的同时，他们始终保留半成之力，暗中抵抗铃铛的控制。我们不打了，快收回这群怪虫，那些极品灵石归你神剑宗所有了。山谷内混战中，人群中突然有人吃力大喊道。在这场人虫大战中，3宗100人已经开始逐渐落入下风。持续不断的大量术法扔出，消耗了他们太多灵力，相反金甲虫没有半点疲惫，反而越战越勇。若是再继续下去，灵力耗尽后他们必死无疑。有了人带头，陆陆续续的所有人都开口求和，停战。神剑宗红发青年听到众人的喊话后猖狂的笑了，哈哈，你们说不打就不打，此地如此多数量的极品灵石，若是你们将这一消息带回宗门，以后我神剑宗还有安宁之日吗？今日你们谁都别想走，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是一脸恐惧与愤怒。操！萧阳，你个垃圾，有种来单挑，没有这群怪虫相助，你算个屁，老子一刀就能秒杀你。萧阳，我劝你不要太过分，我等100人若是联手不要命的杀向你，你必死无疑。联手个屁啊！师尊赏赐老子无坚不摧的极品灵剑都被这群怪虫咬断了。萧道友，在下不与他们联手，放我走吧，我愿意奉上全部身家。萧兄，还记得2年半前吗？悦来客栈，你我击剑，看在是同道之人的份上，还请放我一马，拜托了。萧阳，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妹妹吗？只要你放了我，出遗迹后我便将她送给你。萧道友，我也有个妹妹，还有个姐姐，只要你放了我，我把她们2个都送给你。萧阳，你这个负心汉，3年前来我月神宫参加剑道交流会，当天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正在沐浴，你突然闯入用墙，事后还说对我负责，你都忘了吗？我不用你负责，只要你现在放我走就行。萧郎，还记得去年8月15吗？月圆之夜，阁楼房顶那场美丽的邂逅，当时整个房顶都坍塌了，奴家至今未忘。现场陆续不断的有人道出求放过的话，饶是来自21世纪的顾影，听到这些话后都直接懵逼了，感觉十分炸裂，寻找极品灵石下落的目光都顿住了。身为当事人的萧阳瞬间暴怒，特别是其身旁的同门
听说他悦来客栈的基建事迹后，下意识地捂紧了屁屁，一脸震惊恐惧地远离了他。这更加让萧阳怒不可遏，额头青筋暴起，敢爆老子黑料！一群蝼蚁找死！说罢，猛地摇晃手腕处的紫色铃铛，百只金甲虫瞬间变得凶残无比，仅有的一丝清明消失，无惧任何攻势，直接扑到三宗众人身上，开始疯狂啃食。只是一刹那，现场便出现了数十具森然白骨，山谷内顿时一片大乱，不少人选择逃跑。可他们的速度怎么可能有金甲虫快？越逃死得越快，那些抵抗者尚且能多存活片刻。这时，顾影从方才的炸裂信息中回过神来，果断出手，毕竟现场还有不少同门呢。挥手间散出大量极寒气息，向着山谷内的金甲虫席卷而去。瞬息临近，金甲虫们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全部冰冻。萧阳猛地抬头望向山谷上方，当他看清是顾影时，愣了下，随后脸上透露出惊喜：“是你？好好好，正要去寻你，没想到你自己送货上门来了，敢杀我弟弟！今天我萧阳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将你活活折磨致死！”闻听此言，顾影反应也是很快，脑海一下就想起了萧逸寒。此人也姓萧，又是神剑宗之人，与萧逸寒长得也有7、8分相似。看来他说的弟弟应该就是萧逸寒了。想必自己前几日进入遗迹时，身后那道充满恶意的目光也是这萧阳散发。顾影不屑一笑，区区蝼蚁也敢大放厥词，今日便送你去地下与你弟弟团聚。小子，你找死！萧阳大怒，猛地摇晃手腕处的铃铛，一道道催命的铃音荡开。被冰冻的金甲虫们听到后，集体兽性大发，仅仅半息便将冰冻他们的冰块全部吞噬。给我吞了那小子，留下他的魂魄，吞噬慢点，我要看着这小子在无尽痛苦中死去。萧阳一指顾影，百只金甲虫嘶鸣中，扇动翅膀朝着顾影疯狂冲去。顾影丝毫不敢怠慢，一拍玉灵带，百只金甲虫飞出，冲向迎面而来的百只同伴，将他们团团围住，但并没有发动攻击，而是有节奏频率地扇动起翅膀，似乎在传递着某种信息。不少被控制的金甲虫，那浑浊的目光在这信息中逐渐开始变得清明。远处萧阳看着这一幕，瞳孔猛地一缩，他简直不敢相信，居然有人能直接操控金甲虫，顿感大事不妙的他连忙拼命晃动着紫色铃铛，叮铃铃，立刻就有19只金甲虫再次陷入迷茫中，朝他飞去，随后散出灵光将他们包裹，御剑破空逃离了此地。没想到此人倒是蛮果断的。顾影呢喃，他并没有去追击，眼下收服这剩下的81只金甲虫最重要，反正这萧阳也跑不了，无论是遗迹内还是遗迹外，他都死定了。午息后，现场被围困住的81只金甲虫眼神都变得彻底清明。交出魂血，臣服于我。顾影开口，语气带着不容拒绝，同时散发出一道堪比金丹中期修士的恐怖威压，笼罩住了那81只金甲虫。刹那间，他们只感觉被一座气势磅礴的巍峨山峰镇压，集体红温，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体而亡。但他们仍然没有释放示弱的信息。正当他们要拼命奋起反抗一波时，顾影放出的那100只金甲虫又开始了有频率的扇动翅膀。不到10息，他们便交流完。那81只金甲虫终于不再反抗，身上同时闪烁起金芒，一滴滴金色的血液从他们头顶溢出，漂浮在半空。正是魂血。顾影大喜，挥手散出一道灵光，将这些魂血笼罩，然后融入了自己的识海内。顷刻之间，他便与这81只金甲虫有了密切的联系。见顾影一出场就收服了现场所有金甲虫，下方山谷内的3宗弟子，除了灵剑宗众弟子们一脸劫后余生的兴奋，其余2宗所有弟子则是惶恐不已，目中充满了恐惧，生怕顾影为了极品灵石的消息不被泄露，将他们灭口。这位灵剑宗道友，请不要杀我，在下保证不将此地大量极品灵石的消息透露出去，如若不信，在下愿意用道心起誓。道友，在下也愿意用道心起誓，就算交出魂血也愿意，只求一条活路。哥哥奴家刚满18岁，只要哥哥不杀我，奴家愿意当哥哥的床伴。另外，奴家身旁这位大兄小姐妹也愿意呢。道友，在下昨日获得了一头碧海冰晶兽，愿意奉上，只求一条生路。道友，在下有一妹妹，年方18，水灵可人，愿意奉上。道友，我有一嫂嫂，肤白貌美，胸大臀翘。顾影翻了翻白眼，这他妈都什么人？自己本就没打算杀他们，这帮人太聒噪了，当即散出一道金丹之威。一息内，还留在此地者，死！话音刚落，在场所有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慌乱中急不可待地掏出了飞剑，嗖嗖嗖，化作一道道剑光逃亡。就连灵剑宗弟子也都跑了。顾影懵逼了，让他们走，没让你们也一起跑啊，不过自己喜欢单独行动，走了也好。然后飞身落在了下方山谷内，开始环顾四周，寻找起极品灵石的下落。
只见自己方才所站立的那座山峰脚下有一处洞口，其内隐隐有五色灵光涌现，这正是极品灵石散发的灵光。顾影心中一喜，身影闪动，进入了洞内，通过眼前3丈长的通道来到了拐角处。思顾景顿时深吸口气，只见这条不过2丈长、6尺宽、1丈高的通道壁上镶嵌满了密密麻麻晶莹剔透的五色灵石，其内五色灵光翻滚涌动，正是极品灵石，足足有200块，每一块的五行灵力都十分充沛，全部都是全新未被使用过的卧槽。发财了！顾影眼睛都直了，要知道这玩意整个天蓝大陆都只有4块，而且4块都是被使用过的，合起来都不及这些全新的1块有用。顾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储物袋，散出一股强大的吸力，将通道壁上的极品灵石全部吸入了袋中，视若珍宝地拍了拍，然后美滋滋地走出了山洞。刚一出来，脚步便顿住了。只见洞外一位身穿火红仙裙的女子淡雅而立，白皙雪嫩的肌肤，精致小巧的五官，如瀑般的青丝散落肩后，加上那娇小傲人的身姿，使得此女看起来十分可人，柔美不可方物。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宛若一朵盛开的花，芬芳四溢，散发着莫名的诱惑。此女正是一季外月神宫那位拥有天生媚体的女修。顾影深吸口气，冰系灵力缓缓运转，保持清醒。何事？顾影皱眉问。此女明显在等自己，甚至方才山谷内发生战斗时，她肯定也在场，只不过隐匿在暗处。只要此女敢对自己施展媚功，那么自己将会毫不怜香惜玉，将其斩杀在此。柳如烟也打量着顾影，她从一开始就隐匿在顾影对面山峰之巅的暗处，偷偷观察着山谷内的战斗。原本按照她的计划，待神剑宗的萧阳解决完现场所有人后，她便现身展开媚功迷惑萧阳，让其交出金甲虫和紫色铃铛法宝，然后命令他自刎当场，自己带上极品灵石离去。没想到半路顾影却杀出来了，打乱了自己的计划。关于顾影，自己在一季外时就注意到了他，当时灵剑宗所有男弟子都被自己魅惑了，唯独他却毫无反应。直到顾影方才又展开雷霆手段，瞬间镇压了山谷内的所有人，又再次被他的实力惊到。柳如烟并不准备对顾影施展媚功，自己的媚功面对这种真正的高手根本起不到半点作用，所以没必要自讨没趣，惹得对方不喜。月神宫圣女柳如烟见过道友。柳如烟轻声开口，向着顾影作揖，这是对强者的尊重。听到柳如烟3个字，顾影当场就懵逼了。卧槽，柳如烟，这尼玛看过小说的人，谁人不知如烟大帝威名？外表清纯温顺，内心做作，在男主身边嘤，女主面前狠辣无情。柳如烟经典名句：我柳如烟穷过，富过，贱过，绿茶过，嚣张过，心机过，但请记住，我从未丑过。关于柳如烟，民间大神还出了一首关于她的诗：百年难遇沈右楚，人间绝色萧容瑜，一眼万年李诗雅，独断万古柳如烟。如今柳如烟在万千小说里已经有了将近4090个老公，2080个白月光，7900个青梅竹马，与各爽文男主结婚高达3086次，与男二结婚达2399次，与男主分手4070次，与男二分手3666次，与男主离婚3086次，与男二离婚2399次，以扎入道，俯瞰众生。这便是如烟大帝就问读者爸爸们，你们怕不怕？反正顾影是不怕，有了师尊宝宝那样的极品美人后，柳如烟的颜值他都不怎么看得上了，若是没有师尊之前，自己肯定会大为心动。不知道有名讳？柳如烟温婉开口。由于顾影只是最近在灵剑宗内很出名，所以柳如烟并不知晓顾影，也不知晓他女帝记名弟子的身份，只认识叶倾城和穆婉清那样的真传弟子。直接说你在此等候所谓何事？顾影语气有些不耐烦，他最不喜绿茶心机女，若是这柳如烟发现了什么宝地，或者有凶兽镇守的极品灵石之地还好说，若不是，自己便直接走。他还要去找穆师姐呢，这几日奔波赶路，碰到了不少气息恐怖的凶兽和险地，若非自己有点实力，恐怕都难以全身而退。而师姐才筑基初期，万一她出了什么事？顾影的不耐烦，柳如烟看在眼里，可误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男子敢对自己如此不耐烦。以往自己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有男子的地方便是焦点，被众星捧月，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让那些臭男人为之痴迷疯狂，像狗一样讨好自己，甚至让他们自杀当场都没有半点迟疑。见顾影一副随时准备离去的样子，柳如烟急了，立刻开口：我需要3块极品灵石作为交换，可以带道友去一处重宝之地。2年前我在外界发现了一处隐蔽的上古修士洞府，只不过那洞府石门。搜柳如烟话未说完，却见顾影身影一闪，化作剑光遁离了此地。呼呼，可恶，真是个无趣的男人。柳如烟瞬间气得不行，跺了跺脚。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男子拒绝和无视吐槽。过后他望向顾影消失的背影，没有恨，美眸内反而升起了一丝异样的色彩。
对方越是这样，他心里就越想将其征服。同阶之中，从来没有男人能拒绝自己，男人都只是自己的玩物罢了。待自己天生媚体在突破一个境界后，必定让此人臣服息息。倒是好久没有碰到如此有个性的男人了呢，而且容颜俊逸，气质无双，战力非凡，可以说是极品仙男了。很好，以后你便是我柳如烟的第一个男宠。2日后，一处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佛像东倒西歪的庙宇大院内，正发生着一场激烈的战斗。穆婉清以及2位同门正全力抵抗着19只金甲虫，在他们的四周还有29具失去了血肉的人类骸骨，可见此地战斗有多惨烈。而操控那19只金甲虫的人，正是神剑宗的核心弟子萧阳。因为被顾影抢走了81只金甲虫，所以怀恨在心的他，这几日但凡看到灵剑宗之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灭杀。萧阳，你胆敢杀我们，你可知穆师妹乃是我灵剑宗女帝门下真传弟子，若是她陨落在此，你神剑宗必定全宗被灭，你们华神老祖都救不了你们。眼看不敌，一位灵剑宗弟子仰头望向立于半空之中的萧阳，吃力吼道：萧阳，你此刻收手，召回这些怪虫，我们还能当什么事都未发生。另一位全身是伤的灵剑宗弟子艰难抵抗金甲虫的同时，也是吃力吼道：哈哈！萧阳猖狂地笑了，比一开口，还想女帝为尔等报仇？只要把你们全杀了，女帝又怎会知道你们是如何死在这遗迹内的？旋即面露狠厉之色。还有，你妈了个巴子，老子最烦死到临头的蝼蚁，还敢威胁老子的？你们2个给老子死！说罢，萧阳猛地摇晃起手中紫色铃铛。那19只金甲虫听到铃音后，眼神瞬间变得凶残无比，全部分散扑向2人。眼看2人就要死于金甲虫之口，不远处的穆婉清连忙散出体内全部的冰属性灵力，向着金甲虫席卷而去，瞬间就临近，将那19只金甲虫全部冰冻。你们快跑！穆婉清紧张催促。穆师妹，那你怎么办？2位同门神色慌张，异口同声：少废话，赶紧走！穆婉清喝道，旋即高举手中轻伤逐雪，极寒圣光冲天而起，轻伤飘雪。整个庙宇大院内忽然飘起了漫天飞雪，温度瞬间骤降至冰点之上，极寒之寒，深寒亦寒。落雪成冰，望着这鹅毛般的漫天飞雪，萧阳猛然间打了个寒战，他身影一闪，出现在了庙宇大院外，惊恐地看向院内的穆婉清。方才这漫天飘雪出现的刹那，他只感觉如坠冰窟，全身血肉骨头冻得隐隐要炸裂，若是被那些飞雪落在身上，仅仅一片，自己恐怕都要魂飞魄散。可怕此女当真，是可怕，这便是女帝真传弟子吗？在他的注视中，刚刚破冰而出的金甲虫被漫天飘雪淋到后，瞬间又再次被冰冻，而且这次冰的质感比方才冰的质感要强上万倍不止，宛若万年寒冰金甲虫直接无法动弹，嘴都无法张开。随着飘雪不断落下，金甲虫身上的冰层越来越厚，形成巨型冰雕，自己已经无法通过紫色铃铛感知到它们的气息了。也就是说，金甲虫失去了自己的掌控，即便摇晃铃铛也都无法操控它们。忽然，萧阳再次打了个寒战，只见穆婉清那双冰冷的眸子正充满无限杀机地看向自己，正要跑路，却见穆婉清先一步和2位同门向院落外遁离。萧阳一阵错愕，仔细观察穆婉清，发现她面色十分苍白，气息也比方才弱了大半，给人一种即将油尽灯枯的感觉。萧阳大喜，显然刚刚那一世消耗了穆婉清很大的代价才能激发而出，如今他虚弱无比，还只是筑基初期，自己根本无需惧怕他的本命灵剑，是老子的了。还有那绝世的容颜，曼妙的玉体，啧若是能抱在怀里玩弄一番，定然美妙无穷。剑阵风，萧阳手中长剑骤然出鞘，冲天而起，于空中迅速分散成12道剑光，朝着穆婉清3人呼啸而去。12道剑光瞬息而至，化作巨剑分散形成一圈，将穆婉清3人困在了其内。剑阵绝杀，萧阳不给3人任何喘息的机会，直接操控12件阵势，放出120道剑芒细丝，嗖嗖嗖，剑芒形成绞杀之势，密密麻麻地射向穆婉清身旁的2位同门，速度之快，直接就洞穿了他们的身体，急速来回穿梭。只是一刹那，2人的身体便在120道剑芒下千疮百孔，漫天鲜血喷洒而出，十分惨烈。不一会儿，便双双倒地气绝身亡。不，看着这凄惨的一幕，穆婉清悲愤无比，眸中杀意直达顶峰。他从来没有这么想杀一个人，但他无能为力，无法为同门报仇。方才那一世轻伤飘雪，筑基初期只能勉强掌控，只有修为达到金丹期后方能随心施展。刚刚强行施展，他是消耗了一滴本命精血，加上几乎全部的灵力，才得以勉强成功。如今已然是没有了半点作战能力。萧阳身影一闪，出现在了穆婉清身前，一脸淫邪地打量着他被紫色衣裙紧紧包裹的娇躯，最终目光在那傲人饱满处停留。
呼吸急促地吞了口水。穆婉清露出厌恶的神情，手中轻伤逐血寒气激荡，赫然一剑斩下。剑气纵横，萧阳嘴角露出玩味的笑容，身影闪动，出现在了穆婉清身后。轰！剑气斩在了12剑阵上，其中5剑爆裂开来。穆婉清没有任何迟疑，奔向剑阵之外，全速遁离。哼！萧阳鼻孔哼声，你体内灵力已然接近油尽灯枯，你觉得你跑得掉吗？不妨主动献出身体讨好于我，让萧某爽一爽，说不定事后还能给你留个全尸。说罢，萧阳隔空一拳轰出，强劲有力的气浪瞬间击中穆婉清。噗！本就虚弱的穆婉清喷出大口鲜血，从半空坠落，重重摔落在了碎石堆里，掀起阵阵尘土。咳嗽数声后，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险些昏死过去。气若游丝，萧阳一步踏出，出现在全身是伤的穆婉清身旁，打量着她虚弱的娇躯。啧，不愧是天蓝第一美人，即便是受伤都如此的娇美动人。旋即直接伸手粗暴地扯下了穆婉清腰间紫色的蝴蝶结系带。穆婉清满脸惊慌，想要反击，可体内已然没有了半点灵力，且身受重伤，根本使不出一丝力气。此时萧阳的手已经伸到了领口处，就要扯下自己的长裙。不要！穆婉清近乎绝望了，蜷缩着身体，娇躯轻颤。她脑海里忽然想到了顾影，自己的身子只能是他的，若是失去了清白之身，自己宁可一死。穆婉清眼角2行清泪流下。顾师弟，你在哪呲了？长裙被撕碎的声音。穆婉清绝望地闭上了双目，就要咬舌自尽。萧阳，你个畜生，给我住手！一道青年男音突然传来，紧接着便是3道术法的呼啸声破空而来。穆婉清美目睁开望去，是3名八荒圣宗的弟子。旋即他便再也支撑不住，昏迷过去。此时3道术法临近，萧阳腾空而起避开。顾长风，你是何意？故意闹事？半空之中，萧阳神色不悦地打量着3人中间那位眉清目秀、这青衫的青年。萧阳，方才是哪只手触碰的穆道友？留下那条手臂，你可离去。顾长风语气平静，但目中却是杀气腾腾。倒不是他喜欢穆婉清，而是在遗迹外时，当时他清楚地看到穆婉清和顾影一同进入的遗迹漩涡。他暗中打量着穆婉清这位天之娇女时，注意到穆婉清看向顾影的目光，眸中充满了爱意，想必2人是道侣关系。既然顾影先前救了自己，那么现在碰到他的道侣遇难，自己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萧阳谨慎地打量着顾长风，通过对方目中的杀意能看出，恐怕自己留下一臂后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顾长风是想先羞辱自己，然后再杀之古道友。你是何意？你我无冤无仇，莫非也看上了这穆婉清？若是如此，萧某将她让给你便是。此女萧某还未碰过，她的手工杀还在。萧阳直接就怂了。八荒圣宗炼体为主，肉身之力强横无匹，特别是这古长风，年纪轻轻便领悟了八荒圣意，一答疑自己根本就不是他对手，何况还来了3人，此刻只能求饶。古长风眉头一皱，他确实是想先羞辱萧阳这卑鄙小人，然后再杀之，没想到他看出来了。萧阳，我只给你3息时间考虑，如若不照做，古某便亲自出手取你双臂。闻听此言，萧阳瞬间怒了，看来这古长风杀意已决。姓古的，你别欺人太甚，你不就是仗着人多吗？有种单挑。萧阳心中已经有了计谋，3打3，自己一击必败，若是1打1，还能找机会逃跑。如你所愿。古长风冷笑，他自然知晓萧阳心中的想法，直接展开身法，化作残影冲向萧阳。萧阳不敢怠慢分毫，果断施展人剑合一，在阵阵耀眼的灵光中，他的整个身影与手中长剑合二为一，化作一道锋利的青色剑芒，掀起阵阵音爆，破空射出。只不过并非是射向古长风，而是向着相反方向遁离。他要借助人剑合一的极致速度逃跑。古长风对此早有防备，一拍储物袋，一团雷电奔腾的光球飞出，使出全部力量，猛地将这团雷电抛向萧阳。雷电光球迎风渐长，速度暴增数十倍，嗖的一声便临近到萧阳所化青色剑光后，下一刻直接将其笼罩在内。给我破！古长风喝道。轰！雷电光球电弧交织，轰然爆破。萧阳直接被炸得人剑分离，衣衫褴褛，喷出大口鲜血，身体如断线风筝般在空中自由落体。他强忍剧痛，立刻修为爆发，稳住身形，还想继续逃，可已经晚了。古长风已然近身，猛地一拳轰向萧阳的腹部，咔嚓，骨头清脆的炸裂声。啊！萧阳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回荡在四周荒野，声音之大，似要撕裂虚空。他的身体也在这狂暴的一拳下，向着下方急速坠落，重重砸在了一块巨石上。噗！3尺高的鲜血喷洒而出，
还没有死，显然是古长风留手了，不然以他体秀的全力，一拳足以要了萧阳的命。可嗨！萧阳剧烈咳嗽，鲜血从嘴角涌出，其中夹杂着大量内脏碎块。他痛得龇牙咧嘴，全身冷汗直流，跪伏在地，艰难开口：“古道友，手下留情，你我之间没有深仇大恨，没必要置人于死地。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萧某愿意献出魂血，一辈子做你的奴仆。”萧阳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在这一击内受如此重的伤，即便此刻没死，事后也会葬身妖兽之口，不妨果断点交出魂血，还能得到庇护，保住性命。你放心，我不杀你。看着萧阳为了活命卑贱的像条狗一样，古长风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种人。他决定等穆晚清醒来，把萧阳交给他，让他亲自解决萧阳。见古长风不杀自己，萧阳大喜，连忙取出了自己的魂血。嗡嗡嗡，不远处忽然传来蚊虫扇动翅膀的声音。古长风转身望去，是19只蝉虫大小，金色的飞虫向着这边冲刺而来。他的心脏莫名猛地一跳，这小小的飞虫竟给他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只要一个照面，这19只飞虫其中任意一只都能将自己瞬间灭杀。身为修真者，这种感觉绝对不会出错。古长风倒吸口凉气，大喝让2位同门赶紧撤退。2位同门也察觉到了这群金色飞虫散发的危险气息，立刻冲天而起。古长风则是奔向不远处碎石堆里昏迷的穆晚清，要扛着他一起跑路。金甲虫并没有追击他们3人，而是直奔萧阳而去。他们清楚地记得，就是此人先前控制了他们。十分记仇的金甲虫决定一起活吞了虚弱的萧阳，连他的骨头都不放过。见19只金甲虫朝着自己扑来，重伤跪伏在地的萧阳一点也不慌，反而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猛烈咳嗽几声后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金甲虫脱离自己的控制后，能自行破冰而出。他不慌不忙地将刚刚挤出的魂血融入了体内，然后吃力摇晃起手腕上的紫色铃铛，叮铃铃叮铃铃，清脆的铃音回荡四周。19只气势汹汹的金甲虫刚一听到这铃音，身躯赫然顿住，眼神皆是变得迷离起来。去，给我杀了他们3个！萧阳摇晃铃铛，一脸狠厉地吼道。19只金甲虫听话的全部改变方向，冲向古长风3人。萧阳立马取出了一粒丹药服下，伤势瞬间恢复一半。此时古长风3人已经逃出了1里之外。古师兄，快看身后，那些金色飞虫朝我们追来了！一位胖乎乎的同门忽然惊声道。正在全速御剑飞行的古长风和另一位同门望向身后，果然都追来了。他们的飞行速度好快，几乎是我们的1倍。古师兄，不出午息，我3人必定被追上。这女子此刻昏迷不醒，带上也是个累赘，不妨将她抛向那些飞虫，还能为我们增加逃跑时间。不行，我绝对不会抛弃她。古长风斩钉截铁，此刻他也很紧张，正在想办法如何摆脱这些气势恐怖的飞虫。古师兄，不就是一个长得漂亮点的女人吗？以你的身份，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宗主交代啊？眼看金甲虫越来越近，胖乎乎的同门更急了。前方3里开外有条河流，通常飞虫都是无法下水的，咱们坚持到河边即可，赶紧一同施展术法阻挡他们的飞行速度。话语间，古长风掌心凝聚出了一团超大火球，向着后方猛地抛去。2位同门也不敢怠慢，双手展开，一团接一团的巨型火球凝聚而出，向着金甲虫疯狂抛去。19只金甲虫丝毫不惧，迎面撞击。它们坚硬的外壳刀枪不入，水火不侵，这点火球根本无法对它们造成半点伤害，就连飞行速度都没有丝毫减慢，反而更快了。古长风3人满脸惊悚，要知道方才那些火球术，即便是同阶修士都不敢硬接，怎么办？古师兄，2位同门顿时急了。古长风也很焦急，其实他有大威力法宝，可法宝受一技内的法则之力影响，根本无法挥发出金丹等级之上的威能。古长风忽然面露果断之色，一拍储物袋，满脸肉痛地取出了身上所有的中上品灵气，足足有25件，留恋地看了眼后，凝聚为一团，毫不犹豫地向着身后猛地抛去。25件灵气灵光闪耀，速度飞快，迎面撞上了紧追而来的19只金甲虫。给我爆！古长风喝道。25件中上品灵气同时灵光骤闪，散发出25道恐怖的威能，轰然爆炸。轰隆隆，虚空颤动，炸响震天，数十道充满毁灭性的气浪一环接一环的向着四周猛烈冲击开来。却见处于爆炸中心地带的金甲虫在这恐怖的威能中安然无恙，没有受到半点伤害，甚至飞行速度也未受到丝毫影响，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凶性。一个个尖锐嘶鸣起来，速度爆发到极限，冲出了爆炸地带，只是眨眼的功夫便临近贴近了古长风，眼看就要吸附在3人身上，不好！古师兄，你快走！2位同门极度惊恐，使出全力推向古长风。古长风速度暴增，
一瞬被推出了30丈开外。不！顾长风怒吼一声，就要返回营救2位同门，可下一秒，2位同门便被金甲虫吸附在身，2人的身体瞬间就被啃食的只剩下骨架。这惨烈的一幕使得顾长风眼眶通红，只能忍痛朝着河边逃亡。然而刚飞出一小段距离，身后便响起嗡嗡的索命之音。顾长风只感到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金色飞虫已经贴近了自己，迅速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张紫色符篆，握在手中狠狠一捏。他的身影模糊，带着昏迷的穆婉清瞬间出现在了下方草木茂盛的山林内。金甲虫扑了个空，速度爆发，朝着下方密林追去。顾长风仰头望着追击而来的金甲虫，十分紧张。刚刚那张紫色符篆是一张短距离瞬移符，只能使用一次，自己只有1张。紧张中，顾长风快速一扫四周地形，此刻只能借助山林内的树木和山峰作为障碍，争取微薄的时间赶往河流附近了。思虑至此，他立刻展开身法，冲进了密林内，急速穿梭其中。可很快，让他震惊的是出现了，那些飞虫竟然连山体都能直接吞噬它们，只管横冲直撞，面对阻挡之物，直接瞬间就能吞噬掉顾长风到吸口凉气。这究竟是什么怪物？轰隆隆，地面忽然剧烈震动。顾长风向前望去，竟是一头高达15丈的黑色巨熊，伸手抓住了天空中翱翔的庞大巨鸟，将其锁喉，一屁股轰然坐下，抱着巨鸟大口撕咬起来。看着巨型黑熊，顾长风心生一计，朝着黑熊狂奔而去。黑熊自然也注意到了正在快速临近的顾长风，不过他并没有理会，而是津津有味地撕咬着巨型大鸟。毕竟在他眼里，顾长风就跟蚂蚁一样渺小，还不够他塞牙缝。顾长风很快顺利绕到了如山峰般蹲坐在地的黑熊身后，他刚一绕过，身后便响起了黑熊震天的咆哮声，紧接着地面震动起来。顾长风边逃亡边望向身后，只见那巨型黑熊看到金色飞虫后，直接就吓尿了，麻溜的起身，一边尖叫一边朝着自己这边疯狂逃窜。顾长风心中一紧，如此大的黑熊精，只是看了眼那群渺小的金色飞虫，就被吓成了这样。这些金色飞虫究竟是什么鬼？难不成是上古时期的凶兽吗？下一刻，让他更震惊的是出现了19只金色飞虫追上黑熊精后，仅仅只用了一息，高达15丈的巨型黑熊便只剩下一副硕大的骨架了。目睹这一幕，顾长风人妈了，恐怖太恐怖了，那可是堪比好几十栋阁楼高的黑熊啊！而且皮糙肉厚，其肉身防御力恐怕不输自己。顾长风打了个寒战，浑身机灵。此刻他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他有种预感，即便自己逃到河底，恐怕也难逃一死。古道友，放我下来吧，你自己逃，这样你的速度会快一些。被顾长风背在身后的穆婉清此刻醒来，虚弱开口：“穆姑娘，你醒了，好些了没？”顾长风一脸欣喜，然后认真道：“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抛弃你的。古道友，请放我下来，你已经仁至义尽了。那群金甲虫我很久之前就见过，他们很可怕，不然你真的没机会逃掉了。”穆婉清虚弱迷离的说完，再次昏迷过去。嗡嗡嗡，金甲虫扇动翅膀的声音在身后蓦然响起。顾长风大惊失色，立刻施展八荒圣印，瞬间一道满是奇异符文的金色护盾将他和穆婉清笼罩在内。平，19只金甲虫撞击在了金色护盾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旋即同时吸附在护盾上，张开大口疯狂啃食起来。金色护盾灵光骤闪，随时都有可能破碎。顾长风连忙将昏迷的穆婉清平放在地面，双掌接触金色护盾，体内灵力狂涌而出，注入其内。但面对金甲虫恐怖的吞噬之力，没有起到半点作用，金色护盾碎裂得更快了，其上金色的奇异符文都无法弥补碎裂的速度。凭随着一声脆响，金色护盾轰然崩溃，19只金甲虫蜂拥而入，分别吸附在了顾长风和穆婉清身上，张开利齿就要大快朵颐。顾长风绝望惨笑：“都给我住手，散开！”一道呵斥声传来，金甲虫立刻听话的散开，紧接着便是剑气呼啸声响起，数十道剑气急骤而至，尽数斩在了顾长风身上。这一幕发生的太过突然，顾长风根本来不及躲避，直接被斩飞出了数十丈之远。即便他肉身之力强悍，但同时被数十道之强剑气斩中，此刻也是身受重伤，鲜血从伤口溅射不止。他的身上到处都是皮开肉绽，剑伤更是深入剑骨，10多处白森森的骨头裸露在外，十分骇人。若非他是体修，仅仅2道剑气就足以将他大卸8块。顾长风痛苦地望着从天空中缓缓落下的萧阳：“顾长风，你真该死啊，伤得我那么重。”萧阳面目狰狞，抬脚狠狠地重踏在了顾长风的胸口处，咔嚓，噗！顾长风喷出大口鲜血，胸口处的肋骨尽数断裂，痛得他面色煞白，直冒冷汗。“你真该死啊，让你走偏不走，为什么要坏我好事啊？”
萧阳咬牙切齿，脚不断地在谷长风的胸口处重重碾压。谷长风强忍着痛苦，不发出丁点惨叫声，冷脸鄙夷地怒视着萧阳。若非那19只金甲虫，这萧阳连个屁都不是狗东西，还不服。萧阳又是狠狠一脚踩踏在谷长风的胸口，这一脚直击内脏，谷长风喷出大口鲜血，差点昏死过去。不服是吧？很好，你不是喜欢穆婉清吗？哼，老子今天便让你亲眼好好看看，你喜欢的女人是如何在他人身下承欢的。萧阳得意狂笑，来到了昏迷的穆婉清身旁，直接扯下了她破损的紫色长裙，内里只剩下一件薄如蝉翼的素白内搭和隐隐可见的紫色绣花肚肚，散发着神秘的诱惑。萧阳，你这畜生，给我住手，否则你会死得很惨。谷长风怒声咆哮，想起身给萧阳2拳，可胸口肋骨尽断，全身见伤见骨，仅仅只是动一下都是撕心裂肺的疼痛，根本无法起身。哈哈，我死不死不知道，待萧某爽完后，你们2个都得死。说罢，萧阳满脸淫邪地打量起穆婉清美妙的娇躯，忍不住咽了口水。特别是那倾国倾城的绝美容颜，仿佛9天之上的仙女，使得他根本忍不了片刻，直接就扑了上去。就在萧阳的身体要触碰到穆婉清身体的刹那，一股恐怖的能量冲击波赫然袭来，将他瞬间震飞嗖，紧接着便是一把赤红长剑呼啸而至，洞穿了萧阳的胸口，带着他急速飞行，最终将其定挂在了一棵参天古树上。却见一位俊朗非凡、气息无限恐怖的紫衣青年脚踏雷霆从天而降，其周身散发的阵阵狂暴能量波动，使得虚空都扭曲，宛若死神降临。来人正是顾影，他正好从此的路过。当他看到师姐正在受辱时，气血直冲天灵，愤怒值瞬间直达顶峰，立刻施展3000雷动，瞬息降临。道友，那萧阳实力一般，当心那些金色怪虫。看到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到来，重伤伏地的谷长风连忙出言提醒。被长剑定挂在参天古树上的萧阳，见是顾影到来后，脸上充满了恐惧，不敢有丝毫怠慢，直接就疯狂摇晃起手腕处的紫色铃铛，然后忍受着撕心裂肺的剧痛，龇牙咧嘴地拔出了胸口处的长剑，御空逃亡。那19只金甲虫在听到铃音后，全部凶残地向着顾影袭来。顾影看都不看左侧飞来的金甲虫，左臂抬起间，一团巨型雷球与掌心凝聚而出，喷射向扑来的金甲虫。同样是看都不看结果，便施展3000雷动，身影化作雷霆，向着前方逃亡的萧阳追击而去。轰！随着一声震天炸响，谷长风当场呆若木鸡，19只无坚不摧的金甲虫竟然在雷球的爆炸下直接灰飞烟灭了。这19只金甲虫有多强，他是最清楚的，几乎可以用无敌变态来形容。想不到顾影随手一击，便让他们当场灰飞烟灭。此刻顾影强大的身影深深冲击着谷长风的心灵。而顾影之所以灭杀这19只金甲虫，是因为他收服金甲虫期间，这19只金甲虫能再次被紫色铃铛控制，就已经在他心里被淘汰了，属于不良品种，故而碰面就直接选择了灭杀。以顾影堪比金丹中期的实力，再加上变异雷灵根的恐怖威能，足以灭杀2级上阶发育不良的金甲虫。无比震惊的谷长风又望向不远处天空中顾影的身影，顾影只是一瞬之间便追上了落荒而逃的萧阳。只见他右手按压在惊恐求饶的萧阳头顶，狠狠一捏，萧阳的头颅轰然爆炸，无头尸首从空中坠落，被下方丛林内观望的数头妖兽分尸啃食，只是眨眼间便被啃食成了一副无头骸骨。顾影身影一闪，来到了谷长风面前。道友。见顾影来到自己身边，谷长风很是惧怕，生怕顾影不知晓现场发生的具体情况，将自己灭杀。而顾影通过现场痕迹自然能看出，应该是这谷长风保住了师姐。多谢。顾影凝重抱拳，然后毫不吝啬地取出了一块极品灵石抛给谷长风。谷长风呼吸顿时急促，既然是先前那块极品灵石，极品灵石有多贵重，他自然知晓，正要拒接，可还是收下了。按照他的想法，如顾影这等强者，想必最讨厌磨磨唧唧拐弯抹角的客套，自己不妨直接收下，还能留个好印象。收好极品灵石道谢后，连忙取出了一粒绿色丹药服下，强忍着剧痛盘膝而坐，开始吐纳恢复。顾影走到了昏迷的师姐身旁蹲下，细心地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套干净的服饰，遮挡住了那朦胧春光。心痛地抚了抚师姐精致小巧的脸颊，理顺了凌乱的青丝，双指搭在她纤细白净的手腕处，源源不断地注入灵力。百息后，穆婉清悠悠醒来，当他看清楚身旁之人是顾影后，顿时喜极而泣，直接就激动地抱住了他。顾师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哭得梨花带雨。这一幕使得一旁的谷长风尴尬不已，连忙调整方向，背对2人继续打坐恢复。顾影轻轻抚了抚师姐娇柔的后背，安慰道：没事儿，有我在，你不会再受到任何伤害。
脸埋在顾影肩上抽泣了会儿。穆婉清这才后知后觉想起古长风也在，当即难为情地停止了抽泣，和顾影分开，俏脸微红。师弟，萧阳和那些金甲虫呢？穆婉清尴尬地刻意找话题，他知晓顾影的实力，只要他出现，萧阳必死。都死了。顾影似笑非笑地看着师姐，他岂能不知单纯师姐的小心思？不过有外人在场，他也不好调戏。穆婉清微微点头，然后起身看向古长风，神色变得严肃，拱手道：多谢古道友救命之恩，若是没有你舍身相救，我可能早就陨落了。这份恩情，婉清定会永记在心。若是古道友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与我开口，只要不违背道德，刀山火海皆可赴。古长风这才转过身来，看向穆婉清，摆了摆手，微笑道：穆道友太客气了，你这位师弟之前便救过我一命，方才又给了一块极品灵石，所以此事无需放在心上。不待穆婉清接话，顾影便抢先开口：此事一码归一码，在下顾影，多谢古道友舍身救我师姐，日后若是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顾某同样可以全力相助一次。闻言，古长风心中狂喜，能得到这种强者的承诺，比极品灵石都贵重。他有一种预感，顾影绝非池中之物，未来不可限量，极有可能成为传说中的化神修士。接下来，古长风又与顾影客套了一番，然后便进入了打坐恢复状态。穆婉清取出一粒疗伤丹药服下后，也进入了恢复状态，由顾影为二人护法。3日后，两人伤势先后痊愈，灵力也恢复，三人一同离开了此地。经过半日的赶路，他们走出了这片密林。刚一走出，便听到东面方向传来轰隆隆的震天巨响。三人同时望向东面远处的平坦草原，只见四宗合计共200余人，正与一头气息强大、身着火红神羽、火红尾翼、全身被火焰包裹的巨型鸟兽争斗嘶。是朱雀。三人目光汇聚在那巨型鸟兽身上，瞳孔皆是猛地一缩。他们都见过神兽朱雀的画像，尤其是顾影更加兴奋，终于找到了，这幼年朱雀是自己的了。奇怪，我记得宗主说过50人足以收服幼年朱雀。看远处战场战况，他们明显已战斗多时，200人居然没能成功捕获。穆婉清疑惑道：很明显，他们都并未出全力。顾影开口解释：仔细看，所有人都在打游击战，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朱雀消耗其他宗门之人，然后自己宗门人数占优势后出手抢夺。穆婉清仔细一看，还真是这样。一旁的古长风看了看远处战场，又看了看顾影，没有说话。以顾影恐怖的战力，再加上穆婉清这位女帝真传弟子，两人强强联手，朱雀可以说已经是灵剑宗的了。他决定不参与，做个看客。他有种感觉，即便现场所有人加起来，恐怕也不是这2位对手。走吧，此次一计之行该收网了。说罢，顾影朝着草原战场飞去，穆婉清、古长风紧随其后。三人很快便抵达了术法漫天的战场。顾影没有墨迹，直接出手，散出铺天盖地的极寒气息，直奔半空中的幼年朱雀而去，瞬间便临近，将其笼罩冰冻。然而只是刹那，朱雀身上的厚厚冰层在其羽翼炽热的火焰下开始迅速融化。穆婉清见状，连忙散出极寒气息加固，只是那些极寒气息刚一临近到朱雀3尺范围内，便被其体表自然散发的高温顷刻蒸发。穆婉清惊呆了，同样是变异冰灵根的极寒气息，自己和顾师弟的差距竟如此之大。古长风也是大为震惊，女帝真传弟子的冰系灵力居然比不过籍籍无名的顾影。要知道，顾影的极寒气息已经将朱雀冰冻，而穆婉清后手在朱雀被冰冻的情况下，极寒气息都无法靠近朱雀，这实力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此时由于顾影和穆婉清的突然出手，使得他们2人瞬间成为了全场焦点。现场4宗200余人，除了灵剑宗弟子，所有人都停止了出手。他们都认出了穆婉清这位女帝真传弟子，以及注意到了顾影这位不知名、实力似乎远胜穆婉清的存在。此时他们心中不约而同的都暗中决定，让朱雀消耗这2位强者，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咔嚓，这时朱雀震碎了体表剩余的冰层，火焰腾腾的双目怒视着顾影与穆婉清，口中吐出一颗超大火球，喷向2人。火球刚一脱口，恐怖炙热的高温就让顾影、穆婉清感受到了热浪扑面窒息的感觉。他们全身血液瞬间沸腾起来，竟然在开始燃烧，这温度太过恐怖，若不及时降温，血液随时都有可能煮熟自己的肉身。2人神色大变，立刻催动变异冰灵根，释放极寒之气，游走全身血脉护体，同时施展身法，必让火球嗖的一声擦肩而过，重重砸在地面。有5位躲避不及时的4宗弟子当场灰飞烟灭。这一幕吓得所有人都迅速远离了顾影、穆婉清。避开火球的顾影反手就是一道拇指粗的雷霆从指尖迸发，射向朱雀。穆婉清则是挥手间，一座气势磅礴的巍峨冰山在朱雀上空凝聚而出，轰然镇压而下。朱雀察觉到雷霆的恐怖，嘶鸣一声，扇动翅膀，
化作一道红芒，轻松就躲避了极致速度的雷霆和冰山。接着，朱雀所化红芒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朝着顾影冲刺而来，这速度太快，顾景头皮发麻。以他堪比金丹中期的修为，都近乎无法发现其踪迹，直接展开3000雷动，搂着师姐出现在了朱雀身后的天空之中。剑来！顾影喝声，抬指高举而起，现场四宗所有人，但凡持剑之人，手中长剑皆是剧烈轰鸣一声。嗖嗖嗖，霎时间，189把长剑同时脱离原主之手，冲天而起，瞬间便聚集在了顾影头顶上空。嗡鸣不断，现场所有人全部被顾影强大的手段震惊到亚麻，呆住，他们根本不敢想象顾影居然能操控他人认主的本命灵剑，而且是群体操控。此刻，特别是那些灵剑的主人，他们拼尽全力联系操控自己的本命灵剑，可始终得不到本命灵剑的任何回应，仿佛这一把剑本就是顾影的一般，现在只是物归原主。所有人目中满是浓浓的不可置信趣。顾影落指189把长剑快若闪电，直奔掉转身型的朱雀破空射去。朱雀再次扇动翅膀，身影化作红色流星，轻松就躲避了这189把长剑。然而随着顾影手指的滑动，189把长剑重新锁定朱雀，再次破空击射而去。朱雀不再躲避，而是直直冲向顾影，显然是想借助速度让顾影自食其果。顾影岂能不知，搂住师姐便施展3000雷动，出现在了50丈之外。朱雀见无法追到顾影，嘶鸣一声，于空中盘旋一圈，直面击射而来的189把长剑，猛地扇动翅膀，散出滔天火海，笼罩住了所有长剑。在恐怖炙热的高温下，189把长剑顷刻融化，噗噗噗噗噗。此时下方人群中，189人同时捂住胸口，面色痛苦扭曲，连连喷出大口鲜血，有的甚至因为疼痛当场昏死了过去。这些人正是因为本命灵剑被毁，遭到了严重反噬。他们一个个憎恨地望着天空中的顾影，恨不得杀了他，但都是敢怒不敢言。顾影沉吟，速度最快的飞剑攻击都无法追击到朱雀，该如何是好？难道只能凭借肉身之力肉搏了？可朱雀身上的火焰和高温，自己近身后恐怕难以坚持，就会被融化。顾影看了眼下方人群，只有17名灵剑宗弟子，这点人完全起不到作用，可惜刀爷出不来。若是强行取出，即便他压制修为，这脆弱的一技空间都会因无法承受他的气息而崩溃，到那时所有人都得死。为今之计，看来还是只能凭借肉身之力近身一试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一击重创朱雀，让其臣服。师姐，你先下去，我试试。顾影松开了搂住师姐的手。你追一点。穆婉清没有过多废话，他知道自己起不到太大作用，反而会影响顾影，于是果断飞到了地面安全区域。此时不远处的朱雀扇动翅膀，接连扇出7、8片火海，朝着顾影冲撞而来。顾影体内灵力激荡，散出全部的极寒气息，将自己笼罩，随后身影化作雷霆，避开火海，直接就出现在了朱雀的背部。忍受着炙热的高温，全身之力凝聚于右拳之上，就要砸向朱雀的头颅。朱雀感受到了危机，当即360度翻转，身体旋转起来，持续不断，速度极快，想以此甩开顾影强大的离心力，险些将顾影甩飞出去，使得他无从下手，只能牢牢抓住朱雀的神域。诸位同门，赶紧释放威压！穆婉清一脸焦急，看向身旁的17位同门，催促道。旋即率先散出威压，震慑朱雀。17位同门这才从顾影恐怖的战力中回过神来，同时向着朱雀释放威压。在他们的联手镇压下，朱雀翻转身体的速度这才慢了些，但速度仍然极快，顾影仍然无从下手。若非他肉身强大，这一息上千转的离心力足以将他的身体撕得粉碎。所有八荒圣宗弟子听令，全部散出威压，震慑朱雀。古长风一扫现场人群中的43位同门，开口道：这句话他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因为自己的行动无疑是在祝灵剑宗获得朱雀，这基本上属于叛宗行为了。要知道，这次4宗的最终目的都是神兽朱雀，宗门都有交代。若是4宗同时抢夺朱雀，先消耗其他3宗弟子人数，必要时可趁机屠灭3宗所有人。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抹杀朱雀，也绝对不能让其他宗门得到。可想而知，帮助他宗获得朱雀的罪证有多大。古长风性格就是这般快意恩仇，顾影救过自己一命，既然他现在需要帮助，那自己也豁出去了。八荒圣宗43名弟子闻言，一个个面面相觑，低声议论：这可是叛宗之罪啊！诸位同门还在犹豫什么？古长风眉头一皱，出了事我兜着，还不赶紧出手？莫非你们要违抗我的命令？你们可知违令后果？八荒圣宗43名弟子听到这话，不敢再有半点犹豫，果断集体散出威压震慑朱雀。他们不得不听令，整个八荒圣宗都是古家的，古长风又是宗主之子，权力大过天，违令者可直接被他处死战场之上。因为有了八荒圣宗弟子们的威压相助，再加上灵剑宗弟子，此时朱雀的翻转速度直接慢了一半。见此大好时机，
顾影蓄力一拳，猛地砸向朱雀的头颅。厉朱雀尖声嘶鸣，全身变得通红，整个身体的温度瞬间提高了1倍，顾影体表的极寒气息直接被蒸发。他顿时大惊失色，此刻他体内的血液瞬间剧烈沸腾起来，全身皮肤开始出现大规模皲裂那模样，就如同干旱裂开的土地，十分恐怖。若非他身具变异冰灵根，仅仅这一下，他整个人都会被蒸发掉，顾景头皮发麻。正当他要落荒而逃时，一道满是符文的金色护盾将他笼罩，隔离了高温。正是古长风对他施展了八荒圣印。顾道友，赶紧出手，我只能坚持一息。古长风吃力喊道，他体内灵力源源不断地涌入金色护盾内。顾影不敢有丝毫耽搁，再次将全身修为之力凝聚于右拳之上，朝着朱雀的脑袋呼啸而去。罡风阵阵，就在临近的刹那，凭一声脆响，八荒圣印护盾破碎。眼看顾影性命垂危，突然天空中飘起了漫天雪花，寒冷刺骨的极寒气息充斥在顾影四周，雪花一片一片的落在他和朱雀身上。正是木婉亲手持轻伤逐雪，催动变异冰灵根，施展了本命灵剑的最强绝技轻伤飘雪。这一助攻使得顾影和朱雀体表的温度各自骤降一半，免去了顾影被高温蒸发的危险。即便如此，此刻的温度也绝非常人能忍受，足以瞬间蒸发任何一个非炼体修士。砰！顾影全力的一拳终于是顺利重击在了朱雀的头颅上，这堪比金丹中期的一击，直接将朱雀轰得两眼冒金星，哀嚎一声，当场昏死过去，重重坠落在了下方地面，掀起滚滚尘土。顾影紧张的长吁了口气，终于结束了，迫不及待的从空中降落，来到朱雀身旁，就要取其魂血。这时，神剑宗、月神宫、八荒圣宗所有弟子全部修为激荡，谨慎地朝着顾影这边靠近，似乎只要顾影敢取朱雀魂血，他们便群体发动最强一击，灭杀顾影。现场氛围一下变得紧张起来。穆婉清见状，立刻飞身来到了顾影身旁。灵剑宗17名弟子对视一眼，也飞身来到了顾影身旁。双方剑拔弩张，顾影不屑地望着三宗众人，即便此刻自己身受重伤，但灭杀这群人还是轻而易举的。但凡他们敢再上前半步，全都得死。八荒圣宗所有弟子听令，全部撤退。望着这一幕，古长风瞬间气得不行，冲着人群中的众同门呵斥道：这八荒圣宗所有弟子面面相觑，这可是拿到朱雀的大好时机啊！即便顾影再强，也绝对不可能是现场180余号人的对手。只要击杀顾影和灵剑宗剩余弟子，现场其他3宗之人也绝非八荒圣宗对手。到时候朱雀就是自己宗门的了，一旦拿回朱雀，所有弟子都能得到一辈子都难以触及的丰厚奖励，足以改写下半辈子命运。见众同门犹豫，鼓掌风气，上家气，若非是自家宗门之人，他真不想阻止他们去送死，给你们一息时间，还不退下，古某亲自镇杀你们。古长风修为爆发，一副随时准备要出手的样子。八荒圣宗43名弟子见状，全部吓得不轻。古长风身为宗主之子，有专门克制他们的功法，若是他真动起手来，即便在场43名弟子联手，也绝不可能是他对手。而且拒绝他的命令，出遗迹后也不好和宗主交代。此刻这43名弟子内心很是不甘，改写下半辈子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却要放弃一个个，心里对古长风恨极了，只能憋屈愤怒的无奈退场。神剑宗和月神宫弟子见状，皆是不屑的低声骂了句怂包、软蛋等等。所有人一起上，直接展开最强绝技，秒杀灵剑宗众人。朱雀就是我们的了，一旦带回宗门，下半辈子飞黄腾达。人群中一位青年男子兴奋喊道：灵剑宗才19人，我们140余人，兄弟们别犹豫了，冲！一击将他们震杀。刹那间，现场士气高涨，所有人同时祭出最强灵气、符宝等等，攻向顾影。顾影不屑冷笑，修为爆发，挥手之间，周边天地灵气翻滚，汹涌汇聚，化丝成剑。瞬间，180道剑气在他的头顶上空凝聚而出。剑鸣惊天，在顾影意志之下，180道剑气快若闪电，朝着同样施展着漫天术法袭来的神剑宗、月神宫弟子们激射而去。180道剑气在顾影堪比金丹中期的实力操控下，势如破竹，一路摧枯拉朽，一剑破万法。140余人的最强灵气及术法，在这强大的180道剑气下，连顷刻都无法抗衡，便瞬间在阵阵爆炸声中被摧毁。神剑宗、月神宫弟子见状，全部大惊失色，惊恐到了极致，一个个脸上露出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以一己之力破同阶140余名修士的最强灵气和术法，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一定是幻觉！所有人心底疯狂呐喊，但死亡临近的感觉不会错他们的瞳孔内，180道索命剑气已然急速临近。他们下意识想逃，可已经来不及了，这剑气太快，除非他们会瞬移，下一刻场面到处鲜血溅射，142颗头颅滚滚落地。这恐怖骇人的一幕
使得八荒圣宗以及灵剑宗弟子全都同时猛地倒吸口凉气。他们望向顾影，目中无一不是充满着浓浓的震惊，以一己之力挥手瞬杀142位同阶修士。这怎么可能？这他妈不可能啊！他绝对不是筑基修士，最少也是金丹修士，极有可能是传闻中的元婴老怪。可金丹元婴大能怎么可能进入这遗迹内？如此说来，这顾影他就是筑基后期大圆满修为，轰所有人脑海轰鸣，人麻了。此刻八荒圣宗那43名弟子都很是庆幸方才听了古长风的话，没有对顾影出手，不然他们现在已经是一具具冰冷的无头尸首了。想到这里，他们浑身一阵哆嗦。古长风也再次被顾影的实力震惊到，他知道顾影很变态，没想到这么变态。现场唯独穆婉清神色如常，顾师弟的实力他早已见识过。诸位同门，八荒圣宗道友，现场142个储物袋，你们分了吧。灭杀完所有人后，顾影淡淡开口。顾影也是有恩报恩，毕竟八荒圣宗弟子方才帮自己收服朱雀有功。众人闻言皆是欣喜若狂，虽然没能拿到朱雀的丰富报酬，但142个储物袋给60号人平分，平均每人2个半，也能小小的报复一波了。多谢道友，多谢顾师兄。灵剑宗、八荒圣宗弟子们纷纷向着顾影抱拳，随后兴奋地直奔尸体堆里搜刮储物袋。穆婉清并没有去，而是虚弱地就地盘膝而坐，打坐调息恢复。方才施展轻伤飘雪，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灵力以及一滴精血。顾影直接取出了10块极品灵石，递向穆婉清：“师姐，拿去恢复。”穆婉清看到这10块极品灵石，直接就傻眼了，呼吸都为之急促。师弟，这是极品灵石。顾影淡笑点头。穆婉清深吸口气，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收下。顾影几乎用命令的语气。穆婉清微微一愣，顾影这副霸道口语，不知为何让他心跳都莫名加快，如小鹿乱撞，下意识里就想服从，于是伸手乖乖的收下了。不远处，古长风看着这一幕，心里不由对顾影十分佩服。如穆婉清那般清冷绝色的仙子，顾道友居然都能降服的服服帖帖。若是自己面对穆婉清这样的绝美天之娇女，对其大声说话，甚至都会觉得自己有罪时再是穆婉清太美太优秀了。给完师姐极品灵石后，顾影双指隔空一点朱雀眉心，其眉心处金芒一闪，一滴金色的血液缓缓从内溢出。不愧是神兽，血液都是金色的。顾影呢喃，操控朱雀金色的魂血融入了自己的识海内。他与这头幼年朱雀瞬间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生死也在这一刻掌控在自己一念之间。昏迷中的朱雀立刻就察觉到自己缺失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神目赫然睁开，怒火冲天地敌视着顾影。自己的魂血居然被这该死的卑贱人类取走了！轰隆隆，突然地动山摇，竟是顾影挥手凝聚出了一座巍峨冰山镇压而下，重重地砸在了朱雀身上，直接将还未完全清醒过来的他震趴在地其两侧神域下，隐隐还有金色血液流淌而出。从此刻开始，我便是你主人，收起你的敌视与高傲，若再有下次，定斩不饶。顾影冷漠开口，面对这种上古神兽，必须狠辣，否则即便收了他的魂血，也只会让他口服心不服。被这么突然一砸，朱雀先是一猛，随后便一颤，对顾影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这人类简直神经病啊！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疯子他绝对是个疯子。于是立刻收起了敌视的目光，露出一丝讨好之色，毕竟自己魂血还在他手上。进来。顾影打开了玉灵袋，朱雀闻声不敢怠慢分毫，扇动翅膀，化作一道红芒飞入了玉灵袋内。随后顾影盘膝而坐，运转冰属性灵力滋润因朱雀灼伤出现皲裂的皮肤，只是短短数十息，全身龟裂处的灼伤感便消失。又是百息过后，顾影全身皮肤的皲裂在冰属性灵力的辅助下彻底愈合，恢复如初，没有了半点痕迹。他轻舒口气，站起身来，却见一旁的师姐并没有舍得使用极品灵石恢复灵力，而是服药打坐恢复。顾影直接手指搭在师姐的肩上，体内磅礴的灵力不断地注入她的体内。百息时间，穆婉清的灵力便恢复到了巅峰时期。他站起身来，看向顾影，朱唇轻启：“顾师弟，谢谢你。走吧。”顾影和煦一笑，两人一同来到了古长风身前。顾影向着古长风郑重抱拳：“多谢古道友方才鼎力相助，若是没有你和你宗门之人关键时刻出手，这幼年朱雀我恐怕无法收服，这个人情顾某记下了。”闻言，古长风心中一喜，摆了摆手：“顾道友无需客气，朋友之间相互帮助，这很正常。”顾影淡淡笑了笑，没说话。古道友，你助我灵剑宗获得朱雀的事，会不会在八荒圣宗内传开？这与叛宗行为无异，到时候即便你身份高贵，恐怕也会被别有用心之人使用舆论镇压。穆婉清担忧开口。古长风哈哈一笑：“放心吧，在场这些同门与我私下里都是好兄弟，他们绝对不会出卖我。”穆婉清点了点头：“
如此我便放心了。我灵剑宗这边更不可能将此事说出去。接下来三人又是一番闲聊后，灵剑宗和八荒圣宗的弟子们也清理完了现场储物袋，然后一行人在顾影、木婉、清谷、长风三人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着南面出发。他们要前往遗迹出口处，等待15日期限到达后，通过漩涡传出遗迹。待一行人远去后，草原天空中，月光下，一道曼妙柔美的红裙身影忽然显现而出，正是柳如烟。她一直借助月光的神圣之力，展开月影迷踪，隐匿于此。柳如烟静静地看着顾影远去的背影，之前是极品灵石，现在又是他让我与朱雀失之交臂。本打算静观其变，待最有希望拿下朱雀魂血的八荒圣宗成功后，施展媚功让他们交出魂血，却又被这顾影坏了好事。嘻嘻嘻，不愧是我未来的男宠啊，当真本事不小呢。小姑姑，日后可别落在我手上哦，我要你叫我主人，跪舔我的脚趾头。呢喃于此，柳如烟舔了舔樱桃小嘴，美眸内满是兴奋。2天半后，南面尽头处，灰色的漩涡入口旁，平整的青草空地上，顾影、木婉、清谷、长风三人以及灵剑宗弟子、八荒圣宗弟子分成数堆，闲聊的闲聊，打坐的打坐。由于今日已经是遗迹开启第15日的最后一天，此刻不远处的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四宗弟子的身影，朝着这边聚集。其中不少人身受重伤，残肢断臂，有人神色疲惫，尽显狼狈，也有人身边跟着气息强大的洪荒猛兽，得意洋洋。只是短短一盏茶的功夫，此地便聚集了97人。此刻离遗迹漩涡开启只剩下不到小半炷香的时间，远处四周再无人前来。此地总人数并不多，顾影一行人就占了63人，也就是说方才前后后只来了34人。四宗共计400人进场，如今只剩下97人存活。嗡！就在这时，剑鸣声响起，瞬间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只见不远处的空地上，月神宫9位女修手中长剑陡然出鞘，攻向了神剑宗一位面色得意洋洋的马脸青年。这青年正是获得了洪荒猛兽的那人，所获猛兽乃是一头体型庞大的白色双头虎，气息十分恐怖。9位同阶修士持剑袭来，马脸青年没有半点紧张，反而露出不屑的神情，口中轻吐：“去，杀了他们！”双头虎闻言咆哮一声，后腿猛然一蹬，凌空跃起，凶残地扑向了那9位月神宫女修。9女见状，手中长剑同时脱手而出，一指双头虎。9把长剑化作青色剑光，向着双头虎迅猛射去。后双头虎咆哮，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席卷四周，掀起阵阵音爆，直接就震退了9道青色剑光。月神宫9女也在这恐怖的音爆声下七窍流血，倒地捂着头左右翻滚，痛苦哀嚎。9只蝼蚁，就这点实力也敢打小爷双头虎的主意？神剑宗马脸青年大笑讥讽，其身旁的5位神剑宗同门也跟着讥讽的嗤笑出声。马脸青年凶狠道：“大白，给我吃了他们！”天空中，双头虎闻言又是咆哮一声，速度更快的俯冲向倒地痛苦挣扎的月神宫9女。眨眼临近，眼看9女就要葬身虎口，忽然间一道洁白的月光护盾出现，挡在了9女身前。砰一声闷响，双头虎撞击在了这洁白护盾上，痛得他龇牙咧嘴，低吼不断，凶残地望向不远处的天空。现场观战的所有人也都望去，只见一位身姿曼妙、着火红仙裙、清纯柔美的女修，身披洁白月光，缓缓踏步御空而来，1步、2步、3步，步步生残影。短短3步便走出了100米距离，抵达现场，于半空之中淡雅而立，交出双头虎魂血。柳如烟居高临下，冷漠地看着下方神剑宗的马脸青年，阴唇轻启，以一种命令的语气淡漠开口。马脸青年闻言竟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就从眉心内取出了双头虎的魂血，满脸痴迷地望着天空中的柳如烟，谄媚的双手奉上。不待柳如烟伸手，其身旁同样陷入痴迷状态中的5位同门便一个个抢夺起双头虎魂血，想要亲自给柳如烟送过去，讨好她。很明显，这6人都已经被柳如烟的媚功迷惑。退下！柳如烟呵斥。那5人连忙退下，乖巧如小狗，痴痴地望着柳如烟，就如同狗看向主人一般的神情。柳如烟玉手展开，隔空一抓，双头虎魂血便出现在手中，简单的看了眼，便将这魂血扔给了下方最先从痛苦中恢复过来的月神宫女弟子。那女弟子一脸欣喜，向着柳如烟连连道谢，然后便将这魂血融入了自己的识海。你们5个杀了他！柳如烟一直马脸青年，淡然地吩咐其身旁的5位同门。那5人没有半点迟疑，手中本命灵剑同时显现，5剑同时刺向马脸青年。马脸青年身中5剑轰然倒地，当场气绝身亡，他的脸上还带着痴痴的笑容。
这一幕使得现场观战的男子除顾影外，一个个不寒而栗，都不敢再看向柳如烟。她的天生媚体简直就是男人克星，杀人不过言语间，害人至极。这柳如烟好生歹毒，夺人灵宠，还要置人于死地。穆婉清秀眉微皱，轻声道。古长风深吸口气，其实他还算仁慈了，毕竟抢了人家灵宠，正常残忍一点的会连那剩下的5人都一块杀了，彻底断绝他们日后的复仇心理。一旁的顾影没有搭话，他才懒得管这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此刻他只希望遗迹出口快点开启，回宗去见师尊大人。15天了，他感觉精力无限充沛，只想沉醉在师尊大人柔软的温柔乡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知过去了多久。突然，一道耀眼的金芒在灰色漩涡上呈发，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灰色漩涡在金芒的持续充能下，逐渐变为金色，缓缓流转起来。强大的传送之力轰然展开，顾影、穆婉清、古长风3人带头，率先踏入了漩涡，身影模糊消失。下一刻，3人同时出现在了遗迹外的山峰之巅。4宗宗主都在此地。古长风直接飞到了古万山身旁。当沈清柔看到顾影和穆婉清安全出遗迹后，紧绷悬着的心终于是松了。他生怕这2位女帝弟子出什么事。顾影和穆婉清一同飞到了沈清柔身旁，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金色漩涡。只见其内一个又一个身影相继从内走出，短短10息，遗迹内剩下的93人便全部走出，各归各队。5息后，再无身影显现。我神剑宗100号人进入，就剩下5人了吗？神剑宗宗主柳宗元死死地盯着漩涡，震怒道。旋即又看向其他3宗，灵剑宗28人，八荒圣宗47人，月神宫16人，就自己宗门人最少，只剩5人。柳宗元两眼一黑，那些可都是宗门的核心精英弟子啊！萧阳呢？柳宗元强忍着心中的愤怒，向着那5名弟子急迫问道。之所以如此着急，是因为除了灵剑宗，他神剑宗也知道遗迹内有那神秘恐怖的金甲虫存在，而此行萧阳的任务便是持极品灵气尸神灵，暂时控制金甲虫，将他们带出来。一旦将那些金甲虫培育到元婴期等级，神剑宗就相当于拥有了100位元婴后期大圆满的战力，届时整个宗门的战力将无限恐怖，吊打除灵剑宗外的所有宗门势力。是他一掌拍碎了萧师兄的脑袋。一位瘦弱的神剑宗弟子瑟瑟发抖地指着顾影道。我当时在远处正好路过那片密林，清楚地看到萧师兄惨死在了他手上。听到萧阳身死，柳宗元心中的愤怒再也无法克制，瞬间爆发，恐怖的元婴气息散出，狂暴地充斥在四周，似要碾碎一切。他顺着这位弟子的手指望去，当看到是顾影时，先是一愣，目中的杀机更浓了。又是他此子先是杀了自己拥有天道剑体的真传子，现在又杀了自己的第2位真传弟子，还害得神剑宗失去了金甲虫，间接性使得神剑宗损失了100位元婴后期大圆满的战力。此子断不可留。柳宗元目中怒火冲天，恨不得当场手撕了顾影，将其碎尸万段，挫骨扬灰。但他不敢此刻出手，顾影乃女帝真传弟子，自己一旦出手，整个神剑宗都有可能被覆灭。再者，自己也并非沈清柔对手，但顾影必须死，自己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死。柳宗元咬牙切齿，怒不可遏。顾影冷笑，这柳宗元已有取死之道，待实力提升后，自己必定亲手将其斩杀。柳道友，你这是何意？莫非想以大欺小？沈清柔上前一步，挡在了顾影身前，不悦道。柳宗元冷哼一声，没有说话。2位道友，消消火，别伤了和气。月神宫宫主上官明月打着圆场，看着柳宗元，轻声道：遗迹内4宗不是早已公认，可以为了资源对他宗弟子展开杀戮吗？一切以实力说话。此次我月神宫也损失了84位精英弟子，不也默默接受？所以柳道友何必对一个小辈动怒？坏了规矩。八荒圣宗宗主古万山也站了出来，哈哈打趣道：柳道友这般愤怒，莫非是那遗迹内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被萧阳掌握了？所以听到2人的话，柳宗元更加来气了，他强忍怒火，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转移话题，一字一句的从牙缝里挤出：几位莫非不关心那幼年朱雀花落谁家？此话一出，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旋即4宗宗主同时开口，所有弟子打开玉灵袋接受检查。在这一瞬间，4宗所有弟子除顾影外都照做的打开了腰间的玉灵袋。4位元婴后期大圆满存在立刻散出神识，一扫而过，都没有发现幼年朱雀的身影。他们的目光最终全部汇聚在了顾影身上。一旁的穆婉清连忙轻轻拉了拉顾影的衣摆，示意他赶紧打开玉灵袋。顾影不为所动，没有任何人能让他打开自己的玉灵袋。不用看了，就是此人获得了神兽朱雀。神剑宗那位瘦弱青年再次开口指证，我当时在远处正好目睹这一幕，而且3宗大半弟子都是被此人所杀。
还有八荒。轰青年话未说完，身体便被一道突然从天而降的雷霆劈得粉碎，现场血肉横飞。正是顾影出手，所有人都惊呆了，齐齐望向顾影，他们都没想到顾影会突然出手，当众杀人，简直胆大包天，猖狂至极。而顾影神色如常，这青年知道的太多了，三番五次进行指证，差点就将古长风相助的事说了出来。顾影可不想牵连古长风，搞不好他还知道金甲虫，索性出手杀人。小辈猖狂！柳宗元大怒，他的面子彻底挂不住了。方才他正在气头上，对顾影出手一事完全没有防备，此刻身影瞬移消失，就要出手教训顾影，却见沈清柔袖口一挥，一道磅礴的气浪席卷而出，直接就将柳宗元的身影从虚无内震出，并将其震退数步。柳道友莫非是当沈某不存在吗？柳宗元怒道：沈清柔，你灵剑宗小辈当着本座面灭杀本座弟子，今天你灵剑宗必须给本座一个交代。沈清柔衣袖一甩，冷声道：我灵剑宗弟子行事，何须向他人交代？如若不服，派你门下弟子来与顾影决斗便是。倒是柳道友，你以大欺小，是连那张老脸都不要了吗？你！柳宗元气到差点吐血，若非灵剑宗有女帝坐镇，他说什么也要举全宗之力与灵剑宗拼个你死我活，简直太霸道，太欺负人了。这时上官明月开口了，不知沈道友可否让我等观摩一番神兽朱雀真身？古万山接话道：古某也想观摩那传闻中的神兽朱雀。沈清柔看向顾影，顾影略一沉吟，决定还是给他们看看，反正此事也藏不住，省得这些人一直惦记挂念着，加上自己有菜刀在身，没有任何人能抢走朱雀，除了师尊大人。一拍玉灵带，一道洪亮的嘶鸣声过后，只见一头身着火红神羽、火红尾翼，全身被神火包裹的巨型鸟兽从内飞出，盘旋于众人头顶上空。朱雀刚一出现，此地温度便急骤上升，除了顾影、穆婉清以及4位元婴老怪外，在场所有人均是呼吸急促，体内血液沸腾，感觉身体都快要被融化了，连忙灵力护体，这才好了些。所有人的目光死死地聚集在了盘旋的朱雀身上，心神震撼。这可是传闻中的上古神兽，特别是月神宫、神剑宗、八荒圣宗的3大元婴期强者，看向朱雀的目光，目中充满了浓浓的贪婪之色。传闻中的神兽朱雀还是幼年时期，极易驯服，对他们的诱惑足以致命。若非灵剑宗有女帝坐镇，此刻他们已经撕破脸皮，直接开抢了，不死不休回来。顾影通过识海内的魂血命令道：朱雀嘶鸣一声，听话地飞入了玉灵带内。三宗宗主贪婪的目光跟随朱雀身影，死死地锁定了顾影的玉灵带。顾影毫不在意，当自身受到威胁时，菜刀自会出手，一刀3杀。然而他们都活在女帝横压当世的阴影下，并不敢出手抢夺。诸位，朱雀看完了，我灵剑宗便先行一步了。话音刚落，沈清柔袖口内一道剑光飞出，迎风剑掌变成了一把巨型飞剑。灵剑宗所有人飞身而上，巨剑直冲云霄，化作剑光消失在了此片天际。二位道友，明日来我神剑宗一聚，如何？柳宗元凝重地看向上官明月与古万山，二人都知晓是因何事，对示意眼后都凝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各自带着门下弟子各回个宗。天际云端，灵剑宗飞剑上，前端剑尖处，顾影、穆婉清、沈清柔3人屹立于此。小顾，关于朱雀，你要如何处置？沈清柔望着前方云海，忽然开口，轻声地问：朱雀是我的，不会交给任何人。顾影淡淡地回道。闻听此言，一旁的穆婉清直接惊呆了，吃惊地望着顾影。顾师弟居然当着宗主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他连忙轻咳一声，提醒顾影不要乱说话，同时紧张地看向宗主，生怕他责罚顾影。沈清柔迟疑了下，没有说话。经过前段时间叶倾城和叶天妹的事，以女帝对顾影的偏爱，说不定朱雀还真有可能是他的了。沈清柔也不敢问顾影强行要，只是浅浅地笑了笑。见宗主居然没生气，穆婉清有点懵，若是换做其他人这般说话，估计当场就被废修为逐出宗门了。而且宗主的态度似乎也默认了朱雀就是顾师弟的了，难道顾师弟身上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小半个时辰后，灵剑宗与师姐沈清柔告别后，顾影迫不及待地直奔师尊的宫殿飞去。终于能见到师尊大人了，一路上风都是甜的。来到宫殿前，直接推门而入。啪嗒，刚一进入大殿，2扇门便被一股无形之力迅速关上。只见主座上的师尊大人倩影一闪，直接就出现在了自己身前，阵阵香风扑面而来。顾影双眸微闭，陶醉地深吸了口这清甜的香风，顿时心神荡漾。继而，快，朱雀让为师看看。李清灵语气有些急切。顾影并不着急，而是仔细地打量起师尊大人。今天的师尊身着一件火红仙裙，
腰间系着一根与衣裙同色的丝带，盈盈一握的柳腰完美展现。简简单单的穿着，使得师尊看起来都如此的曼妙冷艳且绝色，特别是那微微露出一抹雪白的酥胸，看得顾景头晕目眩。太晃人了，逆徒！李清灵没好气的唤了声。顾影这副没志气的样子，他是又气又无语。师尊大人，要抱抱！顾影傲娇的展开了双臂。爱李清灵扶额，轻叹一声，真拿着逆徒没办法，随后张开纤细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了顾影。闻着师尊大人青丝上散发的淡淡幽香，还有娇柔玉体的触感，顾影感到幸福极了，怀抱美人的感觉是真的爽香香软软。逆徒，一计一行可有受伤？李清灵关切问道。没呢，牧师姐也很安全。顾影在师尊的耳旁吐气轻声道。温热的男子气息入耳，使得李清灵娇躯微微一颤。哼，这15日里是不是一直在撩碗？或者你们已经在一季内那个了？语气醋味十足，顾影预感不妙。女人吃起醋来可是很恐怖的，连忙解释道。师尊大人，你可不能冤枉徒儿，你也知道，进入一季后，每个人的传送点位都是随机的，徒儿也是最后几日才与师姐相遇。而且当时师姐身受重伤，正在遭遇生死危机，徒儿哪有时间和她发生什么事啊？听着顾影紧张解释的语气，李清灵心里甜滋滋的，哼声道：为师只是随意问问，你那么紧张干嘛？而且之前不是也说了吗？你若真喜欢玩，可以去追求。顾影闻言，紧张的心一下就松了，忍不住吻了下师尊宝宝柔软的红唇，笑嘻嘻的道：就知道师尊对我最好了。哼，那你还不放出朱雀，让为师瞧瞧？李清灵娇嗔，从顾影的怀抱里挣脱开来。顾影嘿嘿一笑，开启玉灵带，朱雀化作红芒，拖着长长的炙热火焰从玉灵带内冲出，展翅于大殿之上，颇为谨慎地凝视着李清灵。此女强横无匹，她感受到了莫名的恐惧，果然是上古神兽朱雀。李清灵先是惊喜，旋即露出怦然心动的神色。即便是她也难抵上古神兽的诱惑，师尊大人，你若是喜欢，便送给你。顾影说着就要取出朱雀魂血，他是真的想送给师尊，因为他是真喜欢师尊，却被李清灵伸手阻止，轻声道：为师岂能要你之物景儿，日后好好善待朱雀，它是上古时期最完美的神兽，不仅拥有超强的战斗能力，飞行速度也是极快，既能当战宠，也能当飞行坐骑，十分完美。随着他的境界提升，往后他将会是你手中最得力的干将。顾影凝重的点了点头，朱雀有多强，他自然是知道的。李清灵又道：你且将朱雀收好，为师带你去个地方，能快速提升一次朱雀的境界。顾影将朱雀收入了玉灵带内，正当师尊准备带他离开的时候，等等，顾影突然道：怎么了？李清灵连忙收气，一脸疑问，却见顾影的喉结处咕噜一声咽了口水，再看其目光竟然直勾勾盯着自己，微微露出一抹雪白的酥胸。呼呼，李清灵顿时气得不行，这该死的逆徒正事不办，脑子里整天就想着这破事。师尊大人，15天，你知道这15天徒儿是怎么过的吗？此刻的徒儿能顶天立地。顾影直接一把抱住了柔软清香的师尊大人。李清灵嘴角抽了抽，露出无奈的表情。逆徒，先去办正事，此事回来再说，好吗？那好吧。顾影也不急于这一时，只是刚刚一下子被师尊大人那雪白傲人的风景线给迷住了。两人分开后，只见李清灵玉袖轻拂，他和顾影的身影同时消失。下一刻，10万里之外，万丈深渊之下，这里是一片赤红世界，恐怖的高温狂暴肆虐，席卷四周，似能融化一切。顾影和李清灵的身影突然出现于此，在二人的前方有一条宽100丈、南北两头无限延伸的岩浆火海，其内岩浆宛若一条条奔腾的火龙，炽热且狂暴，急速由南向北奔腾，时而溅起数10丈之高的岩浆浪潮，一浪接一浪，使得此地空气中充斥着浓浓刺鼻的硫磺气味，让人窒息。顾影骇然打量着四周的壮阔景象，此地温度之高，竟比幼年朱雀身上的温度还要高。若非有师尊的庇护，自己刚出现在此地之时，怕是已经成为了一堆灰烬出来。忽然，李清灵清冷开口，话音刚落，扑只见一道血红身影从岩浆火海内赫然冲出，将四周岩浆掀起100丈之高。却见一位白发苍苍、面色红润的瘦弱老者浮空而立。这老者气息十分恐怖，是顾影有史以来除师尊外见过最恐怖的一位4宗元阴后期大圆满的宗主，在其面前恐怕都只是蝼蚁，随手可捏死。此人绝对是那传闻中的化神修士参见女帝。老者向着李清灵恭敬行礼，交出金乌。李清灵面无表情道：这……老者面露迟疑，金乌可是他的本命神宠，乃是他200年前误入一处隐蔽的上古修士灵兽庄园时意外获得。当时的金乌还只是一枚巨蛋，后来经过170年精心孵化才破壳而出，又经过30余载
在此地闭关修行，助之修炼到了元婴初期境界，整整消耗了200年光景与莫大的心血，岂能说教就教？李清灵冷哼一声，莫非你不愿？女帝大人，非晚辈不愿意，实在是经过200年的朝夕相处，金乌与晚辈已然是血浓于水，他宁死也不会认他人为主，而且晚辈与金乌交换了一半的精血相互融合，也无法再次改变认主。老者惶恐开口，暗中打量着在他眼中如同蝼蚁般的顾影，看来女帝是想要将金乌送给此子。李清灵眸光一冷，休要多言，给你3息时间，若再不交出金乌，死。老者闻言瞬间气得不行，但并未表露出来，自己堂堂天蓝修真界最强者，化神修士第一战力，何时受过此等屈辱，何时如此卑躬屈膝过？这女帝简直过分，让自己交出金乌。绝无可能好在200年前，自己在此地岩浆层面与那处上古灵兽庄园建立了一座隐形的传送大阵，只要接触岩浆层面，便能瞬间展开传送。任他女帝神通广大，也绝无可能再寻到自己晚辈愿意交出金乌。说着，老者一拍玉灵带，一头金色羽翼，全身被火焰包裹的3足神鸟从内飞出，于周边盘旋一圈后，在老者身旁振翅而立。顾影目光微微一缩，这便是传闻中山海境内可驮着太阳飞行的3足金乌吗？气场果然强大，请女帝稍等，待晚辈取出金乌魂血。老者双指一点眉心，却见他体表突然灵光盛发，与身旁的金乌同时化作成了2团耀眼的金芒，两者之间于空中迅速碰撞交融，最终融合在了一起。李清灵并未阻止，而是眸光一亮者，莫非是那失传已久的神宠合体秘术？翁耀眼的金芒散去，金乌消失，却见那老者一身金色战甲，背部竟然生出了一对饱满的金色火翼羽翅。见此，李清灵大喜，果然是上古时期失传已久的神宠合体秘术。碰老者身后的金色火翼翅膀赫然展开，没有丝毫犹豫，猛地扇动翅膀，化作金丝火线，宛若流星般向着下方岩浆急速冲去。瞬息临近，眼看就要触及岩浆层面，跪下。忽然，李清灵阴唇轻启，蓦然间，煌煌天威赫然降临，一股强如天道般的威压瞬间弥漫开来，引得天地震动，风起云涌。在这强大的威压下，老者双腿猛然一颤，直接双膝跪地。他艰难抬头，惊恐地望着远处神色漠然的李清灵，对方随意脱口而出的2个字，居然就让自己仿佛被整个天地镇压，而且他似乎连修为之力都未动用。方才若是哪怕动用一丝，自己恐怕在威压出现的一刻便已魂飞魄散，恐怖太恐怖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莫非他是传闻中的先帝顾影？也被震惊到亚麻呆住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师尊出手，想不到师尊大人如此牛逼，随口而出的2个字，居然就让这方大陆的顶级强者毫无反抗之力的直接跪下了，简直屌爆了！这一刻，隐隐之间，顾影的满级悟性似乎领悟到了什么借天道之力，镇压一切也能如师尊大人这般，一句跪下，对方便跪下臣服。可惜自己还没有实力借此界的天道之力。这时，李清灵玉手一挥，老者便与金乌分离，冷漠开口：“交出神宠合体秘术，别耍花样，否则你再无活命机会。”“我交。”老者连忙开口，他已经没有了半点抵抗之心，自己与女帝完全不是一个级别，颤抖的身手艰难地打开了腰间的储物袋，一卷古朴沧桑的玉简从内飞出，被李清灵抓在了手中。紧接着，李清灵隔空一点，2道灵力枷锁呈 X 状束缚住了金乌。金乌嘶鸣一声，奋力挣扎，羽翅猛地扇动，想震散枷锁，然而他体内的灵力也被束缚，使不出半点修为之力。进而放出朱雀，吞了他。李清灵柔和地看向顾影，顾景点点头，打开了玉灵带，朱雀从内飞出。当朱雀飞出的一刻，老者满脸都是浓浓的难以置信，他简直不敢相信，世间竟然真的有神兽朱雀存在。一旁被束缚的金乌看到朱雀后，则是尖叫嘶鸣，仿佛就像老鼠见了猫一般，尖叫声中满是浓浓的绝望与恐惧。虽然金乌与朱雀都属于神级火鸟，但朱雀血统至高无上，在同类中属于王者级别，对所有鸟兽都有着绝对的血脉压制。朱雀看到金乌后，一阵狂喜，欢叫一声，不待顾影吩咐，便张嘴向着金乌猛地一吸。被压制修为的金乌毫无反抗之力，直接化作一团金芒，被吸入了朱雀腹中。3息后，朱雀身上的气息开始急速攀升，突破2级上阶大圆满，进阶3级下阶，进阶3级中阶，进阶3级上阶，进阶3级上阶大圆满。朱雀的修为直接提升到了3级上阶大圆满等级，相当于人族金丹后期大圆满境界。朱雀满足的嘶鸣一声，振翅欢快地翱翔于深渊。顾影也是欣喜不已，想不到这么简单就提升了一个大境界，而跪地的化神老者则是心痛无比，自己呕心沥血培养200年的神鸟金乌，居然就这样成为了别人的嫁衣。只见李清灵玉指隔空一点，一道灵力射出，没入了老者的眉心内，他的眼神立刻变得迷离起来。走吧，简儿。李清灵道。
顾影点头，收起朱雀，两人的身影同时消失。此时跪地的老者眼神逐渐清明，他看着浮空而跪的自己，满脸的莫名其妙。奇怪，老夫为何跪着，又为何会出现在此地？他不知道的是，他脑海中缺失了200年的记忆，同时他也获得了一场莫大的机缘。当他再次突破那传闻中的炼虚期时，将再无瓶颈。灵剑宗女帝宫殿内，李清灵看完古朴沧桑的玉简内容后，将之递向顾影。进而这玉简内记载着上古时期的神宠合体秘法，珍贵无比。你若是能领悟，与朱雀合体后，修为最少能临时提升一个大境界，更能施展朱雀的所有神技。顾影闻言，心中一震，施展朱雀的所有技能，还能临时提升一个大境界修为，这么变态离谱的吗？难怪方才那老者与金乌合体后，气势长了一大截。师尊大人，不用看，徒儿似乎已经领悟了。这句话，顾影可没吹牛，他的满级悟性，世间任何功法秘法，只需看一遍就能自动领悟，脑海内自行融会贯通。而他刚刚看了那化神老者施展，所以就会了。李清灵，这可是上古时期失传的秘法，就连为师都是第一次见，你确定会？逆徒，你莫不是又在斗为师？顾影嘿嘿一笑，师尊大人若是徒儿真会，有没有奖励？李清灵谨慎地看着顾影，你想要什么奖励？嘿嘿，师尊大人你懂的。顾影目光直勾勾盯着师尊那饱满傲人的风景线。哼，可以。李清灵果断就同意了，反正自己今天也难逃这逆徒的魔爪，索性同意。但他并不认为顾影会，于是道：若是你不会呢？师尊你说我都接受。顾影一脸自信。若是你不会，那就罚你3年内不许对为师做那种事，乖乖的伺候为师3年的生活起居，你可敢？说出这句话后，李清灵心中暗喜，只要逆徒敢接，他就输定了，让你这逆徒整天就知道瑟瑟3年禁欲，到时候无论你如何求为师，都不会给你哼哼。嘿嘿，有何不敢？师尊大人请看。顾影也不废话，直接放出朱雀，双手飞快结印，口中念念有词。随着念词，只见他与朱雀被2道火红圣光笼罩，在一阵耀眼的灵光中，2道圣光瞬间融为一体。当灵光消散后，只见顾影一身火红战袍，火红长发，身后丰满的火红羽翅轰然展开，其上火焰滚滚。一身火红的顾影显得极为神圣冷峻。这一刻的顾影修为直接从筑基后期大圆满临时提升到了金丹后期大圆满境界，狂暴神圣的力量充斥全身。顾影感觉此刻的自己可斩元婴修士一旁的师尊大人看着这一幕，阴唇微张，直接就惊呆了。这怎么可能？这可是上古时期失传已久的秘法，简儿怎会？震惊中，10息后，顾影身上的神圣状态消失。神宠合体秘术只能维持10息，10息后会自动结束，且每日只能使用1次。若是当日内多次使用，便会遭到严重的反噬，甚至危及性命。嘿嘿，师尊大人，怎么样？顾影搓着手，像饿狼看小绵羊一般的看着师尊。但李清灵仍然处于震惊中，他怎么也想不通顾影为何会神宠合体秘术。先不说这功法在上古时期就已失传，即便提前有此功法，也需要花费近100年的时间去领悟。领悟完成后，还要与神宠进行数万上10万次的磨合练习，方能成功施展。而自己这徒儿不过才22年华，怎么可能会这种功法？一旁的顾影已经饿极了，直接一个公主抱将处于震惊中的师尊大人抱起，奔向大殿后师尊的闺房，冲去翌日。50，此时女帝闺房内仍然是你侬我侬。参见女帝。突然，一道声音从宫殿外传入：弟子沈清柔有要事上报。房间内，李清灵连忙调整气息。何事？神剑宗、月神宫、八荒圣宗3大宗门宗主来我灵剑宗，请求获得朱雀与3宗护山灵兽的交配权，直至朱雀受孕，为3宗护山灵兽诞下子嗣。弟子本已直接拒绝，奈何3宗态度强硬，软硬不吃，滞留不肯离去。丁，检测到宿主的神宠朱雀被亏于。顾影脑海里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选择1，宿主决定亲自出面处理此事。奖励，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选择2，对此不闻不问，全权交予宗门处理。奖励，任意部位缩短10厘米。顾影正准备选择2，毕竟他现在很忙，但看到奖励后却直接懵逼了。我擦，这选择2是什么鬼？确定这特么是奖励而不是处罚。丁，请宿主在5息内做出选择，否则系统默认选2。卧槽狗子，你大爷的什么任意部位？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是何居心，选1老子选1。这时李清灵不悦回道：那便打到他们离去，若是仍旧冥顽不灵，可直接杀人。等等，师尊大人。顾影开口了。房间内有隔音禁制，除非使用修为传播声音，否则外面无法听到。
深吸口气，这件事交给徒儿来处理吧。李清灵意外地愣了下，随后轻点琴手，然后向着宫殿外传音：你先退下，别与三宗开战，此事交给景儿处理，他稍后便过去。宫殿外，原本准备离去的沈清柔微微一愣，女帝这是要磨练小姑的处事能力了吗？旋即恭敬地回了个是，便瞬移消失。景儿怎么突然开窍了，想磨练自己的处事能力了？房间内，李清灵伸出白皙修长的玉手，温柔地擦拭着顾影额头的汗珠。顾影突然长舒口气，起身穿衣。徒儿也是想快点成长起来，以后保护师尊大人。李清灵闻言，心里甜滋滋的，起身从后面抱住了顾影。那为师可是等着逆徒的保护呢。师尊大人放心。顾影转身，温柔地吻了下师尊大人的额头，便走出了房间。出宫殿后，顾影直奔宗主的清心殿飞去，很快便到达殿门前。三宗宗主都静坐于大殿内，一个个心事重重。在他们的身后，还各自站着3名筑基后期大圆满修为的弟子，这些弟子的气息比同阶修士都要强上许多。其中顾影只认识古长风、柳如烟2人，其余7人一个不认识。顾影一步踏入了大殿内，他的到来使得殿内的所有人都侧目，目光聚集在了他身上，有好奇，有凝重，有疑问。唯独柳如烟美眸内兴奋和期待一闪而过。见过宗主。顾影向着沈清柔抱拳。沈清柔浅浅一笑：小顾，来，到我身边来。沈清柔对顾影的客气态度和称呼，使得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很是惊讶。一个元婴后期大圆满的宗主，居然对一个筑基期弟子如此和善可亲。即便他是女帝记名弟子，也不可能如此吧？又不是那真传弟子。顾影也不客气，一步踏出，身影直接就出现在了沈清柔身旁。沈道友，幼年朱雀是在顾小贝身上吗？柳宗元率先问道。此次三宗一同上灵剑宗，正是他发起的邀约。此话一出，古万山和上官明月的目光齐齐锁定了顾影的表情，迫切地想从中看出什么。但顾影不动声色。本宗也不知晓，女帝有令，此事全权由顾影处理。沈清柔淡淡地道。顾影看向三宗宗主，听说诸位前辈想要自家宗门护山灵兽与朱雀的交配权。三宗宗主皆是连连点头，以为有戏，正要开口，却听顾影又道：那么你们可知朱雀贵为神兽，血统有多么神圣纯正？若是随意与那些低品种灵兽杂交，未来无论是对它的血统、气运、成长、战力等等，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就更别提让朱雀受孕了。若是怀上那些低贱灵兽，还是3胎，简直就是毁了它。所以你三宗究竟是何居心？正因为你三宗没得到朱雀，就想毁了我灵剑宗的朱雀吗？顾影的质问声铿锵有力，直接就将三宗宗主震愣住了。片刻后，柳宗元不悦道：朱雀贵为神兽，哪有你说的这般脆弱？我看你灵剑宗就是想长久以往的一家独大，不给三宗任何发展的机会。顾影冷笑，他最不喜口水战，顺话直言道：没错，就是这般，所以你们还不识相的离去。闻言，三宗宗主皆是一愣，显然他们没料到顾影会如此直白的说出来。柳宗元顿时气得不行，区区筑基楼已如此猖狂，他现在是越看顾影越不爽了，恨不得出手一掌将之拍死。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这时上官明月起身了，只见他浅笑嫣然，轻声细语道：顾小友，我三人今日前来是来解决问题的，并非如你所说是想伤害贵宗朱雀。不过顾小友方才所言也有理，3次受孕确实对朱雀的身体会有莫大影响，身为女人这点我感同身受，所以我们双方不妨各退一步。我三宗只要1次朱雀受孕的机会，当然我们也不白要，三宗可以答应灵剑宗任何一个要求，无需多言。顾影面无表情，1次也不行。古万山也站起了身，顾小友先别急着拒绝，我们除了答应灵剑宗的要求，还可以答应你任何一个要求，无论你想要什么，上亿灵石、貌美女修、极品灵器、极品功法等等，只要天蓝大陆有，我三宗都可以为你弄来。不需要，你们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可以走了。顾影的语气逐渐不耐烦，看着顾影不知好歹的样子，柳宗元心里对他的那股气瞬间就忍不住了，正要发怒，却被上官明月的眼神制止。上官明月和气开口：顾小友，既然此事女帝全权交给你处理，不妨这样，我们来一场比试如何？若是我三宗败了，立刻离去，绝不打扰。哦，如何比试？顾影扫了眼三宗宗主身后的众弟子，大概明白了什么。上官明月道：我三宗此次正好带了9位筑基后期大圆满的弟子过来，顾小友可以在宗门内挑选8位同阶战力的弟子组成9人，我们双方来一场3v3×3的斗法，一场定胜负。若是我三宗胜了，顾小友当同意我三宗护山灵兽与朱雀的1次交配权，若是我三宗败了，立刻离去，如何？顾影大有深意地看了眼上官明月。可以。见顾影同意，上官明月会心地笑了。
这把三宗稳了3v3，三宗弟子全部错开，搭配另外2宗弟子联手作战，组成法坦输出阵容，八荒圣宗弟子肉身强大，直接近战牵制抗伤，月神宫和神剑宗弟子便可毫无顾忌地在后方展开手脚，全力控制和输出。而灵剑宗那边主修剑道，3人全是剑修，一旦被体修近身，后边还有控制和输出的情况下，必败无疑。沈清柔此时看出了端倪，连忙传音提醒顾影有诈，但顾影岂能不知，三宗的配合不就是王者农药里面的阵容搭配吗？他完全不当回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花里胡哨的战术都是白搭。无需找人，我1v9。顾影说完，直奔清心殿外不远处的广场飞去。在场之人除了古长风、柳如烟，所有人全都愣住了。什么 1v9？ 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但他们怎么可能听错？柳宗元内心狂喜，这筑基小儿一如既往的狂妄啊，终究会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单单是那柳如烟的各种月之神技，他都无法抵抗。如烟可有信心？上官明月面色凝重地问，毕竟在遗迹外时，他可是听说顾影杀了大半三宗弟子。此刻顾影又自信的要1打9，他心里多少有点不着底。弟子虽未与那顾影交过手，但见过他出手，若是与之一战，可能没有半点招架之力。柳如烟如实道。闻言，上官明月心底一惊，自己这徒儿天生媚体，又领悟了月神宫各项月之神技，同阶之中南修绝无可能是他对手，而此刻居然给予那顾影如此高的评价。同一时间，古万山也询问了古长风关于顾影的战力，得到了同样的答案，完全不是对手。古万山也震惊了。沈清柔听到柳如烟和古长风对顾影的评价后，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没想到顾影不借助菜刀，战力都那么爆表诸位，还不前往比试场地。9打1都害怕了吗？上官明月和古万山面色难看极了，他们都没想到顾影一个记名弟子居然这么变态。根据门下弟子所说，其战力明显比女帝真传弟子都要强。柳宗元也慌了，同阶最强的柳如烟和古长风都不敌，其他人就更别提了，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原本打着如意算盘的三宗宗主此刻都后悔了，想要取消比试。可他们很清楚，一旦提出取消，那便再无提要求的资格了。毕竟出尔反尔的是自己这方，灵剑宗绝对不会再给自己这方留半点情面，直接驱逐。二位道友，如今只能硬着头皮一战了。柳宗元深吸口气道，随后看向门下3位弟子，凝重开口：你们稍后与那顾影对战时，直接展开最强攻法，万不可墨迹和留手，这将是你们击败顾影唯一的一次机会。但凡你3人能击败那顾影，宗门未来100年内所有资源将全部对你们免费开放。神剑宗3位弟子闻言，呼吸顿时急促，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00年内宗门内的所有资源全部免费，卧槽式头猪都能起飞啊，足以改写下半辈子命运。原本沮丧的他们瞬间燃起无尽斗志，眼神中皆是透露着果断与狠厉。这将是他们此生唯一一次改写命运的机会，弟子定当全力以赴。3位弟子异口同声，声音洪亮激昂。与此同时，上官明月和古万山也对门下弟子许下了相同的承诺。原本没有半点战意的弟子们，此刻都斗志昂扬。3宗宗主不得不如此许诺，因为一旦赢了，护山灵兽获得朱雀的交配权后，让朱雀受孕，第一胎绝对能诞下变异神宠。一旦诞下变异神宠，培养至成年，便可让其与另外2宗的护山灵兽交配，也有一定几率诞下神宠。即便没能诞下神宠，所诞生的灵兽也比这方世界所有的灵兽资质要好上百倍。此刻清心殿内所有人全部朝着大殿旁边的广场飞去。很快，一行人便来到了广场上。顾影正于中心处的摆平擂台上打着哈欠，无聊等待着。4宗宗主以及3宗筑基天骄齐齐到来，如此大的排场一下就吸引了散落在广场4周切磋修炼的弟子们，全部好奇的快速围了过来。现场围观人数一下达到了近1000人，热闹非凡。不过一击结束的是3宗未免太过墨迹。顾影口无遮拦的吐槽，他急着要去找师尊大人温存呢。3宗宗主嘴角皆是抽了抽，这顾影太猖狂了，一点不懂礼数，让他们着实不爽，都想痛扁他一顿，但也只是想想罢了。众弟子听令，全部上擂台。3宗宗主同时下令，9位弟子领命，全部飞身上擂台。这一幕直接让围观的灵剑宗近1000弟子傻眼了。不是，咋回事？3宗这是要9打1，顾师兄这是要1打9，懵了，全都懵逼了。不少弟子顿时抗议起来：3宗这是要干什么？欺我灵剑宗无人吗？派9位天骄战顾师兄1人。3宗，你们还要不要脸？有本事单挑啊，9打1算什么？以多欺少，着实不要脸。宗主，弟子请求出战。宗主，弟子也请求出战，保证能联手顾师弟击败3宗9人。可这时顾影伸手轻咳一声道：诸位同门无需担心，1打9，优势在我。
闻听此言，众同门全都懵逼了。啥？1打9，优势在你？虽然他们都听说过顾影的事迹，知道他很强，但那9人全都是3宗同阶中的战力天花板，随便一人都能轻松碾压在场数十位同阶修士，而顾影怎么可能1打9？即便他再强，顶多也只能以1敌3，1打9必败无疑。这时，顾影看向上官明月，催促道：“宣布开始吧，我时间很赶。”上官明月微微点头，随后深深地看了眼柳如烟。柳如烟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上官明月缓缓开口：“我宣布，切磋正式开始。”话音刚落，只见柳如烟口中吐出一滴精血，早已凝聚于指尖的月影印记闪烁，一指精血。月影印记与精血灵光一闪，瞬间融合。柳如烟交合，月之秘境。霎时间，擂台之上，神圣洁白的月光冲天而起，将顾影笼罩在内。下一刻，顾影出现在了一个50平的月光秘境内，他的足下是一轮满月，而四周则是漆黑一片，剑华如月，寒光如雪。突然，数之不尽的月光之刃从四面八方的漆黑空间内飞射而出，宛若夜空中的漫天流星，密密麻麻地朝着顾影激射而来。也在同一时间，顾影足下的巨大满月缓缓转动，月华升起，如同水雾萦绕在他全身，似限制住了他的行动。不错，很不错，若是其他人，必败无疑。顾影赞道。他的霸体直接免疫了月华的束缚，即便没有霸体，以自己的战力也可轻松挣脱。此时，漫天月光之刃如同狂风骤雨般飞速临近，顾影立刻催动变异冰灵根，极寒气息向着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散出，所过之处一切冰封。仅仅一息，密密麻麻的数百道月光之刃便被极寒气息全部覆盖笼罩，直接冰封。随后，随着一道清脆炸响，数百道月光之刃全部化作粉尘飘散。诸位，赶紧出手！从外面可以攻击到月之秘境内的人，秘境内却无法攻击到我们。擂台上，柳如烟焦急催促。他万万没想到，顾影被月华束缚，居然还能动弹，且随意出手就瞬间化解了秘境的强大攻势。8人闻言不敢怠慢，纷纷催动手中最强本命灵气，联手柳如烟，合力打出了一道无限接近金丹中期修士全力一击的七彩束法光，助搜恐怖的七彩光柱以摧枯拉朽之势没入了月之秘境内，带着毁灭性的力道冲击向顾影。这恐怖的一击，看得现场围观的所有弟子都头皮发麻，认为顾影输定了，甚至搞不好还有生命危险。沈清柔已经做好了准备，若是顾影无法抵挡，他便出手保护。此时恐怖的七彩术法光柱临近，顾影面无表情，口中呢喃，合力一击也不过如此，该结束了。旋即抬指高举而起，雷霆万钧，变异雷灵根散出滔天的雷威，冲天而起，在擂台上方形成了一朵庞大的红云，轰隆隆雷声滚滚，震耳欲聋。刹那间，9道雷霆赫然从天而降，刚一降临，七彩术法光柱便被直接劈散。9道雷霆碗如9条张牙舞爪的巨龙，咆哮中疯狂横扫周边，电光交织，闪耀四周，轰隆隆，随着一道惊天巨响，月之秘竟不堪一击，直接破碎。9道雷霆带着无尽的威压和狂暴之力，朝着3宗9位天骄席卷而去。还未临近，他们便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一个个头皮发麻，心神狂颤。9道雷霆影响着周边的气场，形成巨大的吸附力，他们想逃，可却被这股强大的吸附力拉扯着，眼看9人就要葬身于雷霆之下。就在此时，上官明月随意抬手一挥，9道雷霆以及擂台上空的庞大红云顷刻消散，现场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所有人全都震惊地望着顾影，包括4宗元婴后期大圆满的宗主，脸上的表情皆是震惊骇然到了极致。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幕，一个筑基后期大圆满的弟子竟有如此神通，竟然能轻而易举地爆发出金丹中期修士的全力一击，恐怖，太恐怖了！此子未来不可限量，年纪轻轻便压得同阶天骄喘不过气来，未来成长起来必定是一方霸主，甚至横压当世。恭喜宿主完成任务，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顾影心中一喜，3宗还没完全走呢，这就完成任务了。突然，顾影体内磅礴的灵海开始剧烈的涌动，浓缩起来丹田内，灵海翻滚，金芒闪耀，在一股神圣之力的推动下，短短3息，磅礴的灵海便浓缩形成了一颗金灿灿的圆珠。这金色圆珠如同一轮金色满月，悬挂于顾影丹田之上。这便是金丹修士特有的象征。宿主当前境界金丹后期大圆满。磅礴的灵力在这一刻充斥在顾影全身，他的气势不断攀升，现场所有人全部瞠目结舌，呆若木鸡。顾影居然在战斗中结成了金丹，而且是金丹后期大圆满。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一定是幻觉！所有人心底呐喊。只有柳如烟望着顾影，美眸内满是疯狂的痴迷与渴望。既已败北，
三宗还不离去？顾影强忍着心中的激动开口，打破了广场的寂静。哎，上官明月轻叹，看向沈清柔，神色复杂。恭喜沈道友，宗门内又多了一位天之骄子。既然我等败北，便告辞了。沈清柔点了点头，并未说话。此刻的他十分激动，顾影未来极有可能成为化神修士，宗门实力又将大大提升。正当上官明月和古万山准备带着门下弟子离去时，慢着，柳宗元开口了。上官明月、古万山脚步均是一顿。柳宗元看向沈清柔，冷冷开口：方才那场战斗不算，我三宗并没有输顾影，之所以能横扫我三宗天骄，是因为他提前隐藏了修为，以金丹后期大圆满修为对战筑基修士，他如何能不赢？甚至这一场比试是灵剑宗输了，隐藏修为作战，行为可耻至极。灵剑宗身为天蓝大陆第一仙宗，难道不怕被天下修士耻笑吗？此话一出，现场灵剑宗不少金丹修为弟子都对着柳宗元指指点点起来，就连上官明月和古万山也都是微微摇头叹息。其实在场但凡经历过结丹的人都能看出来，顾影并没有提前隐藏修为，而是现场突破的。虽然他们看不懂顾影是如何一下突破一个大境界的，柳宗元此刻行为有些泼皮无赖了，但上官明月和古万山仍然没有离去。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心底着实不想放弃护山灵兽与神兽朱雀的交配权。听到柳宗元的无赖话语，沈清柔顿时就来气了，准备出手，可脑海一下就想起了女帝之前的交代，全程交给顾影处理，便平息了下来。顾影看向柳宗元，冷冷道：你当真不离去吗？柳宗元冷笑：我三人贵为天蓝大陆三大顶级仙宗宗主，你一个金丹小儿也配让我等离开？旋即，柳宗元看向沈清柔：沈道友，我们要见女帝，否则我三宗是绝对不。聒噪实在聒噪至极。老不死的，老子忍你多时了，既然你不想走，那便埋葬在此。顾影眸中寒光闪烁，打断了柳宗元的话，直接放出朱雀，展开神宠合体秘术。在一阵耀眼的圣光中，顾影与朱雀瞬间融为一体。圣光消散，只见顾影一身火红战袍，火红长发，丰满的火焰羽翅在身后怦然展开，热浪滔天。一身火红的顾影气势显得极为神圣冷峻。这一刻，他的修为直线狂飙，从金丹后期大圆满直接飙升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境界，恐怖神圣的气势震慑全场。现场所有人望着这震撼人心的一幕，无一不瞠目结舌，呆滞当场。顾影没有丝毫停顿，右手握合间，焚天烈火剑赫然出现在手中，扇动翅膀，整个人化作一道火焰残影，以极致的速度直奔满脸恐惧的柳宗元杀去。柳宗元肝胆俱裂，变身后的顾影给他的感觉恐怖至极，他下意识就要施展瞬移逃跑，可顾影的速度实在太快，在他眼里就如同光速瞬移，意念刚起，下一刻火焰残影便临近，剑芒一闪扑，脖颈鲜血喷溅。众人视角里，柳宗元的人头滚滚落的同一时间，柳宗元丹田内一个与他模样相同的迷你小人恐惧尖叫的从内冲出，向着远处急速遁离。正是他的元婴顾影，岂能让他逃？手中焚天烈火剑猛地一剑斩下，火焰剑气呼啸而出，直奔柳宗元的元婴斩去。速度同样极快，电光火石之间，柳宗元的元婴便在剑气下一分为二，在熊熊火焰中燃烧成灰烬。从顾影变身出手到结束，这一幕只发生在瞬息之间，现场所有人一个个瞪大着双目，被震惊到彻底亚麻呆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金丹后期大圆满与朱雀合体，竟然斩杀了成名多年的元婴后期大圆满强者，而且还是瞬杀。所有人脑海轰鸣，嗡嗡作响，看顾影如同看怪物一般。身为当事人的顾影也是十分震惊，神宠合体秘术这也太强了，不愧是神兽朱雀，这增幅无敌强。没有人注意到人群中柳如烟看向顾影的目光已经痴迷渴望到了极致。月神宫，八荒圣宗还不离开吗？顾影冷漠开口。处于震惊中的上官明月和古万山立刻回过神来，很是忌惮地看着顾影。二人同时抱拳：叨扰了，我等这就离去。言罢，二人同时挥手，各自带着门下弟子瞬移消失。顾影的目光看向了神剑宗三位天骄弟子，那三人裤裆处直接就湿了，阵阵异味弥漫开来，他们满脸恐惧的尖叫，欲剑逃离。既然事情已解决，顾影也不在此停留了，振翅直奔灵剑峰山峰之巅飞去。广场上，沈清柔等近千名弟子望着顾影的背影，仍然是满脸的震惊加呆滞，显然他们还没完全回过神来。山峰之巅，顾影刚来到师尊的宫殿前，神宠合体状态便消失，将朱雀收入玉灵袋，直接推门而入，关上门，直奔大殿后师尊的闺房而去。此刻的师尊大人一件淡紫色轻纱披身，正坐在梳妆台的铜镜前梳理着柔顺的发丝，看着轻纱下那若隐若现的曼妙玉体，顾影心跳砰砰加快。师尊大人实在美艳不可方物处理完了。
李清灵梳着秀发，轻声地问。关于顾影修为突然突破到金丹后期大圆满的事，他并不准备询问。自己的姐儿绝对是有大机缘在身，这种机缘除非他自己愿意说，否则不必去问。顾影轻嗯一声，走到了师尊身后，温柔地抱住了他，香软可人。哼，胆子不小，竟然斩了柳宗元。李清灵抒发动作不停，那柳宗元在遗迹外便对徒儿有杀意，今日又来挑衅闹事，当斩。顾影松开了抱住师尊的手，拿过他手中的梳子替他梳发，还是第一次有男子为师梳发呢，是吗？那师尊感觉如何？很好，很甜，也很暖心。那徒儿为你梳一辈子，可好？神剑宗禁地1000丈地底，30平的黑暗空间，寂静无声。中心处有一口血色棺材。吱！突然的一声沉闷声响，打破了此地寂静。只见那血色的棺材盖板竟毫无征兆地向后缓缓滑动起来。开启一半后，2只干瘦如柴的枯黄手掌突然猛地从内伸出，抓在了血棺两侧边缘。蓦然间，一位满脸疙瘩、银发稀疏，如同干尸般的枯瘦老者突地从血棺内坐起。是谁杀了吾儿？老者面无表情，沙哑开口，旋即吐出一口浊气，枯瘦的身影一闪，消失不见。下一刻，出现在了神剑宗议事大殿内。此时的大殿内落坐着6位元婴修士，6人神色愤恨，似在商量着什么。当他们看到如干尸般的枯瘦老者时，全部一震，猛地站起，同时恭敬行礼，恭迎老祖出关。这老者正是神剑宗开山老祖柳培。说说吧，发生了什么事？柳培沙哑开口，向前踏出一步，落坐在了大殿主座上。回老祖，是灵剑宗杀了柳师弟。一位长相儒雅、元婴后期大圆满修为的中年男子走出来说道。500年了。柳培沙哑道，老夫闭关500年了，那位女帝竟然还停留在这个灵气稀薄的大陆。灵剑宗，好一个灵剑宗，当年还只是一个小门派，就是因为他的出现，使其直接成为了天蓝大陆第一仙宗。详细说说吧，灵剑宗为何杀我那不成器的？根据前往灵剑宗门下的弟子回报，中年男子开始讲述起了事件经过。听完后，柳培空洞无神的双目突然爆发出金芒。朱雀，想不到那处遗迹内居然有神兽朱雀。更让老夫没想到的是，女帝居然将朱雀赐予了一个金丹小儿，那金丹小儿居然还能与朱雀合体。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金丹小儿与3级上阶等级的朱雀合体后，竟然能杀了我。老祖，您现在的修为是？中年男子小心地问。柳培吐出一口浊气，老夫3次冲击炼虚境失败，此生只不化神大圆满。大殿内的6人闻言皆是神色黯淡。中年男子叹了口气，老祖您有所不知，我宗后来诞生了一位万古罕见的天道剑体弟子，然也被女帝弟子灭杀，还有天灵根的萧阳也被其斩杀，以及进入遗迹内的大半宗门精英弟子，基本也全死在了那顾影手中。因为他，我神剑宗将垫底4宗最少500年，甚至有可能会被其他顶级家族或门派取代。闻听此言，一直无喜无悲的柳培空洞的双目终于浮现出滔天怒火，阴冷开口，敢毁老夫呕心沥血创建的仙宗，此仇不报，老夫誓不为人。可是老祖有那女帝坐镇。中年男子又是一叹。柳培冷哼一声，什么女帝？还真当她是那传闻中的仙？当年他不过是瞬杀了几位化神大圆满修士才成名，而炼虚期就足以秒杀化神修士，他的修为顶多只在炼虚中后期徘徊，毕竟稍微有点实力的强者，谁愿意待在这个灵气稀薄鸟不拉屎的大陆称王称帝？那老祖，您的意思是？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询问。隔壁千亿万里外的天穹大陆，柳培目光阴毒，缓缓道：天穹大陆高手如云，炼虚修士、合体修士、大成修士多如牛毛，甚至连传闻中的渡劫期强者都有数尊。老夫只需要将灵剑宗获得神兽朱雀的消息散布过去，届时必定会有大量强者涌入天蓝大陆，随便来几位合体修士都能轻松覆灭灵剑宗。那所谓的女帝李清灵，到时候不过也只是强者的玩物罢了。闻言，大殿内的6人目光全部为之一亮，脸上都透露着激动。他们都希望灵剑宗被覆灭，抛开复仇不谈，这么多年来，灵剑宗压制的3大宗门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但凡天蓝大陆有什么异宝、高阶灵草、高阶灵脉、大型灵矿、神宠等等现实，基本都被灵剑宗夺走了。3大宗门有时连汤水都喝不上一口，特别是那李清灵最可恨，他最好被强者调教成玩物。他们也想体验体验凌驾这种高冷绝美的尤物是什么感觉。老祖，我这里有记录朱雀影像的留影石，在天穹大陆散布消息时更有说服力。中年男子激动地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颗葡萄大小、白色晶莹剔透的圆珠，柳培伸手一抓，留影石便被抓在了手中，
看了眼其中内容后，脸上浮现出一抹阴毒的笑容。很好，这几日你们就在宗门内，切勿上灵剑宗讨要说法，就当什么事都未发生过。说完，柳培身影消失。大殿内的6人全都露出了快意的微笑。柳宗元的陨落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太好了，这次灵剑宗必定被灭宗。哈哈，一旦灵剑宗被灭，3宗便恢复到了以往相互牵制的状态，届时有什么资源便都可以平分了，再也不是被灵剑宗全部夺走。那李清灵压制了我3宗这么多年，平时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此次他最好重伤，本座要将他圈养起来，调教成母狗。啧，当年有幸见过他一面，那绝美无双的容颜，曼妙的玉体，若是抱上床，光是想想老夫都激动到不行。本座也见过一次，那高贵圣洁的气质，宛若9天之上的神女，本座倒要看看她被调教后会有多下贱。那画面太美，我都不敢想。言至此，大殿内响起阵阵淫笑声。你3人这么一说，老夫也期待起来了。诸位可知老祖最快多久能到达天穹大陆？以老祖化神后期大圆满的修为，天蓝大陆所有势力的传送阵都可以随意使用，若是一直传送，不出半月便可抵达。时间一晃，1周后，灵剑宗女帝闺房内，和师尊一同鸳鸯浴后，穿戴整齐，顾影不舍地走出了宫殿。师尊大人要开始认真恢复修为了。宫殿外，顾影扶着腰子，舒展了下筋骨，深吸了口灵气，一路往山下走去。他在想，如何才能让师尊大人快速恢复修为。师尊大人不像自己有系统，修为只能靠长久的闭关慢慢恢复，这就很影响他和师尊的2人小世界沉思中。慢慢的，不知行走了多久。顾师弟，一道动听悦耳的声音忽然在这片翠绿的竹林小道上响起。顾影收起思绪，抬眸望向前方不远处，一道清冷曼妙的白裙身影映入眼帘，是穆婉清。在他的身旁还有一位同样身穿白袍的高瘦青年，这青年长相温和儒雅，斯斯文文，给人一种暖男的感觉。顾影微微一愣，穆师姐这是找道侣了。要知道，这片幽静竹林小道是宗门内小情侣私会最爱来的地方。此时打完招呼的穆婉清身影一闪，出现在了顾影身旁。顾师弟，好久不见。穆婉清露出清甜的笑容，然后上下打量起顾影，一脸关切地问：顾师弟，你没受伤吧？1周前听说你斩了神剑宗宗主柳宗元的事迹后，我便去你阁楼寻你，但你并未在，我都担心了好久，生怕你在战斗中受了伤。远处儒雅温和的白衣青年看到穆婉清的这一系列举动后，直接就惊呆在了原地。他万万没想到，清冷绝世的穆仙子居然会有如此主动热情的时候。接触这么久以来，自己甚至都没见他笑过，他总是冷冷清清，身上散发的寒气也总是拒人于3尺之外。没想到此刻却热情似火。没事，我很好，劳烦师姐挂念了。顾影淡淡笑道。那就好。穆婉轻松了口气，然后又道：与我一同的那位是百草峰的首席大弟子4品丹师苏泽，最近我准备冲击筑基中期，所以找他求点4品聚气丹，没想到在半路遇到了，便一同行走，聊了会儿丹药的事。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穆婉清说得很是详细，他担心顾影误会什么，毕竟此地是情侣私会最爱来的地方。关于苏泽，顾影自然认识，整个天蓝大陆最出名的丹师，年仅25岁便已是4品丹师，炼丹天赋之妖孽，万古罕见。嘿嘿师姐，你这是怕我误会，再向我解释吗？顾影嘿嘿笑道。穆婉清的俏脸顿时就红了，低声娇羞道：我才没有呢，你别乱说。远处苏泽看着这一幕，瞬间气得不行，果然这顾影如传闻说的一样，浪荡不羁。他居然在清冷仙子穆婉清面前笑得如此猥琐，简直恶心下头。最让他震惊加难以接受的是，自己心目中圣洁的清冷仙子居然在这个猥琐的男人面前娇羞红了脸。苏泽强忍着怒意和心痛，踏出一步，出现在了2人身旁，沉声开口：顾影，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不得对穆仙子无礼下头。顾影眉头一挑，从苏泽的语气和表情上能看出他暗恋穆师姐。穆婉清正要说话，却见顾景淡笑道：我与穆师姐一直如此，这位苏泽同学，你是有什么意见吗？苏泽闻言当场就怔住了。什么？这顾影居然敢直呼自己的名字？自己堂堂4品炼丹大师，在整个天蓝大陆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只有炼气10层修为，但即便是元婴修士都不敢直呼自己的名字，也要尊称一声苏大师。这顾夫简直岂有此理，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不懂礼数，蛮横无知，这种人以后的人生道路必定无法走远罢了。我又何必与这等野蛮人一般见识？若非穆仙子，这种人平时都不配与我说话。苏泽没有回答顾影的话，直接无视，而是看向穆婉清，温和开口：穆仙子，我们走吧，去百草阁取你需要的那5味药草，由我出面，无需支付灵石。闻言，穆婉清面露迟疑，他还想和顾影多待一会儿呢。抿了抿红唇，道：苏大师，其实我去不去都无所谓的，
劳烦你辛苦一趟，待丹药炼制成功后，我必亲自上门取药，零食也不会少。苏泽撇了撇嘴，木仙子，说了多少次，不要唤我苏大师，直呼我名即可。而且我为你炼丹，不需要你出零食，你想要任何丹药，我都为你终生免费炼制。听着苏泽的话，顾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一条舔狗，自己和牧师姐这么明显的关系了，这货居然还硬舔。不过他也没有盛气凌人，就不出手教训了，只是一条可怜的舔狗罢了。毕竟年轻人谁没当过舔狗呢？走吧，师姐，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顾影说着，右手放在了穆婉清盈盈一握的柔软腰肢上，一同与苏泽擦肩而过。穆婉清玉面羞红，天哪，顾师弟居然当着别人的面搂自己的腰肢，他这是在向外人宣布自己是他的道侣了吗？而苏泽看着这一幕，则是身体猛然一僵，晴天霹雳般直挺挺的傻愣在了原地。他简直不敢相信，顾影居然搂住了穆仙子曼妙的腰肢，而穆仙子还默默的接受了，还一脸娇羞，自己心目中清冷圣洁不食人间烟火的穆仙子，为什么要接受别人这一刻？苏泽浑身颤抖，整个人仿佛瞬间被抽走了全部的生机，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甚至心跳都比平时慢了半拍，深深的无力感充斥在他全身。他感觉自己仿佛坠入了无尽深渊，周边一片黑暗，要将他吞噬。不，我不要放弃。苏泽紧咬牙关，双拳紧握，使出全部的力气，颤抖转身看向顾影的背影，吃力喊道：顾影，你可敢与我比试丹道？你若输了，从此以后不准再接近穆仙子，找一个不会炼丹的人比试丹道。苏泽知道自己这样很无耻，但他更不想失去心中的白月光，无耻就无耻吧。闻言，顾影和穆婉清同时顿住了脚步。顾影正要开口劝苏泽莫要做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时，脑海里叮，检测到4品丹师向宿主发起挑战，选择1，宿主毫无丹道经验，直接拒绝认输，不丢人，奖励黑丝1条。选择2，接受挑战，碾压他，奖励9品丹师境界，领取即发放。什么9品丹师境界，领取即发放？卧槽！顾影亚麻呆住了。9品丹师可是丹道的最高境界啊！据典籍记载，从上古修真时期至今，数千万亿炼丹师中，只在上古时期诞生出了一位9品丹师，当时其地位之超然，万人敬仰，身份之尊贵，与天道并肩。沃尼玛这样牛逼的境界，现在领取就发放。选1必须选1，叮。等等童子选2尼玛，激动的嘴瓢了。爸爸选2，叮。好的，宿主爸爸正在修改中，叮，修改成功，恭喜宿主获得9品丹师境界。蓦然间，远古时期至今，万万年间，但凡与药草以及炼丹秘法有关的所有知识，源源不断的开始往顾影脑海里疯狂灌输。这一刻，顾影仿佛身处在了时间的长河中，亲身经历着万万年的丹道传承，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顾影，怎么了？你是不敢吗？若是不敢，就请你离开穆仙子。见顾影愣住了，苏泽立马开口。看到苏泽刻意刁难顾影，穆婉清秀眉一皱，顿时就生气了。他才不管苏泽是极品丹师，敢故意刁难自己的顾师弟就是不行，冷冷道：苏泽，你不要再闹了，顾师弟根本不会丹道，你这不是故意找茬吗？若真想比试，你们可以比试战力，你敢接吗？苏泽闻言，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一脸的兴奋。穆仙子终于不是唤自己苏大师了，而是喊自己的本名了。天哪，一瞬间亲切多了，这种感觉太幸福了。此刻苏泽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幸福。我接受，如何比？传承了9品丹师境界的顾影开口了。这苏泽真是自己的福星。苏泽一愣，他没想到顾影居然敢接，顿时心中激动无比。这顾影必输，以后穆仙子就是自己的了。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原本丹道比试应当去我百草峰进行，但此次赌注事关重大，就在你灵剑峰中央广场举行，而且还要邀请宗主做见证，以及1半以上的灵剑峰弟子来围观，避免你输了后违反赌约，继续纠缠穆仙子。顾影闻言，无语的差点笑出了声，自己纠缠穆师姐，他这话是怎么说出口的？这舔狗怕不是舔的得了失心疯。这时候，穆婉清拉了拉顾影的衣角，示意他不要接受。顾影直接握住了穆师姐微凉的小手，大拇指在其上轻柔滑动，示意他放心。穆婉清担忧的心不知为何，经过这一抚，莫名的就沉静了下来，还多了一种暖暖的安全感。苏泽看着二人的小举动，瞬间就气炸了。自己的穆仙子啊，心中狂哭。呜呜，穆仙子那温润如玉的白嫩小手，自己平时看一眼都是感到莫大的荣幸与幸福，而顾影这个野蛮的武夫竟然直接就牵上了，还用他的脏手磨蹭穆仙子圣洁的玉手，简直岂有此理啊！他咆哮道：顾影，你到底敢不敢接？若是不敢，现在认输离开穆仙子，避免到时候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看着气急败坏的苏泽，顾影淡淡的笑了笑，现在便去。话音刚落，顾影足下出现一把飞剑，搂着穆师姐柔软的腰肢，化作剑光，直奔宗主的清心殿飞去。
看着两人抱在一起遇见，苏泽快气疯了扑，直接一大口鲜血喷出3尺之远。他大口喘着粗气，捂着心口，心脏超疼麻溜的取出了一粒丹药服下，这才平息下来。该死的野蛮人顾影，竟敢如此轻浮粗暴地对待淡雅圣洁的木仙子，过会输了，你最好别哭啊！苏泽气冲冲地掏出飞剑，紧追而去。而此刻，顾影的飞剑上，穆婉清望着顾影俊美的脸庞，脸颊绯红。顾师弟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搂着自己，御剑飞行周边天际不少御空路过的宗门弟子和长老可都看到了呢。顾师弟这是在向众人宣誓自己是他的道侣了吗？顾师弟穆婉清一脸花痴地望着顾影，顾影余光自然注意到了，嘴角微翘。师姐，我帅不？被发现，穆婉清俏脸更红。哼，不帅。说完便娇羞地将脸埋在了顾影的肩上，吸了口师姐身上散发的淡淡处子幽香。顾影足下飞剑速度更快。后方苏泽看着两人亲密的一幕，气得险些从急速飞行的飞剑上掉了下去。啊！苏泽冲着云海咆哮宣泄一声后，同样速度加快。很快，2道剑光一前一后落在了清心殿大殿内。感应到宗门3大顶级天骄到来，原本还在密室闭关修炼功法的沈清柔身影一闪，直接出现在了清心殿内。3人同时拜见沈清柔，不待他询问什么，苏泽便立刻将要和顾影比试丹道以及赌约的事说了出来。这狗血的赌约把沈清柔这位元婴修士都给听懵逼了。通过上次一计一行，他早就知道穆婉清情定顾影，两人都相互对对方有好感，怎么苏泽这位丹道天骄又插了一脚进来？沈清柔从苏泽的表情上能看出，他似乎非常喜欢穆婉清，而从穆婉清的神色上又能看出，穆婉清只喜欢顾影，对苏泽完全不感冒的样子。沈清柔服这可真让人疼痛。他最不喜欢管的就是情情爱爱的事，他自己感情方面的事都处理不好小顾啊。你不会丹道，真的要接受苏泽的挑战吗？顾影点头，是的。你若是输了，真的能忍住以后不会再找我？沈清柔凝重地问，毕竟会有大量弟子观战，若顾影输了又毁约，以后对他的名声很不好。要知道在宗门，天骄弟子的名声可是很重要的，若是没有好的名声，即便实力再强也难以服众。日后若是晋升宗门重要职务，因为名声不好，将没有任何威信可言。宗主放心，我不可能输。顾影自信道。顾影的自信，沈清柔看不懂。要知道，苏泽可是大名鼎鼎的4品丹师，整个天蓝大陆目前为止，也就2位4品丹师，丹道方面根本没有人能战胜他们。不过既然顾影已经肯定的回答了，他也不好继续劝说了。那便前往广场开始吧。本宗已经通过修为传播消息，将会有大量弟子前来观战。沈清柔话音刚落，修为之力散出，带着顾影3人瞬移来到了灵剑峰广场中心。此时广场天空中的4面8方，无数道剑光从远处天际掠来，还有不少刚入门的炼气弟子从四周徒步狂奔而来。他们都是听到了消息，宗门的风云人物顾影顾师兄要和百草峰的4品丹师苏大师比试丹道。苏泽丹道方面的造诣名震整个天蓝大陆，而战力无双的顾师兄居然要和他比试丹道。2个不同领域的天骄，这怎么比？所有弟子都带着好奇而来，他们都认为顾影输定了，因为整个天蓝大陆没有人的丹道能比得过苏大师。不到百息时间，此时的广场四周便已经聚集了万余人。所有男弟子刚一到来，第一眼并不是先看顾影和苏泽，而是都被穆婉清风华绝代的盛世美颜给吸引住了。那倾国倾城的容颜，冰莲花般的圣洁气质，一下就看呆了所有男弟子。他们大都是第一次见穆婉清，但早就听闻女帝真传弟子穆婉清容颜冠绝天下。今日一见，没想到真人比画像中的人还要美，简直美到让人窒息，一个个心中不由升起了爱慕之心。而大多女弟子的目光则是聚集在顾影和苏泽身上，被2人俊逸温润的容颜吸引，泛起了花痴。苏泽一扫四周，见来了上万人，也不废话，他迫不及待的要击败顾影，让他出丑，直接一拍储物袋，2尊紫色炉鼎飞出，当当，重重的落在了广场中心的空地上。2炉一出，现场哗然。天哪，我没看错吧？竟然是紫品万灵炉！啧，不愧是苏大师，随手就能拿出2尊4品极品丹炉。要知道，随便一尊4品丹炉都价值1亿灵石，而且是有价无市。传闻4品极品丹炉在炼丹的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保住药草的药性，提升丹药品级，还能增加凝丹成功率，对炼制4品灵丹有奇效，乃是所有丹师的梦中情炉。整个天蓝大陆目前总共也只有5尊4品丹炉，没想到苏大师一人就有2尊，太强了。这时候苏泽看向顾影，顾影，我也不欺负你，你我同用4品丹炉，苏某炼制4品灵丹，你炼制入门级1品灵丹，也不比丹药品级，就比谁能先炼制出丹药，便算谁胜，如何？此话一出，
围观的众多弟子都对苏泽竖起了大拇指。用4品丹炉炼制1品灵丹，凝丹率最少在 99% 以上，即便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药童都能用4品丹炉轻松炼制出1品灵丹，而炼制4品灵丹就不同了。4品灵丹即便用昂贵无比的4品丹炉炼制，也都只能增加 3% 的凝丹率。炼制的过程中，若是丹师没有把控好火候以及其他方面，哪怕出现一丁点偏差，丹爆帅都是1品灵丹的几十万倍。可以说苏泽完全就是在给顾影放水。获得了9品丹师传承的顾影自然也知晓这些，他淡淡的笑了笑，自己堂堂9品丹神炼制区4品灵丹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不必就比4品灵丹。顾影道。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苏泽一愣，心中冷笑，果然传闻不假，这顾影当真是狂妄，原本准备用4品灵丹狠狠打你1品灵丹的脸，没想到你上头了，要比4品灵丹，简直是自取其辱啊！顾影啊顾影，你的狂妄害了你，到时候输了可别恼羞成怒，出尔反尔。穆婉清和沈清柔见顾影居然要比4品灵丹，心中都是一紧，想不通顾影是怎么想的。若是炼制1品灵丹，他还有1半几率取胜，但4品灵丹他必败无疑。穆婉清已经决定了，即便顾师弟输了，自己以后也还是会去找他，才不管什么名声不名声，那便开始吧。苏泽不再废话，一拍储物袋，10株形状各异的药草飘出，在他一指之下向丹炉飞去，5株一份，分成2份，分别落在了2个丹炉的炉台上。疾风草、聚灵果、回灵花、补灵根、爆气果。似乎担心顾影不认识这些4品名贵灵草，苏泽补充道，就比炼制4品入门级丹药聚气丹。话音刚落，苏泽便走到了丹炉旁，顾影云淡风轻地踏出一步，身影直接出现在了另一个丹炉旁。开始。苏泽淡漠说完，一道术法打出，激发了万灵炉自带的地火，炉底4角处的4个龙头瞬间喷出赤色火焰，火力全开，直接猛火熊熊燃烧。苏泽一指疾风草、回灵花、爆气果，3株药草从炉台上飞起，随后散出修为，将疾风草、回灵花阵碎成粉末，再挤压爆气果，一缕缕液态气体从内被挤压而出。苏泽指尖小心翼翼地滑动，操控2粉仪器在空中开始缓慢地靠近，融合起来，足足花了10息方才融合。而后苏泽将地火火焰调至最小，顶盖飞起，引导融合的液态粉进入了丹炉内，顶盖闭合，又小心翼翼地处理起补灵根和聚灵果。苏泽忍不住余光瞥了眼旁边的顾影，只见他在丹炉前一直看着自己这边的操作，他心里更加瞧不起顾影了，没实力非要在木仙子面前逞能比炼制4品灵丹，现在临时抱佛脚有用吗？哼，若是看一遍就会了，古往今来天蓝大陆就不会只有2位4品丹师了。现场不少围观的众人看着一动不动观摩学习的顾影，都对着他指指点点，表示看不懂他居然临时抱佛脚炼制难度最高的4品灵丹，这不纯大聪明吗？而顾影这边，他看着苏泽小心翼翼处理灵草的举动，微微摇头。果然，天蓝大陆的炼丹手法太落后了，炼制个区低级4品灵丹，居然都如此小心谨慎。顾影不再墨迹，一把抓起了炉台上的5株灵草，不做任何处理，直接一股脑的全扔进了丹炉内，如同大杂烩，然后将地火激发到最大，猛火炼制起来。思看着顾影疯狂的举动，现场所有人顿时猛地倒吸口凉气。要知道，这样胡乱炼丹绝对会造成丹爆，而5株4品灵草混合的丹爆威能，足以堪比金丹后期大圆满修士自爆的威力。一旦爆炸，广场上的万余人全都得埋葬在此。所有弟子只感到头皮发麻，惊恐的就要御剑逃离，却见有些无奈的沈清柔散出了2道灵光，笼罩住了2尊万灵炉。现场万余名弟子这才平静下来，看向顾影的眼神如同看疯子。穆婉清心底长叹，顾师弟明明完全不会炼丹，却为了我愿意与4品丹师一战，这份勇气，顾师弟是真的把自己放在了心上。顾师弟，你放心，即便你输了，名声又算什么？师姐也会去找你，当着全宗所有人面宣布，以后你就是我穆婉清这辈子唯一的道侣。苏泽看着顾影疯狂的举动，心中直骂他是个疯子。如此混乱的4品灵草灵气，还好投进去的一刻没有引发丹爆，不然自己就交代在这里了。不行，穆仙子绝对不能跟着这个疯子，不然以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顾影，你这个疯子就等输吧，不出3息，丹炉内滂沱杂乱的灵气绝对会轰然爆开，到时候你就输了，可惜要浪费我一个价值连城的4品丹炉了。不过为了穆仙子，区一个4品灵丹炉又算得了什么？直了正当苏泽要将已经小心翼翼处理好的补灵根和聚灵果先后投入丹炉内时，旁边顾影的丹炉突然金芒盛发，霞光闪耀，顶盖飞起，浓郁的药香冲天而起，爆发开来，瞬间弥漫在整个广场。一粒金色晶莹剔透的丹药从丹炉内缓缓飘出，这一刹那，天地间无数灵气从4面8方疯狂地向着这粒金色丹药翻滚汇聚而来。广场上的天地灵气一瞬间比平时浓郁了近10倍，现场所有人无一不瞪大着双目，张大着嘴，
骇然至极地望着这一幕，浓浓的震惊充斥在他们脸上。他们虽然不认识这粒金色丹药，但都很清楚，这是聚灵丹的效果。1至3品聚灵丹可以聚集半倍到双倍的天地灵气，4品聚灵丹可以聚集3倍的天地灵气，而顾影随手炼制的金色丹药，居然可以聚集10倍的天地灵气，在10倍的天地灵气下修行1天，相当于平时闭关苦修10日天呐！这是何等的卧槽，何等的恐怖啊！所有弟子开始贪婪的疯狂吸收起周边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同时贪婪的望着金色丹药，仅仅是药香便吸引了如此浓郁的天地灵气。若是将这粒丹药服下去，其吸引天地灵力的效果至少还能再次提升半倍以上。卧槽啊！所有人脑海轰鸣。人群前，穆婉清沈轻柔望着顾影，已经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了，呆呆地注视着他。顾影一直以来给他们两人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强烈震撼。女帝宫殿内正在恢复修为的李清灵通过术法光幕看着这一幕，也被深深震惊。仅凭这粒丹药就能看出，这逆徒的丹道造诣，即便放在仙界，恐怕也都无人能媲美。莫非景儿是大气运之人？不然怎会拥有一个又一个逆天机缘？广场上，苏泽呆呆地望着金色丹药，惊骇、震惊、向往、渴望、质疑的神情充斥在他的脸上。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金色品级的丹药，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典籍记载，每品丹药分4个等级：下品、中品、上品、极品。丹药越是晶莹剔透，就代表着它的品级越高。完全晶莹剔透的丹药便是极品品级，其内没有一丝杂质，药性也被完美保存。可顾影炼制出的丹药为什么是金色的晶莹剔透？不应该是淡白色的晶莹剔透吗？苏泽浑身都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难道极品之上还有自己不知晓的品级？苏泽猛然望向顾影，已然没有了半点看不起他，而女情长也一下被他抛到了脑后。他看向顾影的目光满是炙热，充满了尊敬和虚心讨教的神色。此刻的他就像一名渴望求学的学生，望着德高望重的名师。顾大师，苏泽尊敬地喊道。此刻胜负不言而喻，顾影没有理会他，而是将那粒完美品级的聚灵丹拿到了师姐面前。顾影的无视，苏泽没有半点生气，始终表现得很是谦卑。师姐，此丹送你。顾影轻声道。啊！穆婉清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但脑子还有点蒙圈。哦，好，谢谢。接过了丹药，小心翼翼地珍藏好。现场所有女弟子全都羡慕地望着穆婉清，居然认识顾师兄这样的丹道天才。以后有顾师兄的丹药辅助，他的修为将1日千里，一路蹭涨，而且想要什么丹药就有什么丹药。那些市面上可望不可求、突破修炼瓶颈的丹药，甚至都会有一瞬间。所有女弟子对穆婉清的羡慕达到了顶峰，其中不少女弟子已经在开始想，要如何才能迷到顾影，就算牺牲身体也无所谓，毕竟他可是顶级丹道天才啊，而且容颜俊逸无双，完全不亏啊。男弟子们也是已经在想如何才能和顾影结交，一旦和他结交，以后修行上遇到过不去的瓶颈，都可以找他求要突破。顾影转身面向苏泽，淡淡开口：以后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学生知道。苏泽抱拳恭敬地回道。此话一出，直接震惊了在场所有人，不少人都是倒吸口凉气。天蓝大陆丹道第一天教4品丹师的苏泽，居然在顾影面前自称学生，这是何等的让人震惊！要知道，苏泽才25岁便已经是4品丹师，而另一位4品丹师还是在500岁即将圆寂时才勉强达到这个境界。苏泽的潜力有多大，不言而喻。自100年前，天蓝大陆唯一的一位5品丹圣陨落后，他便是唯一一个最有可能成为传闻中5品丹圣的存在，所以在整个天蓝大陆的丹道中，没有人配让苏泽自称为学生。而如今顾影居然做到了。顾大师，学生有2个问题想请教。苏泽目中透露着火热。顾影本打算直接走人的，但这苏泽态度不错，便简单的回答他一下吧。说。苏泽大喜，连忙问：那粒金色的聚气丹是什么品级？顾影：完美。苏泽浑身颤抖，想不到极品品级之上还有一个完美品级，上古典籍里面都没有记载，而顾大师却知道，而且随便就能炼制而出。身为丹师的他很清楚，这不是靠运气就能炼制出来的，而是要对丹道有着无上极致入微的见解。至于是什么见解，自己也不知晓，只知道顾大师的丹道在一个极其恐怖的高度。多谢顾大师赐教。苏泽激动地向着顾影恭敬鞠躬，又问道：请问顾大师，为何你炼制丹药对药草不进行任何处理，便直接全部扔进丹炉内，而且没有丹爆，这是何等玄妙手法？学生从未听过见过。顾影：此手法已经超出了你目前的丹道境界，提前了解你也无法掌控，不用去想，也不要去尝试炼制，否则最终只会成为你的心魔。至于完美品级的丹药，你也不要想着能炼制出来，你目前的境界远远做不到，你只需知道有这个品级即可，朝着5品丹师继续进阶吧。顾影缓缓说完，身影化作一道剑光，遁离了广场，朝师尊的宫殿飞去。他脑海里刚刚收到了师尊大人的传音召见。
苏泽无比恭敬地朝着顾影消失的地方深深鞠了一躬。顾影战力无双，单道无双的骇人事迹即将在宗门内传开。女帝宫殿内，顾影刚一进入，正在恢复修为的李清灵便连忙收起调息，美目睁开，激动地问：锦儿，你是极品丹师？顾影没有急着回答，看师尊的样子，似乎想要让自己为他炼丹。师尊大人，你想要什么丹药，只要有相应等级的药草，徒儿都能为你炼制出来。顾影并不准备说自己是9品丹神，因为说出来很难让人相信。毕竟无数纪元以来，整个天地间9品丹神都只出了一位，而且是数百万岁的老怪，而自己才22岁，怎么看也不像9品丹神。看着顾影自信轻描淡写的样子，李清灵心中完全相信自己的锦儿绝对能炼制出自己想要的丹药。为师想要7品仙丹天灵丹，手中正好有4味炼制天灵丹的7品仙草。顾影看着师尊，果然自家师尊大人来头不小，手上居然有举世难寻的7品仙草，微微一笑，直接一步来到师尊身旁，双手搂住了他盈盈一握的小蛮腰。师尊大人，还差2味药草呢，不过那2味药草都可以找替代之物，其中地灵草替代空灵仙草，千年玉髓替代玄天玉髓，只不过替代之后药性减半，但炼成天灵丹服下后，仍然能让师尊大人你的修为恢复到合体后期大圆满境界。听着顾影的话，李清灵更加的相信了自己的锦儿是真的能炼制7品天灵仙丹，不然他绝无可能知道这些高阶药草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替代之物。这2味药草为师知道哪里有，现在出发。不，徒儿要先亲亲。看着师尊娇艳欲滴的柔软红唇，顾影很难抵挡这份诱惑。逆徒，真拿你没办法。李清灵也不墨迹，踮起脚尖直接迎吻了上去。SVIP 付费内容。5分钟后，2人恋恋不舍地分开，身影一闪，同时消失。下一刻，出现在了一处密林中心地带的山头上空。这处山头上驻扎着一个5000余人的小门派，名为丹鼎派，是一个以炼丹、种植各类灵草为主的古老门派。宗门实力一般，门内最高修为的老祖只是金丹后期大圆满，但因为门内有3品炼丹师存在，所以丹鼎派拥有许多元婴期等级的客卿长老为其坐镇撑腰。顾影和李清灵的突然出现，一下就惊动了丹鼎派的筑基金丹高层，护山大阵立刻开启，10道身影御空而出，飞到了天空护山大阵内的边缘处停顿，谨慎地与顾影和李清灵对峙。顾影只是金丹后期大圆满，10人完全没放在心上，他们中就有5位金丹后期大圆满，完全不惧。目光全部聚集在了容颜绝美的李清灵身上，在他们的眼中，李清灵没有半点修为，但却给人一种极其恐怖的感觉，似乎只要他想，整个天地都会在顷刻间崩塌。恐怖，太恐怖了，他们从未见过气息如此恐怖的存在，全部大气不敢喘。丹鼎派的山头上，数千弟子也都注意到了空中的动静，目光全部聚集在了宛若9天神女下凡的李清灵身上。李清灵望向远处的眸光突然一亮，脸上透露出意外和惊喜。本想寻地灵草，没想到此派竟然有空灵仙草，简直不可思议，让人难以置信。话音刚落，随手一挥，不见使出修为，丹鼎派护山大阵便如同纸糊的一般，直接化为漫天碎片散落。旋即玉手展开，丹鼎派一座神圣威严的宝阁内，一个贴满了符篆的玉盒破塔而出，以极快的速度飞到了李清灵手中。这一幕深深震惊了丹鼎派上下5000人，他们简直不敢相信，那女子连修为都没散出，随意挥手就毁灭了宗门元婴等级的护山大阵，这是何等的强大！此女绝对是那传闻中的化神老怪前辈不可。丹鼎派10人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顿时急了，他哀求道：前辈，您若是拿走空灵仙草，我派上下5000人将会被屠戮殆尽。李清灵也不废话，玉袖内4杆迷你旗帜飞出，迎风渐长，分别插落在了丹鼎派山脚处东南西北4个角落。顿时一道琉璃光幕从4杆旗帜上冲天而起，将整个丹鼎派笼罩在内。却见那琉璃光幕内有一条气息恐怖的百丈蛟龙在内游转，这一幕直接惊呆了丹鼎派所有人。李清灵又取出了一块圆形白玉牌，抛给老者，此玉牌可控制该阵，此阵攻防兼备，炼虚期以下无人可破，若攻必死，可保你丹鼎派万年不朽。说完便带着顾影瞬移离开。丹鼎派10位高层看着白玉牌，激动狂喜，甚至身体都止不住的狂颤起来，他们都能感受到这座大阵的恐怖，特别是其内的蛟龙透露的强大气息，竟然比那传闻中的化神修士还要强100倍，太好了，太好了！有此神阵护佑，我丹鼎派万年不朽啊！哈哈哈！空灵仙草换此神阵绝对不亏，都媲美4大仙宗的护山大阵了，哈哈！是啊，空灵仙草虽说珍贵稀有，但我等能隐瞒得了一时，隐瞒不了一世，迟早会被强者知晓夺走。现在换成此阵，天蓝大陆已无人能撼动我丹鼎派。
昨日那位化神邪修还说今日要来我派取空灵仙草，如若不交，便屠我丹顶派满门，简直可笑。今日只要他敢来，必死无疑。又是一阵开怀的大笑声响起。与此同时，一座规模宏大、热闹非凡的城池内，顾影、李清灵手牵着手行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师尊大人此行不亏哦，有空灵仙草在，炼制出的天灵丹已经能让你的修为恢复到大成初期了。为师也没想到此行居然有意外收获，若是再能得到7品玄天玉髓，天灵丹就能挥发出最大药性，为师的修为将能恢复到大成后期圆满境界。这次恐怕没那么好运气了哦。顾影挑眉，天蓝大陆5品药草都没几株，就更别提7品仙草了。李清灵莞尔一笑，为师就是随口一说，也不敢想呢。卖糖葫芦了，香甜可口的糖葫芦。仙长大人要买糖葫芦吗？一块零食一串，脆甜可口，不甜不要钱。耳畔传来小帆热情的吆喝声，二人正好路过，顿住了脚步。姐儿要吃吗？为师许久没吃了，突然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可以，我正好也想吃，但是只许买一个哦。李清灵哪能不懂顾影的小心思，这逆图然后取出一块零食，买了一串，继续前行。你先，还是为师先？师尊为大，先请。哼！李清灵轻哼一声，也不知道平时谁大，然后樱桃小嘴微张，将糖葫芦最上面的一颗咬了一半，递给顾影。顾影将剩下的半颗直接咬下，细细品嚼，嘿嘿一笑，不愧是师尊大人吃过的，就是香甜可口。李清灵无语，变态，你不要说出来嘛！街道上这么多人，四周路过的不少人，果然都在看这边，都感到很是吃惊，没想到如此清冷绝色的仙子，背地里居然玩得这么花。顾影才不在乎呢，都是些路人，谁认识自己啊？于是一路上，两人你半颗我半颗，甜甜蜜蜜的吃完了整串糖葫芦。不少路人都羡慕麻了，毕竟李清灵那国色天香的绝美容颜，若是能吃上一口他吃过的，就算少活100年都愿意啊。很快，顾影和师尊便来到了城池中心最大的万药阁前，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可见生意之火爆。两人不紧不慢地走了进去。宽敞奢华的店铺内，不少修士正徘徊于各个柜架处查看或挑选灵药灵草。顾影和李清灵刚一进入，立刻就有一位青山店员笑脸迎了过来，正要热情招呼，李清灵直接问：可有千年玉髓？青山店员一愣，开口就要如此贵重之物，这才仔细打量起顾影和李清灵。两人衣着华贵，气质超凡脱俗，特别是这绝美女子，尽管身上没有半点修为波动，可却给人一种上位者的感觉。此女绝对是久居高位之人，这两位是顶级贵客，而且是万万不能得罪的那种。二位大人请随我来，千年玉髓珍贵，晚辈没有资格知晓其行踪，带您二位去见我万药阁阁主。青山店员做了个请的手势，便带头往东面尽头处的一间雅间走去。顾影、李清灵紧随其后，三人很快便来到门前。不待青山店员敲门，忽然雅间的门便被从内打开，其内一位鹤发老者连忙惶恐地向着李清灵恭敬行礼，不知女帝降临，未能亲自迎接，还望恕罪。青山店员听到女帝2个字，如遭雷击，直接亚麻呆住了。女帝威名，只要是修真者，基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想到自己竟然接待了传闻中的女帝大人，简直是天大的荣幸，无需多礼。千年玉髓可有？李清灵问。有。鹤发老者立刻回道。只不过就在半个时辰前，被晚辈送到了万宝拍卖行作为压轴品竞拍。算算时间，现在应该在竞拍阶段了。若是女帝需要，晚辈这边去取。快去快回。李清灵道。鹤发老者不敢怠慢分毫，直接瞬移消失。3息后，再次瞬移出现在了此地。他的手中多出了一个墨色小玉瓶，恭敬的双手呈上。女帝大人，其内便是千年玉髓，共2滴，免费赠您。李清灵神识内视，确认无误后，接过了玉瓶，然后反手取出一个储物袋，给了鹤发老者，便同顾影一起走出了万药阁。老者打开储物袋，顿时大惊失色，2亿灵石。繁华的街道上，师尊大人还不回去吗？行走间，顾影问。还早，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自然是要到处看看买，有近1000年没人陪为师逛街了呢，今天为师要买个痛快。言语之间，李清灵充满好奇的目光在街道两旁的摊位上看来望去。顾影心中一叹，还想快点回去和师尊大人深入交流一番呢。哎，果然逛街是女人的天性，无论多么牛逼的女人都改不了。姐儿，那边有胭脂，走，我们去看看。哎，好嘞。然后顾影和师尊便开启了逛街模式。接下来两人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各个摊位前，绫罗绸缎店、发簪饰品店等等，整整一下午逛了4、5条长街。顾影人都骂了师尊，就跟个小女生似的，对各种东西都十分好奇，见一个买一个。整整一下午，
高兴地狂买了数千件物品，还好有储物袋能随便装，不然若是全部由自己手提的话，那画面太美，他都不敢想。此时夕阳西下，橘色的余晖洒落在街道，仿佛为这座古老的城池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温馨且美好。景儿，我们去城外的高山上看夕阳吧。李清灵一脸期待，夕阳的余晖照射在他的侧脸，微风吹拂着他的发丝。顾影一时都看呆了，此刻的师尊没有半点女帝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处于青春恋爱期的普通小女生，和众多女生一样，想要和喜欢的人去看喜欢的风景。这一刻，顾影体会到了恋爱的纯真，心里暖乎乎甜滋滋的，仿佛抹了蜜一般。和煦一笑，点点头，牵起师尊的小手，一同往城外走去。不一会儿后，他们便来到了城外那座高山，山脚下并没有御空飞行，而是如普通小情侣般沿着山梯，迎着夕阳，赏着四周美景，嬉笑间徒步向上。山不算太高，约50来丈。欢声笑语中，二人不知不觉已然登顶。此时远处云海，夕阳只剩半张红彤彤的小脸露在外面，仿佛一个娇羞的小姑娘。两人站在山峰之巅，俯瞰下方渺小的万物，展开双臂，微微闭目，深吸了口新鲜空气。这一刻，他们感觉格外的放松美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深吸口气后，望着下方美景，顾影情不自禁地开口：咦，景儿，你会作诗？李清灵惊讶地打量着顾影，那是徒儿在凡俗界时可是诗仙呢。切我不信，除非你现在当场做一首诗来形容此刻的为诗。顾影打量起师尊绝美的脸庞，秀美的身段，脑海里各种美诗美句涌现，也不墨迹，有感吟道，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浮渠出绿波。沉鱼落雁鸟惊轩，羞花闭月花愁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顾影连续作诗数十首，将师尊的绝色美貌描述得淋漓尽致。总结：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李清灵已经惊呆了，她没想到自己的徒儿竟然能随口吟出如此精美绝伦的诗句，短短几个字便将自己的美便将女子的整体容貌描述得如此惊心动魄，惊为天人，仿若9天之上的仙女。这些诗句自己此前从未听说过，如此说来，景儿真的是诗仙，甚至已经超越了诗仙，毕竟诗仙也不可能一口气做出如此多且精美绝伦的诗句出来。李清灵痴痴地望着顾影，才发现自己的景儿如此优秀，文武双全，他已经爱到无法自拔。顾影直接一把搂住了师尊的小蛮腰，同样深情地望着他。夕阳下，山峰之巅，青年男女热情相拥，吻在了一起。橘色的余晖洒落在二人身上，使得这一幕看起来温馨且美好。直至夕阳落幕，余晖渐退，两人这才相依望向云海。入夜，微亮，洁白月光，漫天繁星。二人坐在了悬崖边，李清灵晃悠着雪白修长的玉腿，依偎在顾影肩上，笑靥如花，数着夜空中的繁星，天真烂漫，宛若邻家少女。顾影能看出来，师尊是真的很开心，也很放松，搂着他曼妙的腰肢，陪着他一起数星星。随着星星数量增多，两人时而因为对不上数，嬉笑对方。不知过去了多久，依偎在肩上的师尊突然没了声音，竟是睡着了。看着师尊甜美入睡的可人模样，顾影轻轻刮了刮他的琼鼻，然后将之微微散落在俏脸上的发丝轻柔地挽在了耳后，这才望向繁星点缀的夜空，长舒口气，陷入追忆之中。他突然喜欢上了这个修真界，对蓝星没有了任何念想。无父无母，势利眼的亲戚，997的内卷工作，月薪5K，若没有父母的帮衬，一辈子都买不起车房，就更别提高额彩礼结婚生子了。整个人生都是灰暗的。从小至今，孤身一人四处漂泊，万家灯火，从未有一盏为自己亮起。那种窒息的孤独，没有人能体会到。好在现在意外穿越，有了系统，有了师尊，全新的人生一片光明。次日，女帝宫殿，闺房内，英宁奢华柔软的粉色大床上，李清灵软绵绵的醒来，愉悦的舒展着腰肢。好香，琼鼻微秀，美目睁开。却见景儿正拿着一粒金色晶莹剔透的仙丹来到了床边坐下。这是李清灵陡然清醒过来，隐隐猜到了什么，仅仅是闻着药香，自己的修为就开始缓缓的自行恢复起来。顾影嘴角微微扬起，7品仙丹，天灵丹。轰！李清灵脑海轰鸣，7品仙丹，即便是在仙界也不多见，能炼制出的人更是屈指可数。没想到景儿竟然真炼制出来了，而且品级更是比自己见过的所有仙丹都要好上无数万倍。师尊大人，服下此丹，可助你恢复到大成中期。李清灵闻言，心底无比激动，
没想到比预期的修为要多提升一个小境界，为师便不和你客气了，直接拿过了顾影手中的丹药，正要服下。等一下，顾影喊道，抬手点了点自己的侧脸，先亲一下。哼，看在你大清早就起床炼丹的份上。说着，李清灵吻了上去。顾影嘿嘿一笑，而后李清灵盘膝入定，将7品天灵丹服下。刚一服下，他的气息便开始急速攀升，突破炼虚后期大圆满，恢复至合体初期、合体中期、合体后期、合体后期大圆满，突破，恢复至大成初期、大成中期。轰！一股足以毁天灭地的恐怖威能在李清灵身上爆发开来，狂暴霸道，眼看就要摧毁宫殿，直冲9天。李清灵及时收气调息，玉手一挥，化解了恐怖气息。顾影看着师尊，心跳砰砰加快。方才师尊身上显露的气息，竟然让他有一种凡人面对天神的感觉。不得不说，师尊是真的恐怖牛逼劲儿。谢谢你，若是没有你，为师想要恢复到大成中期境界，最少需要闭关50年。顾影拍着胸脯，师尊大人，你刚刚恢复修为，吓到徒儿了，要抱抱。说完，直接将师尊扑倒。李清灵也是紧紧地抱住了顾影。时间一晃，10天过去，清心殿大殿内，沈清柔正与一位身穿浅绿宫装裙的美艳少妇品着灵茶，聊着天。师姐，小姑一般闭关多久？师妹现在都有点等不及了呢。夏雨芙眨着眼，期待地问沈清柔抿了口灵茶，这个不确定，小姑经常前往女帝宫殿，由女帝亲自指导修炼，具体闭关时长无人敢窥探，只能时刻留意她的阁楼住所，若是回来了便可前往拜访。到时候小姑若是出关了，劳烦师姐与我一同去拜访，毕竟师姐你与她来往较多。可以，不过我不确定小姑会不会同意你的要求哦。我能看出来，她喜欢自由自在，不被琐事束缚。只要她愿意去我百草峰每周讲道1天，我会竭尽全力满足她的所有要求。我百草峰的丹道已经停滞近100年了，若是有她讲道，则绝对能突破到5品丹师境界，众弟子的丹道也将会更加精进，我百草峰的丹道道统将会更上一层楼。为了宗门发展，到时候我会替你多多说话的。轰隆隆，突然一声巨响，天地震动，清心殿剧烈摇晃起来。沈清柔、夏雨芙对视一眼，身影同时一闪消失，下一刻出现在了灵剑宗上方天空中。紧接着又是7道身影同时出现，7人正是灵剑宗9座山峰的长座，全部元婴后期大圆满修为。与此同时，9座山峰数十万弟子在听到惊天巨响后，也都全部从洞府阁楼内蜂拥而出，站在山头上，望向天空中突然出现的黑袍身影，指指点点。9大元婴高手的目光也汇聚在了前方身穿黑袍、满脸邪魅俊朗的青年身上。这青年在他们看去，身上没有半点修为波动，但却给人一种无比恐怖的感觉，似乎只要他挥挥手，就能瞬间灭了整个灵剑宗。这等绝世强者，绝非天蓝大陆之人。9人一瞬间紧张无比，不知前辈来我灵剑宗所为何事？为何破我宗护山大阵？身为宗主的沈清柔强忍着心中的恐惧，恭敬地抱拳问。邪魅青年嘴角勾勒起一抹弧度，如看蝼蚁般的看着9人，玩味开口：听说你灵剑宗有个什么女帝坐镇，容颜倾国倾城，让她速速出来跪见本尊，顺便带上朱雀。若是她长得确实可以，本尊可以考虑放你灵剑宗全宗上下一条活路。闻言，9人立刻就明白，此人是为神兽朱雀而来。前辈，女帝的行踪我等从不敢过问，倒是前辈千里迢迢而来，不妨先下去喝杯灵茶歇息片刻如何？沈清柔紧张开口，想拖延时间待女帝现身，就是不知女帝是否在宗内。若是不在，本尊时间有限，只给你们5息时间，若联系不上那女帝，你灵剑宗全宗上下所有人全都得死。藤玄自然能看出灵剑宗这是想拖延时间，他也有点急，毕竟天穹大陆不止自己一人想得到朱雀，只是自己是最先得到消息的那一批人，所以最先赶了过来。自己必须在其他强者到来之前拿到朱雀。藤玄的话使得所有人心神一颤，他们如何能联系上女帝？死亡的阴影弥漫在9人身上，这青年若是想杀他们，只需挥挥手，自己等人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前辈，晚辈知晓女帝在哪，这便去通知她来拜见。王长风可不想死，女帝若是在宗门内，早就出来应敌了，可若是他觉得自己也不敌，恐怕早就独自跑路了。而女帝都跑了，自己又何必留在这里送死？索性回到洞府内，开启传送大阵跑路。王长风话音落下，便佯装去寻人，不紧不慢地往自己住所方向飞去。然而下一刻，王长风的身体毫无征兆地猛地爆炸，化作漫天血雾散开，如同璀璨绚丽的烟火，竟然直接形神俱灭，连元婴都灭了，何想趁机逃跑？藤玄不屑嗤笑。沈清柔8人惊呆了，这青年竟然只是随意挥手，也不见他使用任何招式，王长风便瞬间形神俱灭了。强太强了！灵剑宗9座山峰上的数十万弟子目睹这一幕，此刻全都恐慌起来，
没想到宗门9座山峰战力第一的王长座，竟然被人抬手就给灭了。其他长座还怎么打女帝呢？女帝在哪？所有弟子心底呐喊。此刻他们唯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女帝身上。既然你们无法联系到那女帝，便没有活着的必要了。藤玄的耐心已到极限，直接抬脚狠狠一踏而下，轰天地颤动，风起云涌，一道足以毁天灭地的冲击波以他为中心轰然爆发开来。所过之处，虚空如白纸撕裂，一路摧枯拉朽，眼看就要撞击在面如死灰的沈清柔等人以及灵剑宗9座山峰之上。这一刻，灵剑宗全宗上下数十万人陷入了无尽恐惧之中，尖叫声此起彼伏，数十万弟子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窜。突然，一道素白身影毫无征兆的凭空出现在了沈清柔8人前方，足以毁天灭地的冲击波在这身影出现的刹那，竟直接自行崩溃，化作点点金光消散。素白倩影，衣袂飘飘，青丝飞扬。死！女子面无表情的淡漠开口。震惊的藤玄还想跑，可下一刻，他的身体猛地爆炸，化作一团血雾，随风飘散。从女子出现到结束，这一幕发生的极快，只在电光火石之间，甚至在沈清柔以及数十万弟子眼里，已经超越了光速。他们只看到素白倩影突然出现，然后一切便平息下来，天地恢复寂静。这女子正是李清灵。此刻她心底气呼呼的，自己本可以早些出现，可那该死的逆徒坚韧不拔，自己根本脱不了身。不过好在现在也不晚。此刻灵剑宗全宗上下所有人从懵逼震惊中回过神来，满脸狂热地望着天空之上衣袂飘飘淡雅丽的李清灵。他们心目中的至高神来了，一个个无比激动，全部单膝跪地躬身行礼，参见女帝。数十万人齐声呐喊，声音之洪亮，响彻九霄。李清灵素手轻扬，一股柔和之力将所有人托起，站了起来。抱歉，本座来晚了。说罢，素手展开，掌心处一道白色剑气显现而出，立刻其上无尽剑意轰然爆发，整个虚空都颤抖扭曲起来，眼看就要被无尽剑意割裂。李清灵秀眉微蹙，白色剑气这才平息下来。随后玉指向着灵剑宗9座山峰中心处一点，白色剑气一闪，瞬间出现在了中心处，落入其中。骤然间，一道白光从剑气上冲天而起，在灵剑宗的最高峰之上呈方圆散开，宛若琉璃碗倒扣倾泻而下，将灵剑宗9座山峰全部笼罩在内。光幕之上游走着万道白色剑影，每一道都散发着滔天的剑意，似能灭杀一切来犯之敌。此阵攻防兼备，大成期以下无人可破，甚至可斩大成初期修士。李清灵道：这是他手上最弱的一套阵法，还有更强的仙级阵法，只是即便布下也起不到作用，因为仙级阵法所需要的磅礴仙力，灵剑宗甚至整个天蓝大陆的灵脉合力都无法驱动。这一刻，灵剑宗全宗上下都兴奋了，一个个无比激动。宗门居然换上了大成期等级的攻防阵法，宗门实力可谓史诗级提升。要知道，其他3大宗门最强阵法也不过是炼虚初期等级出来吧，要藏头露尾到何时？李清灵望向远处虚空，忽然开口。灵剑宗数十万弟子皆是一愣，旋即顺着他的目光望向了那一片虚空中的云朵。只见那云层处，一位身材瘦弱矮小、贼眉鼠眼的老者笑眯眯地从内走了出来。这老者的气息竟然比方才那黑袍青年还要强上数十倍，没想到这小小的天蓝大陆竟然藏有如此绝色的俏美人，数千年了，好久没碰到能让老夫心动的女娃了。贼眉鼠眼的老者打量着李清灵，兴奋地啧开口。这老者名为西门寻，修为大成后期，战力名列天穹大陆前5，平时为人十分谨慎，这也是他能修炼到大成境界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门寻早先藤玄一步便来到了灵剑宗附近，但稳妥一生的他决定隐匿起来，让其他人先打头阵，探探灵剑宗女帝的真实实力，看是否真如谣言所说，女帝只是合体境界。如果是，便来个黄雀在后；如若修为超然，便悄悄离去。经过一番窥探，这女帝只能布置大成初期等级的简单阵法，便能看出她的真实修为只是大成中期，且未隐藏修为。至于她能秒杀藤玄，大成中期秒杀合体后期修士，那不是有手就行。李清灵厌恶地看着老者，他最烦男人色眯眯地看自己，若非要问这老者一些问题，他方才已经直接将其斩杀了。更直接一点便是动用搜魂术，只是这老者修为比目前的自己要高出一个小境界，无法展开搜魂术，不然他岂能有说话的机会？是谁给你们透露的朱雀消息？我只给你一句话的回答机会。李清灵冰冷开口。西门寻闻言抚须狂笑，如看白痴般的看着李清灵，好生有趣的小女娃，你跪下！不待西门寻话说完，李清灵便秀眉一皱。话音刚落，煌煌天威赫然降临，扑通，西门寻直接双膝跪下。这一跪，虚空炸裂，西门寻整个人止不住地颤抖，
此刻的他感觉自己身上似乎背负着整个天地，仿佛被整个天地镇压，无法动弹分毫。他惊恐颤抖地望着李清灵，目中满是浓浓的震惊。为何大成中期能操控此界天道之力？说，否则死。李清灵冷声开口。西门寻彻底怕了，能操控此界天道之力的人，岂是自己能抗衡的这小女娃？呸！这老怪绝对不止大成中期修为，只是隐藏了修为扮猪吃虎。老夫说了，你是否能放过老夫？我要你起誓不杀我。西门寻颤抖道：若者没有谈条件的资格，再敢废话，我必杀你。李清灵冰冷的眸中杀机一闪而过。西门寻心脏猛地咯噔一下，修炼到他这种境界的，岂能不知这个道理？此刻只能赌一把了。当即凝聚脑海意念，天空中出现了一幅人像图，银发稀疏，骨瘦如柴，全身枯黄，如同干尸。李清灵包括沈清柔等一众元婴长坐，立刻就认出了此人，正是神剑宗开山老祖柳培。下一刻，只闻一声巨响，西门寻身体爆炸，被煌煌天威压迫成了一团血雾。只见李清灵玉手展开，7道剑气凝聚而出，嗖的一声，直奔西面神剑宗方向而去，刹那消失在天际。这才面向沈清柔8人，开口道：神剑宗老祖及6位元婴修士即将陨落，尔等立刻前往神剑宗搜刮所有物资。话音刚落，李清灵身影一闪，模糊消失。沈清柔8人皆是猛地吸了口凉气，女帝的手段当真是恐怖如斯，当面镇杀天穹大陆顶级强者也就罢了，杀与自己等人同阶的修士，居然都不用亲自去看一眼，随手释放出7道剑气，便宣判了他们的死亡，简直恐怖至极。8人面面相觑，再次深吸口气，由沈清柔收下西门寻的储物袋后，一同瞬移往神剑宗赶去。而此刻，神剑宗议事大殿内，柳培与门内6位元婴期长坐，正品着茶，谈笑风生，议论着灵剑宗被灭宗的事。他们并没有施展神通观看现场战况，毕竟低阶修士施展神通观看高阶修士会被立刻察觉。为了不得罪天穹大陆的强者，他们便老老实实的在此坐等灵剑宗被覆灭的好消息。忽然，原本谈笑风生的7人身体毫无征兆的同时一僵，纷纷直挺挺的从座椅上倒地。他们眼神空洞，已然没有了任何气息。正是李清灵那7道恐怖剑气，以肉眼不可见的极致速度刺入了他们体内，释放无尽剑意，将7人瞬间灭杀。神魂俱灭不久后，沈清柔8人赶到了此地，再次被女帝强大的手段震惊。此时灵剑宗100里外，天空中大大小小的云层中，一道又一道气息强大的身影相继离去。这些身影最低都是合体初期境界，其中甚至还有3位大成后期圆满的顶级强者。他们全都是听到了谣言来抢夺朱雀的天穹大陆修士。一直隐匿着的他们，看到赫赫有名的西门寻都被轻易灭杀后，便再也没有了窥视之心。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纷纷逃离。李清灵也早就发现了这些人的存在，之所以不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回天穹大陆报信，省得那边源源不断的有人来骚扰，就很烦。回到宫殿内的李清灵直接被顾影轻轻抱抱举高高。师尊大人刚才可真威风的，挥挥手，开口便轻松镇压了一切。顾影颇为羡慕的夸道：哼！李清灵娇哼一声，那又如何，在你手上为师还不是翻不了天。顾影嘿嘿一笑，这样正好，师尊在外清冷无敌，在内就做一个听话的乖宝宝。为父让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让你往南，你就不能往北。让你摆什么姿势？嘿嘿，大坏蛋，不许乱说，快放我下来！李清灵岂能不知顾影想说什么骚话？叫声夫君，便放你下来。顾影挑眉，啊！李清灵一懵，俏脸瞬间就红了。夫君，这是多么羞耻的2个字啊！怎么叫得出口吗？一直以来，顾影在自己脑海里最深的2个叫法便是逆徒和景儿。虽然早已将他当做了自己的夫君，但从未想过要叫夫君。此刻被要求，就感到很是羞耻。毕竟都那么熟悉了。Oh my god！ 我亲爱的师尊大人，你竟然犹豫了？我不是你最爱的宝宝了吗？见师尊迟迟不叫，顾影故作伤心，一脸心痛难过。不是那样的。李清灵红着脸，有些急。景儿，虽然，但是，我们，那个，好吧，夫君。什么？风太大，我没听清。顾影嘴角翘起，手放在耳旁，做出认真聆听的动作。李清灵又羞又气，这该死的逆徒，自己的闺房门窗都关着，哪里有半点风？呼呼呼！人家好不容易鼓起莫大的勇气叫出夫君2个字，他居然装聋可恶，真想一掌给他拍没了。爱，没办法，自己的逆夫君只能自己宠着了。夫君，李清灵几乎用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微弱声音叫出了这2个字。什么？风浪太大，还是没听清？顾影脸上的笑意，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处了。师尊这娇羞可人的模样，快把他的心都萌化了。呼呼呼！李清灵瞬间气得不行。
这该死的逆徒竟敢调戏自己，咆哮道：“夫君！”超大声！温顾影被这突然的大声咆哮震得脑海轰鸣，好，小宝贝，敢如此咆哮为夫是吧？接下来让你一直叫夫君。顾影直接将师尊扔到了旁边柔软的粉色大床上。1个月后，午夜，月明星稀，女帝宫殿门前，顾影顶着硕大的黑眼圈，头晕目眩，无精打采地望着夜空中的明月。平时温和如水的明月，今夜却显得格外刺眼。都怪师尊！顾影吐出一口浊气，随后化作一道剑光飞向自己的住所。女帝闺房内，李清灵那叫一个气，这1个月自己都叫了几万次夫君客。嗨，这该死的逆徒得了便宜还卖乖，转眼又是半个月过去。在这半个月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天穹大陆竟然来了2位初窥天道门槛的渡劫期修士，这2位世间顶级强者，在听说天蓝大陆朱雀的事后，特意联手而来。原本以为这一趟抢夺朱雀十拿9稳，毕竟他们也能如李清灵一样，勉强借此借天道之力杀人。可没想到刚一碰面，2人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便被李清灵一击秒杀至此。天穹大陆再无人敢来天蓝大陆闹事。这天，顾影伸着懒腰，咆哮一声，愉悦的自然醒来。呼，长舒口气，爽顾师兄在否？忽然一道青年男音传入，师弟乃是镇守山门的弟子，门外有一老者和少女，有要事求见，说是顾家之人。躺在床上的顾影双目微眯，顾家，旋即记忆涌现。这顾家还不错，没有小说里那狗血的爹不爱娘不宠，全族打压少主的脑残事件。千里迢迢而来，去看看吧。毕竟因为原身，才有了现在如日中天的自己，也算了，却一桩因果。顾影起床，修为运转，清除体表污垢，旋即挥挥手，一套干净带有淡淡清香的白色锦袍穿在了身上，白衣飘飘，气质温和，宛若世家公子。身影一闪，一步踏出阁楼，参见顾师兄。门外等候的弟子见顾影出来，立刻恭敬抱拳行礼。毕竟现在顾影可是宗门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传奇人物，据说宗主都要看他脸色行事。虽然目前还只是女帝门下记名弟子，但其身份早已经超越了真传弟子顾影的名字，整个宗门私下里传的那是沸沸扬扬。就目前来说，能见到顾师兄和顾师兄说上话，那都是莫大的荣幸。若是传出去，在众弟子眼中也都是倍儿有面的事。顾景点点头，走吧。旋即2人御剑直奔山门处飞去。很快，2人便来到了灵剑峰山脚处。顾师兄，镇守在此的另外3名弟子纷纷向着顾影恭敬抱拳。顾影微微点头，目光望向山门外长长的阶梯口，那里肃然起敬且拘谨地站着一老一少。老者一身灰衣，慈眉善目，身板瘦弱，但却显得十分干练，精瘦有神，一身金丹后期大圆满修为。少女一袭淡粉色衣裙，身姿娇柔，肌肤如雪，长相清纯甜美，娇俏可人，给人一种邻家有女初长成的美好感觉。这2人顾影自然是认识的。老者名为徐来福，今年62岁，乃是顾家管事，为人和气，特别是对自己及妹妹十分关怀。少女则是自己的妹妹顾温言，刚满18岁，已是炼气期9层参见少主。徐来福恭敬行礼。此刻他心中十分震惊，少主竟然已经修炼到了金丹后期大圆满境界，而且他身上的气质比起之前更显高贵，也没有了以前的懦弱气息，显得十分自信强大。也就3年未见，少主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获得了女帝的垂青？不过既然已经结丹，那此行之事就好办了。顾影微微一笑，福伯无需多礼。哥这时，顾温言乖巧地喊了声，他也注意到了自家老哥身上的惊人变化。小妹长大了呢，当年还只是个15岁懵懵懂懂的小姑娘，如今一转眼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顾影笑着摸了摸顾温言的脑袋，被顾影这一抚，顾温言的小脸立刻就红了。走吧，咱们路上聊。说话间，顾影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艘舟船，3人一同飞身而上，舟船直冲云霄。4位镇守山门的弟子皆是一脸羡慕地望着远去的舟船，真羡慕顾师兄啊，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女帝撑腰，还有个那么漂亮的妹妹。顾师兄的人生已达巅峰，我等屌毛不知何时才能翻身啊！唉，就我们这灵根资质，恐怕一辈子都是个镇守山门的小卡拉米了。是啊，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一眼就能望到头。哎，活着没意思。兄弟，别说了，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人生一片黑暗啊，都想从这山上跳下去了。你还别说，我时常也有这想法。要不一起跳？可以啊，一起跳。OK 啊，黄泉路上有个伴，挺好。靠！你们2个屌毛要跳就跳，拉我干哈？老子还没摸过女孩子的手呢，还没亲过女孩子的嘴呢，还没体验过甜甜的恋爱呢。擦！你们2个疯子，
快放手啊！不要啊！阿妈卖批的，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两个畜生！天际云端，急速飞行的舟船船舱内，顾影、顾温言、徐来福三人品着苓茶对桌而坐。经过徐来福简单的讲述，顾影已经知晓了此行所为何事。此事要从20年前说起。当年顾影还只是小奶娃时，顾家与纳兰家两家家主为顾影和同为小奶娃的纳兰千雪定了娃娃亲，原定两人成年且筑基成功后便喜结连理。而如今纳兰千雪已然筑基，却突然来退婚，所以需要自己回去处理。顾影感到很是狗血，这种小说情节居然发生在了自己身上，淡定的喝了口苓茶。哥，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你青梅竹马的千雪姐姐要和你退婚啊？看着自家老哥淡定的样子，顾温言有些焦急的开口。顾影眉头一挑，退就退呗，回去我便直接同意。闻听此言，顾温言和徐来福惊呆了。要知道以前的顾影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的黏着纳兰千雪，甩都甩不掉，对他言听计从。少主，你已经结成金丹，现在完全配得上纳兰姑娘了，可以不用退婚的。徐来福劝道。他配不上我。顾影淡淡回道。徐来福和顾温言又是惊呆了以前的顾影有多喜欢纳兰千雪，他们可是记得清清楚楚。为了逗得纳兰千雪一笑，甚至放弃修炼，学会了几百种动物的搞笑动作和叫声，专门逗她开心。而如今说不要就不要了，哥纳兰家的实力如今远超我们顾家，父亲是希望你尽力不要放。顾影伸手打断了顾温言的话。好了，不必再劝，此事由我决断。顾温言还想继续劝说一番，却被徐来福的眼神制止了。现在的少主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带着莫名强大的气场和果断。半日后，舟船来到了一座被青山绿水环抱的古老城池上空。城池并不算太大，约莫只能容下3万余人。此城正是顾家城，因族内有一位元婴中期老祖坐镇，使得顾家也算得上一方霸主。顾影操控舟船直接降落在了城镇中心处最大的府邸院落内。舟船的降落立刻就引起了府内5位金丹强者的注意，5道身影一瞬就出现在了此地。5人都是年约50来岁的中年男子，一个个精壮气盛，修为全部金丹后期大圆满。顾影3人从舟船上一跃而下。当5位中年男子看清顾影的修为后，顿时神色大喜，哈哈，没想到啊，短短3年不见，景儿居然从炼气10层修炼到了金丹后期大圆满境界。啧，这修炼速度简直神了，真是天助我顾家，这次和纳兰家联姻有望了。是啊，我这一天天悬着的心终于能放下来了。景儿不愧是女帝门下弟子，由此可见灵剑宗的修行资源何其恐怖。那是，不然怎么能称之为天蓝大陆第一仙宗呢？顾影扫了眼满脸兴奋的5人，目光停顿在了中间那位身着青衫、神色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身上。此人正是原身的父亲顾清风，家中排行老3，也是顾家家主。其左右两旁之人分别是大伯顾长青、二伯顾青松、四叔顾青山、五叔顾青阳。见过父亲，见过诸位叔伯。顾影很快融入，礼貌行礼。哈哈，顾清风爽朗一笑，景儿，来，一路舟车劳顿，快快进屋。说着便拉起顾影的手，进入了旁边阁楼大堂内。4位叔伯以及顾温颜面带笑意紧随，徐来福则默默退了下去。进入大堂后，众人相继落座。哈哈，既然景儿已经突破到金丹后期大圆满，这次与纳兰家的联姻就10拿9稳了。主座上，顾清风喝了口苓茶后，满面春风的笑道。众叔伯也相继发言，确实稳了，我还担心了半天，生怕景儿没能突破到筑基期，不然和纳兰家的联姻就一点希望都没了。纳兰家最近又多了一位元婴初期修士，家族实力不言而喻，我顾家可要把握好这次机会，一旦联姻成功，族内实力也将大幅度提升。哈哈，景儿真给我们顾家长脸了，这次足以震惊纳兰家以及千雪那丫头。对了，昨日千雪丫头不是说今日午时便会上门来退婚吗？怎么不见人来？要不我们直接上门去提亲？哈哈，可以，反正我顾家早就准备好了聘礼，现在便去。看着父亲以及众叔伯高兴的样子，顾温言全程紧张，小手紧抓粉色裙摆，生怕一旁的老哥突然出言拒绝这门亲事。正当一行人准备动身，也正当顾影开口之际，大堂外3道身影走了进来，分别是一对青年男女和一位中年壮汉。那青年男子一身黑袍，神色冷傲，全身上下透露着桀骜不驯的气息，修为金丹后期大圆满。那女子一袭浅蓝色轻纱长裙，肌肤雪嫩，身段心长苗条，前凸后翘，婀娜多姿，容颜极美，眉宇间更是透露着一股英气，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此女正是纳兰千雪。至于2人身后的中年壮汉，一头短发，面相阴冷，一身金丹后期大圆满修为，其身上的气息竟然比顾家5兄弟的气息总和都要强大，已然是半步元婴纳兰家。纳兰千雪前来退婚。刚一进入大堂，纳兰千雪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从怀中取出了一张大红色的简帖，正是儿时的定亲帖，还请顾家拿出简帖一同销毁。顾清风没有因为纳兰千雪的无礼而不悦，一指下方右侧座位上的顾影，笑呵呵地开口：“千雪丫头，先别急着退婚，你看看谁回来了。”纳兰千雪三人的目光这才齐齐望向右侧座位上正在淡然品茶的俊朗白衣青年。纳兰千雪眸光顿时为之一缩，金丹后期大圆满，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且他在淡然自若的顾影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十分强大的王者气场，让他望而生畏着。这还是以往那个软弱怕事、畏手畏脚的顾影吗？而且他身上竟然还透露着宛若谪仙般的高贵气质，好似不是凡间之人，而是来自那高高在上的9天。这3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一刻，纳兰千雪的心跳竟然情不自禁的砰砰加快。呵呵，区区金丹圆满罢了。纳兰千雪身旁的黑袍青年冷笑道，然后看向顾清风，傲然开口：“老东西，速速将定亲贴拿出来，否则别怪萧某不客气。”顾清风没有生气，因为这青年身后的壮汉给他一种很恐怖的感觉，皮笑肉不笑地问道：“不知这位道友如何称呼？”“他叫萧明，天剑派少主，我的未婚夫。”纳兰千雪开口道。此话一出，现场顾家众人惊呆了。未婚夫萧明，这2个词对顾家而言无疑是重磅炸弹。天剑派少主萧明最近可是整个天玄山脉的风云人物，年仅28岁便修炼到了金丹后期大圆满境界，乃是千年难遇的天才。关键是天剑派实力也不弱，有2位元婴初期强者以及1位元婴中期强者坐镇，顾家众人面色难看。天剑派他们根本惹不起顾影不为所动，背靠座椅闭目养神。他觉得若是自己说要退婚，顾家5兄弟肯定不会轻易同意，为了避免多费唇舌，不妨就让萧明和纳兰千雪发力，强迫他们自己拿出定亲帖销毁，这样自己还轻松些。而纳兰千雪这边目光有意无意的在顾影身上掠过，他心中惊讶不解。以前的顾影若是听到自己说不要他，定会立刻死缠烂打的哭着跪着求自己不要抛弃他，而如今他竟然跟没事人一样，惬意的闭着双目养神。他真的变了好多，自己似乎完全不认识他了。萧道友，贵派这算抢婚了吧？顾清风强忍着愤怒开口。呵呵，萧明冷笑，抢婚又怎么样？老东西，你若是再不拿出定亲贴，萧某便出手强抢了，届时伤亡自负。此话一出，顾家5兄弟面色阴沉。顾清风目光一凝，冷冷道：天剑派最好别欺人太甚，我顾家也有元婴中期老祖，若是真因此事引发战争，那就是2败俱伤的下场，到时候你天剑派整体实力也必定大打折扣，最终被敌对势力吞噬。哈哈，你顾家老祖已于昨日陨落，你们还不知道吗？萧明讥笑开口。什么？此言一出，顾家5兄弟以及顾温言全部惊呼出声。就在昨天，自家老祖和纳兰家老祖一同外出去参与一场元婴修士的秘宝交流大会，怎么会陨落？只见顾清风急切的一拍储物袋，一块彻底粉碎的命牌从内漂浮而出。老祖竟真的陨落了！轰！顾家在场所有人全部脑海轰鸣，一个个面露悲愤神色，集体红温千雪，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纳兰家联手天剑派设的局？顾清风愤怒至极的开口质问。顾家其余4人怒火冲天，面带杀意，死死地盯着纳兰千雪，似乎只要他敢承认，便会立刻出手将之斩杀。当场顾温言也是一脸憎恨。千雪姐姐，我真没想到你纳兰家是这样的无耻家族，亏我们顾家如此信任你们纳兰家。看着一向乖巧懂事的顾温言对自己露出憎恨的目光和杀意，纳兰千雪就心神一颤，委屈感涌上心头，猛地摇头，不是，真的不是我纳兰家设的局，这是一场意外。恨跟他们解释什么？萧明冷声开口。没错，就是我天剑派几大元婴高手劫杀了你顾家老祖，怎么，你们能奈我何？今天顾家上下鸡犬不留，所有的资源都要带走。雷震，给我杀光他们！等等！纳兰千雪挡在了中年壮汉面前，看向萧明，凝重道：你答应过我，只要退婚成功，我嫁给你，便不会伤害顾家之人。他萧明直接一巴掌将纳兰千雪抽翻在地，怒骂道：贱人，若非你那20年的元婴对我有大用，老子岂会看上你？若非你家族又出了一位元婴修士，老子会娶你，直接就对你用强了，顺便一同灭了你纳兰家。萧明，算我求你了，放过顾家，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纳兰千雪爬到萧明身前，抱着他的腿哀求道：滚一边去，贱人，你什么身份，有什么资格求情？萧明直接修为运转，一脚将纳兰千雪踢飞，头部撞在了大堂的柱子上，昏死过去。千雪姐姐！顾温言一脸焦急的起身跑了过去，将纳兰千雪抱在了怀里。顾清风等5人虽然也焦急，但此刻全部严阵以待，
注视着半步元婴的雷震。一直闭目养神的顾影很是无语，这他妈不是来退婚的吗？这纳兰千雪居然并非反派，是个委曲求全为顾家着想的傻白甜。靠，这是退不成的节奏了。哎，头痛雷震，杀光他们！萧明命令道。雷震一步上前，没有任何废话，右手灵光爆闪间，猛地一拳轰出。汪一之无形巨拳瞬间凝聚而出，带着滔天的磅礴气势轰向顾清风五人。顾清风五人皆是瞳孔猛地一缩，这一拳竟然带着一丝元婴之力劲儿。妍儿，快跑！几位叔伯同时交继开口，话语间各自取出防御法宝，同时激发，一道五色灵墙赫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不敢怠慢分毫，几人纷纷双手掐诀，往其内源源不断地注入灵力。同一时间，顾影随手扔出一道灵光，笼罩住了顾温言和他怀里的纳兰千雪。萧明也是防御法宝护身，轰隆隆无形巨拳呼啸中轰击在了五色灵墙上，爆发出了一道无比恐怖的气浪，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着四周猛烈冲击扩散。整栋阁楼瞬间被气化，化作满天粉尘。轰隆隆又是一声惊天巨响，五色灵墙轰然爆炸，直接将顾清风五人炸飞，皆是连连喷出大口鲜血。无形巨拳速度不减，以势不可挡之势朝着被炸飞的五人轰击而去。顾清风等人神色大变，他们想操控身体避开，可刚刚那一炸的威力直接麻痹了他们全身神经，身体已然完全不听使唤。五人骇然地望着急速临近的巨拳，惊恐不已，瞳孔内巨拳越来越近，满脸绝望。父亲、叔叔、伯伯。顾温言大惊失色，修为运转，直奔巨拳而去，似乎想用身体挡下这致命一击。但以他炼气9层的速度，怎么可能有半步元婴之力的巨拳？快可下一刻，让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顾温言身前的虚空中突然间出现了一道涟漪，紧接着巨拳前方也出现了一道相同的涟漪。顾温言身体触碰涟漪的刹那，身影一闪，竟然瞬间出现在了巨拳前方的涟漪处。在场所有人望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都是一愣，顾温言则是满脸呆滞，显然他也很意外。同样愣神的顾影满级悟性一瞬间明悟了什么，此刻充满毁灭性气息的巨拳已然贴脸顾温言，言儿别犯傻，快跑！顾清风五人看着这道瘦小的身影，心里仿佛在滴血，撕心裂肺地咆哮道。顾温言浅浅一笑，没有任何动作，美目闭合，等待死亡的降临。就在巨拳触碰到顾温言的刹那，顾影从愣神中恢复过来，他身前的虚空中出现了一道涟漪，顾温言身旁也同步出现了一道涟漪。顾影立刻触碰涟漪，他的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了顾温言身旁，直接抬掌，轰惊天巨响，半步元婴之力的无形巨拳撞击在顾影渺小的手掌上，竟然当场爆裂溃散了。反观一袭白衣飘然的顾影，身上没有半点伤势和灵力波动，可见他肉身之强不待众人惊骇出声。顾影挥手间便是2道剑气爆射而出，直奔前方的雷震和萧明。面对这堪比元婴中期修士全力一击的2道恐怖剑气，二人连反应和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便瞬间被这2道剑气洞穿了头颅，倒地气绝身亡。重伤在地的顾清风五人望着这突然的一幕，全部亚麻呆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顾影只是简单的抬抬手，挥挥手就解决了一场灭族危机。五人瞪大着双目，眼神中皆是闪烁着浓浓的震惊与难以置信。哥，一旁的顾温言也是瞪大着美目，呆呆地望着顾影。顾影并没有说话，而是回顾着方才从顾温言那里学来的空间移动。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术法，他并没有3000雷动身法的起步速度快，甚至要慢上半拍，但他的强大之处3000雷动却是无法媲美。他能无视障碍阻挡，进行空间传送，瞬间出现在指定地点。举个简单的例子，若是前方有一座山峰，施展3000雷动需要绕道而行，可若是施展空间移动则不需要，直接通过涟漪节点瞬间就能传送到山的对面。这是一个短距离传送的空间秘法，不适合当身法使用，但在战斗中和一些封闭场景内能起到奇效。真没想到自己这个妹妹在危急关头居然觉醒了如此神奇的空间传送技能。此时府邸内听到动静的大量顾家族人围了过来，足有500余人，全部大惊失色地围在了倒地的顾清风五人处，纷纷取出疗伤丹药为他们服下，合力为五人注入灵力，恢复了他们麻痹的神经。就在此时，翁天地颤动，3道恐怖无比的威压蓦然降临，宛若3座巍峨的山峰从顾府上空镇压而下，磅礴的威势一瞬间使得顾家所有人身体狂战，全身骨头咔咔炸响，肌肤通红，面露无尽痛苦之色，眼看就要无法承受，爆体而亡。顾影冷哼一声，一道恐怖的气势冲天而起，轻松就溃散了这3道强大的威压。来不及震惊，顾家所有人捂着胸口，大口喘着粗气，全部恐惧地望着天空中突然出现的3道身影。顾影也打量着天空中的3人，分别是2位中年男子，修为均为元婴初期，一位白发高大老者，
修为元婴中期。此刻这三大元婴高手也是凝重地打量着下方的顾影，此子能轻易溃散自己三人散出的威压，足以说明他的修为并非眼见的金丹后期大圆满，绝对是隐藏了修为的元婴后期老怪。不用想，萧明肯定就是被此人斩杀三人带着杀意而来，此刻却不得不压制，因为即便他们三人联手，也绝非元婴后期老怪的对手。这位道友，我天剑派与顾家恩怨，还望道友莫要插手。高大老者并不认为顾影是顾家之人，因为顾家唯一的元婴中期老祖已经被自己斩杀，此刻希望顾影不要插手。待灭了顾家后，他便回到门派，取出镇派秘宝，偷袭灭杀顾影，为自己的孙儿报仇。而高大老者的话，却使得现场顾家族人全部吃惊地望着顾影。三大元婴强者竟然称呼他们的少主为道友，而且从话语中能听出，三人似乎还很是忌惮自家少主。顾清风五人以及顾温言，还有此刻醒来的纳兰千雪，也全都惊呆了，一个个感到难以置信和离谱。这场面谁不离谱？一个金丹后期大圆满震慑住了三位元婴级强者，这说出去谁信？亲眼所见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见顾影不说话，不做任何表态，天剑派三大元婴高手也不敢擅自出手灭顾家。三人皆是强忍杀意，高大老者皮笑肉不笑的开口：既然道友今日在此做客，我三人便不打扰了，这就离去。高大老者心中冷笑，待自己取来镇派秘宝，必将你炼化成傀儡。话音刚落，三人就准备离去。让你们走了吗？顾影忽然开口，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倒是三个上好的肥料。三人久经沙场，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就要施展瞬移逃跑。定！顾影直接施展了定身术，三人身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如发丝般纤细的金芒，萦绕缠身，被定在了原地。顾影拍了拍玉灵带，181只金甲虫飞出，无需顾影吩咐，灵智极高的他们便知晓何事，兴奋地扇动翅膀，直奔天空中的三人飞去，吸附在了他们身上，疯狂啃食。那两位元婴初期修士连惨叫声都没能发出，就瞬间连人带元婴被啃食干净啊！元婴中期的高大老者被金甲虫啃食的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钻心入骨的疼痛袭遍他全身，满脸恐惧的他立刻燃烧全部精血，修为挥发到极致，挣脱了定身术的束缚，就要施展瞬移遁离。可早有防备的顾影岂能让他逃离，随手划出一道剑气，呼啸而出，斩下了他的头颅。没有了修为的支撑，他的肉身连带元婴也是一瞬间被金甲虫啃食殆尽。所有顾家族人以及纳兰千雪望着这一幕，脸上都露出了浓浓的骇然之色，他们的目光全部聚集在了顾影身上，看他的样子如看怪物一般。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顾影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个定字，然后放出一群金色飞虫，居然就轻轻松松灭杀了三位跺跺脚。整个天地都要抖三抖的元婴境大能，甚至顾影一副完全没出全力的样子，似乎捏死三位顶级强者对他而言就如同捏死蚂蚁一般，恐怖，太恐怖了！这是何等的恐怖，简直恐怖如斯！他真的是金丹后期大圆满吗？所有人都在心中呐喊疑问。这一刻，他们都认为顾影的修为是元婴后期大圆满，不愧是天蓝大陆第一仙宗门下女帝的弟子，少主法力无边，少主神通广大，少主修为通天，少主，少主，少主！我等参见少主，恭迎少主回到顾家。顾家所有族人全部围到了顾影身边，单膝跪下，恭敬行礼，膜拜呐喊。顾清风五兄弟望着这一幕，脸上震惊消散，全部露出了自豪欣慰的神色。景儿出息了，他变了，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畏手畏脚、软弱怕事的景儿了。现在的他，气场足以震慑所有人，让所有人臣服。顶礼膜拜，即便此刻将顾家族长之位交给他，也不会再像以前那般。反对声一片，顾温言看着被族人拥戴的老哥，露出花痴的表情。老哥太帅了！大气角落里，纳兰千雪望着顾影的背影，一阵失神。仅仅3年，自己似乎已经完全不认识他的气质、气场，与3年前简直判若两人。这3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此刻的顾影心中很是欣喜，因为金甲虫竟然集体升级了，全部从2级上阶突破到了3级下阶等级，也就是人族的金丹初期。看来以后得让他们多吞点元婴修士了。心中这般想着，顾影将金甲虫全部收进了玉灵袋内，这才看向四周单膝跪地行礼的族人们：诸位族人都起来吧，有我在，今后顾家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辱。顾影心中已然做了决定，让顾家取代已经被覆灭的神剑宗，全族搬到神剑宗遗址，那里的极品灵脉更适合修行，有自己和师尊大人罩着，没有任何大势力敢有意见。所有人听着顾影的承诺都激动万分，他们对顾影的话深信不疑，有他在，整个天蓝大陆将没有任何人再敢欺负顾家。全部对着顾影再次隆重行礼，这才起身，如看神明般的看着他：诸位族人都散了吧，我有些乏了。顾影可不喜欢被人一直注视。是。众族人恭敬抱拳，然后纷纷散离，开始整理四周被摧毁的阁楼废墟。哥，顾温言跑了过来，
一把抱住了顾影的胳膊，娇俏的脸上满是崇拜之色。老哥你真厉害啊！感受着胳膊处传来的惊人柔软，顾影老脸微微一红。当年的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靠罪过，这可是自家老妹啊！嗨嗨，女孩子要矜持，矜持，晓得不？尼玛，我一血气方刚的纯情小伙，再抱一下可要起自然生理反应了，嘻嘻。顾文言吐了吐小香舌，正要拉着顾影往纳兰千雪那边走去，可就在这时，两道气息强大的身影蓦然降临在了顾府。在场顾家之人并没有慌，是纳兰家来人了。来人分别是一位中年美妇和一位须发皆白的瘦弱老者。中年美妇名为南宫飞雪，是纳兰千雪的母亲，修为元婴初期；瘦弱老者乃是纳兰家老祖纳兰天，修为元婴中期。两人身为元婴修士，自然都知晓顾家方才发生的一系列事。深深打量了会儿顾影后，皆是长叹一声，满脸愧疚之色。清风，方便聊聊吗？有些误会，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纳兰天望着顾清风，愧疚开口。可以，前辈请。顾清风做了个请的手势，带头往左侧不远处一栋完好的阁楼走去。顾长青四兄弟一同跟上。纳兰天看了眼顾影和纳兰千雪，景儿、千雪，你们两个也一起来。二人点了点头，然后一行人紧随顾清风来到了一栋阁楼大堂内。众人相继落座。纳兰天一扫顾家众人，叹了口气，缓缓道：清风以及诸位顾家小子，关于你顾家老祖陨落，并非我纳兰家设套，而是昨日我们出发没多久，便遭遇了天剑派3大元婴高手的埋伏伏击，顾老弟直接就被联手一击毙命，根本来不及反应。老夫也是拼尽全力，苦苦坚持了2个回合，等到了飞雪的瞬移之源，若非飞雪的及时支援，当时老夫也一同陨落了。天剑派见我纳兰家又来了一位元婴修士，不敢拼个鱼死网破，否则他们一旦损失战力，就会被其他势力吞噬。所以天剑派选择了停战，但他们为了继续壮大势力，又当场提出要求，让千雪与那萧明结成道侣，这才有了今日退婚的事。而我和飞雪也不敢拒绝和插手此事，实在是天剑派实力太强，若真惹怒了他们，我纳兰家是完全没有抵抗之力的。还有千雪是非常喜欢景儿的，当时她死活不同意退婚，但为了家族，最终被逼无奈妥协。话音落下，现场一片寂静。良久后，顾家众人一叹。顾清风开口道：前辈您的话我们相信，毕竟顾家和纳兰家这么多年了，双方家族的为人相互之间还是很清楚的。既然现在事情已经明了，关于景儿和千雪的婚事，咱们两家挑个时间吧。正当纳兰天要接话时，顾影抢先开口了：诸位长辈，我目前暂时不会成婚，所以此事不必在意。开玩笑，要结婚自己肯定是先和师尊大人成婚，师尊必须放在第一位，师尊最大，毕竟若是没有师尊，自己也不会拥有3系变异灵根，也就没有如今恐怖的跨级战斗能力。而且也正是因为师尊对自己的照顾和保护，才有了如今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自己。所以头婚必须是师尊大人。闻听此言，全场沉默。纳兰千雪则是娇躯一颤，复杂的看向顾影。当年的小跟屁虫，他是真的不要自己了吗？也对，他这么优秀，这3年肯定在仙宗遇到了更好的女子。此时一众长辈全都注视着顾影，若是平时他们肯定直接就驳回了顾影的话，可现在的顾影已经强大到了让他们都要仰望的地步。即便顾影是晚辈，但强者的婚姻都是由强者自己决定，且他们也都能想到，顾影这样的实力放在灵剑宗也绝对是顶级天骄，怕是无数天之娇女都对他暗生情愫，而他肯定也有自己喜欢的人。众长辈相视唏嘘，都是一叹。见众长辈都无可奈何，纳兰千雪紧绷的心终于一下子坠入了深渊，他整个人瞬间仿佛被抽空了全部的力气，无力的踉跄后退几步，极度失落的转身朝着大堂外跑去，消失在了众人视野。景儿，毕竟曾经相恋一场，要不你去看看他，安慰安慰。顾清风道：对啊，老哥，你快去看看吧，千雪姐姐现在肯定心如死灰，万一她想不开做什么傻事，现在只有你才能让她振作起来。一旁的顾文言也焦急劝道。顾影心中一叹，毕竟青梅竹马一场，近20年的美好回忆，换谁不难受罢了。去看看吧，万一她真想不开，诸位长辈先聊，我去给千雪开导开导。说完便走出了大堂。阁楼外并没有纳兰千雪的身影，神识也未发现她的踪迹，看来已经离开了顾府。她会去哪里呢？顾影沉吟，很快脑海记忆里便想到了一个地方，那是他们幽会经常去的地方，直接腾空而起，朝着西面飞去。不一会儿后便飞到了一座山峰之巅茂密的桃林上空。只见远处桃林尽头悬崖旁凉亭内，一位身穿浅蓝色轻纱长裙的曼妙倩影静坐其内，望着前方云海黯然伤神。周边时不时数片桃瓣飘零，更显孤寂氛围。顾影足下雷霆一闪，身影直接出现在了凉亭内的倩影旁，淡雅落座。一直望着远处云海默默掉泪的纳兰千雪，
浑然不知身旁坐了个人。要不喝一杯？顾影忽然开口，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坛百花灵酒，放在了石桌上。听到耳旁响起熟悉的声音，纳兰千雪柔弱的娇躯一颤，转身望向身旁的顾影，眼眶更加的泛红了。他看了眼桌上的灵酒，二话不说，揭开封布，抱起酒坛猛灌起来。仅仅5吸，便一口气将一整坛灵酒喝完，旋即放下酒坛，望着顾影，同样是二话不说，竟然搂着顾影直接吻了上来。卧槽！顾影被这突然的举动搞懵逼了，瞪大着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我擦，怎么回事？我他妈居然被女生强吻了！卧槽，这小妮子简直就是在玩火啊！我一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并非公公，面对如此绝美尤物，这哪能忍得了5分钟后？纳兰千雪娇羞的将脸埋进了顾影怀里。反观顾影，此刻思绪万千，他心中突然有了个计划。景哥哥，纳兰千雪忽然轻声喊道。顾影嗯了声。纳兰千雪缓缓开口，景哥哥，其实我以前并没有真的嫌弃你，而是不想你整天沉迷在我身上，从而荒废了修炼。当时只想让你认真修行，快点成长起来，这样日后才有能力保护身边之人。毕竟当时整个天玄山脉的局势都很紧张，随时可能爆发家族大战。可我越是嫌弃你，你就越是黏着我，非但不认真修炼，更是为了逗我开心，花大量时间去学各种小动物的动作和声音逗我笑。当时我开心是真的，但生气也是真的。眼看你越来越荒废修炼，便威胁你，若是2年内无法修炼到筑基境，是绝对不会和你结成连理的。而如今，没想到仅仅3年不见，你在灵剑宗变已修炼到了如此高度。我知道，现在的我已经配不上你了，所以你看不上我很正常。最后一句话，纳兰千雪哽咽了，眼角2行清泪不争气的流下，打湿了顾影的衣衫。顾影认真听完，轻抚着纳兰千雪柔顺的发丝。傻丫头，我只是说不成婚，并没有说不要你。顾影方才思量了良久，他决定收下纳兰千雪，他要下一盘棋，而纳兰千雪是其中关键的一个人物。那盘棋便是将整个纳兰家族收服在麾下，让纳兰家与顾家合并，然后前往神剑宗遗址，组成天蓝大陆新的第4大仙宗，而且永不对外收门徒。两族只在内部相互联姻，开枝散叶，慢慢无限壮大，自己则在幕后掌控。终有一天，他们将会成为自己手中最锋利的利剑，也会有一天为自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纳兰千雪的颜值和身材都是极品，自己怎么做都不亏。听到顾影说不抛弃自己，纳兰千雪猛地抬起头，哭成泪人的大眼睛不灵不灵地望着顾影，欣喜开口：真的吗？顾影和煦一笑，景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纳兰千雪甜甜的嗯了声，然后甜蜜开口：景哥哥，还记得吗？你以前最喜欢带千雪来这里看十里桃花和远处的云卷云舒。顾影没有说话，而是紧紧搂住了纳兰千雪曼妙的腰肢，怀抱美人，坐看美景。两人静静地望着远处翻滚的云海，四周桃瓣飘零，仿佛又回到了记忆里的当初。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二人这才动身回到了顾府。当回到顾府时，所有长辈还在白天顾影离开时的那栋阁楼大堂里品茶静坐，他们的脸上时而有焦虑一闪而过，好似在等待什么重要消息。此时顾影和纳兰千雪牵着手走进了阁楼大堂内，众长辈见俩人这般亲密，相视一眼，脸上焦虑消失，均是露出了满面春风的笑容。哈哈，纳兰天抚须而笑，景儿、千雪，你们2个决定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啊？在场众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部聚集在了顾影身上，等待着他的定夺。顾影微微摇头，还是那句话，修行路漫漫，短时间内我不会成婚。唉，众人轻叹。纳兰天道：也对，如景儿这般的天之骄子，肯定是以修行为重，成婚后只会拖累他的修行进度。以景儿的资质，若是一直勤加修炼，以后绝对能成为那传闻中的化神大修士。我们确实不能用婚姻来束缚他。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均是深吸口气，是啊，以顾影变态的修炼速度，他以后没准真的能成为那传闻中的化神大修。众人一个个瞪大着双目盯着顾影，仿佛已经看到了一尊未来的化神强者屹立在他们的面前。所有人脑海里现在只有一句话：不成婚是对的。诸位长辈，有一事和你们商量。顾影忽然开口：景儿你说。顾清风道：4大仙宗之一的神剑宗被覆灭，你们应该都知道吧？说话间，顾影走到一处虚位坐了下来，而纳兰千雪则默默走到了他身后，替他揉肩，这让顾影心里一暖。知道。众长辈皆是凝重的点了点头。他们早就听到了谣言，据传言神剑宗得罪了某位强大的剑修，宗内所有元婴修士以及老祖都被那位剑修一剑灭杀，群龙无首的神剑宗弟子们也都树倒猢狲散。现在的神剑宗仙山空无一人。顾影微微颔首，我想说的是，让顾家和纳兰家合并，
举足迁移，全部搬往神剑宗遗址，成为天蓝大陆新的4大仙宗之一。此话一出，全场震惊骇然，顾清风当场深吸口气，连连摆手：“锦儿，这可不行乱说啊！我们俩家哪有那个能力啊，根本就镇不住。你知道要成为4大仙宗的条件有多苛刻吗？宗内必须要有1位化神后期大圆满修士，5位以上元婴大圆满修士，10000位以上金丹修士，10万位以上筑基修士。”纳兰天也连忙接话道：“是啊，我们搬过去，不用其他大家族出手，3大仙宗首先就不会同意，随便派出1位元婴后期修士都能轻松灭了我们2家。”顾影淡淡一笑：“有我在，谁也不敢动顾家和纳兰家，灵剑宗不会出手，月神宫和八荒圣宗更加不敢出手。”众长辈面面相觑，显然不相信顾影这句话，毕竟这关乎着2族近10万族人的性命。诸位长辈，我现在是女帝师尊最喜爱的弟子，此次回来之前，他便说过，若是我喜欢，可以让顾家顶替神剑宗的位置，他以及整个灵剑宗都会全力支持，天蓝大陆无人敢反对。为了让众人信服，顾影说着取出了菜刀，菜刀秒动，配合的散出煌煌天威，整个大堂内瞬间被一股宛若天道般的无上神威笼罩。神威乍现，所有人惊恐的全部跪下臣服，身体止不住的剧烈颤抖。这神威给他们一种极其恐怖神圣的感觉，仿佛天神降临人间，俯视众生，不得不跪下膜拜。而且他们在这神威上感受到了一股灭世之威，似乎随便散出一丝，整颗星球都将无法承受而毁灭，成为一片废土。恐怖，太恐怖了！这绝对是上古神器，也绝对是女帝赐给景儿的。顾影收起了菜刀，神威消散，所有人颤颤巍巍地扶着桌椅站起，双腿打颤地入座。此刻他们全都信了顾影方才说的话，毕竟女帝连这种灭世神器都送给了顾影，可见对顾景有多么的喜爱我。我们什么时候出发？顾清风和纳兰天深吸口气，同时颤声开口。此刻他们心中无比激动，若是2家合并成为天蓝大陆第4大仙宗，2家将会彻底翻身，届时便能与3大仙宗共享整个天蓝大陆所有的顶级资源，例如秘境、灵矿、灵草山脉等等一切稀有资源，而且还会有数之不尽的家族门派依附，上供供奉，可谓赚得盆满钵满，以后族人们便再也不会因为修行资源而犯愁了。还有一点，仙宗的灵脉乃是极品灵脉，修行1日相当于外界10日苦修，所有族人的修为都将1日千里，明日午时出发。现在诸位长辈只需通知族人做好迁移准备，明日午时之前在顾府门前集合即可。顾影说完打了个哈欠，我有些乏了，接下来的事便交给诸位长辈了。说完起身走出了阁楼，往记忆里自己的房间走去。大堂内，顾家纳兰家所有人都是欣喜若狂，一个个激动到飞起他们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自己的家族居然能一举晋升成为4大仙宗那种级别的庞然大物。明明就在今天，家族都还在经历着灭族危机，没想到因为顾影的出现，直接扭转乾坤，改变局势，一飞冲天。一瞬间，顾影的形象在所有人心中都变得无比伟岸。哈哈，清风，我和飞雪先告辞了，回族通知族人们做好迁移准备，咱们明天见。纳兰天哈哈大笑的起身，哈哈，好，我们也得去做准备了。顾清风5兄弟一同高兴的起身相送。纳兰千雪走到了母亲南宫飞雪身旁，准备一同离去。嗨嗨，纳兰天大有深意的轻咳了一声。南宫飞雪岂能不懂，他也正有此意，看着自己的女儿，语重心长的道：“千雪啊，姐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们也3年未见了，明天又要分离，去找她说说话吧。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不然是无法长久的。”啊！纳兰千雪啊了声，可是现在都晚上了，景哥哥都回房间休息了。南宫飞雪瞪了眼纳兰千雪：“你这孩子平时挺聪明的，怎么现在傻乎乎的？”纳兰千雪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什么，一瞬间俏脸绯红。却见纳兰天和南宫飞雪身影一闪，瞬移消失。顾家5兄弟都是会心的笑了笑，然后也都离开了阁楼。此刻大堂内只剩下羞红脸的纳兰千雪。这大半夜让我去景哥哥的房间吗？3更半夜孤男寡女，哎呀，好难为情啊！去不去呢？怎么办？我好想去，可万一到时候景哥哥要想到这里……纳兰千雪一阵害怕，纤细修长的小手紧紧抓着裙摆，微微颤抖，像是在做决定。最终他深吸口气，娇俏的脸上露出一抹决然，走出了大堂，在月色的照亮下进入了一旁的花园内。花园的正中心有一栋奢华的阁楼，纳兰千雪怀着紧张的心情移动着莲步走了过去。咚咚咚，深吸口气，敲响了阁楼大门。吱，几乎刚一敲响，阁楼大门便打开。纳兰千雪的到来，顾影的神识自然是早已察觉。浅蓝色的轻纱长裙紧紧包裹着高挑傲人的婀娜身姿，伴随着淡淡的清香，在这深夜里散发着致命的诱惑。顾影将玉面娇羞的纳兰千雪请了进来。千雪深夜前来所为何事？桌边入座后，顾影明知故问，倒了2杯灵茶。其实他心里大概知道什么。
为了自己的势力计划，看来今晚要将他拿下了。纳兰千雪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没事，就是想来看看景哥哥。顾影面带笑意，也不作声，静静地看着纳兰千雪。纳兰千雪更慌了，伸出白皙修长的玉手抱住了桌上的茶杯，捧到唇边，琴手微垂，不敢直视顾影，小口小口地轻抿着。看着纳兰千雪憨态可掬的模样，顾影鼻孔哼笑出声，旋即嘴角微扬，开口道：千雪，我房间里养了一只灵猫，它会后空翻，你要不要去看看？啊！纳兰千雪抬眸，真的吗？她不再局促，美眸内充满了浓浓的好奇。她还是第一次听说灵猫会后空翻包的。顾影起身，随我来，便带头走进了卧房。纳兰千雪带着浓浓的好奇跟着走了进去，只是房间里哪有什么灵猫？随着一声娇呼，次日午时，咚咚咚，老哥，千雪姐姐，快起床了，所有人都已经集合，就等你们2个了。门外传来顾温言甜美调皮的声音。顾影和纳兰千雪早已醒来，只不过一直在温存。2人立刻起床，整理仪容仪表。就在准备出门之时，顾影看了眼床单上绚丽嫣红的玫瑰，隔空一抓，收入了储物袋内。景哥哥，你这是干嘛呀？纳兰千雪一脸羞涩。嘘，别问。顾影搂着他的柳腰走出了阁楼。顾温言看着2人如此亲密，笑嘻嘻的道：哎呀，昨天还要死要活的，今天就这么亲密了。闻言，纳兰千雪羞愧的连忙扒掉了顾影放在自己腰肢上的手，而久经沙场的顾影自然是一脸淡定，教训了句：就你嘴贫。3人谈笑间腾空而起，往顾府大门处飞去。当他们来到大门前时，只见天空之中无数舟船、巨舰、异兽、葫芦等等各式各样的飞行器密密麻麻占满了整片天际，足有8、9万之多，场面十分壮观。正是顾家和纳兰家的所有族人，而顾清风5兄弟以及纳兰天、南宫飞雪几人都站在门前，有说有笑地看着顾影3人的到来。参见少主。突然，一道由近10万人组成的洪亮声音在天空中爆发开来，回荡八方，气势直冲九霄。顾家和纳兰家所有族人在天空中各飞行器上单膝跪下，向着顾影恭敬一拜。顾影此刻已然也成为了纳兰家少主。诸位族人无需客气，请起。顾影声音不大，却响彻回荡在整个天际。所有族人闻声起身，望向顾影的目光一个个透露着浓浓的尊敬与火热，让诸位长辈久等了。顾影看向顾家和纳兰家几位领袖人物，微微一笑，哈哈，双方长辈都是满面春风。顾清风笑着道：景儿，事不宜迟，出发吧，我们几个老家伙都快等不及了。顾影点了点头。在阵阵激动的欢笑声中，一行人上了纳兰天的大型飞舟，舟船灵光一闪，直冲云霄。后方顾家纳兰家所有族人的飞行器也均是灵光一闪，全速跟上。至此，这支近10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迁徙之路，直奔神剑宗遗址而去。半日后，一座延绵不绝的大型山脉映入众人眼帘，其内翠峰9座，巍峨壮阔，笔直如剑，直冲云霄。群山之间霞光万道，更有仙琴翱翔嬉戏，一幅仙家景象。无数惊叹唏嘘之声在天空中的人群中传开。顾家纳兰家的10万队伍兴奋地操控飞行灵器，直冲9座山峰中心最宏伟高大的那座剑山而去。顾影一行人则降落在了剑山的山峰之巅。哈哈哈，妙啊！不愧是仙宗山门，这极品灵脉供应的灵气当真是充足无比，足足比外界浓郁了10倍。哈哈，是啊，以后咱们2家族人的修炼速度将直接1日千里。啧，仙山就是仙山，看看这美景，当真是人间仙境。还有这每一座山头，宏伟波澜壮阔，以及山峰上落座的那一栋栋琼楼玉宇，奢华，极致的奢华，妙啊，妙不可言啊！多亏有景啊，不然我等岂能踏足此仙山？顾清风、纳兰天等人刚一下舟船，先是猛地吸了口此地浓郁的天地灵气，一个个神色无比震撼地环顾四周，连连惊叹夸赞，然后纷纷真诚地朝着顾影抱拳一拜：景儿，请受我等一拜。修真界就是这样，实力为尊，当你足够强大之时，即便是长辈也会对你顶礼膜拜。诸位长辈无需如此，你们且先行整理规划，我得回一趟灵剑宗，找女帝师尊为你们求一套高阶护山大阵。言语之间，顾影足下已然出现一道剑光。听得此话，众人神色皆是欣喜凝重，没有说话，而是再次向着顾影一拜。顾影微微颔首，身影化作剑光离去。目送顾影远去后，几人兴奋地开始商议规划起如何整理宗门。而此时，神剑宗不远处的天际云端中，一男一女2道气息强大的身影注视着神剑宗主峰上发生的一切。2人分别是月神宫公主上官明月、八荒圣宗宗主古万山。上官道友，看来我们扩宗的计划要破灭了啊！唉，确实，
人是那顾影带来的，神剑宗这块蛋糕终究还是落在了林剑宗手上。上官道友，你说这顾影带着一群修为如此低下的人占据神剑宗，是女帝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即便不是女帝的意思，但这些还重要吗？女帝连朱雀都送给了那顾影，区区一座仙山，只要那顾影想要，女帝还不是随他意？唉，这小子究竟有何能耐，竟然能让女帝那种级别的存在如此器重他？即便他战力再强，但这宠的多少有些过分了吧？正常强者谁会送远古神兽朱雀啊？听着古万山的这句抱怨，上官明月的脸上一丝异样之色一闪而过，以他女人的角度，立刻就想到了什么，但此等禁忌之事太过惊世骇俗，他不确定也不敢说。神剑宗与灵剑宗的距离并不算很远，以顾影堪比元婴中期的飞行速度，很快便回到了宗内。女帝宫殿内，一身华贵金丝仙裙的李清灵威严十足，正坐在大殿凤椅之上托腮假寐。此时宫殿大门被推开，顾影笑嘻嘻地走了进来。跪下！李清灵忽然威严出声，冰冷的声音回荡在大殿，扑通，仿佛言出法随般。顾影的身体竟然不听使唤的直接双膝跪下卧槽。顾影心中一惊，看向此刻从凤椅上站起身来的师尊，那一袭无比威严的金色仙裙让他感觉此刻的女帝师尊如此陌生。卧槽，难道我和千雪的事被师尊大人知道了？或者是童子赋予师尊的爱意消失了？逆徒，为师已经同意了你追求我，没想到你竟然还敢在外面沾花惹草。李清灵怒不可遏，这逆徒简直岂有此理，仅仅出门一天便用那一切随着他的愤怒，整个大殿内的虚空都颤抖扭曲起来，似随时可能崩溃。看着愤怒的师尊，顾影心底直发毛，他从未见过师尊如此愤怒，一时之间竟然害怕起来。卧槽，当时怎么就没忍住呢？尼玛，那么漂亮的小仙女深夜送货上门，夜里的那暧昧气氛，哪个男人能拒绝？我不过是犯了众多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我有错吗？抛开事实不谈，荧幕前的诸位读者爸爸就没有错。顾影心里如此想着，但他不敢说出来。此刻师尊正在气头上，若是说出来，他气上加气，一不小心把自己拍死了，那就芭比 Q 了。女人生起气来是很容易失去理智的，啥事都做得出来不说话。逆徒，别以为为师不知道你此刻心里想着什么。你是不是想着再如之前一般，将为施暴到房间里狠狠欺负一下，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告诉你，这次你休想！你这个大色魔简直岂有此理，都这个时候了，思想竟然还如此的龌龊！可恶，该死的逆徒，你要气死我啊！顾影一脸懵逼，不是靠师尊大人，我没有啊，你别瞎闹不好不好？你听我给你解释。李清灵猛地摇头，我不听，我不听！该死的逆徒，我今天非得出手教训你！说罢，玉手展开，一颗元气弹与掌心瞬间凝聚而出，搜掀起阵阵音爆，猛地朝着顾影击射而去。砰！直接击中顾影的胸口，发出一道沉闷的声响。顾影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倒飞出去，轰隆隆撞击在了大殿的门上。大门并没有被撞毁，只是剧烈晃动，可见材质之间硬扑。顾影仰头，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全身一软，如同死狗般趴在地上昏死了过去。气若游丝。其实顾影并没有真受伤，师尊只动用了金丹后期修为普通的一击，而自己的肉身境界已是元婴后期大圆满，这点攻击根本无法伤到自己，吐血不过是故意咬破了舌尖而吐。此刻假装昏死，一副进气少出气出的样子，以此蒙蔽师尊，不然今天肯定少不了一顿毒打井。见顾影一副危在旦夕的样子，大殿高台上的李清灵顿时大惊失色。其实教训顾影，他心里也非常难过，只是看到他和别的女人上床，又气得不行，身影一闪，直接出现在了顾影身旁，蹲下一把将他抱在了怀里。景儿，李清灵摇晃着怀里重伤昏迷的顾影，眼眶瞬间就红了，两行清泪从眼角流下。对不起，景儿，为师不是故意的，都怪为师头脑发热，下手不知轻重，以为师的修为，即便只使用金丹之力，也远非你能抵抗的。景儿，你快醒过来啊！言语之间，李清灵焦急地运转灵力，往顾影体内拼命输入，滋润他受损的内脏。爱过头的他根本没检查顾影是否真受了内伤，他只知道顾影被自己打吐血了，急需救治。躺在师尊雪白大长腿上的顾影，双目微眯，内心得意地看着泪眼朦胧焦急的师尊大人。嘿嘿，刚刚不是很威风吗？不是很能打吗？现在怎得如此焦急？哼哼，今天我就不醒了，急哭你。此时一滴泪水滴入了口中，啧，清甜，还得是师尊大人绝美的容颜呀。景儿，你快醒醒呀！为师错了，为师真的错了，你不要吓为师好不好？李清灵已经急哭了，自己输入了如此多的灵力，景儿居然还没能醒来。他焦急的连忙又取出了一粒翠绿色散发着神圣金芒的丹药。
卧槽此丹一出，顾影心中直接卧槽，既然是8品神丹7星还魂丹，7星还魂丹即为逆天，只要有1息尚存，无论伤势多重或濒临死亡，服下此丹后便能让人瞬间起死回生，且伤势全部恢复7星还魂丹极为珍贵，只有8品以上的丹师方能勉强炼制，而且炼制的过程中需要消耗万载寿元，即便如此，最终凝丹率也是极低，只有1%不到的成功率。这粒丹药别说临时想购买了，拿100万件仙器和100万件神器都没人愿意换，毕竟拥有此丹自身就相当于多了一条性命，如此珍贵的救命神丹，是个人都会视若珍宝的藏起来，没有任何人会给他人使用。没想到师尊为了救自己，居然毫不犹豫地将它拿了出来。此刻的顾影感动无比，师尊大人这是有多爱自己啊，他已经不忍心装下去了。姐儿，乖，吃下它，吃了就好了。李清灵泪眼婆娑，颤抖的手将丹药拿到了顾影嘴边，就要喂下。嘻嘻，顾影笑嘻嘻的，突然睁开了眼。李清灵一阵恍惚之后，立马就明白了什么，脸色顿时一沉，瞬间大怒，直接提起顾影的衣领，猛地扔向了一旁的石柱上，砰的一声，重重摔落在地。哎呦！顾影手扶在腰子处，面露痛苦之色。好你个逆徒，骗我身子也就算了，还敢骗我感情！李清灵勃然大怒，自己哭得跟狗一样，这该死的逆徒竟然好意思一直装死，立刻手中灵光一闪，一柄神光萦绕的3尺金色凤剑出现在手中，无上神威瞬间笼罩整个大殿。逆徒看剑！李清灵化作一道凤影，直奔顾影刺去。既然师尊大人执意想让徒儿死，那徒儿自行了断便是。顾影从地上爬起，面露决然，全身灵力疯狂地往丹田处涌去，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在他身上弥漫开来。他要自爆，景儿不要。李清灵大惊失色，他就是想吓吓顾影，让他跪下认错，并不是真想杀他啊！立刻收剑，玉指隔空一点，顾影丹田急速凝聚的灵力瞬间倒涌，原路返回。顾影嘴角微翘，心中得意，师尊大人这是又菜又爱玩啊！我不要理你了。李清灵气的跺了跺脚，身影一闪，出现在了凤座处，趴在一旁扶手上微微抽泣。顾影完了，玩过头了。看着师尊这般，顾影莫名心疼。靠，我他妈真的畜生啊！师尊有多爱你，你他妈不知道吗？竟然如此戏耍他只是个恋爱中的小女生啊！顾影身影一闪，出现在了凤座旁，直接入座。当女人生气的时候，抱一下就好了，不要说话，多说多错，直接温柔地将师尊大人扶起，抱在了怀中，轻抚他的秀发。师尊抽泣得更凶了，乖，哭大声点，哭出来就好了。顾影安慰道。话音刚落，顾影的大腿上就传来剧痛，师尊竟然使出了堪比化神器的力道，猛掐了自己一下。顾影疼的那是龇牙咧嘴，面部扭曲，他强忍着剧痛，并没有嚎叫出声。师尊大人这是看破了自己的肉身等级啊，对症下力了。逆徒，你不会安慰人，就给我闭嘴！李清灵一边抽泣一边气呼呼的道。顾影心里靠了声，刚刚抱之前心里就说了不要说话，多说多错，我这猪脑子咋一抱上就忘记了啊？两人同时哭出了声。顾影是因为腿实在是太疼了，而师尊大人则是委屈的心痛。听到对方同步的哭声，两人都是一愣。噗！旋即忍不住同时笑出了声，然后又是一片安静。坏逆徒，就知道欺负我！李清灵粉拳锤击了下顾影的胸口。顾影秉承着多说多错的原则，并没有开口说什么，而是将师尊抱得更紧了。2个时辰后，你个狗东西，简直不是人！李清灵大骂道。顾影轻叹一声，刚刚一直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又叫狗东西了，爱女人啊，饱了就不认人了。你闭嘴！李清灵俏脸羞红，气呼呼。卧槽！顾影刚从凤椅上起身整理好服饰，突然卧槽一声。怎么了？李清灵心里跟着一紧，忘记正事了。顾影拍了拍额头，师尊大人，你手上还有护山大阵布？李清灵哪能不明白这逆徒要阵法干嘛，颇为吃醋的哼声道。怎么这么关心你那青梅竹马小情人的安全？师尊大人，你别吃醋嘛。顾影突然严肃起来，然后将要打造完全属于自己超级势力的事说了出来。听完后，李清灵意外地审视着顾影，美眸内赞赏有加。想不到这逆徒小小20年华的年纪，心里就已经有了如此周密的打算，如此的未雨绸缪，确实身后有一个属于自己完全能够相信的大势力，在未来某件事上是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李清灵也不废话，取出了一个深绿色的小龟壳，这龟壳乃是一头大成后期圆满等级凶兽的外壳，为师将它炼制成了阵法，它是一套纯防御型的阵法，即便是渡劫期修士都无法破开，这也是为师身上最后一个能在此界用的阵法了。顾影心中一喜，渡劫期修士都无法破开，这防御屌爆了，好吧，正好多谢师尊大人。直接不客气的从师尊手上拿了过来，就要离开。逆徒，
今晚回来吗？李清灵慵懒的托腮侧躺在凤椅上，大有深意的问道。顾影完全没有注意到师尊别样的目光，而是认真思考起来。今天搬新家又送护山大阵，顾家和纳兰家肯定会极力挽留自己一起搂席，而自己身为新势力的核心人员，肯定是要赏脸的。今晚怕是回不来了。见顾影思考不语，李清灵以为他要哼小淫虫滚吧，好不容易回家一句，回来时给我洗干净点。李清灵说的洒脱，可心里却十分难受，毕竟自己的男人要和别的女人睡觉。可活了近千年，看遍世间的他又很通透，修真界就是这样，特别是强大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3妻4妾佳丽成群的，这是无法改变的现状。听到师尊的话，顾影一愣，我靠，我啥也没说啊，师尊这是啥意思啊？他咋突然认可千雪了？不过顾影心中一喜，不过这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啊，嘿嘿。接着李清灵一脸严肃的又道，逆徒，你要记住，不准和任何女人比为师先成婚，为师永远是正宫，罪大如若不然，为师一定会亲手杀了你，真的会杀了你，然后自允和你一起走。这句话让顾影心底发毛，他能感觉得到师尊大人是很认真的在说，不过在他心里早已将师尊大人放在了最大的位置，世间没有任何女人有资格取代他自己的手婚，也必须是师尊大人。师尊大人你放心，徒儿绝对不会先娶任何女人，你在徒儿心中永远是独一档的存在，独一无二，世间无人可撼动。顾影的神情十分严肃，去吧，为师罚了。慵懒托腮的李清灵美目闭合，师尊大人，弱弱的问下啊，你什么时候能嫁给徒儿呀？待你足够强大之时。滚吧。是。待顾影离开后，李清灵美目缓缓睁开，绝美的脸上泛起愁容，心底悠悠一叹，为师也想早日嫁给逆徒呢，可若这样，未来恐怕会为你带来灭顶之灾。深夜，神剑宗遗址，神剑峰主峰之巅，辉煌大气的宫殿内，顾影不客气地坐在了大殿主座之上，下方顾家、纳兰家核心人员左右两旁落座，全部目光敬重地望着主座上的顾影。顾影也不废话，直接取出了深绿色龟壳，平静地道：此乃大成后期圆满妖兽的龟壳，被女帝师尊炼制成了护山大阵，此阵一旦开启，渡劫期修士亦无法破之。此话一出，所有人皆是倒吸口凉气，脸上都充斥着浓浓的震惊、骇然、兴奋。他们如何能不震惊兴奋？毕竟整个天蓝大陆最高修为只是化神，而他们就拥有了渡劫期护山大阵。有此阵在，整颗修真星，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无惧任何其他大陆强者。多谢老祖赐阵。所有人起身恭敬行礼，声音洪亮。他们已然不顾及自己长辈身份，将顾影当做了新势力的开山老祖。顾影自然不会推脱，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然后将深绿龟壳系在了大殿半空。不用顾影吩咐，顾清风和纳兰天便秒懂，同时取出一滴精血，没入了龟壳内。立刻他们便与此龟壳大阵产生了共鸣，大阵的操控权将由他们二人同时掌控。当然，顾影早已融入了一滴精血进去。对了，以后无需称呼我为老祖，私下里也不要如此称呼，仍然按照长辈晚辈的身份来。顾影开口道，他要做幕后之人，自然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个新势力属于自己。在场之人无一不是人精，都懂顾影的想法，皆是凝重的点了点头。顾清风这才笑呵呵的开口，锦儿，我们已经备好了09盛宴，今日开心，咱们不醉不归。纳兰天满面春风的接话道，这次09盛宴可是十分丰富下血本，老夫养了数百年的元婴级灵宠都烘烤上桌了，今天我等必须不醉不归。闻听此言，在场元婴修为之下的族人都十分兴奋期待。元婴级灵宠那可是大补之物，随便吃一口都堪比闭关苦修100日。若非顾影的原因，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吃到如此高等级的灵肉。顾影点了点头，众人一同走出了大殿。明月当空，来到了殿外一处灵泉旁的花树下，月光圣洁，花瓣飘零，流水潺潺。此处早已经备好了庞大一桌丰盛的09盛宴，色香味俱全，肉香四溢。众人欢笑间相继落座，在诸位长辈的眼神示意下，纳兰千雪娇羞地坐在了顾影身旁。晚上的纳兰千雪与白天不同，白天的她未施粉黛，而此时的她略施粉黛，使得她原本绝美的容颜更加娇美动人了。一袭淡粉色广袖流仙裙，身姿高挑，前凸后翘，肌肤雪嫩，秀发飘飘，宛若天上仙女下凡。呼吸着纳兰千雪身上淡淡的奶香味，顾影自然明白，这是特意为自己梳妆打扮的。老哥，千雪姐姐好看吗？右侧而坐的顾温言笑嘻嘻地问道。此话一出，在场众人都是相视一笑，唯独纳兰千雪精致的俏脸更红了。顾景鄂狠狠地瞪了眼顾温言，闭嘴，略顾温言一脸调皮。这时顾清风和纳兰天端起酒杯起身，所有人也跟着端起酒杯站起身来。景儿，我们大家真诚地敬你一杯，谢谢你带我们这群老家伙走上了巅峰，
多的话魏父就不说了，一切尽在酒杯中。顾清风凝重欣慰地看着顾影，伸出酒杯，其他所有人亦是如此。顾影淡淡一笑，起身也伸出了酒杯，一切尽在酒中。平，所有人杯盏与顾影酒杯相碰，然后一饮而尽。哈哈，是大家都别客气。顾清风爽朗笑道。众人欢笑间相继落座。丰盛的宴席正式开始，诸位长辈可有想好新宗门的名字，以及何时举行开宗大典？吃了一口灵气爆棚的香辣烤肉后，顾影满意地问。顾清风开口道：宗门名字我们下午确实想了一个，但都觉得还是要等待你的最终定夺。至于开宗典礼，恐怕也需要姐儿你帮忙请灵剑宗广发请柬，不然以我们的号召力，修真界根本不可能有人赏脸前来。顾影微微点头，开宗典礼确实需要自己操心，然后颇感兴趣地问：暂定宗名叫什么？问鼎宗。顾清风兴奋道：顾家纳兰家此次直接从末流家族一飞冲天，问鼎天蓝修真界，所以我们商议决定叫问鼎宗，不过最终还是要看姐儿你的决定。顾影闻言，目光顿时一亮。问鼎好，一个问鼎这个名字他是真喜欢，希望有一天问鼎宗不但能问鼎天蓝大陆，更能问鼎整个修真界。好，很好，就以问鼎宗定名新宗门。顾影高兴地举杯推盏，众人哈哈一笑，连忙起身推杯碰盏，一饮而尽。哈哈，痛快！现场欢笑声一片。顾影放下酒杯，看向众人。至于开宗典礼，1个月后举行，这1个月内，诸位长辈尽快把宗门职务、规矩、族人们等等安排好。关于请柬，我会吩咐灵剑宗那边沈宗主亲自操办，广发请柬，邀请整个天蓝大陆所有中上等级的势力来赴宴见证。顾影此话一出，所有人兴奋得无以言表，甚至激动得全部颤抖起来，无言可说。那便举杯相碰，所有人再次举杯，兴奋中皆是豪爽一饮而尽欢快的气氛中。3个时辰后，酒宴结束，众人相继道别。酒足饭饱的顾影来到了一栋背靠高山流水、仙草遍地的幽静阁楼处。这栋阁楼很是偏僻安静，方圆5里内没有任何人居住，幽静惬意。而且这栋阁楼经过了顾清风、顾温言和纳兰天的重新精心布置，特意为自己准备，其实是为自己和纳兰千雪准备。顾影推门而入，整栋阁楼内铺满了大红色的鸳鸯地毯，房梁上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透出柔和的暖光，照亮全屋。卧房床榻上还摆放着精美绣着鸳鸯的被褥，整个环境给人一种浪漫而温馨的氛围。顾影微微摇头，这个环境他很喜欢，但鸳鸯被褥他不喜欢。即便这不是成婚，但这鸳鸯被褥，任何女人都没有资格和自己先使用，除非自己和师尊大人成婚先用过后，其他女人才有资格一同使用。顾影大袖一甩，鸳鸯被褥飞进了储物袋内，床上出现了一床名贵奢华的普通被褥。与此同时，灵剑宗女帝宫殿内，正在恢复修为的李清灵看着术法光幕内顾影的动作，哼，算你这小淫虫识相，不然为师今晚断然不会让你与那纳兰千雪好过。爱李清灵忽然一叹，本座好气啊！呼，明知道自己的男人要与别的女人上床，却只能干看着这该死的逆徒为什么那么能强，简直不是人。若非本座实在无法承受，才不会让逆徒找其他女人呢，简直做梦。哼哼。咚咚咚，顾影刚换好被褥，轻柔的敲门声便响起，不由嘴角微微翘起，还是来了，刚刚还害羞不肯一起呢。打开阁楼大门，一袭淡粉色广袖流仙裙的纳兰千雪出现在面前，淡雅而丽，清香宜人，袅袅婷婷，玉面娇羞。千雪又是来我房间看灵猫后空翻的吗？顾影打趣调侃道。纳兰千雪，他脑海里一下子就想起了上次的画面，玉面更羞，琴手微垂，纤细修长的玉手紧抓粉色裙摆，脑海一片空白，简直不堪回首，太羞耻了。他突然好想离去，可面前的男人可是自己青梅竹马的景哥哥，现在见一面少一面。开宗大典结束后，他肯定便不会再来了。想到这里，纳兰千雪鼓起勇气走进了阁楼内，在烛火摇曳的桌旁入座。顾影嘴角微扬，关门来到了桌边坐下，静静地看着纳兰千雪。如上次那般，纳兰千雪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十分紧张，小手无处安放，不敢直视顾影，更不敢说话，就连呼吸都小心翼翼。顾影嘴角翘得更高了，这小妮子少了平时的英气，还是蛮可爱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自己主动了，不然若是等到纳兰千雪同意，那今晚就只能坐在这里干瞪眼了。顾影暗中催动变异冰灵根，微微散出少量极寒气息。随着极寒气息的缓慢流通，阁楼大堂内的温度逐渐下降，变得冰冷起来。感受到一丝凉意，纳兰千雪单薄柔弱的娇躯微微一哆嗦。景哥哥，好冷。顾影立刻一本正经地关心道。深夜的温度是这样的，降温幅度较大，景哥哥的房间有暖火珠，千雪要不要进去取暖？纳兰千雪已经冻得受不了了，
因为顾影变异冰灵根的极寒气息太恐怖了，即便是微亮也都冰冷刺骨，温度冷得不正常。纳兰千雪自然知道绝对是景哥哥使坏，但他实在受不了了，起身就往顾影房间跑去。顾影嘴角露出一抹坏笑，不急不缓地起身，看了眼纳兰千雪娇柔曼妙的背影，紧随其后走进了卧房内，啪嗒房门关上。3日后，纳兰千雪沉沉地睡了过去。这3天她累坏了，毕竟出尝禁果。看着怀里含羞入睡的美人，顾影淡淡一笑，这是他曾经在兰心时幻想的生活，没想到有如愿的一天景儿，现在可方便。就在顾影欣赏着怀里美人白皙如雪的傲人身姿时，顾清风的传音入耳，声音很是急切，看来应该是遇到什么事。顾影穿衣起床，开门，只见花园中心处，顾清风以及4位叔伯正不断的来回踱步，神色十分焦急。5人的身旁还站着纳兰天与南宫飞雪。众人见顾影出来，都是欣喜不已。发生什么事了吗？顾影疑问。大伯顾长青快步来到了顾影身前，抓住他的手，急忙开口：景儿，大伯求你，一定要救救你的堂兄弟4人。顾长青焦急地讲述起了来龙去脉。顾影认真地听完，原来就在1周前，也就是自己刚回顾家的前2天，大堂哥顾长明和其他3位堂兄弟一起去了他未婚妻柳新年家下聘礼。然而就在今天，突然收到了柳家来信，说顾长明昨晚使用强硬手段，霸王硬上弓侵犯了柳新年，要求顾家3日内赔偿2亿下品灵石，否则诸位堂兄弟将会有生命危险。而顾家根本没有2亿下品灵石，即便变卖所有家当，也凑不出如此多的灵石，除非卖掉顾家城，方能凑齐。但这怎么可能？顾家城可是顾家世世代代的根基，不可能出售柳家，明显就是想把顾家城坑到手。因为顾长明为人十分忠厚老实，根本不可能做出霸王硬上弓的事，定然是柳家想不费一兵一卒慢慢吞掉顾家，所以趁这次下聘礼玩阴谋手段。由于柳家有1位元婴后期修士和2位元婴初期修士，几位叔伯以及纳兰家合力都无法解决，所以便找上了自己，希望自己去灵剑宗请元婴后期大圆满修为的存在出手相助。此事交给我了，我亲自前往带诸位堂兄弟回来。顾影并不准备去灵剑宗请各长做帮忙，因为欠的人情以后总是要还的，而且自己就能轻松解决。众人闻言皆是一愣，显然他们并不相信顾影能战胜元婴后期修士。虽然他之前战胜过天剑派的元婴中期修士，可元婴后期与中期之间的差距，那不是一点半点，足以用鸿沟来形容。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元婴后期修士最少能同时对战15位元婴中期修士。诸位长辈放心，我从不做没把握之事，你们在家等消息即可，也不用跟着一起来。不待众人说话，顾影身影便化作一道剑光，直冲北面天际而去。众人望着顾影离去的背影，皆是面面相觑。景儿是不是太鲁莽了？确实有些鲁莽了。柳家族长可是元婴后期修士啊，而景儿才金丹后期大圆满，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前往灵剑宗告知此事？卧槽！我想起来了，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景儿有菜刀啊！我去，老四，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对啊，景儿手中有那灭世神威的菜刀，他提着菜刀去柳家，那不是砍瓜切菜吗？哈哈，瞧我这脑子！是啊，有菜刀在，景儿真能轻松从柳家带回那几个孩子。现场顿时一片激动的笑声。掌天山脉，一片宛若手掌连绵的山脉，掌心处一座巍峨山峰拔地而起，直冲云霄。此山乃是附近第一家族柳家驻扎地。此刻柳家族掌握房内，枉我如此信任你，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你竟然对我下毒！一位口吐鲜血、穿青色文人服饰、国字脸的中年男人虚弱躺在床头，望着眼前绝美女子，满脸的怨毒家难以置信。此人正是柳家族长柳明修，一身元婴后期修为。再看那女子，一袭火红仙裙，肌肤如雪，青丝如瀑，身姿娇柔，体态轻盈，容颜倾城绝美。此女竟是柳如烟，如今的她已是金丹初期修为。哥，柳如烟娇笑出声，旋即面色突然冰冷，把我当亲生女儿对待。柳明修，亏你好意思说出口，你当真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当年我还在柳家时，一直以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无时无刻都在偷窥于我，企图占有我，只是当时我未成年，你忌惮名声不敢下手，我碍于你的淫威也很害怕，不敢逃跑，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直至我被月神宫公主看中的那天，次日就要出发前往仙山，你当晚竟然以看病为由，要我脱光衣裙帮我检查身体。若非那晚是尊正巧有事来找我，恐怕那一次我的初夜就被你夺走了。所以这就是父亲对亲生女儿做的事。哼，若非此次你又对我动了色心，被色欲迷昏了神智，又岂会中毒？还有，你也别挣扎了，此毒明明化骨散，
我特意从师尊那求来的毒药，化神初期修士中毒都是死路一条。1天内，你将亲眼看到你的身体慢慢的化成一滩血水。咯咯喽！柳如烟又是一阵娇笑。如烟，看在为父养你到大，多年养育之恩的份上，能不能把解药给为父，就当是为父求你了。柳明修面露恐惧，气喘吁吁，自己的修为竟然也诠释了他不想死。自己的密室里还有上百位各门各派的美人掌门等着自己享用。柳如烟面色阴冷，呵呵，养育之恩，你也配谈养育之恩？从小到大，我被你的亲生儿女欺负羞辱时，你什么时候管过我？甚至我在你眼里看到了满足感，一直以来，你似乎很享受看我被虐待的过程。我被虐待的越惨，你就越兴奋，甚至激动到颤抖，有时候更是在暗处做一些恶心动作。你真当我没注意到吗？你这个道貌岸然变态的老东西！若非你柳家还有2位元婴初期修士，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看着柳如烟眼眸中滔天的愤怒和杀意，柳明修恐惧到了极致。今日自己恐怕真的难逃一死了，当即虚弱求饶。如烟，求你放为父一条生路，你想要什么，为父都可以给你。闻言，柳如烟柔软的红唇微微一翘。她此行回家族，第一是为了杀柳明修，然后慢慢的覆灭柳家，以报这些年从小到大在柳家遭遇的各种屈辱之仇。自己的童年几乎是在胆颤心惊中成长起来的。第二是要拿到柳家的镇族秘法移形换影，此秘法在柳家流传至今，除了柳家第1代已故老祖外，其他所有族人至今无人能领悟，简直是一群废物教出移形换影秘法，可以饶你不死。见有生的希望，柳明修浑浊的目光顿时一亮，但又面露担忧之色。如烟，为父交出秘法后，你真的会为为父解毒吗？为父需要一个保证。柳如烟声音冰冷，你没有与我谈条件的资格，你可以不交，但你今日必死。柳明修内心咯噔，愤怒到了极致，但并未显露于表。好，本座先妥协于你，待本座想办法解毒后，必定对你百般淫辱，然后将你残杀分尸，当即露出老父亲慈父般的神情。如烟啊，为父养育了你20余载，看在数十年养育之恩的情分上，希望你能信守承诺。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父。够了！柳如烟冷声打断了柳明修的屁话。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废话，我只要移形换影秘法。你若是再不说出位置，我现在立刻就杀了你。柳明修内心一冷，油盐不进是吧？老子过会让你跪舔可恶！老大老三今日不是说要来和我商量顾家之事吗？怎么现在还不来？再不来，老子撑不住了！翁柳如烟玉手灵光一闪，一把月白长剑出现，剑指柳明修下半身。我给你最后一息时间，你若再不说出秘法所在位置，我便替你净身。柳明修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没有了男人的象征，那真的活着不如死了好。我说，在藏经阁顶层北面尽头的书架后，有一暗格，顺时针转动书架最左下角的第2本假书，即可开启暗格，移形换影秘法就在里面。你若敢骗我，你必死！记住，你的毒只有我能解。柳如烟警告完，收起宝剑，在卧房内打出一道隔音禁制后，走出了阁楼，直奔藏经阁飞去。柳明修嘴角浮现一抹阴冷的笑意。柳家山门山脚处，顾影踏着长长的阶梯，不急不缓地向着上方山门入口走去。以他如今的实力，本可以直接从天空中对柳家发起毁灭性的攻击，但他担心余波误伤了不知被藏在何处的4位堂兄弟，以及担心柳家拿4位堂兄弟要挟自己，到时候就进退两难了。所以顾影决定以山门处为切入点，悄无声息地进入，一路搜魂打探4位堂兄弟被关押在何处，待救出他们后便灭了柳家。前方何人？报上名来，若无要事，速速离去，否则刀剑无眼。山门入口处，4名柳家族人中，其中1位白衣赤发的青年傲然开口：4人服侍，3白一紫。其中3位白衣青年炼气10层大圆满修为，那紫衣青年则是筑基初期。顾影步伐不停，为了不引起轰动，他早已提前让系统将修为隐藏在了炼气10层大圆满。他的神识此刻扩散到极致，已经确定附近就这4人镇守，如此就好办事了。3位白衣青年见顾影区区炼气10层竟然敢无视他们的话语，顿时就起了杀心，纷纷施展御物术，操控手中长剑，3剑齐发，击射向顾影。此刻4人看顾影的眼神如同看死人，以顾影的修为根本无法躲避和抵挡3位同境界修士的御剑术，他必死无疑。然而下一刻，3位白衣青年皆是大惊失色，3把长剑竟然以更快的速度折返而回，射向他们自己3人，连忙通过精血认主的联系，强行操控飞剑。可无论他们如何发力，飞剑都没有半点反应。下一秒，3人的胸膛被自己的本命灵剑贯穿，身体直挺挺的倒地，气绝身亡。从3人出手到被顾影催动通明剑体反杀，这一过程只发生在瞬息之间。
那名柳家紫衣筑基族人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即便以他筑基初期修为，也无法如此轻描淡写的瞬杀3名炼气10层修士，自己绝非此人对手。陶念及此，紫衣青年立刻御剑逃跑，同时从袖口内取出了一支信号弹，就要发射。然而他的所有动作却突然一僵，整个人顿在了原地，无法动弹分毫，仿佛被定身了一般。正是顾影施展了定身术，他身影一闪，出现在了紫衣青年身旁，右手展开，抓在了齐天灵盖上，施展搜魂术。随着顾影读取记忆，紫衣青年浑身止不住地颤抖发癫，翻起白眼，口吐白沫。当顾影搜索完记忆后，紫衣青年如同3岁孩童般趴在地上摸爬滚打，学起了狗叫，汪汪汪。顾影皱了皱眉，一脚将他踢下了旁边的山崖，汪汪汪。最后的3道狗叫声回荡在山野间，顾影走进了柳家山门内。根据那紫衣青年的记忆，自己的几位堂兄弟被关押在了山腰东北角的一处的牢内。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顾影并不准备御剑飞行，而是挑选了一条偏僻路段，施展3000雷动，一路向目的地疾驰而去。砰一声巨响，一道柔弱的火红倩影破窗而出，直奔东面急速遁去，正是柳如烟。他方才动用了各种提前准备好的手段，混入了藏经阁顶层，按照柳明修所说，顺时针转动了北面镜头书架左下角的第2本机关书。结果并非是开启暗格的机关，而是触发了警报，禁制开关就在警报铃铛响起，封印禁制将整个顶层封印的瞬间，早有防备的他毫不犹豫地催动了手中准备好的神行符转，极限破窗而出，逃离了藏经阁。可恶，该死的刘老贼，竟敢欺骗我，等死吧你！逃命中，柳如烟暗骂。此刻他紧张极了，发现手中元婴之力的瞬移符转居然用不了。柳家护山大阵不知什么时候新增了禁符功效，想要激发瞬移符转，就得去大阵之外。柳如烟脑海飞快思索着逃跑方法。藏经阁镇守阁主乃是金丹后期大圆满修为，他前往顶层发现无人后，随时都有可能追出来。若是自己直接御剑飞天，目标太明显；若是往山下逃，如此远的距离肯定是来不及的，估计还未跑一半距离就会被擒住。为今之计，唯有拿下柳明修的儿女，以他们为人质，逃到山门外，然后激发元婴之力的瞬移符转，逃回月神宫。还好当年离开时，在柳明修儿女身上偷偷下了追踪蛊。根据追踪蛊的定位，2人正在东北角的地牢内，离自己不过100丈距离。很快，柳如烟便来到了山腰处的东北角。此处有一长宽各6尺，通往地下的入口，正是地牢入口。入口之上覆盖着一道纹路奇异的红色禁制，2名炼气10层的柳家族人镇守于此。2人见柳如烟这位2小姐，急匆匆的前来，正要笑脸打招呼，问所谓何事时，忽然之间寒光一闪，2人人头滚滚落地。柳如烟手持月白长剑来到了2人身前，一阵摸索，找到了一块红色玉牌。通过红色玉牌开启禁制后，快步向着入口通道阶梯一路向下。刚一下到地牢内，就听到了前方尽头处的行刑区传来男子的惨叫声与女子娇媚傲然的声音。顾长明，也不看看你那穷酸顾家，我柳星言怎么可能会看上你这种穷屌丝？呸！柳星言，你这个蛇蝎女人，真没想到你以前的端庄典雅都是装的。我顾长明落在你手上，今天认栽了，要杀要剐老子绝不吭一声。哥想死？放心，等你顾家族长拿灵石来我柳家交换你们时，到时候来个瓮中捉鳖，将你顾家一网打尽，到那时送你们一起上路，嘻嘻。可恶，柳星言，你这个毒妇，算我顾长明瞎了眼，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啊，又是一道凄厉的惨叫声。此时柳如烟来到了地牢尽头处，只见右侧行刑区，一位身穿鹅黄宫装裙的妙龄貌美女子，正手持满是倒刺的灵气钢条，狠狠抽打着被高高吊起的憨厚青年男子。其身上早已是血肉模糊，行刑区还坐着一位穿紫色锦袍、长发竖起的俊朗青年。他一边品茶一边笑道：星言，可别把他打死了，不然顾家发现他命牌碎裂后，就不会拿灵石来入瓮了。哥，你就放心吧，我下手有轻重，他死不了。你知道的，人家一天不折磨人，心里就不舒服，只有虐待他人才会让我心花怒放。说话的2人正是柳明修的儿子柳杰以及他的女儿柳星言，2人分别是筑基中期和筑基初期。2人话音刚落，便发现了身后此刻到来的柳如烟。哎呦，还真是稀客呢，小贱人从月神宫回来了。柳星言高昂着头颅，傲然鄙夷地审视着柳如烟。他无时无刻都想着将柳如烟虐待致死，因为柳如烟的美貌和身材超越了他太多，若非父亲警告过自己不许杀他，自己早就将柳如烟玩死了。当即高声呵斥道：小贱人，还不快滚过来跪下，匍匐在地，给本小姐当人肉板凳。而一旁的柳杰则满脸淫邪地扫视着柳如烟柔弱傲人的娇躯，很是心动。然而下一刻，
寒光一闪，柳星言的人头滚滚落地，这一幕发生的太过突然，一脸色眯眯的柳杰直接就僵硬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脸上瞬间充满了恐惧之色。柳如烟敢在柳家杀自己的妹妹，那么他肯定也敢杀自己。以他金丹初期的修为，自己筑基中期完全不是其对手。柳杰正要起身跑路，可柳如烟的月白长剑更快地抵在了他的脖颈处。胆敢擅自动一下，我便让你人头落地。柳如烟冷声警告。柳杰浑身一颤，他感觉这柳如烟跟变了个人似的。以前的他碰到自己兄妹二人，就如同狗看到了主人一般，绕路走或者卑躬屈膝相迎。而如今的他竟然如此的猖狂大胆，敢杀人。这里可是柳家，他怎么敢的啊？他一个卑贱养女，哪里来的勇气啊？起身，随我一同前往山门处，若途中敢耍花样，我必杀你。话语之间，柳如烟的月白长剑狠狠抵在了柳杰的脖颈处。柳杰只感觉脖颈一凉，丝丝血液流淌而出，他的身体顿时止不住的颤抖起来。若是不配合，这疯女人他真的会杀了自己。自己堂堂名门世家二代，奢靡的好日子还没享受够呢，可不想死。柳杰双腿狂颤的起身，嗖，忽然地牢入口处一道长虹飞速涌入，挡在了二人前方。身影显现，是一位身材瘦小的驼背老者，一身金丹后期大圆满修为，气息强横无匹，正是藏经阁镇守人柳泉。柳杰看到来人后欣喜若狂，柳叔快救我，杀了柳如烟这件弊。柳泉没有回话，而是扫视着四周，看到了柳星言的无头尸体，不由深吸口气，收手吧。如烟，外面全是柳家族人，而且你杀了星言族长以及2位元婴长老，发现他命牌碎裂后也会全部降临此地，你逃不掉。柳如烟面无表情，莫要废话，让开，否则我杀了柳杰。柳泉微微摇头，如烟，老夫虽然不明白你为何会如此，但以你金丹初期修为，想逃出柳家是绝无可能的。听老夫一句劝，放了少主，接受惩罚。柳如烟美眸内寒光一闪，你当真不让吗？只见他手中月白掌剑直接深入了柳杰脖颈1寸，鲜红血液噗的一声，顿时止不住的飙射而出。这一幕吓坏了柳杰和柳泉。柳叔快让开，我不想死啊！柳杰惊恐嚎叫。柳泉没想到柳如烟如此狠辣，少主若是真因此身亡，自己绝对也活不了了。如烟，别犯傻事。柳泉连忙退至一旁。柳如烟没有任何停顿，挟持着柳杰快步往外走去。双方擦肩而过，柳泉死死盯着柳如烟的背影，深邃的老眸中流露出一抹果断。镇守藏经阁200年的他，坚守自盗，偷偷学会了只有嫡系族人方能学习的镇族秘法移形换影。心中一番权衡利弊后，他决定施展移形换影，然后废了柳如烟，让家主定其生死。按照柳泉的想法，柳如烟敢在柳家杀人，挟持少主去往山门处，他定然是有办法瞬间逃回月神宫。若是他在逃跑之际杀了少主，那自己便是护主不利，最终肯定难逃一死。索性不如就在此刻施展移形换影救下少主，即便暴露了功法，也能将功抵过。正当柳泉要施展移形换影的瞬间，轰雷声轰鸣，一声巨响，毫无征兆，柳泉的身体突然被一道从天而降的雷电劈中，爆炸开来，碎成了满地血块。这忽然的一幕吓了柳如烟和柳杰一大跳，却见地牢入口处一道雷霆涌入，出现在了地牢中心。雷霆消散，一位白衣翩翩、身姿挺拔的青年身影显现，正是顾影。他刚来到此地，通过地牢外面的尸体和里面的对话，大概了解了现场情况。为了避免柳家元婴修士率先到来节外生枝，他果断杀了柳泉，快速来到了的牢底，散开神识，寻找起4位堂兄弟的下落。至于柳如烟，他懒得管，毕竟也是来柳家复仇的。而此刻，柳如烟望着顾影，心中莫名的无比激动，心头火热。以他的冰雪聪明，自然知晓顾影为何出现在此，明显是来救人的。刚刚那名被柳星言鞭打的顾姓青年，应该是他的族人。他们在地牢尽头的行刑区。柳如烟提醒道。顾影闻言，身影化作雷霆，瞬间出现在了地牢尽头处。柳如烟望着顾影的背影，一阵出神，美眸内始终闪烁着浓浓的渴望与激动。他现在也不准备跑了。首先，顾影来了，柳家敢绑他的族人，肯定是要被灭族的。其次，即便自己挟持了柳杰，但面对2位元婴修士，想要逃跑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顾影刚一来到地牢尽头处，便看到了4张熟悉的脸，正是自己的几位堂兄弟。4人都被吊在刑具上，全身血肉模糊，尤其是顾长明最为严重。此刻他们都处于昏迷状态中。顾影抬指画出一道剑气，斩断了吊着4人的刑具，4人皆是瘫软坠地，然后一拍储物袋，4粒绿色丹药飘出，朝着4人飞去，分别落入了他们口中。由于4人受的都只是皮外伤，虽然重，但并未伤及根本，
在疗伤丹药的治疗下，很快便清醒过来。当他们看到顾影后，脸上都是流露出意外和喜色。景帝，景哥，好久不见。4人从地上爬起，来到了顾影身旁，好奇打量着这位3年不见的堂兄弟。我去，我没看错吧？景哥，才3年不见，你从炼气10层修炼到金丹后期大圆满了，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景帝，仙山修行3年，这么恐怖的吗？景哥，你这也太强了，我顾家即将又多出一位元婴大修啊。对了，景帝，老祖和诸位叔伯呢？怎么没看到他们？几人扫视了一圈，发现家族长辈均未在场。顾影微微一笑，我一个人来的。啥？4人皆是一懵，一人闯入柳家来救人。要知道，柳家可是有一位元婴后期修士和2位元婴初期修士坐镇，即便是元婴后期修士闯入柳家，都是九死一生。而顾影竟然以金丹圆满修为，就敢单枪匹马的来闯。4人感动的同时，神色都紧张起来。都别说话了，快走，我们赶紧逃命，趁柳家元婴修士还未发现此地动静。顾长明拉着几位堂兄弟就往外跑。可下一刻，2道气息无比强大的身影突然降临，出现在了众人前方。想跑？蝼蚁小辈，胆敢来我柳家杀人，本座今日必尖等挫骨扬灰，灭10族。2道身影分别是2名黑袍中年男子，正是柳家2位元婴初期长老2人出现的刹那，顾长明4人直接吓尿，面色惨白，满脸绝望。实在是元婴修士自带的压迫感太强了。被挟持的柳杰见自家叔伯到来，脸上的恐惧瞬间消失，狂笑起来。顾影兴奋地看着2人，上好的养料来了。顾道友，柳家元婴后期的族长身中剧毒，修为全失，无法动弹，现在是杀这2人的大好时机。柳如烟连忙出言提醒。柳家2位元婴修士闻言，同时大声讥笑起来，如看傻子一般扫视着现场的这几只卑贱蝼蚁。区区蝼蚁，居然妄想蚍蜉撼树。顾影可没时间看这2人傻笑，直接施展定身术，2人的笑声顿时戛然而止，动作也随之僵住。然后一拍储物袋，181只金甲虫飞出。不待顾影吩咐，他们便兴奋地扑向了被定身的2人。只是一个瞬间，2人的血肉便被啃食殆尽，现场只剩下2具白花花的森然骨架。这骇人的一幕惊呆了现场除柳如烟外的所有人，他们满脸问号，无比震惊地望向顾影。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顾影只是说了一个定字，然后放出一群金色飞虫，就灭杀了2位恐怖如斯的元婴修士。这眼前的画面甚至玄幻到让他们以为自己在做梦，不由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然而火辣辣的疼痛告诉他们，这并非梦境。而柳如烟那边见柳家2位元婴长老已死，他心中再无顾忌，一剑斩杀了恐惧到大小便失禁的柳杰。去吧，吞尽柳家所有人。顾影向着金甲虫下达指令。181只金甲虫接收到指令，兴奋地扇动翅膀，全部朝着地牢出口蜂拥而去。我们也出去吧，待金甲虫吞噬完后便回家族。顾影说完，带头往地牢出口走去。顾长明4人，你看我，我看你，感觉现在的顾影既熟悉又陌生。还有一方霸主强横无匹的柳家，居然就这样被轻松覆灭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懵逼震惊的4人连忙跟上。柳如烟则蹲在地牢中心，望着顾影的背影，美眸内渴望之色更浓。这样优秀强大的男人不适合当男宠，他适合做我柳如烟的男人，也只有如此强大的男人才配得上我柳如烟。柳如烟移动着莲步，也走出了地牢。此刻外面的柳家充斥在一片惊悚中，无数柳家族人飞天遁地，躲避金甲虫的捕杀。然而没有了元婴修士坐镇，他们又岂能逃得过金甲虫的追杀？很快，天空中成百上千遇见逃命的柳家族人，在金甲虫的捕杀下，瞬间变成了一副副骨架，从天空坠落。与此同时，地面、阁楼内、洞府内，整个柳家各处都上演着这恐怖的一幕。顾长明4兄弟已经惊呆到彻底说不出话来了。顾道友，柳家有一门镇派秘法，名为移形换影，十分强大，不知你是否有兴趣？于顾影身旁淡雅而立的柳如烟忽然轻声开口。本来这一趟他是要自己拿下秘法修炼，强大自己的，但他突然决定要将这份秘法分享给顾影。在他的心里，已经将顾影当做成了自己的男人。自己的男人若是能变得更强，他也很开心。你为何要告知我？顾景望着远处云海问。若自己没猜错，这柳如烟之所以杀柳家之人，多半是为了此秘法，而他现在却告知自己，这是何居心？柳如烟甜美一笑，轻声道：因为顾道友救了我一命，不然即便我挟持了柳杰，但面对2位元婴期修士，恐怕也无法顺利的到往柳家山门外。顾影看向柳如烟，本想从她的神情上看出些什么，却一下子被她绝美的容颜所吸引。此女柔美的简直不像话，仅仅一眼，
便恨不得将其拥入怀中，狠狠怜爱一番。顾影移开目光，深吸了口气，自己的变异冰灵根自带清新神明效果都如此，若是普通男修看他一眼，那还了得心底估计已经将他那秘法现在何处。顾影问：顾道友随我来，具体位置还待确定，我可以先带你去找中毒的柳明修询问。话音刚落，柳如烟足下出现一道月光，向着山峰之巅飞去。顾影让4位堂兄弟在此等候后，便化作一道剑光，紧随柳如烟而去。他丝毫不担心柳如烟耍花招，自己菜刀在身，还能与朱雀合体，无所畏惧。若这柳如烟胆敢谋害自己，那就别怪自己辣手摧花了。不一会儿后，两人便来到了山峰之巅柳明修住所的卧房内。然而等待他们的只是一具漆黑的人形骨架，很明显，柳明修的肉身被金甲虫吞噬了。顾道友，我给柳明修下的是慢性化骨散，你那金色飞虫吃了它，不会中毒而亡吧？柳如烟担心地问。顾影微微摇头，自己的金甲虫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直接问道：柳明修已死，也就是说那秘法的下落断了，还有线索？柳如烟讲述起了柳明修是如何诓骗自己去藏经阁的事。听完后，两人也不墨迹，走出阁楼，立刻动身前往藏经阁。来到后，此时的藏经阁也是骸骨遍地，无人阻拦，顾影和柳如烟很是轻松就上到了顶层，走到了北面尽头的柜架前。当时我是顺时针转动的机关书，但我感觉它还能逆时针转动。说话间，柳如烟已经蹲下，逆时针转动了书架左下角的第2本机关书。轰隆隆，庞大的书架忽然缓缓向后移动起来。成了！柳如烟欣喜起身。随着书架移动，一个暗格出现在两人面前，其内有一古朴木盒，木盒上贴有一张纹路复杂的红色符篆。柳如烟取出了木盒，还好我早有准备。说着，柳如烟又从袖口内取出了一个白色小玉瓶，在她的修为涌动下，瓶塞被震开，一滴鲜红血液飞出，滴落在了红色符篆上。红色符篆灵光骤闪，最终化作一缕青烟消散。柳如烟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古朴木盒，一卷白玉简浸至其中。她并没有先看，而是先给了顾影。顾影一愣，这把他整不会了。这柳如烟冒着生命危险都要来抢的功法，却先给自己看，这小妮子该不会是喜欢我吧？靠长得帅就是好。顾影也不客气，直接拿起打开玉简看了起来。映入眼帘的首先便是移形换影4个大字，接下来便是功法介绍以及修炼内容，结尾更是有配图指导。看着看着，顾影便对这门功法起了浓厚的兴趣。修成此法后，竟然能与自身方圆100米范围内的任何生灵瞬间互换位置，不得不说这功法是真的牛。在战斗中若是施展此法，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与敌人互换位置，借法杀人，借物瞬移，甚至在救人上都能起到效果，就很强。当顾影看完玉简全篇内容后，他的满级悟性也瞬间明悟，一瞬之间便掌握了移形换影，且能随心所欲的施展。但他并未施展，毕竟柳如烟还在身旁，他可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逆天悟性。这一趟柳家来的太值了。顾影将手中的白玉简的还给了柳如烟。顾道友，你不答应一份吗？柳如烟好奇问。不必，我已经全部记下。这一刻，顾影觉得柳如烟这人其实挺不错的。柳如烟眸光一亮，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如此深奥秘法竟然能轻松记下。他浅浅笑了笑，没有说话。秘法之情顾某记下了，柳道友日后若是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提，顾某便先告辞了。顾影说完，化作一道剑光遁离了藏经阁。柳如烟痴痴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顾影这边，他身影刚落在4位堂兄弟旁，成群结队的金甲虫便从远处天边飞来。显然柳家族人已经被他们全部吞噬干净，他们的境界已经达到了3级下阶圆满，即将突破到3级中阶，也就是金丹中期。收好金甲虫后，顾影和4位堂兄弟直奔神剑宗遗址飞去。刚一遁入天际，4位堂兄弟便提醒顾影飞错了方向。顾影也不解释什么，只说让4人跟好便是。1个时辰后，问鼎宗主峰之巅，各长辈都在。此时顾长明4位堂兄弟已经从长辈们那里听说了顾影的伟岸事迹，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等人只是出门几天，再次回来之时，家族竟然在顾影的带领下一飞冲天，从中下流势力直接一跃成为了天蓝大陆最顶级的修仙宗门，而且背后还有大名鼎鼎的第一仙宗灵剑宗撑腰4人，目瞪口呆，傻了他们彻底的傻了呆滞在原地，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久久无法平静。顾家众长辈们此刻都是满面春风的笑容，毕竟几个孩子都安全回来了，而且一切都在往好的一面发展。哈哈，顾清风笑着拍了拍顾影的肩膀，景儿，今天辛苦你了，快些去休息吧，这里有我们几个老家伙。顾影点了点头，腾空而起，朝着自己的阁楼住所飞去，很快便来到推门而入。
刚推开大门，一道柔弱的粉衣倩影便扑进了自己的怀里，淡淡香风十分好闻，正是纳兰千雪。景哥哥，你没受伤吧？都怪千雪当时睡着了，醒来后才知道你独自一人去了柳家，我本来也想去的，却被几位长辈制止了。纳兰千雪急切地关心问道，还带着一丝哭腔。顾影嘴角翘起，怎么这么关心我的？要不要景哥哥把衣服脱了，让千雪好好检查检查，仔细看看有没有受伤？闻听此言，原本一脸担忧的纳兰千雪脸一下就红透了。讨厌你坏！粉拳轻捶了下顾影的肩膀。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顾影坏笑。时间一晃，27天后，阁楼外，顾影和纳兰千雪看着来敲门的顾温言，一天天就你事多，又有什么事？快说，还非要让我们两个都出来。顾影白眼道，毕竟谁喜欢被打断？老哥，千雪姐姐，你俩居然1个月没出门。顾温言说到这里，调皮的竖起了大拇指。顾景白了他一眼，小屁孩懂什么？赶紧说，什么事？爱美色误人呀！今天是开宗典礼的重要日子啊，老哥你忘了吗？顾温言扶额，自家老哥真的是……哎！纳兰千雪闻言，面色当即一变，急道：“我真的是，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都忘了。等等我去换套衣服。”说完便跑进了阁楼内。顾影则很是淡定地立于原地。哥，你不去换套衣服吗？这么隆重的日子。顾温言看着一身黑色长袍的老哥问道。开宗典礼而已，又不是成婚，穿什么都一样。顾影淡淡回道。顾温言嘴角抽了抽，什么叫开宗典礼而已？要知道今天天蓝大陆所有的中上流修真家族、门派以及3大仙宗都来了，如此宏大的场面，举世罕见，自家老哥居然说而已。哎，自从老哥强大以后，当真是干啥都随心所欲了。以前的他可不是这样很不好。哼！而且他一身黑袍加严肃的表情，有点像反派哼之。这时换好衣服的纳兰千雪开门走了出来，只见他一袭红色露肩点礼服，其上金线刺绣，玫瑰朵朵，在纳兰千雪高挑秀美的身段衬托下，使得此刻的她宛若一朵娇艳的红玫瑰，端庄典雅，清丽脱俗。顾影顿时眼前为之一亮，不得不说，这年头还得是制服比较诱人，心中莫名有些小激动。被顾影这般看着，纳兰千雪有些难为情了。她还是第一次穿露肩的服饰呢，感觉有些暴露。哎呀，老哥，别欣赏了，都看1个月了，还没看够吗？咱们快走吧，典礼早就开始了。顾温言催促道。催，你这丫头就知道扫兴。顾影没好气地瞪了眼顾温言，略顾温言调皮地吐着小香舌，然后3人一同御剑往山峰之巅飞去。从高空往下看，今天的问鼎宗每一处都被装饰得喜气洋洋，沿途通往山顶的青石阶梯两旁，花林内一路摆满了数以万计的酒席盛宴，无数元婴级以下的修士落座其中，相互交谈，好不热闹。再看天空之中，更有舞姬翩翩起舞，通过扩音石歌唱，整个问鼎宗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其乐融融。不多时，沿途欣赏的顾影等人来到了山峰之巅。此时的山顶更为热闹，大殿前搭着一个百平红色高台，高台之上红木桌椅一字排开，其上摆满了丰盛的灵酒盛宴，15道气息强大的身影落座其中，其中中心位置落坐着顾清风5兄弟以及纳兰天、南宫飞雪，在他们的两侧左右则分别落坐着4位和5位气息更加强大的身影。这9人正是灵剑宗8峰掌座以及宗主沈清柔。灵剑宗9位元婴后期大圆满绝顶强者尽数落座于此，强大气场可谓牌面拉满，对于问鼎宗的支持不言而喻。高台之上虽无化神大修士，但灵剑宗代表着横压当世的女帝，即便无化神修士，也足以让所有修真家族以及化神大修寒战。再看高台前方无边无际的桃李花林中，数万宴席桌椅有序摆放，占满了整个花林，座无虚席。其中入座的每一道身影都十分强大，最低修为都是元婴初期，最高修为竟然还有化神后期大圆满，这些恐怖身影毫无疑问无疑不是各方势力的领头代表人物。此时的开宗大典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玄天剑派掌门人吴浩然恭贺天蓝大陆第4大仙宗问鼎宗成立，特此随礼。下品灵石3000万，万年冰露1滴，灵草妖兽材料灵宠若干。神异门门主柳神异恭贺天蓝大陆第4大仙宗问鼎宗成立，特此随礼。下品灵石5000万，极品灵剑9999把，妖兽材料若干。仙侠派掌门人钟庭恭贺天蓝大陆第4大仙宗问鼎宗成立，特此随礼。极品灵石半块，下品灵石5000万，万道霞光一缕。天魔教教主东方镜恭贺天蓝大陆第4大仙宗问鼎宗成立，特此随礼。中品灵石1000万，八荒心经典籍1本，
正道上成功法若干。缥缈宫公主上官缥缈，恭贺天蓝大陆第4大仙宗问鼎宗成立，特此随礼。下品灵石3000万，寒冰灵火一团，龙鳞果一枚，天蚕土豆一个。现场一个个储物袋飞向高台之上，落在了顾清风身前的桌面上。顾影看着这一幕，很是满意。关于自己还未到，开宗大典便早已开始，他并未生气。他早就和家族长辈们说好了，开宗典礼时不必等自己，也不要提及自己。顾家诸位长辈自然都懂，顾影只想在幕后掌控问鼎宗。此刻，顾影、顾温言、纳兰千雪走到了高台下最前排中心的桌前。此处已经落座4人，刚好还有3个位置，他们相继落座。这4人正是堂兄弟顾长明等人。3人的到来吸引了不少前排人的注意，由于只是3个顾家、纳兰家的小辈，众人倒也没放在心上。唯独左右两旁，月神宫公主上官明月、八荒圣宗宗主古万山深深地看了眼顾影。在他们那2桌还分别坐着2位须发皆白的老者，2人皆是化神后期大圆满境界，正是2宗的开山老祖。这2位绝世强者已经听说了顾影的惊人事迹，此刻都是深深地打量着顾影。若是其他人被2位天蓝大陆顶级存在扫视，估计早就吓尿了。但顾影不同，他接触过师尊、菜刀，见过这些更强存在，所以很是淡然。此刻2位化神圆满的强者心中对于顾影一番夸赞，他们方才动用了一丝化神之力扫视顾影，若是普通人直接就颤抖跪地了。没想到这小辈居然不动如山，淡定从容，果然是有2把刷子。时间1分1秒的过去，转眼2个时辰后，数万势力的领头者已然全部送完贺礼恭贺完。这时古万山起身朗朗开口：八荒圣宗宗主古万山，恭贺天蓝大陆第4大仙宗问鼎宗成立，特此随礼。上品灵石1000万，中品灵石3000万，下品灵石5亿，各式极品灵器99999把，各式功法10万卷，各类灵草种子10万粒，各类灵宠10万头，各类妖兽材料100万份。紧接着上官明月起身清朗开口：月神宫公主上官明月，恭贺天蓝大陆第4大仙宗问鼎宗成立，特此随礼。上品灵石1000万，中品灵石3000万，下品灵石5亿，各上成功法、灵器、法宝、灵宠、灵草、妖兽材料20万份。话语间，2宗储物袋同时飞到了高台之上，落在了顾清风的桌前。2人话音刚落，全场一片震惊沸腾。天哪！这问鼎宗最高修为不过是那蓝天财源阴中期境界，竟然能让2大仙宗如此大手笔支持。要知道，他们随便一宗的赠礼都足以支撑一个超级大家族未来100年内的一切运转消耗。我有点看不懂了，就问鼎宗这样的实力，老夫随意挥挥手便能灭其全宗，他们究竟是如何让2大仙宗承认的？关键是这问鼎宗还请来了灵剑宗，而且是9大元婴后期大圆满高手倾巢出动，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估计这问鼎宗花了不少灵石，或者耗费了其他大代价才请来的灵剑宗。原本老夫还打算向3大仙宗申请成为第4宗，以老夫化神后期大圆满修为足以申请成功，没想到被一个小小的问鼎宗捷足先登了。就在众人议论之际，高台之上，沈清柔微微一笑，起身了。全场瞬间安静下来。灵剑宗宗主沈清柔恭贺问鼎宗正式成为4大仙宗成员，特此随上薄礼。极品灵石1块，上品灵石3亿，中品灵石5亿，下品灵石10亿，各类极品灵器109999份，各类上乘功法、灵宠、材料、阵法、灵草、法宝、丹药10万份，以及筑基丹9999粒。言语之间，沈清柔取出了5个储物袋，放在了顾清风的桌前。霎时间，全场到吸口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人群再次剧烈沸腾起来，所有人交头接耳，震惊于灵剑宗的超级大手笔。原本他们都以为灵剑宗是问鼎宗花大价钱请来撑牌面的，没想到居然不是。而且灵剑宗竟然如此大手笔的全力支持，要知道灵剑宗的送上的薄礼财力，足以将一个不入流的18线小势力扶持成一个顶级大势力，且足以维持他们数百年的运转开销。特别是居然还有9999粒筑基丹，要知道随意一粒筑基丹都足以在修真界引发一场腥风血雨。没想到灵剑宗一出手就是9999粒，恐怖程度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卧槽！灵剑宗不愧是4大仙宗之首，经此厚礼，也足以看出灵剑宗对于问鼎宗有多么的认可。台下顾影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十分满意。而顾温言、4位堂兄弟以及纳兰千雪已经彻底亚麻呆住傻眼了，他们何时见过如此恐怖牌面？别说他们几个晚辈，高台之上的顾清风5兄弟以及纳兰天南宫飞雪也都傻眼了，眼眸中的激动之色根本难以掩饰。曾几何时，这样的超级大场面他们想都不敢想，做梦都不敢这么做。这场面就好比一个分文没有的乡村穷小伙
突然拥有了全世界最顶级的财富，全世界所有顶级大佬全部为自己出台撑场面，这是何等的荣耀，他们如何能不激动？这时，沈清柔目光一扫台下数万势力之主，凝声开口：即日起，问鼎宗将由我林剑宗全力支持，诸位势力之主切莫看不起此时问鼎宗之实力。本座丑话说在前头，若是私下有不认可问鼎宗者，便是与我林剑宗为敌。已经发现，我林剑宗不介意抹除其在天蓝大陆的一切势力根基，绝不手软。此话一出，热闹的场面瞬间寂静无声。洛真可闻沈清柔这短短的2句话，直接就将现场大半部分别有用心之人吓破了胆。不少势力主今日前来，其实都带着羞辱问鼎宗的目的。待问鼎宗这个由18流小势力组成的宗门宣布正式成立后，他们便派出门下天骄弟子，以论道交流的名义，要求与问鼎宗弟子切磋，然后将问鼎宗的阿猫阿狗弟子们按在地上狠狠摩擦羞辱。随后再派出金丹七天骄对战顾清风，元婴长座对战纳兰天，玩虐整个问鼎宗，让问鼎宗在全天下人面前丢尽颜面。如此阿猫阿狗实力，问鼎宗的一言一行，从此以后在天蓝修真界将没有任何威信可言，将会有其名而无其实。这样的仙宗是无法存在长久的，一旦问鼎宗被迫退位，他们便有了成为第4大仙宗的机会。但眼下这一切都泡汤了，他们万万没想到林剑宗竟然如此力挺问鼎宗。所有人不敢犹豫，全部立刻动身站了起来，向着顾清风抱拳一拜。数万人齐声开口：我等恭贺问鼎宗正式成立，成为天蓝大陆第4大仙宗，日后但凡有驱使，定不辱使命。面对数万人的一拜，顾清风极为紧张，毕竟他才金丹后期大圆满修为，而台下这些人可都是元婴化神大佬，以金丹修为受数万元婴化神大佬一拜，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若是心境差一点的人，面对着这一幕，绝对当场崩溃。顾清风深吸口气，平复心情。久居高位的他，想到身后有林剑宗，有女帝支持，胆一下就壮大了，露出满面春风的笑容，起身一扫台下万族势力主，朗声道：欢迎诸位势力之主不远万里来到我问鼎宗参加开宗大典，也感谢林剑宗对问鼎宗的大力支持，千言万语无法表达顾某此刻的激动之情。客套的话想必众道友平日里早已听腻，顾某就不多费唇舌了。诸位万族道友，今日只管吃好喝好玩好，我宣布开宗盛宴正式开始。话音刚落，天空歌舞升平，数之不尽的烟火持续冲天而起，于天空中炸响，宛若七色流星弥漫在整个天际，绚丽壮观。热闹的气氛中，盛宴开始桃李花林内，所有人入座，开始喝酒吃席。顾长明4位堂兄弟对视一眼，端起酒杯，笑意洋洋地向着顾影敬酒：景弟，景哥，今天高兴，咱哥几个定要不醉不归。哈哈，好久没这么热闹了，今天咱哥几个必须不醉不归。顾影原本还想盛宴开启后就离开，美美地去睡一觉，毕竟和纳兰千雪奋战了27天，他现在累得一批。但看在如此重要的日子，以及4位堂兄弟热情洋溢的样子，他决定留下来喝上一喝。于是微笑地端起酒杯起身，一旁的纳兰千雪和顾温言同样如此。7人欢笑间，酒杯相碰，一饮而尽。落座后便开始了畅聊吃席。时间一晃，8个时辰后，此刻已是深夜。一顿饭吃了16个小时，这顿饭可不是普通的饭，全都是元婴等级的灵酒灵兽肉，即便是元婴修士，每吃一口，每喝一口，都相当于苦修一整天。大批量的供应下，所以全场修士都吃得十分尽兴，不舍得离去。几位堂兄弟因为这顿宴席，已经全部从筑基中期吃到了筑基后期。纳兰千雪也从筑基初期突破到了筑基中期。顾温言从炼气9层吃到了炼气10层大圆满，现在只需一粒筑基丹便能冲刺筑基境界了。至于顾影，虽然看着还是金丹后期大圆满境界，实则已经是半步假阴状态，金丹随时可能破丹成阴，需要他自行闭关苦修数月冲刺，而且还要面临心魔天劫等等。不过闭关是不可能闭关的，闭关1秒钟都不可能。有系统还需要自己闭关苦修的话，那就太 low 了。此刻宴席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诸位兄弟，你们先吃，我去休息了。顾影饮完杯中酒，放下酒杯道：顾长明等人都是明事理之人，能看出来顾影是真想休息了，也没有劝留，而是让他下去好好休息休息。顾影点了点头，便起身离去。顾温言由于已经达到炼气10层大圆满，再吃下去的话，就会因灵力无法消化而爆体而亡，也和几位兄长道别，他要回到自己的密室闭关冲击筑基境了。两人前脚刚走，纳兰千雪也起身告辞。虽然灵酒盛宴的诱惑力极大，可自己的景哥哥休息好后就要离开问鼎宗了。以后便是聚少离多了。顾影回到自己的阁楼后并没有关门，因为他的神识感应到纳兰千雪正朝着这边飞来，随着香风扑面而来。纳兰千雪移动着莲步进入了阁楼内。景哥哥，要不要喝点？
纳兰千雪轻声开口。顾影看见了他美眸深处的不舍，看来他已经知道自己即将离去。两人走出阁楼，飞身上到了房顶，于屋檐处同时坐下。午夜，月明星稀，二人仰望夜空，时而有流星划破天际。见此，纳兰千雪琴手微垂，眼眸闭合，立刻十指紧扣置于胸前，樱唇轻启，无声许愿。3息后，美目睁开。许的什么愿？顾影笑问。不告诉你。纳兰千雪轻哼一声，从储物袋内取出了2坛女儿红。顾影岂能不知他许的什么愿？轻笑一声，接过酒坛，相互碰撞，同时大饮一口。景哥哥，星空真美啊！纳兰千雪望着深邃的夜空，感叹一声，心中颇为惆怅。顾影没有说话，而是直接上手搂住了她柔软的柳腰，将其拥入了怀中。女人是感性的，这个时候无需多言，直接上手，肢体的接触远胜千言万语。纳兰千雪甜滋滋的顺势依偎在了顾影的肩上，一脸甜蜜的轻声开口：若是能永远和喜欢的人这般就好，依偎在一起，看天上的星星，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顾影微微低头，看着纳兰千雪充满英气的娇俏脸庞，以及露在外面的雪嫩香肩，心中泛起涟漪。得给这青梅竹马的傻丫头留下一些珍贵回忆了。月夜下，房顶，足以终生难忘。次日，天未亮，两人从房顶飞身进入了阁楼内。纳兰千雪此刻脑瓜子嗡嗡的，一片空白。千雪，我要走了。顾影整理好服饰后，温柔开口。闻言，沉浸其中的纳兰千雪心头猛地一颤，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眼眶不由微微泛红。景哥哥，我们还会再见吗？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顾影手放在了纳兰千雪绝美的脸庞上，大拇指轻抚着她的脸颊。我不在的日子要勤加修炼哦，争取能追上我的步伐。景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的，早日追上你。纳兰千雪眼神坚定，她深知只有尽快提升自己，才能更快地融入到景哥哥的圈子中。顾影微微点头，吻了下纳兰千雪柔软的红唇后，便化作一道剑光，飞出阁楼，消失在了天际中。夫君，望着顾影消失的身影，纳兰千雪呢喃开口，早已微微泛红的眼眶，热泪不争气地涌下。灵剑宗回宗后，顾影没有去师尊那，而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准备好好休息睡一觉，这段时间太累了。正要推门进入阁楼，却见2道女性身影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院落内。两人皆是白裙飘飘，气质淡雅，透露着成熟的韵味。来人分别是宗主沈清柔和百草峰长座夏雨芙。看见百草峰长座，顾影隐猜到了什么。小顾。沈清柔笑容灿烂，热情打招呼。顾大师。夏雨芙抱拳施礼，直接称呼顾影为大师。以他元婴后期大圆满修为，还是一峰长座，如此称呼一位金丹后期大圆满的弟子，由此可见他对顾景有多么的尊重。顾影微微点头，自上次和苏泽比试丹道后，他就知道百草峰长座肯定会来找自己，没想到自己今日刚一露头便来了。其目的，顾影自然也是知道的。关于传道授业，我不会去，太浪费时间且枯燥，我不喜。说话间，顾影取出了一本蓝色封面的典籍，递给夏雨芙。夏长座，此典籍内记载了一些天蓝大陆不曾有的炼丹秘法，你拿回去自行研究，若是能明悟进行传道，足以让百草峰的丹道造诣更上一个层次。这本典籍顾影闲暇之余早已编写准备好，因为他知道百草峰肯定会来人找自己，而自己作为宗门一员，肯定也是要做点贡献的。原本被顾影直接拒绝，夏雨芙很是失落，可听到顾影所说的典籍如此玄妙后，他心中顿时又一喜，连忙双手接过了顾影递来的典籍，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随着翻阅，夏雨芙的表情逐渐从平静变为震惊，又从震惊变为了惊骇，他的呼吸也开始急促，胸口剧烈起伏起来。那表情好似发现了什么举世罕见之物。啪嗒，夏雨芙合上了典籍，深吸口气，向着顾影深深一拜，身体都微微颤抖起来，无比激动地开口：多谢顾大师赐典籍，有此典籍，我百草峰的丹道将领先天蓝大陆丹道至少1000年。闻言，一旁的沈清柔直接听呆了。小顾随便拿出一本典籍，居然就能让百草峰的丹道遥遥领先1000年。我去，这是何等的卧槽啊！顾影淡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关于问鼎宗的事，我还得谢谢宗主以及诸位长座的大力支持呢。接下来3人开始了客套，一番热情客套过后，沈清柔、夏雨芙带着微笑满意的离去。顾影疲惫的长舒了口气，推开阁楼大门。景哥哥。迎接顾影的是一道女子娇媚入骨的声音。看着大堂红木桌椅处入座的紫衣倩影，顾影身体不由自主的一颤，脚步顿住了，心里顿时紧张极了。我擦，师尊大人怎么来自己的阁楼了？这阴阳怪气的声音和叫法可不像平日里清冷的女帝师尊啊！我靠，
师尊大人该不会是又生自己和千雪的气了吧？上次离开时他不是默许了吗？怎么，景哥哥为何不进来？是人家不够漂亮吗？还是吃饱了走不动路了？李青灵优雅地吃着桌上果篮里的葡萄，悠悠笑道。嗨嗨，顾影干咳2声，皮笑肉不笑的道：师尊大人，您今天怎么有时间来屯这了？说话间已经关上大门，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到了师尊身后，替他揉肩。景哥哥，房顶好玩吗？景哥哥可真会玩呢。听着师尊阴阳怪气的温柔话语，顾影心底直发毛。尼玛，师尊今天该不会又要对自己大打出手了吧？若是大打出手，上次应付他的那些花招，今天肯定起不到作用了，搞不好今天要被打死啊！卧槽，咋办？顾影捏肩的手都微微颤抖了起来。师尊大人，您别这么叫我，徒儿很害怕。李青灵呵呵一笑，景哥哥那么强，也会有害怕的时候。来，景哥哥吃个葡萄压压惊。李青灵亲自剥了个葡萄，递到顾影嘴边。师尊越是这般，顾影就越是害怕，不知道他到底要搞什么。师尊大人，您到底想干嘛？直接说出来吧，再这样下去，徒儿就要被你吓死了。徒儿这小心脏可不惊吓。呵呵，不惊吓。景哥哥平时的猖狂劲儿呢？收女时的霸道劲儿呢？李青灵慢条斯理地剥着葡萄皮，轻笑道：师尊大人，您快别说了，什么惩罚我都认。顾影人妈了，女人恐怖起来真的太他妈恐怖了。李青灵吃下了剥完皮的葡萄，站起身来，冷漠道：跟我来。说罢朝卧房走去。该死的逆徒，我让你上房顶，简直不是人，你不是很强吗？这次为师叫你做人，顾影一猛进房间。师尊大人，这是要干嘛？满脸疑问的跟着走了进去。时光匆匆，半年后，逆徒，你简直不是人！惊恐的丢下这句话后，李青灵逃命似的逃离了顾影的阁楼。呵，想趁我虚弱拿捏我，结果被反拿捏了吧？顾影顶着硕大的黑眼圈，傻呵呵的虚弱说完，倒头就睡。梦。时间一晃，2个月后，顾影精神抖擞的自然醒来。咔咔，活动着筋骨，全身骨头咔咔炸响。爽，又是想师。卧槽，师尊太可怕了，这段时间就先不找他了。呼，顾景长舒口气，憋睡在房间2个月，他要出去找块风景宜人的地方，呼吸新鲜空气，不然人就要傻了。运转修为洁净皮肤后，顾影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套黑袍，穿戴整齐后便走出了阁楼。此刻正值清晨，整个灵剑峰仙雾缭绕，空气十分清甜。顾影陶醉地深吸了口气，直奔灵剑峰东南角飞去。现在是清晨，正好去看看初阳。刚飞出没多远，天空中一道道剑光从头顶上方快速掠过，成群结队，足有100道之多。看他们的飞行轨迹，似乎全部朝着山峰之巅下的清心殿飞去。顾影脑海一问，莫非又有什么活动？不过他懒得去问，速度不减，很快便来到了东南角处的悬崖峭壁旁。远处云海，初阳露出了半张红彤彤的脸。顾影从储物袋内取出摇椅，躺了上去，翘着2郎腿，双手交叉枕在头下，散出一道微弱的风灵力，使得摇椅微微摇晃，满脸惬意，好不自在。哼着小曲儿，心里美滋滋。现在的生活真他妈爽啊！不用上班，还有钱有权有势有女人，而且都是极品美人。比蓝星997的牛马生活爽他妈100亿倍，嘿嘿。强烈建议大家都穿越忽然。上方天空中一道倩影遇见路过，白裙飘飘，青丝飞扬，身姿婀娜，看身影妥妥的漂亮小仙女一枚。顾影向上的目光不由一凝，化身苗人凤，旋即微微摇头，哎，到底是哪个书包发明的安全裤啊？简直是世界上最失败的发明。就在顾影摇头叹息时，那道倩影突然停顿住了，然后向下飞来，伴随着阵阵香风，白裙飘飘地落在了顾影身旁。牧师姐。顾影微微一愣，刚才只顾着看裙子质量去了，倒是没看脸。咦？穆婉清轻咦一声，顾师弟，你没有参加前几日的宗门大比，去争夺进入伪仙灵脉秘境的资格吗？这次进入秘境的奖励可是十分丰富的，但凡能为宗门夺得伪仙灵脉，每个弟子都能获得500万下品灵石奖励呢。若非我修为不够，前几日肯定参加大比争夺秘境资格去了。闻言，顾影想到了刚刚路上碰到的那群同门伪仙灵脉。什么意思？顾师弟，你这段时间不在宗门吗？穆婉清问。顾影自然是在的，只不过和师尊大战了半年，又昏睡了2个月，自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摇摇头，不在。哦。穆婉清看向远处云海，半个月前，天外忽然坠落了一块散发着淡淡仙灵之气的巨大金色陨石。那块陨石坠落在了天蓝大陆和玄天大陆的交界处，砸中了一处灵脉秘境。
那处灵脉秘境机缘巧合下，竟然吸收了陨石上的金色仙灵之气，因此秘境内的灵脉集体升级，其中少数几条竟然升级成了伪仙灵脉，而伪仙灵脉提供的灵气比我们天蓝大陆4大仙宗的极品灵脉灵气都要浓郁，至少50倍。也就是说，得此灵脉，修行1日便堪比以往闭关苦修50天。所以目前我天蓝大陆和玄天大陆的4大宗门都想进入其内获取伪仙灵脉。经过一番商议后，双方大陆各派400名弟子进入秘境内竞争。由于秘境只有元婴以下的修士能进入，宗门为了最大可能抢到伪仙灵脉，所以在宗内开启了金丹弟子方能参与的大比。无论是弟子还是长老，只要修为达到金丹期就能参与大比，最终脱颖而出的人便能获得进入伪仙灵脉秘境的资格。顾影认真的听完，略微消化后，他瞬间对伪仙灵脉起了浓厚的兴趣。若是能得到伪仙灵脉，那么自己的问鼎宗全员修行速度将得到史诗级加强，可谓1日千里成长速度直接提升50倍。心动问道：4大宗门合计派出400名弟子，也就是说每宗各派出100位能力最强的金丹弟子。穆婉清微微颔首。不过问鼎宗目前不能参与，因为他们全宗上下只有不到10位金丹修士，所以这次有灵剑宗派出134位弟子，月神宫和八荒圣宗各派133位弟子，组成400人。顾影点了点头，按照他的想法，即便问鼎宗有50位金丹修士，他也不会让问鼎宗参加。毕竟问鼎宗是由之前的中流家族组成，门下族人们的战力、功法、灵气、法宝等等都无法和成立多年的仙宗弟子们相比，进入秘境后那就是炮灰存在。顾师弟，以你的丹道造诣，不去真的太可惜了。听说伪灵脉秘境由于吸收了仙灵之气，其内不少地方的药草都进阶了，就连那传闻中的5品灵草也都遍地都是，甚至还有更为稀有的6品灵草。听到这句话，顾影更为心动了。5品灵草和6品仙草分别可以炼制出5品灵丹和6品仙丹，这2种丹药在天蓝大陆那就是神丹区必须得去灵脉灵草自己全都要，而且要抢遍玄天大陆所有人，收尽所有物资。顾影正要开口，丁，检测到伪仙灵脉秘境，选择1，宿主决定参与抢夺伪仙灵脉，奖励修为提升1个大境界，秘境结束后发放奖励。选择2，不去就不去，躺平的生活无比惬意，奖励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爆米花。卧槽，瞌睡送枕头啊！顾影目光顿时一亮，选1必须选1，这还用想？尼玛，修为提升1个大境界，出了秘境后自己就是元婴后期大圆满的顶级巨佬了，哈哈！爽顾景忍不住笑出了声。元婴期，这是个多么牛逼的境界！跺脚，整个天地都要抖3抖，还能瞬间移动万里四国，一牛逼！看着无故发笑的顾影，穆婉清满脸问号。若是换做其他人，他定然会认为对方神经病。不过顾师弟笑起来都这么帅，看着看着，穆婉清也情不自禁露出了浅浅甜美的笑容。顾师弟心里也都喊了出来：师姐，我决定去。顾影兴奋起身。穆婉清轻手轻点，在宗门乖乖等我哦，等我回来给你炼制6品完美聚气丹，让你的修为更加1日千里。话说完，顾影不敢再耽搁，立刻化作一道剑光朝清心殿飞去。希望大部队还没出发，望着顾影远去的背影，穆婉清眼波流转。若是能和顾师弟一起去就好了，那应该也算优惠了吧。唉，可惜我修为不够。此时顾影已然来到了清心殿上空，只见殿外下方浩浩荡荡的整齐排列着400名金丹后期大圆满的3宗弟子，众弟子前方站着3位元婴后期大圆满的强大存在，分别是沈清柔、上官明月、古万山。3宗宗主和众弟子已然全部齐聚，眼下就要出发。顾影的到来也一下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身影闪动，落在了沈清柔身旁。参见宗主。顾影客气抱拳。小顾，什么事？沈清柔满脸含笑。顾影也不拐弯抹角，直言道：弟子也想参加伪仙灵脉秘境。闻言，沈清柔微微沉吟，伪仙灵脉秘境最多只能进入800人，天蓝大陆和玄天大陆双方各400人，合计正好800人，且每个人都是通过大比艰难迎战获得的秘境名额。若是贸然踢出一个名额，让一个没参加大比的人直接进来，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不公平。沈清柔心底一叹，若是换做其他人，他肯定直接就拒绝了这个要求，可顾影他就要想办法了。沈清柔点了点头，让顾影稍等，看向众灵剑宗弟子，开口道：有没有哪位弟子愿意让出名额的？若是让出，本座补贴此次秘境奖励的500万灵石，现场给予。此话一出，全场瞬间剧烈骚动起来，不用前往秘境就能获得500万灵石，这和捡钱完全没区别，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人群中立刻就有人发声，弟子愿意将名额让给顾师兄，而且弟子不要灵石。顾师兄的强大战力，全宗上下有目共睹，
我相信换下我后，顾师兄绝对能为宗门带回尾仙灵脉，造福全宗，所有人终生受益。此话慷慨激昂，满满的正能量话语一出，使得现场不少想要退出幻灵石的弟子都心生惭愧之意，同时也感染了他们弟子也愿意退出。以我的战力，只是侥幸获得名额，愿意将名额让给顾师兄，而且也不要灵石。诸位同门，你们谁都别和我争，因为我是第134名，是真正的侥幸获胜者，实力在所有人中垫底，以我换顾师兄最为划算。话音刚落，这位紫衣弟子便御剑飞天潇洒离去，灵石也不要。顾影深深地看了眼他的背影，记住了此人，然后向着灵剑宗众弟子抱拳，多谢诸位同门的抬爱，此次秘境一行，我必定为宗门带回尾仙灵脉。顾影此话一出，灵剑宗所有弟子瞬间激动万分，以顾影强大的战力，不出意外，这次绝对能抢到尾仙灵脉。一旦抢到尾仙灵脉，所有人都将能获得500万灵石奖励，而且以后所有人的修行都将一日千里。对于顾影的加入，沈清柔心中也十分兴奋，她也相信顾影能带回尾仙灵脉，一旦带回，自己就能借助尾仙灵脉浓郁充沛的灵气冲击化神期了。上官明月和古万山心中同样十分激动，这次秘境一行乃是3宗联盟，顾影相当于是盟友，而尾仙灵脉最少有5条以上，以顾影的无敌战力肯定会全部抢夺，到时候自己宗门也能跟着沾光了。此时人群中，一袭火红仙裙，容颜娇美的柳如烟望着顾影，美眸流转，红唇轻咬。不愧是我柳如烟的男人，无论在哪里都是如此的闪耀出众。好了，所有人准备出发。说话间，沈清柔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艘庞大的舟船，所有人全部兴奋地飞身而上，舟船化作流光，直冲西面天际。船头甲板处，顾影、沈清柔、上官明月、古万山4人屹立于此，遥望前方云海。小顾，这次大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希望你一定要抢夺到尾仙灵脉，若得此灵脉，你的名字将足以载入史册。身旁，沈清柔一脸凝重地开口：宗主放心，我有绝对的把握。顾影自信淡然。沈清柔点了点头，叮嘱道：你的战力我们都清楚，但还是得小心点。玄天大陆4大宗门中有2大宗门实力颇为不俗，其中暗影宗最强，宗门所有弟子都身具暗影体质，所有人都能在短时间内隐身，且神识难以探查。他们有优先出手的优势，能杀人于无形，往往他们的对手直至死亡，甚至都不知晓自己是如何死的。特别在漆黑的环境中或夜晚时，暗影宗弟子们更是能长久隐身，若是对上，十分凶险棘手。至于第2个宗门，便是御灵宗，此宗以御兽闻名，每个弟子手中最少有1到2头与自身相同境界的战宠，若是与之交战，相当于以一敌多，也十分棘手。顾影认真听完，很是淡定地点了点头，我自有分寸。他并没有将这2大宗门弟子放在眼里。那暗景宗弟子应该与王者农药里面的兰陵王类似，隐身有优先出手权而已，自己只需散出变异冰灵根的极寒气息，便能冰冻隐匿灵身的他们。至于那什么御灵宗，到时候看是他们的战宠厉害，还是自己的金甲虫强，一群经验宝宝罢了，都将成为金甲虫的养分。沈清柔见顾影如此自信，便不再多言。他心里是相信顾影战力的，之所以说出来，只是给他提个醒，让他有所防备。这时右侧的上官明月开口了，神色带着期望：顾小友，此次若是获得多条尾仙灵脉，可否让出1条？无论多少灵石，或者你想要什么，我月神宫都愿意全力支付。话音刚落，一旁的古万山就急切地接话道：顾小友，我八荒圣宗同样如此，若是有多的尾仙灵脉，只要让出1条，日后但凡你有任何驱使，我八荒圣宗举全宗之力上天入地也会为你办成，绝不食言。若是其他人听到2大仙宗宗主如此豪言许诺，估计已经兴奋的当场晕了过去。但顾影一脸风轻云淡，他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顶级东西没见过，但还是点头同意道：可以，此次尾仙灵脉我会全部抢到手，到时候可以让出2条分给你们。至于要求，以后你2宗必须每年向问鼎宗供奉5亿下品灵石，若是能办到，此事便可成。闻听此言，2人顿时欣喜若狂，每年5亿灵石换尾仙灵脉，简直超级划算。5亿灵石对于那些修真家族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对于身为天蓝大陆顶尖势力的仙宗来说，简直不值一提。而且一旦获得尾仙灵脉，自己宗门在天蓝大陆的龙头位置将永远遥遥领先所有超级势力，永远不会被他们反超取代，太值了。即便大出血，每年供奉10亿灵石，也都愿意。可以，我2人愿意。上官明月和古万山同时激动开口。顾影淡淡一笑，没有说话。其实他分配尾仙灵脉给月神宫和八荒圣宗也是有其他目的的，也可以说是未雨绸缪。因为以后师尊大人肯定会离开天蓝大陆，自己强大后也有可能会离去。若是此时仅仅只给灵剑宗和问鼎宗安排尾仙灵脉，将来自己和师尊都不在了，
天蓝大陆哪天如果遇到其他大陆联盟或者被外族强者入侵时，只有2宗有对抗能力的话，那就太势单力薄了。所以4宗必须一同成长，同时强大，而且有自己的名声和师尊的名声流传在4宗，往后4宗也不会和不敢彼此相互攻略。3日后，天蓝大陆与玄天大陆交界处，青山绿水延绵的巍峨山脉，群山中心处地面有一方圆千里的漆黑深坑，深坑的正中央有一天外陨石，其旁有一缕点点金芒，泛发着淡淡金光。4支身着白、青、蓝、黑服饰的百人队伍正立于此，望着金芒，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脸上的表情无一不透露着兴奋和期待。忽然，一道阴影将他们覆盖，所有人下意识仰头望向上方，只见天空之中突然出现了一艘庞大的龙舟，遮挡了他们视线内的整片天际。快看，是天蓝大陆4宗来了！靠，终于来了，真让我们好等啊！宋才童子们可算到了。这次寻找伪仙灵脉的途中，看到天蓝修士，老子见一个杀一个，抢光他们的宝物。听说天蓝大陆月神宫女修个个年轻貌美，嘿嘿嘿，这次有的爽了，老夫要每天换一个，想想都爽歪歪。我的血瘾已经饥渴难耐，此次吞完天蓝4宗所有弟子，应该就能进阶元婴期了。兄弟们，能不能发财就看这次了，我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玄天大陆4宗弟子们一个个兴奋地交头接耳，4宗宗主并未出言制止，他们丝毫不担心这些言论被天蓝大陆3宗宗主听到，毕竟秘境内为争夺资源，本就可以随意杀戮，若是他们怕了，现在滚回去便是。此时，舟船缓缓降落在了地面漆黑的深坑内，天蓝大陆所有人飘然而下。沈清柔收起了舟船，玄天大陆那边4支队伍前方，4位身着白、青、蓝、黑长袍、气息强大的中年男子同时腾空而起，4人均为元婴后期大圆满修为。沈道友，既然来了，我等客套的废话就不必多言了，直接解除秘境封印，开启秘境吧。黑袍中年男子语气带着催促之意，此人乃是玄天大陆4宗之首，暗影宗宗主唐傲天。至于其身旁着白、青、蓝服饰的3人，分别是玄天大陆玉灵宗宗主秦风、万剑宗宗主许清扬、合欢宗宗主纪百长。闻言，沈清柔3人没有任何废话，甚至连点头都没有，就直接腾空而起。毕竟双方大陆没有任何利益往来，还是竞争关系，自然是没什么好说的。7人同时掐诀，联手打出7道灵光，源源不断地往巨石旁的那缕点点金芒内注入。7人忙碌之际，下方天蓝大陆3宗弟子打量着玄天大陆4宗弟子，想从中看出他们的修为气息和水平。毕竟此前双方从未有过任何交集，都是第一次见。玄天大陆4宗弟子同样打量着天蓝大陆3宗弟子，他们一个个头颅高昂，一副上位者姿态，丝毫没将天蓝大陆3宗弟子放在眼里。一番打量过后，天蓝大陆众弟子都看出了统一着黑色服饰的暗影宗弟子们气息最强，给人一种森然阴冷的感觉，甚至单单只是看他们一眼，便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进入秘境后，需要特别注意暗影宗了。至于统一着白色服饰的玉灵宗弟子和水蓝衣裙的合欢宗弟子，以及青色服饰的万剑宗弟子们，从气息上暂时没发现他们的威胁之处。但3宗弟子并没有轻敌，因为玉灵宗没有放出同境界战宠，万剑宗没有释放剑意，合欢宗男女弟子也未展开媚术，具体战力都不详，需谨慎。人群中，顾影并未像众人一样大眼瞪小眼，这对他来说很无聊，而是双臂环抱，眼眸闭合，静待秘境开启。人群深处，柳如烟始终打量着顾影，美眸内透露着痴迷，越发喜欢。不愧是我柳如烟的男人，任何时候都是波澜不惊。瓮一道沉闷的嗡鸣之声忽然扩散开来，7宗宗主解开了秘境封印，那缕点点金芒突然爆发出金霞之光，冲天而起，随后向着两旁扩散开来，宛若一道通天仙门。众弟子，秘境已开启，此秘境进入后乃是随机传送，进入后切莫单独行动，也莫要相信玄天大陆任何人，先找同盟之人抱团最为重要。秘境开启时长1个月。好了，所有人即刻进入。沈清柔望着3宗弟子，神色严肃。玄天大陆那边也说着大同小异的话，双方弟子皆整齐抱拳回应是，随后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有序地踏入秘境传送门。与此同时，离此地群山200公里外的交界处有一片广袤无垠的密林，这是一片奇异的密林，整片密林天空、大地、树木、生灵，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只有2种颜色，黑与白。这是一片黑白交织的地带，再无任何其他色彩，整体氛围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此片密林名为黑白之森，传闻没有任何人族修士敢踏足这里，因为一旦踏足将修为全失。
原因是此地没有天地灵气，只有黑白之气，灵力在这里完全无法展开。又因黑白之森内存在强大一族，就更加无人敢踏足了。此时黑白之森内，一处漆黑如墨的黑潭边站着2个全身黑白双色的男性鸟人，他们的模样、体型、头发、肢体与人族男性一模一样，只是背部多了一对翅膀。鸟人整个身体布满了白色的羽毛，背部丰满的羽翼双翅呈2色，左黑右白。这2人一老一少，年长者年约80，年轻者年约30。此时他们翅膀缓缓扇动，微微浮空，看着黑潭内显示的画面。这画面正映射着天蓝大陆与玄天大陆众弟子进入秘境的场景。启儿，传出秘境时的空间传送节点确定布置的万无一失了吗？可不容出半点差错啊！白发老者浑浊的双目死死盯着黑潭，语气凝重。桑启露出自信的神色：爷爷放心，孙儿可是5级阵法师，当这些人族修士1个月后通过传送门离开秘境时，便会被传送到黑白之森内。此事万无一失，即便是天蓝大陆和玄天大陆最有名的阵法师也都看不出异样。到那时没有一人传送出来，2片大陆的宗主便只会认为所有弟子全部迷失或者死在了秘境内，谁也不会怀疑是咱们一人族做的手脚。老者闻言满意的点了点头，浑浊的双目忽然爆发出金芒，缓缓道：很好，1个月后就是我们大丰收的时候，获得他们的伪仙灵脉和大量高阶药草，还能坑杀双方大陆所有的金丹境天骄，相当于毁了2片大陆一半的元婴苗子。当然最重要的是那拥有神兽朱雀的顾影，此次当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他也来了，到时候待其被传送进黑白之森后，先杀了他。希望朱雀最好还在他手上，没被女帝收走。一旦我一人族食了朱雀血肉，将会晋升成为真灵，实力将大幅度提升，到那时再全族出动，去吞噬4片大陆以及中州所有的人族修士，届时我一人族将更加的强大。听着爷爷的豪言壮语，桑启此刻无比激动，一人族终于要崛起了。随着眼前视线清晰，进入秘境后的顾影环顾四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空气鲜甜，十分宜人。欣赏着周边的美景，顾影身心莫名放松。此刻自己正身处一条密林内的幽静小道上，前方5里开外有一片连绵不绝的大型山脉。通常灵脉都是诞生于山中，既然要寻找伪仙灵脉，那肯定是要深入群山之中探索的。就在顾影要动身前往之际，一抹危险的气息忽然涌上心头。他立刻散开神识横扫四周，但并未发现任何危险之物。此地甚至连妖兽都没有，但危险的感觉不会错过，仅一下就想到了暗影宗。此刻自己周身绝对有隐秘身形的暗影宗弟子，没想到自己堪比元婴中期的神识都无法察觉他们的踪迹。顾影没有丝毫迟疑，体内寒气轰然爆发，极寒气息向着四周倾泻而出，一瞬之间便覆盖了方圆100米，成为了一个冰晶世界。眼前场景使得顾影面色微变，目光一缩，只见自己的前后方3尺内各有一名被冰冻的暗影宗黑衣弟子，2人均是手持长剑，做冲杀姿势刺向自己。让顾影面色微变的原因是，暗影宗弟子攻击时居然不破影。让他目光一缩的是，他们隐身状态下灵力波动居然也被隐藏卧槽，这就十分变态了，根本防不胜防。若是肉身不够强大者，或没有群伤以及控制术法的修士，一旦被暗影宗弟子盯上，那将必死无疑。轰！随着顾影意念，2尊冰雕猛地爆炸，2名暗影宗弟子随着碎冰化为了漫天冰渣。丁，检测到宿主无法发现和神识无法探查到暗影体质者。选择1，凭实力击杀50位暗影体质者，奖励视力增幅1000倍。选择2，凭实力击杀90位暗影体质者，奖励火眼金睛。火眼金睛可洞察世间万物，神秘莫测。卧槽！顾影顿时爆出一句国粹：童子可以啊，瞌睡送枕头还得看你。虽然自己不惧暗影宗之人，但无法看见他们的具体方位，始终存在一些未知隐患。选2必须选2，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火眼金睛可是神技，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无法逃过这双眼睛的探查。不过顾影摸着下巴陷入沉思，击杀90位暗影宗弟子，这个难度有点大啊。毕竟这次暗影宗也就来了100位弟子，刚刚又被自己斩杀了2人，现在只剩下98人了，加上秘境地图又大，可不好找。若是这98人在秘境内遭遇危险意外陨落，或者被其他强者斩杀，自己的任务就无法完成了。时间有点紧，顾影大步向前而行，他决定先不找伪仙灵脉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先找暗影宗弟子，斩杀90人，完成火眼金睛任务。顾影并不准备御空飞行，经过上次的上古遗迹一行后，使得他谨慎起来，在未知的领域最好不要在看似平静的天空飞行，往往看似安全的地方实际最危险，不然这片天空不可能没有鸟兽盘旋。刚走出没多久，左侧前方一棵参天古树下，杂草丛中
一朵泛着浓郁灵光的火红七叶草映入眼帘。6品仙草火阳灵叶，以顾影9品丹神的境界，一下就认出了此草。此草用途颇多，顾影脑海里一瞬就想起了他最没用的一个用途。但这个最没用的用途却使他露出了一抹怪异的坏笑。火阳灵叶与青燕草、黑天麻、玲珑生金果、玉龙涎4为6品仙草炼制，可出6品回元丹服下后，1年内可源源不断的恢复精气神，某些方面便再也不会疲惫和累了节俭。师尊啊师尊，等着徒儿回去赴那半年牛马之仇。顾影回想起了那暗无天日的半年，自己简直比牛还辛苦，怪笑中来到了大树下摘取火阳灵叶。可就在这时，刷刷刷，大树晃动，茂密的枝叶内数百根粗壮藤条突然疯狂摇曳的向下窜出，直奔树下的顾影。然而刚一临近，这些藤条上便集体出现冰晶，接着全部被冰冻，连带着整棵参天古树也都一瞬被冰冻。顾影很是淡定地摘取了火阳灵叶，装入储物袋内，仿佛什么事都未发生，身影接连闪动，飘然离去。身处未知险地，顾影体表时刻都散发着淡淡的极寒之气，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待他远去后，参天古树猛地爆开，粉碎成渣。一处流水潺潺的小溪旁，一位身穿水蓝色轻纱长裙，青丝如瀑，肤白如雪的娇媚女修，楚楚可怜地坐在溪水边，清洗着白净娇嫩的小巧玉足。那玉足之上的脚踝处有2道纤细如针孔般的血洞，正流淌着黑紫色的血液。不远处，路过此地的顾影恰好看到了这一幕。根据此女服饰，是玄天大陆和欢宗弟子，直接无视自己现在的首要目标是暗影宗弟子，正要浮空飘过小溪。师兄，娇媚女修忽然开口，声音温婉悦耳，十分动听，甚至能让人心底产生莫名的激动与兴奋。人家方才路过此地，不小心被一条3级上阶等级的毒蛇咬到，师兄能否帮人家吸出蛇毒？女子声音娇媚入骨，说着伸出了那条纤细如玉的雪白大长腿。玉足美腿，这香艳场面，但凡是个男人，谁看谁不迷糊，谁看谁不激动。饶是顾影都深吸了口气。不过此女已有取死之道，她在伸腿之际散出了一丝媚功，想魅惑自己。而且她玉足上的伤口并非是被蛇咬，而是她自己动的手脚，那黑紫色的血也并非是血，而是一种催情药物，媚功加美色诱惑，一般男子还真无美抵抗住这香艳场面。若是真跑过去帮他吸吮蛇毒，要知道和欢宗男女弟子主要是以吸收男女元阳元阴，快速提升修为，若是着了他们的道，后果可想而知，不死也废。正当顾影要释放剑气斩杀此女时，却顿住了。他想到了自己身上的任务，击杀90名暗影宗弟子，若是单单靠自己去寻找，是很难寻到的，还得靠玄天大陆的本土人士帮忙。以和欢宗女弟子的风流，应该熟悉一些暗影宗弟子，何不让他帮自己联系？想到这里，顾影蓦然抬手，隔空一抓，娇媚女子直接从远处被吸附了过来，抓在手中，掌控住了他的脖颈。苏玉儿被这突然的举动搞得一懵，对方居然没有着自己的道，还突然出手。他立刻修为运转，奋起反抗，然而却根本无法撼动顾影分毫。此刻他的状态就如同一只待宰的老母鸡，被顾影死死捏住脖颈，动弹不得。苏玉儿惊恐极了，即便是最强的暗影宗弟子将自己掌控，自己也能反抗脱离，却完全无法撼动眼前这青年的掌控自己，这是碰到高手了。生死危机关头，苏玉儿也是个果断之人，立刻就想到了以美色诱惑，正要脱下长裙，顾影却开口了。可熟知这秘境内的暗影宗弟子，可有办法召集他们？被掐住脖子的苏玉儿脸色涨得通红，一副要窒息的样子，无法开口说话，只能拼命点头。顾影这才松开了手。苏玉儿瘫软在地，大口喘着粗气，此刻他的心脏砰砰狂跳。方才这青年在问话时，虽然面色平静，但自己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杀机，似乎只要自己说出不认识，便会立刻被他捏碎脖颈，殒命当场。自己确实和暗影宗几名弟子有过肌肤之亲，他们也正好在这秘境内，可秘境内任何联系方式都无法起到作用，根本联系不到他们。此人一看就是杀伐果断之辈，若是自己说无法联系到人，他定然会毫不犹豫的直接杀了自己。怎么办？死亡阴影笼罩下，苏玉儿急哭了，她泪眼婆娑，楚楚可怜的仰头望着身前顾影高大挺拔的身影，宛若死神。突然的，苏玉儿想到了什么，2只小手插入秀发内，将那一头如瀑般的青丝挽起盘了起来。见状，顾影面色当即一寒，曹此女竟然想我擦这等残花败柳，简直岂有此理！此女怕是根本无法联系到暗影宗弟子，正要出手将其灭杀。哥哥，别！苏玉儿吓得花容失色，瘫软的身子直接颤抖跪地，急道：奴家有办法联系到暗影宗弟子，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莫要挑战我的底线。顾影冷冷道。苏玉儿松了口气，连连摇头：不会，
奴家不敢骗哥哥。我和欢宗有3种分别针对玄天大陆3宗的异香。说着，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根粉色的香，此香便是专门对暗影宗弟子释放求爱信息的香。点燃后，异香可快速地弥漫在方圆20里。但凡方圆20里内有暗影宗弟子闻到香味，他们便知晓是什么意思，会通过香味寻过来。顾影皱眉问：“你确定他们闻到香味后会过来吗？”苏玉儿如同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奴家确定以及肯定我和欢宗女子交柔似水，房事方面懂得也多，而且相互交流，他们也能增加修为，所以一旦闻到香味，他们绝对会来。说到这里，苏玉儿媚眼如丝地望着顾影：“哥哥，趁现在还有时间，让玉儿服侍你吧。玉儿绝对会让你体验到和其他女子从未有过的美妙感觉。”顾影闻言白了他一眼：“老子看过几10万部小日子动作片的人，需要你叫开玩笑？”恶狠狠的道：“赶紧点香！”苏玉儿吓得一哆嗦，连忙将火属性灵力聚于指尖，一点香头，一香燃起，淡淡粉色烟雾向着四周急速荡开，一环接一环。时间缓缓流逝，百息后，哥哥已经弥漫了20里，并没有感知到暗影宗弟子。苏玉儿怯生生的开口，似生怕顾影出手杀人。此香是否会根据你的移动，香味也跟随移动范围？顾影平静地问。苏玉儿连忙点头：“是的，此香燃尽之前，只要奴家移动，它便会以奴家为中心扩散至方圆20里。”顾影正要说话，却见苏玉儿突然神色大喜，兴奋开口：“哥哥，东西两面20里内忽然闯入了2名暗影宗弟子，他们闻到了香味，正朝着这边飞驰而来。”顾影露出意外的神色，点点头：“你停留在此不要动，今后即可。记住，千万别想着跑，否则你会死得很惨。”顾影丝毫不担心苏玉儿敢耍花样和骗自己，除非她不想活了。“好的，哥哥，奴家会很听话的。”苏玉儿一脸乖巧，袅袅婷婷地立在了原地。顾影腾空而起，钻入了幽静小道旁参天古树茂密的枝叶里，收敛气息。之所以藏身，是担心暗影宗弟子隐身前来，万一看到了自己，逃跑或不现身，就很浪费时间。“哥哥，又有2位暗影宗弟子从北面方向闻香而来。”苏玉儿提醒。“我自有分寸，从现在开始，你别再说话，避免暴露。”顾影沉声回道。苏玉儿点头不语。此刻他内心兴奋极了，自己终于要获救了。此次秘境一行，4宗联盟，暗影宗属于盟友，当他们来到此地，得知自己的情况后，绝对会出手相救。再加上此行暗影宗不少弟子都是自己的老相好，一旦他们到来，这青年必死无疑。可恶，喊了这人那么多声哥哥，本仙女嗓子都快加冒烟了。而且本仙女如此漂亮可爱柔软，这该死的狗男人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全程凶巴巴吓死人。妈的，越想越气，简直岂有此理。过会定要让他跪下来给本仙女舔鞋哼。还有就是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要找最强的暗影宗弟子麻烦，简直不自量力。即便他有法宝，但在这秘境内的法则之力下，也无法发挥出太大的威能。而且北面方向不只来了2位暗影宗弟子，而是6位。稍后此人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时间1分1秒的过去，静静等待中，不知过去了多久。突然，苏玉儿的身体无故浮空而起，被人公主抱的那般姿态。呀！苏玉儿惊呼一声，但她并没有慌张，似乎知道什么，娇滴滴地问：“是哪位暗影宗哥哥呀？”嘿嘿。随着猥琐的笑声，一道黑袍身影凭空显现而出，是一名肥头大耳的矮个青年男子。“玉儿想哥哥了没？”“原来是刘哥呀，当然是想了，刘哥是玉儿见过最猛的呢。”苏玉儿假声假气地抛着媚眼，心底却是直反胃。可恶，这死胖子怎么先一步来了？要不是看他爹是暗影宗元婴长座，本仙女才不搭理他呢，救命啊！还有一个哥哥呢，怎么还不来？本仙女不想被一座肉山抱着啊！好膈应玉儿，上次野外小树林一别后，哥哥可是想你想的要命啊！你真的太会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吧。刘伟嘟着嘴就要猛亲，看着刘伟临近的香肠肥嘴，苏玉儿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但他又不敢得罪刘伟，毕竟过会还要靠他救自己呢，此刻只能迎合。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愤怒的呵斥声从东面传来：“住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2个在干什么？简直不要脸！”却见2人东面方位5丈外，一位着黑袍、面容清秀的青年男子身影忽然显现而出。只见他神色愤怒，双手握拳，死死盯着亲密无比的苏玉儿与刘伟。“玉儿，昨晚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吗？此生只爱我一人，当时还幸福的依偎在我怀里说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难道这些海誓山盟，仅仅一个晚上你就忘记了吗？原本以为你点香是为我而点，没想到你是为所有男人而点，如此滥情，你太让我失望了。”清秀青年气得浑身发抖，昨晚还跟自己浓情蜜意的女人，
今天居然就依偎在了别的男人怀里撒娇发嗲去，还是如此肥胖丑陋的男人大胆王德发，没看到你刘师兄我正在办事吗？还敢在此叽叽喳喳，还不快滚下去！刘伟恶狠狠地瞪着清秀青年，王德发一动不动，同样恶狠狠地瞪着刘伟。就在今天早上，自己与苏玉儿一同进入秘境之前，苏玉儿偷偷告诉自己，她怀孕了。身为修真者，一夜怀孕这很正常，也很合理。为了妻儿，自己岂能离去？就算是不为苏玉儿，为了自己的骨肉，也要和这刘伟拼杀一场。反正在秘境内死人很正常，宗门也查不出什么。当下王德发修为运转，就要出手。刘伟乐了，区区弟子竟然敢动身份尊贵的自己，以下犯上，简直找死正要出手杀人，却被苏玉儿阻拦。他从刘伟怀里跳了下来，站在二人中间。你们不能打架！苏玉儿急得不行，自己点香本来是求救的，结果这两人却先干上了。此刻隐匿于参天古树枝叶内的那名青年明显是高手，若是少了人，搞不好自己过会还是得死。自己必须在北面方向那6位暗影宗弟子到来之前稳住刘伟和王德发，一旦6人到来，便告知他们此地情况，联手杀了那青年，然后还能找几个帅哥哥好好逍遥快活一番。思虑至此，苏玉儿看向王德发，满脸恼怒。王德发，你发什么神经？你能不能成熟稳重点？我和刘师兄不过只是抱在一起亲了下嘴而已，又没发生什么，你这么激动干嘛？而且我又没有说不要你，我不还是你的女人吗？若是你还要继续胡搅蛮缠下去，那我们以后就没必要见面，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闻听此言，王德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紧张起来。若是苏玉儿以后真的不和自己见面，那自己就再也见不到那个还未出世的孩子了。苏玉儿自己可以不要，但那个孩子可是自己的亲骨肉啊，自己必须得要。王德发连连摆手，急道：玉儿，我没有胡搅蛮缠啊，我只是让你们悠着点，毕竟你现在怀有身孕，不能做一些过激的事啊。见王德发被自己轻松拿捏，苏玉儿内心得意，面上却表现得十分愤怒，怒斥道：我们哪里做过激的事了？你不要乱说好不好？如果你非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了。还有，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看到这一幕？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过错吗？终究还是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你们男人遇事只会责怪我们女人，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这个孩子我不想要了。此刻参天古树茂密枝叶内隐匿气息的顾影看着这一幕，只想说句：卧槽，牛逼真他妈不愧是版本。替灵剑苏玉儿连孩子都不想要了。王德发更急了：玉儿，你可别做傻事啊！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现在这里。看到这一幕我走，我现在就走，你和刘师兄继续，记住轻点儿，可千万别撞到了孩子啊！说完，王德发转身就要离开，苏玉儿却急了，走一个人就少一份战力。参天古树内的那青年可是高手，王德发不能走，这可关乎着自己的性命，连忙愤怒喊道：王德发，你给本仙女站住，我和刘师兄继续又不影响你什么，你可以在旁边看着，他没力气了你还能推一下啊。王德发、顾影、刘伟，我靠，玉儿还得是你啊，真会玩，这样想想都刺激。王德发闻言，双手握拳，浑身颤抖，心里在滴血，这苏玉儿简直就是在杀人诛心，但为了孩子，他忍住了，没有爆发。他决定不走了，留下来看，就看这对狗男女都不害臊，自己又怕什么？哈哈，没想到此地如此热闹，原本宫某以为能第一个吃到呢，想不到两位师兄弟更快一步。一道男子声音忽然从北面方位传来，紧接着北面方向50丈开外，一道黑袍青年男子身影凭空显现而出，向着这边急速飞来。他话音刚落，北面方向100丈之内又有5道疾驰的黑袍身影相继显现而出，全都是暗影宗弟子。几人面面相觑，皆是一愣，明显都不知道来了这么多同门，随后都哈哈大笑起来。6人很快便来到了苏玉儿身旁，都色眯眯地打量着他。王德发只感觉两眼一黑，完了完了，这么多人，今天这孩子怕是保不住了。而苏玉儿见来了这么多暗影宗弟子，一直紧绷的心终于是放了下来，小命总算是保住了，顿时信心爆棚，正要开口道出此地情况和顾影的藏身之处时，突然一道堪比元婴中期修士的威压赫然降临。这威压如同100万群山从天而降，恐怖的重力瞬间将所有人轰然震趴在地。众人只感觉5脏6腑被震碎，鲜血从嘴角止不住的狂涌而出，呼吸也都困难起来，一个个脸红脖子粗，面露无尽痛苦之色，一副随时可能窒息而亡的样子。瞬间集体绝望。此时顾影从参天古树内走出，飞身而下，衣袂飘飘地落在了众人前方。暗影宗几人艰难地仰起头望着顾影，他们哪能不知这威压就是眼前紫衣青年散出，众人心中骇然。眼前青年与他们一样，
都是金丹后期大圆满境界，散出的威压竟然如此之强，都堪比元婴修士的威压了。他们不敢相信，认为这一定是幻觉，全部修为爆发，拼劲挣扎。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催动修为，都无法动弹分毫，反而因为他们催动修为，威压之力更强了一分。所有人再次喷出大口鲜血，一个个目中充满了浓浓的恐惧与震惊。而顾影并不准备现在杀他们，这些人还有用。他右手展开，9团核桃大小的雷霆光球凝聚而出，每一团雷霆光球上散发的狂暴威能，都足以炸死在场任何一人。在顾影的操控下，这些雷霆光球分别没入了苏玉儿和8名暗影宗弟子体内。此刻顾影只需脑海一个意念，这些雷霆光球便会瞬间爆炸，9人将尸骨无存。随后大手一挥，威压消散。苏玉儿9人气喘吁吁，艰难地从地上爬起，全部紧张地看着顾影。他们自然知道，顾影将雷霆光球没入他们体内，是为了控制他们。他们甚至不敢操控灵力去驱除雷霆光球，因为一旦这样做，雷霆光球同样也会爆炸，其上的恐怖威能足以让他们瞬间灰飞烟灭，一时间人人自危。道友，有话好好说，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无论是灵石还是美人，只求放我一条生路。刘伟面露谄媚之色地看着顾影，心中十分恐惧。他可不想死，自己有个元婴后期大圆满的老爹，还是一峰长座，未来前途无量。有了带头之人，其余几人也正要开口求饶，却被顾景恶狠狠一瞪，全部紧张闭嘴。顾影目光停留在苏玉儿身上，那粉色衣箱你还有吗？苏玉儿如同小鸡啄米般紧张的连连点头，还有10根，拿出来，给他们每人1根。顾影吩咐。苏玉儿听话照做，连忙从储物袋内取出了8根粉色衣箱，均分给了暗影宗8人。此时暗影宗众人哪能不明白，苏玉儿之前点香并非是为了行那合欢之事，而是为了保住性命，诱骗自己一行人过来。可恶，这苏玉儿简直找死！为了活命，让自己等人也陷入到了生死危机中。若是此次能活下来，定要将这苏玉儿凌辱致死。你们所有人全部分散开来，每人最少间隔20里，然后点燃一香，引诱暗影宗弟子，也就是你们的同门。我会在此地等候，届时你们谁能带来最多的暗影宗弟子，可活命。顾影命令吩咐道。闻听此言，众人心中狂喜，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离开这青年的视线范围了，还能去搬救兵。虽然不知道这青年哪里来的自信，但此刻所有人心中都已决定，争取召集到所有暗影宗同门，然后一同隐身前来，联手将其瞬间灭杀。一旦他死亡，自己的性命就保住了。带出秘境后，让宗门长辈取出体内雷霆即可。是。9人同时领命，随后兴奋地向着8方遁离而去。顾影微微一笑，就地盘膝而坐，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时间缓缓流逝，不知过去了多久。此时，某处10丈高的荒凉矮山上，山顶中心处，一位肥胖青年正盘腿坐于此，正是刘伟。他神色焦急地看着面前已经燃烧了2/3的粉色一箱，却一个同门都未引来。此香每燃烧100息，他便换一个地方。此刻已经换了10个地方，但都一无所获。操这一箱只剩下1/3了，也不知其他几人召集了多少同门。若是都和自己一样，那过会所有人都得死。刘伟恐惧恼火的起身，此地明显也无人，他准备再换一处地方试试。刘师弟，怎么是你？突然一道疑问声响起，为何你会拿着合欢宗的一箱？话音刚落，一位身穿黑袍神色冷酷的青年身影在刘伟身旁显现而出。看着突然出现的冷酷青年，刘伟目光一亮，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般，顿时狂喜楚师兄。楚尘乃是宗门化神大圆满老祖门下的真传弟子，身具极品暗影体质，隐身后元婴中期修士都无法发现他的踪迹，一身顶级暗影功法更是如同鬼魅，来无影去无踪，杀人于无形，战力逆天，同阶无敌。2年前甚至以一己之力灭了一个万人中小型势力，其那金丹后期大圆满修士就有20-30位，更有一位元婴中期修士，战力可谓恐怖如斯。自己终于有救了。咦？楚尘轻疑一声，你体内竟然有一股狂暴能量，此能量威能可不小。你之所以点香，莫非是遇到了什么事？是啊，刘伟激动点头，然后将遇到顾影的事全部说了出来。听完后，楚尘一副大感兴趣的样子。有意思，紫衣青年看来是灵剑宗弟子，没想到天蓝大陆还有如此高手。你体内雷霆乃是变异雷灵根的雷霆之力，我无法为你取出，否则会有风险，但我可以帮你杀了那紫衣青年。闻听此言，刘伟无比激动，多谢楚师兄。然后麻溜地从袖口内取出了一个储物袋，双手呈向楚尘。楚师兄，这里面是300万灵石，还请一定要救我一命。楚尘负手没有接，面无表情。你觉得我缺灵石吗？我对那紫衣青年倒是大感兴趣，这样的高手必须由我亲自斩杀。走吧，莫要再废话了，带路。
刘伟想了想也是，楚尘可是宗门老祖的真传弟子，根本不缺灵石。当下收起了储物袋，灭了手中还未燃尽的一香，恭敬的道了个请字，便兴奋带路。密林内幽静小道，顾影仍旧静坐等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就在顾影眯眼快要睡着时，咔滋滋，突然身旁有东西被冰冻的声音响起。顾影微眯的双目陡然睁开，只见自己的眉心和胸口3寸距离处各有一把被冰冻的飞刀，暗器不由眉头一挑，这是来高手了。此人隐身临近到附近，自己居然毫无察觉，不像刚进入秘境时身旁有隐秘身形的暗影宗弟子还能隐隐察觉到。顾影凝重地打量了眼面前被冰冻的飞刀，这飞刀给他一种很危险的感觉，即便自己肉身强大，都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此刀似乎能无视一定境界的肉身防御，直接造成真实伤害。想必这是2把专门克制体修的飞刀。顾影不敢大意，立刻腾空而起，体内极寒气息蜂涌而出，向着四周席卷爆发开来。瞬息之间，方圆2里内便成为了一个冰晶世界。然而却并未冰冻到任何一人。顾影感到意外，能躲避自己如此速度的极寒气息，来人确实是高手无疑。此刻在顾影正后方10丈处的天空中，一道隐身的黑袍青年身影浮空而立。这黑袍青年正是赶来的楚尘。至于刘伟，这种级别的战斗不是他能参与的，所以他在5里之外等候。楚尘震惊地打量着顾影，想不到天蓝大陆竟有如此天骄，身具变异雷灵根也就罢了，没想到同时还身具变异冰灵根。若非自己方才眼疾手快施展了隐遁，就被他冰冻了。好玩，太好玩了，很久没碰到如此天骄高手了，今日我必斩此人。楚尘兴奋地舔了舔嘴唇，修为激荡，飞刀破冰而出，再次隐匿。他大袖一挥，2颗赤焰火种飞出，融入到了隐匿的飞刀内，避免再次被冰冻。随后抬手一指顾影，2把飞刀化作2道黑芒，破空击射而去，瞬间就临近到了顾影身前，眼看就要洞穿他的眉心和胸膛。平平却见顾影的周身突然浮现出6道护体剑气，萦绕环身，格挡斩退了隐匿的飞刀。目睹这一幕，楚尘瞳孔猛地一缩，大为震惊。此人竟然能将天地灵气转化为剑气，好恐怖的手段。他曾经在宗门老祖那里得知，即便是大成修士都无法将天地灵气转换为剑气之类的攻击手段，只能凝聚成气波之类的攻击手段，两者之间的威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此人身上绝对有大秘密。楚尘玩味的神色一下变得认真起来，他今天必杀顾影，获得他的灵气化剑神通。而顾影这边此刻的他神色凝重，发现不了，根本发现不了对手的身影以及攻击手段，通通无法发现，无迹可寻。这暗影体质太变态了，敌暗我明的被动状态让顾影很是不舒服。剑气萦绕护体非长久手段，若是对方能破除剑气，继而再发动那无视肉身境界的隐匿飞刀，那自己就危险了。突然之间，顾影只感觉头皮发麻，他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雷霆，出现在了更高的天空中。轰隆隆，虚空震动，一道充满毁灭性的能量从方才自己所站位置轰然爆炸开来，虚空都被炸出了一道裂纹。如此爆炸威能，足以摧毁自己的护体剑气。看来对方也是个聪明人。顾影眉头一皱，这全方面隐身是真的棘手，若是能看见对方就好，哪怕只是刹那，都足以将之瞬间秒杀。楚尘见顾影居然躲避了自己的暗黑雷暴，那是相当震惊。暗黑雷暴可是自己的杀手锏暗器之一，隐匿性高，威能100倍浓缩，极为恐怖，即便是元婴中期修士都无法察觉踪迹。若是被炸，非死即残。此人敏锐异常，更有迅敏至极的雷霆身法，不错，有资格让我动用隐杀剑。楚尘望着顾影，舔了舔嘴唇，他的隐杀剑还是第一次用来斩同阶修士，以往只有元婴修士才配让自己出剑。心中呢喃于此，楚尘右手展开，一柄3尺长、通体乌黑、清气萦绕的长剑显现而出。隐杀剑持剑者100倍增速，来无影去无踪，能真正做到10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就在楚尘要结束这场战斗时，却突闻顾影喝声：“给我死！”随后便是一道拇指粗的红色雷霆精准袭来，楚尘瞬间面色大变，心惊肉跳。这红色雷霆给他一种必死的危机，且速度极快，宛若光速，瞬息临近，避无可避，只能应接在这生死一瞬间。隐杀剑灵光骤闪，增速拉满，楚尘赫然抬剑格挡。红色雷霆直接将隐杀剑轰得粉碎破碎，剑刃如漫天冰雨，尽数射入了楚尘体内，鲜血四溅。红色雷霆并未消失，只是威能小了些许，仍旧快若闪电，眼看就要轰击在楚尘的头颅。下一刻，楚尘整个身体化作一缕黑气，融入虚无，隐秘逃亡。此刻楚尘心脏砰砰狂跳，他已经不敢继续战斗了。他不知道顾影是如何精准锁定自己的，若非隐杀剑的100倍速度增幅，自己连抬剑格挡那道红色雷霆的资格都没有，便会被瞬间秒杀。此人简直恐怖如斯。天空中，顾景长舒口气，他能感觉到对方似乎逃离了此地。
这场看不见对手的战斗，首次让他有些许紧张。若非对方用剑被自己的通明剑体瞬间感知到了灵剑所处位置，自己也无法发现其踪迹，从而变异雷灵根的雷霆之力也就无法做到精确打击。算算时间，那些持香的暗影宗弟子应该快回来了。顾影环顾四周，轻声呢喃：火眼金睛太重要了，必须尽快完成系统任务获得，不然像这种变态的暗影体质者始终是个威胁。与此同时，5里外，刘伟神色骇然地看着手中铜镜，里面的画面是顾影。这怎么可能？楚师兄都不是此人对手，似乎落荒而逃了。怎么办？楚尘都不行，老子不想死啊！我爹是元婴大佬，老子在玄天大陆呼风唤雨，逍遥日子还没过够呢，死了就亏大发了。刘伟急得不行。忽然他想到了那些出去散播异香即将归来的同门，一瞬间更急了。这紫衣青年明显与暗影宗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深仇大恨，以他的实力召集如此多的暗影宗弟子，明显是想都杀了，到时候那些弟子带着同门回来暗杀此人。他第一时间肯定是先引爆雷霆光球。想到这里，刘伟浑身一激灵，趁现在还有时间，自己必须要全速逃离此地，逃得越远越好。体内雷霆光球超出了一定距离，应该就无法被引爆了。思虑至此，刘伟果断御剑逃亡。至于那些同门，自己才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通知他们什么，他们的死活与自己无关。然而刘伟还没飞出多远，他的身体便轰然爆炸，化作血雾，随风飘散5里外。顾景处四周同时也响起了8道巨响。苏玉儿、王德发等人全部被顾影引爆了体内的雷霆光球，化作一团团血雾飘散。在血雾的浸染下，周边大量隐身的暗影宗弟子破影，身形显现而出。他们人多势众，并没有被这一幕吓到，毕竟也都知道王德发等人体内被植入了雷霆光球。顾景望着身影显现的19人，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而且他能感觉到四周还有大量未被破影的暗影宗弟子，此刻其中不少人正朝着自己袭杀而来。顾影冷哼一声，体表极寒，气息轰然爆发，形成一道冲击波，急速激荡开来。方圆1里范围瞬间被波及覆盖，成为了一个冰晶世界。自己周身100米内多了91尊人形冰雕，这91人正是暗影宗弟子。望着这些冰雕，顾影大喜。苏玉儿他们实在太给力了，差不多将进入秘境的所有暗影宗弟子带了过来。旋即腾空而起，冷漠开口：给我爆！轰隆隆，91尊人形冰雕同时爆炸，化作漫天冰渣，宛若天女散花，洒落四周。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击杀90位暗影体质者，任务完成。丁，恭喜宿主获得火眼金睛强化版。系统话音刚落，却见顾影双眸内金芒闪烁，神圣之光流转，仿佛蕴含着日月星辰，一切事物的本质似乎都无法逃过他这双眼睛。这一刻，顾影的双目清明无比。若是方才与自己交战的那位暗影宗弟子再次出现，他绝对能看到，因为此刻他使用火眼金睛，竟然隐隐看到了这方世界的规则。这些规则像极了一根根透明线条，它们如发丝般纤细，纵横交织，连接着万物生灵。无论是山川、湖泊、河流、花草、树木、空气，就连天地灵气也都被连接，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掌控着。突然，顾影的眼球一阵刺痛，如注般的鲜血从内猛地喷射而出，双目直接失明，眼前一片黑暗。怎么回事？顾影瞬间慌了，莫名的恐惧蔓延，紧接着眼球突然出现撕裂感，似有一股无形之力要将他从眼眶内吸扯而出。慌乱中，顾影连忙运转修为，想要震开这股无形之力。然而无形之力真无形，修为之力根本无法触及。顾影隐隐猜到这是规则之外的力量，一瞬间头皮发麻。他知道自己看了不该看之物，这方世界的规则降临，要抹除自己的双目童子。顾影急忙呼唤系统，就在眼球要被吸扯而出的刹那，眼前突然神圣之光荡漾，一闪即逝，那股神秘的规则力量随之消散，一切平息下来。丁，检测到宿主目前的修为还没有资格窥于这方天地的规则，系统已出手溃散规则之力。丁，由于系统疏忽，未详细注明以宿主目前修为哪些该看与不该看，导致宿主双目失明，作为补偿修复宿主视力。随着一道神圣之光涌入顾影血淋淋的眼球内，他双目的伤势瞬间恢复，视力也随之恢复如初。看着眼前再次清晰的视野，顾影庆幸地深吸了口气，但仍旧是一脸的心有余悸。若是真失明了，那他妈活着就没意思了。大姐，哪些能看，哪些不能看，你倒是说。顾影没好气的道，他是真服了这老六系统，居然如此疏忽大意。丁，很简单啦，宿主只要不窥于这方天地的秘密就行，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随意看哦。顾影白眼回应，还好火眼金睛是根据灵力力道窥视不同的事物，他方才是动用了全部的灵力去催动火眼金睛，才窥视到了这方天地的规则，
以后不再催动全部灵力便是。以火眼金睛的强大，动用微量灵力即可看清规则之内一切事物的本质。顾影深吸口气，调整心情。既然现在已经获得火眼金睛，那么再次面暗影宗高手弟子时将再无顾忌，可一击秒杀，是时候去寻找伪仙灵脉了。顾影身影接连闪动，化作道道残影，消失在了这条幽静小道上某处茂密山林内波光粼粼的湖泊旁。37名青年男女分散开来，正兴奋地扒弄着湖泊边缘郁郁葱葱的杂草，弯腰寻找或摘取着什么。根据他们的服饰，全都是天蓝大陆宗门弟子，灵剑宗、月神宫、八荒圣宗都有。哈哈，又找了一株，没想到此地五品灵草如此之多。我也找到了一株，这里的五品灵草简直就是2步一株，5步一窝啊！哈哈，这次要发大财了，五品灵草随便一株都价值10万灵石，若是那些热门灵草更是价值100万以上，太爽了！我已经采到了9株五品灵草，这次卖秘境真没白来啊！想不到能发一笔意外之财。卧槽，我竟然采到了五品灵草天荒叶，天荒叶可是炼制凝阴丹的重要材料之一啊，一株就价值1000万灵石，发财了发财了！哈哈，正好我的平儿要1000万灵石彩礼，我终于有娶平儿的资格了。卧槽，还真是天荒叶！兄弟，你运气这么好的吗？木了呀！我擦，我没听错吧？花1000万灵石彩礼娶一个女修，兄弟你牛逼啊，简直屌爆了！这位师兄，当心被骗婚呀！师妹只要500万灵石彩礼，你给我，我保证嫁给你。师兄，你看看师妹我，胸大臀翘，人家只要300万彩礼哦。小师弟，快看看师姐我，身姿丰腴，肤白貌美，韵味十足，这些小师妹懂得我都懂，她们不懂的我也懂，只要200万彩礼哦。兄弟，性别不要卡那么死，我男的，只要100万灵石，陪你2年半，你懂的。就在这时，所有人的身体毫无征兆的突然一僵，瞳孔扩散，声音戛然而止，全部硬挺挺的倒地，没有了生机。却见他们的眉宇间都有一个拇指粗的血窟窿，紧接着一道黑袍身影突然从虚无中现身，出现在了此地，正是逃亡路过附近的楚尘。原本他懒得理会这群蝼蚁，准备找个地方将体内影杀剑的碎片逼出来，但听到天荒叶3个字后，立刻隐身赶到现场，祭出37道暗器，秒杀了这群天蓝大陆3宗弟子。楚尘挥挥手，所有尸体腰间的储物袋瞬间浮空而起，飞入了他的衣袖内，接着伸手隔空一抓，那株天荒叶便被他抓在了手中。楚尘视若珍宝地打量着这片金灿灿如枫叶形状的灵草，炼制凝阴丹的主味药之一，还缺5味副药草，若是集齐，便可找5品丹师炼制5品凝阴丹。一旦炼制成功，我冲击元婴70的凝阴率将能增加30%。看来主要任务要改动一下了，先寻药草，然后去找伪仙灵脉。呢喃完，楚尘正要在此地湖泊旁的杂草中寻找一番，却突然面色一冷，看向右侧密林边缘处一座5丈高的怪石。是谁？鬼鬼祟祟，还不快滚出来！呵呵，没想到这也能被楚兄你发觉。怪石后，一位面容邪魅的白衣青年从容不迫地走出，展开身法来到了楚尘身旁。原来是堂兄，怎么，莫非也看上了这株天荒叶？楚尘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唐展，心存戒备。唐展乃是玉灵宗年轻一辈中最强天骄，其实力就连他都要忌惮3分。主要是奇战将血影可以影响人的气血，更能通过气血破自己的隐身状态。哈哈，楚兄说笑了，唐某只是正巧路过附近，听到这边有动静便过来了，并非要染指楚兄的天荒叶。唐展笑呵呵的道，内心却直呼晦气，他方才路过附近，听到有人尖叫天荒叶，便快步赶了过来，结果却被这楚尘捷足先登了。若非忌惮楚尘的实力，换作是任何一人，哪怕是同门，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抢夺天荒叶，甚至杀人。楚尘同样笑了笑，他了解唐展，看来他也忌惮自己，所以不敢抢。咦，楚兄你受伤了？唐展轻疑一声，发现楚尘体内有大量剑刃碎片，而且似乎还是他的影杀剑碎片。楚尘淡定地点了点头，这件伤非致命伤，也非重伤，即便唐展知道了，也不敢轻举妄动。啧，唐展啧开口，没想到这秘境内居然有如此高手，能震碎楚兄的影杀剑，不知此人是天蓝大陆哪宗弟子？唐某很是好奇。楚尘原本不想说，但想到顾影，他眼眸深处贪婪之色顿时一闪而过，蓦然心生一计，打量起唐展。若是自己与唐展联手，应该有70%把握击杀顾影。一旦击杀顾影，他身上的秘密和灵剑化剑神通就是自己的了。一想到灵气化剑神通，楚尘就大为心动。那可是神迹，他决定和唐展合作。那人是一位气质无双、俊朗非凡的紫衣青年，乃是天蓝大陆灵剑宗弟子。楚尘开始详细讲起了与顾影的一战，
添油加醋地说起顾影身上有大秘密以及各种重宝，但他并未提及顾影的雷霆神通。他准备坑一把唐展，因为顾影的雷霆实在太恐怖了，能秒人。到时候自己在暗处，唐展在明处，顾影的雷霆肯定会直接秒唐展，从而分心。然后自己的暗黑雷暴和破圣刀同时祭出，足以摧毁顾影的护体剑气。接着破圣刀将之斩杀。关于顾影能发现隐身的自己，一路上楚尘也想明白了，那就是应该与剑有关交战时，那顾影一直无法看到自己，但自己刚一出剑，他便立刻发现了自己的踪迹。想必他有某种感应剑的特殊神通，只要自己不出剑，即可万无一失。唐展认真听完了楚尘的讲述，他相信那灵剑宗子一青年身怀重宝，不然他不可能伤到楚尘，但也清楚楚尘绝对有夸大其词。不过他还是决定与楚尘合作，毕竟像他们这种级别的天骄高手，身上一般都有奇遇和秘密，他要得到这些秘密，让自己变得更强，到时候顺便看看能否趁机铲除楚尘。可以合作。唐展微微笑道，待杀了那青年后，他身上的秘密你我平分。楚尘内心冷笑，到时候你能活下来再说，含笑点头道，可以。唐兄稍等，容我逼出体内剑刃碎片。说罢，楚尘就地盘膝而坐，修为运转，谨慎地开始逼出刺在要害部位的剑刃。与此同时，二人右侧50丈处的密林内，一棵参天古树后，一道身影正隐匿于此，冷冷地注视着湖泊旁的两人。这身影是一道身姿曼妙的火红倩影，衣袂飘飘，青丝飞扬，竟是柳如烟。他施展月影迷踪路过此地，正巧听到了湖泊旁楚尘与唐展的对话。根据楚尘的叙说，他一下就听出楚尘说的那人是顾影，而他们两人居然要谋害顾影。在柳如烟的内心深处，他早已经将顾影当做了他的男人，虽然还未表白，但内心深处早已爱到无法自拔，为了他甚至都愿意去死。此刻听到有人想杀自己的男人，他瞬间就动了杀心，要杀了这两人。柳如烟自然也能看出这两人战力超凡，而自己只是刚刚突破到金丹初期数月，正面交锋绝非两位金丹后期大圆满顶级天骄的对手，只能使用媚术命令二人自相残杀。而寻常媚术自然无法控制他们思虑至此。柳如烟阴唇微张，背齿轻启，咬破了白皙修长的食指，3滴精血从指尖伤口溢出，漂浮于他的面前。精血溢出的刹那，柳如烟精致柔美的脸蛋明显煞白了不少，就连气息都弱了些，但他并不在意。周身缓缓散出淡淡的粉色雾气，而后涌向3滴精血。精血刚一与粉色雾气接触，便开始挥发融入其中，只是一刹那便完全挥发融入，粉色雾气瞬间变得无色无味，摄魂之力也提升了3倍。去！柳如烟轻声操控无色雾气飘向楚尘与唐展，很快便悄无声息地临近到了二人周身，将二人瞬间笼罩，通过全身毛孔钻入了他们的体内。杀了他！二人的脑海深处同时响起这道声音，这道娇媚动听的声音就仿佛是大脑本体发出指令，他们下意识里就服从。唐展直接右手握拳，催动全部修为之力，迅猛至极地轰向身前端坐的楚尘脑门，似要一拳轰爆他的脑袋。而同样接收到指令准备动手的楚尘自然是有所防备，修为爆发间，右手展开抓向唐展轰击而来的全力一拳。拳掌触碰，轰强大的冲击波轰然荡开，席卷四周，所过之处飞沙走石，树木坍塌，山体粉碎。楚兄，你是何意？堂兄，你又是何意？二人在这强大的冲击波下竟然瞬间清明过来，双方收拳收掌，各自暴退数10丈，谨慎地凝视着对方。不对，刚刚出手并非我本意，那一刹那我应该是被合欢宗秘法控制了。唐展面色阴沉地开口。楚尘皱眉，我也是，方才有被控制的迹象，不过控制之人应该不是合欢宗弟子，因为媚术最高的苏玉儿都无法影响我半分，应该另有其人。身为顶级天骄的二人一瞬间便理清了前因后果，神识同时扩散至更广的范围进行搜寻探查，然而并无所获。媚功只能在附近施展，人不可能在更远处，二人都清楚这点，对方绝对施展了什么功法，隐匿了身形。唐展没有半点墨迹，喝道：血影现！他中指上佩戴的血色戒指顿时血光一闪，浓浓血雾飘散而出，凝聚成了一道9尺高的血色人影。找出附近隐匿之人。唐展命令道。桀桀血影怪笑，他整个血雾身体沸腾起来，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丛林内媚术失败的柳如烟第一时间早已施展月影迷踪跑路，然而并没有跑多远，他全身血液突然剧烈沸腾起来，温度瞬间直达100度，且持续往上成倍飙升中。柳如烟大惊失色，她白皙娇嫩的肌肤瞬间血红一片，仿佛焖熟的小龙虾，甚至因为体内血压不稳，她的身影也从月影迷踪状态下破影而出。随着血液温度成倍升高，柳如烟身上散发出了淡淡的烤肉香，她急忙双手掐诀，
施展月神眷顾，淡淡洁白的月光涌入他体内，镇压血脉温度。然而此刻并非夜晚，月神眷顾无法挥发出全部的威能，只能勉强将血温平息在100度，再难下压。即便是100度，修真者也都难以忍受，毕竟是生命之血。柳如烟只能强忍痛苦，急速遁离逃命。在他的后方，那血影化作成一团血雾，正朝着这边席卷而来。这血雾给柳如烟一种极为恐怖的感觉，似乎只要被其触碰到，自己全身血液便会瞬间被吸干。柳如烟一拍玉灵带，一头10丈之高，如小山般的白猿从内蹦出，轰隆隆落地。刚一出来，白猿便准备冲过去一拳轰散血雾，然而只是瞬间，他全身血液便剧烈沸腾起来，死亡的危机弥漫在心头，似乎只要自己临近那血雾，必死无疑。他顿时止住了步伐，原地猛地深吸口气，胸腔爆鼓而起，血盆大口张开，后震耳欲聋，一道狂暴无比的冲击波以惊人的速度向着四周扩散开来，所过之处空间扭曲，飞沙走石，树木崩碎。砰砰砰砰砰，阵阵爆炸声中，冲击波很快便临近血雾，撞击在一起。只见血雾血光一闪，如无形之物一般，冲击波从其上冲击而过，并没有对其造成任何影响。柳如烟目光一缩，这血雾竟然带有一瞬间的无敌属性者，究竟是什么？写下一刻，血雾发出桀桀怪笑，红芒一闪，竟然直接吸附在了转身逃跑的白猿身上。白猿全身瞬间煞白，如同尸体泡了7天7夜的白，他的全身血液竟然一瞬就被血雾吸得干干净净，庞大如山的身躯轰然倒地，气绝身亡。柳如烟慌了，果然只要被血雾触碰到，全身血液就会被瞬间吸走。此刻深深的绝望蔓延在柳如烟心头，他现在完全没有一战之力，因体内血液沸腾，灵力紊乱，此刻他连最基本的术法都无法凝聚而出，只能勉强用来飞行跑路。即便有一战之力，但那血雾带有一瞬间的无敌时刻，自己也无法轻易将之驱散，何况唐展和楚尘也正在追来的路上。柳如烟彻底绝望了，桀桀血雾再次怪笑，似乎玩腻了，血光一闪，瞬间就出现在了飞行中的柳如烟身后。桀桀眼看就要将他笼罩，嗡，突然青芒闪耀，一道灵力光墙在柳如烟身后骤然凝聚而出，冲天而起，抵挡住了血雾。却见前方不远处的密林内，16道火红倩影御剑而来，全是月神宫弟子。见众同门到来，柳如烟绝望的脸庞燃起生的希望，连忙喝道：所有人止步，千万别过来，立刻施展斗转星移。说罢，飞行速度加快，冲向众同门。众人见柳如烟全身血红，再认真看向那被灵墙抵挡的血雾，心里都是猛地咯噔一下。这血雾给他们一种十分恐怖的感觉，单单只是看一眼，他们全身血液竟然隐隐要破体而出，都不敢再耽搁半分，立刻全部散开，摆出了一个奇异复杂的阵型，双手掐诀中，口中皆是念念有词。轰，远处忽然传来一道惊天炸响，却见血雾撞碎了灵墙。桀吸血大法，血雾发出一道沉闷沙哑的声音，旋即翻滚涌动，变换成了一张血色大嘴，向着月神宫众人方向猛地一吸，刹那间，柳如烟以及那16位同门全身上下所有毛细孔大开，浓浓血雾喷洒而出，一瞬间所有人变成了血人，全部头晕目眩，险些昏死过去。仅仅这一瞬，他们竟然直接流失了身体1/3的血量，且护体灵力无法遏制出血，不由都颤抖恐惧起来。在血雾喷涌的同一时间，16人组成的阵型处，一道星光从天而降，坠落在了阵型中央，一股传送之力蓦然展开。16人看了眼还有一半距离抵达的柳如烟，已然无暇再顾及他，一个个惊恐的急忙传送逃离。大难临头，众人只能自保，若是再停留超过一息，他们全身血液都将会被吸干，必死无疑。望着传送离开的众同门，柳如烟绝望了，若是他们能合力拉自己一把，不过他也能理解，面对死亡时谁都会以自己为重。此刻柳如烟已然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美目半眯半合，她全身血液已经被吸走了一半，且还在不断急速流失，随时都有可能因失血过多昏死过去。他望向斗转星移阵法，疲惫的目中燃起最后一丝生的希望。斗转星移是一个短距离随机传送阵法，最少由10人催动，且只会存在3息时间便会消散。柳如烟目中的疲惫越发浓郁，已经无限接近闭合状态，意识也越来越模糊。还有最后一息时间，阵法将消散，若无法触及体内，还剩7滴精血，以我此刻状态，最少要燃烧6滴方能有希望在1息内冲入阵中，而体内精血少于3滴，将在2年内恢复之前无法催动灵力，如同凡人在这秘境内可谓凶险万分。这些念想只在一念间，能活一刻是一刻。柳如烟果断燃烧了体内6滴精血，她的体表红色灵光骤闪，整个人化作一道血色长虹，嗖的一声，瞬间冲入了正在消散的阵法内。传送顺利展开，柳如烟身影模糊消失，阵法同步消散。也在这一刻，
一道必杀剑气从柳如烟消失的身位处劈斩而过，脸上有些痒痒的，身体湿漉漉的，周边似乎是一片积水草丛。柳如烟气若游丝，努力睁开了已经疲惫到极致的美目，艰难地转动双眸，打量起四周。自己正躺在一处窄小、丈许高、杂草丛生的浅水沟里，周身并无危险，也无同门，斗转星移是随机传送，方圆10公里内随机地点。呼，柳如烟疲惫地吐出一口气，活下来了。他想起身，可因失血过多，柔软的腰肢根本使不上半点力气，躺在原地一动不动。柳如烟尝试运转体内灵力，然而无论如何催动，灵力就如同一潭死水，根本不听使唤。果然，精血低于3滴后，便无法再催动修为之力。柳如烟面色难看到了极点，无法催动修为，就与凡人无异。在这秘境内，别说碰到人，随便一只炼气等级的妖兽都能轻松灭杀自己。而且精血十分难恢复，每个人生来体内共有9滴精血，每损失1滴就需要1年时间凝聚恢复，且只能依靠身体的机能自行恢复。自己体内目前只剩下1滴精血，也就是说2年后才能拥有修为。若是在外界还好，找出洞府闭关即可，但在这秘境内处处凶险，自己还能活着走出去吗？一股绝望感涌上心头。但很快，柳如烟露出坚定的神色，修行至今，自己什么危机没经历过，这次唯一的希望便是同门了。好在平日里有些交好之人，希望他们会帮自己。现在最主要的便是先恢复体内血液，方才那一战失去了身体总量2/3的血，若不及时补充，以目前的身体状况，随时可能休克陨落。柳如烟银牙紧咬，使出全部的力气，颤颤巍巍勉强抬起了右臂，摸向胸口处的内兜，从内取出了一个绿色小玉瓶，吃力地揭开瓶塞，倒出了一粒血红色丹药入口。此为补血丹，可快速恢复气血，修真者常备，毕竟经常打打杀杀，容易大出血。丹药入口即化，柳如烟因严重缺血而煞白的身体开始逐渐变得红润有光泽起来。短短3息，她全身肌肤便恢复到了之前白里透红、吹弹可破的状态。气血恢复，终于有了些力气。柳如烟深吸口气，从浅水沟里站了起来，全身湿漉漉的，这让她感到很是不舒服，但只能忍着，因为无法催动灵力，所以无法打开储物袋，就没有衣裙可换。柳如烟琴手微垂，向下一望，平时衣袂飘飘的衣裙此刻紧贴身体，湿漉漉的，隐隐能看到其内娇嫩的肌肤，特别是2座雪峰，因为衣裙紧贴，显得更加的傲人伟岸了，以及臀部也是，这让柳如烟感到十分的羞耻。这还怎么见人？特别是如今没有了修为，若是遇上男子天生媚体的柳如烟，太了解男人了，死鬼！别乱摸，叫人看见了可不好。忽然，一道熟悉的娇媚女声传来，是楚玉妍的声音。柳如烟一下就认出了这道声音的女主人。楚玉妍与自己一样，都是金丹初期修为，曾经在炼气筑基期时，还彼此争夺过月神宫圣女之位。最终因楚玉妍的天生媚体略逊，自己一筹而落选。虽然自己与楚玉妍之间并无私下交集，也并未爆发过私人战斗，但其性格很辣，睚眦必报，所以不可信。自己不能见他，最好也别让他发现自己柳如烟下意识看了眼腰间挂着的圆月玉佩。此玉佩乃是师尊赏赐，可屏蔽自身气息，虽然在秘境内无法发挥出全部功效，但元婴之下没有任何人的神识能探查到自己。怕什么？此处又没人，你方才的浪荡儿劲呢？男子轻浮的声音响起。楚玉妍，哼，谁让你力气越用越大？你先别急嘛，水沟对面不是有块巨石吗？正好方便行事。二人的声音与脚步声越来越近，柳如烟连忙紧靠沟壁，屏住呼吸，不发出一点声音。很快，两人便从自己头顶上方同时跨步而过。这一刻，柳如烟心跳都加快了一些，若是被这两人发现，自己绝对会死得很惨。好在有惊无险。呲啦呲！忽然，布料被撕碎的清脆声音接连响起。啧，美人，你身材真棒呀，前凸后翘的，看你猴急的，跟没见过女人似的。嘿嘿。男子猥琐的笑声过后，现场的声音逐渐听得未经世事的柳如烟面红耳赤。男女之间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声音？柳如烟既好奇又害羞，又感到恶心，还感到发热。她想离去，但并不敢动弹。虽然自己的气息被玉佩屏蔽了，但只要自己发出任何微小的声音，如此近的距离是不可能瞒过修真者耳朵的。他正要捂住耳朵，杜绝这让他燥热的声音时，突然啊！一道惨绝人寰的男子叫声响起。你这毒妇竟然在体内养殖魔头！楚玉妍，呵呵，我毒妇，你以为你多清高？别以为本仙女不知道，你也想踩本仙女的原因。对了，其实本仙女骗你的，我并非处，原因早没了。至于你的阳气以及全身血肉，我都要了。咯咯咯，贱人，你不得好死！男子绝望大吼。楚玉妍，嘻嘻嘻，所以你先死吧。啊！
随着男子短暂的一道惨叫声过后，现场安静了下来。3息后，哥，真美味啊！不愧是合欢宗天生媚体的天骄男弟子，这血肉的味道都比普通男子要好上百倍。魅魔大人，我还要吞多少天生媚体的男子，我的体质才能提升到顶级，超过那柳如烟？魅魔沙哑男音，再吞8个，我便可助你超越柳如烟。不过天生媚体的男子可不多，我在秘境外时观察过，此次合欢宗也就5名男弟子身具该体质。楚玉言，那怎么办？柳如烟那个贱人压我太久了，从炼气期压到现在金丹期，我必须要超过她，成为月神宫圣女。魅魔无妨，也并非一定要天生媚体，只要俊俏气质佳的男子都可以，他们的外貌本就带点魅惑属性。既然他们没有媚体，那就数量来凑。合欢宗不少男弟子都俊俏可人，灵剑宗也有不少俊男。楚玉言，那就好办了，我得抓紧时间去勾搭那些狗男人了。水沟里，柳如烟静静地听着两人的对话，大为震惊。没想到这楚玉言背地里居然在体内养殖魔头，而且为了提升自己的体质，居然吞人血肉，这与魔道有何区别？他迟早踏上魔修一道，被正道诛杀。不过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此刻只希望这楚玉言赶紧离开。嘻嘻嘻嘻嘻。突然头顶上方传来楚玉言瘆人的嬉笑声，柳如烟内心咯噔，顿感不妙，猛地抬手望向上方，入目是一张精致妖娆魅惑的俏脸，与自己的脸近乎紧贴，四目相对，柳如烟顿时一激灵。竟是楚玉言不知什么时候趴在了沟渠旁，半个身子前倾进沟里，玩味地注视着自己。嘻嘻嘻，我就说方才从沟渠上跨过时，怎么闻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熟悉的淡淡体香？没想到啊！说到这里，楚玉言面色突然变得阴冷，没想到是你这贱人藏身在此。话音刚落，楚玉言直接一把抓住了柳如烟的满头秀发，狠狠地将她从丈许深的沟渠里提了起来，重重摔在岸边。扑通！柳如烟趴伏在地，头皮很痛，但她没有出声，而是银牙紧咬，强忍着。哥，真是天助我也啊！柳如烟啊，柳如烟，想不到你这贱人精血使用过度，居然失去了修为。你说说，今天我该如何将你折磨致死呢？是先将你娇嫩的肌肤一片片的撕下来呢，还是先挖出你漂亮的大眼睛，划烂你引以为傲的脸，还是用剔骨刀将你全身血肉剖开，与骨架分离，做成标本？楚玉言兴奋地舔着嘴唇说着，只要除掉柳如烟，自己就是月神宫下一任圣女了。受万人敬仰膜拜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被柳如烟压制，活在她的阴影下。所有人都只知道她柳如烟，却不知道楚玉言。明明我也不差，宗门天骄榜排第2，为什么柳如烟被所有人众星捧月，而少有人来捧我？都怪这贱人，不就是比我漂亮点，身材好点吗？看着柳如烟被湿漉漉衣裙紧贴而展露出来的傲人身段，前凸后翘，没有一点点赘肉，楚玉言就更加来气了，双拳紧握，咔咔炸响。柳如烟，你这贱人，我杀了你！楚玉言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手中一把血色长剑赫然显现，就要一剑斩下柳如烟那漂亮到令他妒忌的头颅。然而挥剑到一半，他却顿住了。如果就这样杀了柳如烟，那他死的就太轻松了。自己在他的阴影下活了近10年，如同臭水沟里阴暗的老鼠。今天必须要将他剥皮抽筋，挫骨扬灰动手啊！楚玉言，你只会叫吗？还别说，刚才在那块巨石上叫的挺动听呢。柳如烟冷言嘲讽。此刻他已经绝望了，落在楚玉言这种人手上，自己必死无疑，不如激将他，让他失去理智，一剑斩了自己，还能免受皮肉之苦。嘻嘻嘻，楚玉言忽然娇媚地笑出了声，旋即面色冰寒，手中血色长剑猛然挥向柳如烟的俏脸。寒光一闪，柳如烟娇嫩的左脸颊上瞬间出现了一道1寸长、深入剑骨的剑伤，皮肉向着两旁绽开，鲜红血液喷溅而出，触目惊心。柳如烟满脸惊恐，她瞬间慌了，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左脸，但鲜血仍然是止不住地往玉指间的缝隙涌出。看着柳如烟趴在地上慌乱的样子，像条母狗一样，楚玉言大笑出声，脸上透露着无尽满足。哈哈，柳如烟，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是不怕吗？让我想想啊，下一剑该往哪划呢？楚玉言居高临下审视着柳如烟完美的身段，最终目光停留在了那2条白净雪嫩的玉腿上。这条大白腿不错，圆润如玉，纤细修长，真美啊！我一个女人都心动了不过呢，看着着实不爽。言语之间，楚玉言再次挥动血色长剑，划向柳如烟的玉腿。剑光一闪，柳如烟洁白如玉的腿上瞬间出现了一道3尺长的剑伤，整条腿皮开肉绽，鲜血喷涌啊！柳如烟惨叫一声，浑身颤抖，冷汗密布。须知她此刻是没有修为的，与凡人无异，这种钻心入骨的疼痛根本难以忍受，方才能忍住脸部伤势的疼痛已然是极限。看着惨叫的柳如烟，楚玉言无比满足，笑靥如花。柳如烟，我突然决定不杀你了，我要一剑一剑划烂你的全身上下，
还要割掉你的舌头，刺穿你的耳膜，切掉你的耳朵，斩断你的双手，扯掉你所有的头发，最后放把火烧焦你，但不让你死。我看你到时候还怎么当圣女哥。你也别想着这些伤势往后能恢复。我这把剑可是天外陨石打造，造成的所有伤势终身无法愈合结痂，我要让你丑陋无比的活着，一辈子生不如死。哥，杀了我！柳如烟愤怒地吼道，她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她不想如此丑陋地活着。她方才尝试了咬舌自尽，然而不知什么时候，楚玉颜注入了一道灵力在自己的牙龈上，根本无法咬舌。西西，你求我呀！看着柳如烟绝望的样子，楚玉颜笑嘻嘻。此刻他心里已经爽飞了，那万人追捧的柳如烟终于被自己踩在了脚下，可怜的像条狗一样。我求你给我一个了断！柳如烟屈辱求饶，她不想经历那些非人的折磨，她不想丑陋不堪，她就算是死也要美美的死去，因为她是柳如烟。楚玉颜啧道：我的圣女大人，你平时在宗门清冷高高在上的样子呢，怎么此刻如此下贱？楚玉颜傲然地扫视着趴在地上的柳如烟，一脚踩踏在了她纤细的柳腰上，目光情不自禁地停留在了她傲人的胸脯处。柳如烟啊，柳如烟，你真该死啊！全方面比我优秀就罢了，为什么胸也比我大？我很不喜欢，知道吗？太晃眼了。说罢，目露凶光，猛地扬起手中血色长剑，向着柳如烟的胸脯挥剑而去。突然，一道剑光飞射而来，撞击在了血色长剑上，将之击偏。紧接着，一道娇喝声传来：大胆楚玉颜，竟敢对圣女下毒手！楚玉颜和柳如烟同时抬眸望向沟渠对面，只见16道身穿火红仙裙的身影正从远处御剑急速赶来。这16人正是之前在密林内施展斗转星移救柳如烟的一行人。他们都知晓斗转星移只有方圆10公里的随机传送距离，便开始一路寻找柳如烟，希望他最后传送成功了。没想到此刻寻到这里，却发现了这一幕。楚玉颜，你竟敢残杀同门，而且还是我月神宫圣女，举止行为罪大恶极，当诛！16人已然飞到了沟渠上方，为首一名温婉女子亮出了本命灵剑，身旁众同门本命灵剑也是齐齐亮出。所有人长剑脱手而出，纷纷一指楚玉颜。16道长剑轰鸣一声，化作16道剑光分散开来，形成绞杀之势，朝着下方楚玉颜击射而去。以金丹初期修为，面对16位金丹后期大圆满修士的飞剑攻击，楚玉颜丝毫不惧。他体内的魅魔顿时散发出浓浓的黑色魔气，滚滚升起，一瞬间便将16道剑光笼罩。16人大惊失色，这楚玉颜竟然修炼魔道功法，顿感不妙的他们立刻转身御剑而逃，可下一刻便集体被魔气笼罩。随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后，魔气消散，16具没有了血肉的漆黑骸骨从空中坠落，掉落在了下方沟渠里。见此一幕，原本升起一线生机的柳如烟再次陷入绝望中。西西，我看还有谁能救你？楚玉颜笑嘻嘻地看着绝望的柳如烟，接下来我可要将你全身的皮整片撕下来了哦！不许哭，不许叫，不然我扯断你的舌头哦！楚玉颜笑嘻嘻地举起了手中长剑，挥剑而下。轰隆隆，忽然间地动山摇，脚下大地剧烈震动起来，密密麻麻的碎石浮空而起。楚玉颜因失重，接连倒退数步，满脸防备地环顾四周。轰隆隆，又是一道惊天巨响，只见面前的沟渠突然向着两旁撕裂开来，速度极快，越来越宽。5丈、10丈、30丈、50丈、70丈，持续急速扩张中，沟渠内更是传出更加沉闷巨响的声音。轰隆隆隆隆，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地底拔地而起，地面震动摇晃的也更加剧烈了。突然，沟渠内爆发出万丈金色霞光，冲天而起，直冲九霄，整片天际都被染成了金灿灿的一片。紧接着，一条长达万丈、直径足有100丈的淡金色线条状从万丈长的沟渠内轰隆隆的升起，最终横压在了沟渠上方。金光闪闪，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自其上爆发散开，瞬间充斥在整片天地。此地天地灵气一瞬间竟然比方才足足浓郁了50倍。司楚玉颜瞳孔猛地瞪大，骇然地深吸了口气。灵脉，金色灵脉，这是伪仙灵脉。趴在地上的柳如烟也是极度震惊，但她没时间震惊，很快便回过神来，看了眼仍然沉浸在震惊中的楚玉颜，偷偷向着旁边一条通往山下的窄道爬去。没错，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一座1000丈高的山峰之巅上。柳如烟很清楚，如此万丈霞光又在高处，必然会引来各方强者争夺，自己必须尽快远离，否则此地爆发争夺大战，最先死的肯定是没有修为的自己。如柳如烟所想，方圆100里已经有无数人注意到了此地动态，也感受到了磅礴至极的浓郁灵气，都知道绝对是伪仙灵脉问世了。四面八方所有人正兴奋地往此处赶来。此时楚玉颜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自然发现了正在爬行逃跑的柳如烟，但现在没空管他。此地的动静绝对吸引了方圆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自己必须尽快将尾仙灵脉收起，然后带着柳如烟去一处山洞，再慢慢的折磨虐待他。楚玉言连忙双手掐诀，动作变换之间一指尾仙灵脉，指尖灵光持续不断的涌出，覆盖在尾仙灵脉上。百息，给我百息时间，最好不要来人。楚玉言紧张呢喃。灵脉是可以缩大缩小的，只需百息时间，这条庞大粗壮的尾仙灵脉便可缩小带走。时间在紧张的气氛中缓缓流逝，很快便来到90息，眼看就要成功，楚玉言狂喜。还有10息，太好了，自己若是将尾仙灵脉带回月神宫，以后地位绝对远超柳如烟，而且还要被史书记载，流芳百世，毕竟这可是尾仙灵脉啊！10、9、8、7、6、5。楚玉言心底兴奋地数起了倒计时，当他数到30，嗖嗖嗖，突然之间，漫天剑气如同雨点般爆射而来，足足有200道。楚玉言面色大变，但他没有闪躲，体内滚滚黑色魔气爆发而出，朝着漫天剑气笼罩而去。只是一刹那，便全部笼罩，其内发出频频之声。在这声音下，黑色魔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了快速消散。这时，楚玉言体内发出了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惊呼声：“不好，赶紧闪开，老夫挡不住了！”眼看尾仙灵脉就能收入囊中，楚玉言自然不愿轻易放弃。若放弃，自己便再无机会获得还有2息都无法坚持吗？楚玉言紧张地问：“魅魔，若老夫全盛时期，这点剑气癖都算不上，可老夫目前不过金丹中期，无法招架如此数量金丹后期大圆满威能的剑气。你赶紧逃，否则必死无疑。”“不行，还有1息时间，魅魔大人，你再坚持一下下。”楚玉言紧张地咬牙道。然而下一刻，嗖嗖2道剑气率先从魔气中冲出，强烈的危机感袭来，楚玉言大惊失色。还有半息，我不能放弃。噗噗，2道剑气直接洞穿了他的双臂。砰！随着一声炸响，楚玉言的2条手臂当场粉碎炸开，注入尾仙灵脉上的灵光随之消散。啊！楚玉言仿佛得了失心疯般，疯狂尖叫出声，分贝之大，刺耳欲聋。倒不是因为手臂粉碎的疼痛引起，而是明明只差最后半息，却失败了。他无法接受，双目喷出无尽怒火，怒视着远处御剑而来的20道青色身影，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嗖嗖嗖，天空中的黑色魔气彻底消散，100道剑气倾泻而下，射向楚玉言。死亡的危机将他笼罩，楚玉言这才从尖叫中回过神来。就在100道剑气临身，要将他洞穿时，他整个人黑芒一闪，化作一缕黑色魔气消失。此时20道青色身影飞到了尾仙灵脉上空。根据符示，这20人乃是玄天大陆万剑宗弟子。刚刚那女子居然会瞬移，怎么回事？她修炼的魔道功法看不出来吗？不然以她金丹初期修为，岂能挡住我20人200道飞剑的攻击？真没想到，天蓝大陆正道宗门居然还有人修炼魔道功法。先不谈这个了，赶紧收下尾仙灵脉，不然来更多的人就难办了。20人不再废话，齐齐掐诀，就要往尾仙灵脉上注入灵力。忽然间，一大团粉色雾气扑面笼罩而来，20人一惊，退后之余同时挥手，一道狂风席卷而出，吹散了粉雾。随后齐齐望向右侧，只见天边53道身穿水蓝色衣裙的青年男女御剑而来。是合欢宗弟子诸位合欢宗道友，这是何意？此次乃是4宗联盟，我们的对手是天蓝大陆修士，难道你们要抢我万剑宗的尾仙灵脉？万剑宗20人中，领头的一位体型高壮、国字脸的青年皱眉问道。合欢宗众人在一位身材玲珑娇小的貌美女修带领下，来到了尾仙灵脉上空。只见他浅笑嫣然：“万剑宗道友说笑了，身为盟友，我们怎么会抢同盟之物呢？只是觉得啊，你们势单力薄，才20人，万一天蓝大陆来了上百人，你们肯定守不住这尾仙灵脉，所以这条灵脉由我合欢宗先收起进行保管为好。”万剑宗众人乃能不明白，合欢宗就是想要这条尾仙灵脉，什么天蓝大陆来上百人，就算真来了，身为盟友，难道他合欢宗不一起抗敌吗？难道看着万剑宗20打100？想抢就直说，不过现在可不是翻脸的时刻，毕竟对方人多。国字脸青年皮笑肉不笑的道：“有劳合欢宗道友操心了，就不麻烦你们了。这尾仙灵脉我万剑宗能守好。”说罢，向着身旁众同门使了个眼色，再次齐齐掐诀，往尾仙灵脉上注入灵力。却见合欢宗那边53人也开始掐诀往尾仙灵脉上注入灵力。万剑宗众弟子见状，这还了的对方人多，肯定比他们更快将尾仙灵脉缩小带走，顿时不就干了？一个个长剑出鞘，剑指合欢宗众人，呵斥道：“合欢宗道友，不想开战就立刻停手。”娇小貌美女子冷笑：“人少还敢拿剑指人？”此刻他已经彻底动了杀心，在真正的利益面前是没有盟友的。
好不容易发现了一条伪仙灵脉，自己必须抢到手，一旦带回宗门，宗门内所有资源自己都将能终生免费使用，还能成为宗门荣耀弟子，被老祖收为真传弟子。各位师弟师妹，给我上，杀光他们，然后毁尸灭迹。娇媚女子喝声道。合欢宗所有人亮出了自己的本命灵器或法宝，恐怖的能量波动充斥在四周天地。万剑宗众人顿时吓尿了，这要是真打起来，53对20，他们瞬间就能被全歼。感受到合欢宗众人散发的无尽杀意，万剑宗众弟子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御剑而逃。娇小貌美女子面色一寒，想跑，晚了，给我杀光他们！闻言，所有合欢宗弟子立刻同时施展出了生平最强一击。嗖嗖嗖，霎时间，漫天术法、剑气、刀气成排山倒海之势，汹涌的袭向御剑而逃的万剑宗20人，一瞬便临近。就在漫天术法要将20人淹没的时候，嗡惊天的剑鸣声蓦然响起，回荡在整片天际。却见更高的天空之中，300道剑气飞射而来，密密麻麻，每一道剑气上都蕴含着一丝元婴之威，无比恐怖。眨眼间，这300道剑气便临近战场，迎面冲击进了合欢宗众弟子施展的漫天术法中。轰轰隆轰隆隆，爆炸声此起彼伏，无数冲击波一环接一环的激荡开来，仅仅一息，合欢宗众弟子施展的漫天术法便被剑气的威能全部冲毁。紧接着，一道青衣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万剑宗逃跑的20人身前。望着眼前笔直而立的俊朗青年，20人狂喜，纷纷恭敬抱拳：“大师兄，陈师兄！”随后，众人便将合欢宗为强伪仙灵脉要杀他们灭口的事道了出来。陈健听完，微微颔首，而后望向远处合欢宗领头的那位身材娇小的貌美女修，面色冰寒：“秦雪，我说过，下次见面我不会再手下留情。既然你还胆敢违反联盟条约，今日定留你不得。”秦雪闻言，顿时就慌了，他身后的同门也都慌了。陈健可是玄天大陆第一剑道天才，无论是单打独斗和群战，他的剑都十分强势霸道。自己这边虽有53人，可完全不够他秒杀。此时，陈健长剑出鞘，就要动手。等等！秦雪喊道，旋即伸手向着左侧隔空一抓，将一瘸一拐已经走到了下山路口的柳如烟抓在了手中。陈健，你不是一直在寻找天生媚体的女修当炉鼎吗？此女极品天生媚体，一个顶10个。陈健目光凝聚在柳如烟身上，顿时微微一缩。此女极品没有修为之力，竟然还能魅惑自己3分。陈健深吸口气，又看向柳如烟手腕处，秦雪刻意拉起她衣袖露出的手工纱，瞬间更为心动了。如此娇媚之体，没想到还是个初一此女极品媚体，她的元婴必然十分大补，与其双修采其元婴，最少能为自己日后突破元婴期时增加2成结婴率，然后再用她的血肉祭冷月剑，到时候冷月剑的威能将更加恐怖。思虑至此，陈健目中满是心动之色，把她交给我。